望着那突兀出现在天地之间的巍峨法香，一些强者的都是眼神激动震撼地看着那几乎无边无际的巨大法香。这一幕在当日其实只有6族联军的一些强者才亲眼见到过，其余强者大多都只是听说过而已。然而今天他们也是见到了这传说中与天地同高的巨大神像手段，如此巍峨的虚影，怕是传说中的斗帝之身也不过如此吧。就这样，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当中，萧炎直接将那无数的丹雷给尽数吞吸，雪白的雷光很快便是变化着颜色，仅仅几波过去，便是已经化作了宛如墨水一般的漆黑雷霆。天地从白的刺眼，白的令人看不到其他色彩，到漆黑如墨，黑的令人看不清周围，整个过程甚至过了不到1炷香的时间。然而那浩荡雷霆的威力却是从一开始的一些半圣都有活下来的把握，到了令很多斗圣都毛骨悚然的程度。那宛如深渊一般的漆黑雷海，令很多高阶斗圣都是有着一种巨大的危机感。毕竟这片漆黑无比的海洋可都是由那最可怕的黑魔雷所组成啊，在这其中甚至还夹杂着些许的金色雷光，那是9玄金雷所拥有的色泽。然而无论那浩荡雷海的色泽如何变化，威能如何加持，那屹立在天地之间的巍峨法香却是纹丝不动，嘴巴一直保持着一个张开的状态，任由那浩荡的雷霆到底有着何等庞大的数量，都是将其疯狂地吞入体内，看得众人都是有些目瞪口呆。不过在想到虚无吞炎都是被如此吞吸之后，众人的心里这才好受了一些。9道9品玄丹所引发的丹雷，比起当初的虚空雷池当中的雷霆能量数量都是相差不多了，如此吞吸倒是颇为的痛快。萧炎站在天空之上，背后的法香虚影肆意地吞噬着那完全由黑魔雷组成的海洋，却是没有丝毫的负担，反倒是体内的修为有了再度的增加。在接连吞噬了虚无吞炎还有这无尽雷海之后，他的修为在这一刻也是终于达到了8品至尊的层次。漆黑的雷海携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持续了足足数个时辰的时间才彻底的散去，却是并未伤及到萧炎分毫，反倒是令萧炎的修为终于再进一步。不过当那遮天蔽日的漆黑雷云散去，金色的阳光再度洒落大地的时候，那些围观的人群看向萧炎的目光却是越发的崇拜和敬畏。对于这种目光，萧炎倒是早就习以为常，他的心思也是不在这些人的身上，而是将目光看向了自己面前的9尊火焰熔炉之上。丹羽已经被收集起来，丹雷所化的雷海也是被萧炎给直接吞噬炼化。如今9道丹鼎当中的丹药在这一刻也终于是彻底的成熟了，而到了这种品级的丹药，自身早已有了足够的灵性和智慧，在他们成型出世的那一刻，他们几乎便是必然要逃跑了。果不其然，伴随着金色阳光再度将大地照耀，一道道带着苍翠色泽的身影便是已经从9道炉鼎当中齐齐冲出。9道翠绿身影在离开炉鼎的那一刻，便是已经各自变化成了不同的模样，老人、孩童、女人、少年，甚至有些化作各种异兽，又有些青光璀璨，气场十足。不过他们在离开之后的第一时间，便是开始朝着四面八方逃散了。你们是本地亲手炼制的丹药，想要逃跑，未免也太有些异想天开了一些吧？淡淡的笑声传来，下一刻，一道道铭刻着玄奥符文的火焰锁链便是从那9道炉鼎当中爆射而出，然后瞬间将这些身影给缠绕封锁。被这些锁链缠绕，这些身影各自发出不同的反抗，似是想要竭力挣扎。只可惜伴随着那火焰锁链上的符文闪烁，他们的气息却是在瞬间衰弱，仅仅片刻的时间，便是被那一条条火焰锁链再度拖回到了火焰熔炉当中。收！随着9道翠绿身影被再度拖回到炉鼎当中，萧炎手掌一挥，9道火焰炉鼎在这一刻都是迅速缩小，眨眼之间便是已经收缩到仅仅只有拳头大小，然后飞快地回到了萧炎的身边。这一刻，那厚重的炉壁已经变得无比稀薄透明，透过这炉壁观察，便是可以看到这炉鼎的内部有着一枚龙眼看到通体晶莹翠绿，宛如水晶一般的丹药正在其中静静的悬浮。望着这一幕，萧炎的嘴角也终于露出一丝笑意，心念一动，9道拳头大小的熔炉再度缩小，最后几乎快要与那中央的丹药彻底重合包裹。如此之后，萧炎才取出9道由极品寒玉所做成的玉瓶，将这9枚丹药收起。至此，9枚9品玄丹级别的菩提炼心丹便是大功告成了。事实上，此丹虽然只是9品玄丹，但论起价值却是比起寻常9品金丹都要珍贵。之所以引发的是9品丹雷，只是因为其中的能量不如9品金丹浓郁而已，但论起效果却是足以令无数强者疯狂。做完这一切之后，萧炎才笑着将目光看向了那周围目光狂热的人群，而似是察觉到萧炎的目光，那些强者此刻更是十分激动。恭喜炎帝成丹，炎帝大人简直就是要地重生啊！炎帝大人未来的成就，怕是要比药帝更加璀璨。这一刻，甚至有些炼药师已经跪了下来，望向萧炎的目光宛如朝圣一般。
炼药师作为斗气大陆最为尊贵的职业，常常是十分的高傲的，但同样，内心对于炼药的虔诚令他们看待萧炎已经宛如神灵。大家客气了。对于众人的模样，萧炎只能是无奈的一笑，然后脚步一踏，再度出现时，已经来到了那穿着一袭青衣的少女的面前。最后，在无数强者的众目睽睽之下，萧炎伸出手捏了捏那光滑如玉的绝美脸蛋。妮子，想我了没？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被萧炎如此暧昧的捏住脸蛋，以薰儿的未经人事，又怎么能好意思？当下那张精致的毫无瑕疵的俏脸，便是升起了一抹绯红。萧炎哥哥，薰儿嗔怪地看了萧炎一眼，然后便是羞涩的直接将头埋进了萧炎的怀中。望着这一幕，无论是古元也好，还是周围这些颇有地位的强者也罢，心中都是有些无比的唏嘘。古元倒是还好，萧炎毕竟是自家女婿，而且实力如此强大，他心里倒是好受。至于其他强者，也只能是暗自感叹，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了。一个是当今斗气大陆毫无争议的第一强者，另一个是古族族长的女儿，神品血脉，实在是有些羡煞旁人了。妮子，这一枚是给你的。萧炎手掌一翻，一枚内部映衬出些许翠绿光泽的寒玉玉瓶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掌心，然后被他递到了薰儿的手中。萧炎哥哥，这是什么丹药？望着那透露着翠绿光泽的玉瓶，薰儿脸上的笑容顿时又甜了几分。其实九品玄丹也好，还是当年的那些低阶丹药也罢，对他而言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些丹药都是萧炎亲手炼制的，是萧炎专门为他准备的，这一点才是令他内心更加幸福了几分的真正原因。不过虽然如此，但这枚丹药早已被众人公认是九品玄丹的品级，所以饶是以薰儿的身份地位，依旧对于这枚丹药十分好奇。九品玄丹在萧炎出现之前，已经算是大陆这数千年来能够炼制出的最高品级的丹药了。这种丹药便是放在古族这种大族也是无比珍贵，每动用一颗都要经过族长和长老会的集体商议才能决定。听到薰儿的问话，一旁的古元在这一刻都是微微竖起了耳朵，因为声音并未掩盖，因此虽然距离遥远，但以远处的那些强者实力也是能够听到一些。他们对于这枚丹药同样是十分的好奇。闻言，萧炎倒是也没有丝毫掩饰的打算，以他如今的实力，就算暴露再多的宝物又能如何？有哪个不长眼的敢打他的心思，那魂族便是他的下场了。此丹名为菩提炼心丹，服用之后可以让人得到与炼化菩提心一模一样，甚至还要略胜一筹的效果。除此之外，还可以参悟轮回，磨练心性与悟性，使服用者激发出些许成帝的潜力。当然，具体能够走到哪一步，与服用者的天赋还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萧炎笑着解释了一番，可说出的话却是令周围的天空一片寂静。伴随着寂静消失，那无数的强者们的呼吸也是开始逐渐的急促起来。比服用菩提心还要略胜一筹的效果，参悟轮回，锻炼心性悟性的，激发出些许成帝的潜力。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逆天的丹药？倘若仅仅只是服用之后得到比菩提心还要略胜一筹的效果也就罢了，那其实不过也就是等于近乎可以100%成为斗圣了。这种机缘放在那些斗尊眼里，或许是足以令人疯狂，可是对于斗圣强者，特别是一些高阶斗圣而言，倒也算不得什么。斗气大陆那么大，助人成圣的机缘虽然无比的稀有，但总归每千年都是可以出现那么几种的。虽然效果都未必比得上这枚丹药，可他们也不怎么在乎，毕竟老子早就成为斗圣了。可是参悟轮回，提升心性和悟性，那可就太过逆天了。整个斗气大陆无数年的炼药历史当中，都是未曾出现过几种可以提升悟性的丹药啊，更别说那参悟轮回，激发出些许成帝潜力的说法了。当听到成帝二字的时候，那些强者的眼睛都是微微发红了。这两个字对于任何一位斗圣都是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不过眼红归眼红，他们也是不敢对薰儿手中那枚菩提炼心丹动什么歪心思。先不说这枚丹药是萧炎亲自送给他的，就算是人家的老爹，那也是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存在啊。不要以为萧炎成了天下第一，古元这个9星斗圣巅峰便是不中用了。在座的各位就是一起上，也未必够人家一巴掌拍的。所以眼红之余，他们也只能是艳羡地看着那宛如明珠一般的青衣少女。尤其是少数女性强者更是无比的羡慕。一个大陆第一强者的未婚夫和一个大陆第2强者的父亲，这颗古族的明珠总是幸运的令人羡慕到发狂。不过在将注意力从薰儿手上的那枚菩提炼心丹之上收回之后，众人却是不约而同的对视一眼，脑海中电光火石一般的闪过了一些念头。一枚菩提炼心丹没有了，可萧炎足足炼制了9枚啊！9枚菩提炼心丹，他总不能都送人了吧？当下远古6族的高阶斗圣们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变得再度灼热起来。至于其他势力的强者，虽然无比眼馋剩下的8枚丹药，却都是颇有自知之明的没有开口。9品玄丹那可不是寻常之物，就算是普通斗圣都是没有资格商量，根本拿不出能够与之价值相媲美的宝物。
特别是萧炎所炼制的这种丹药，其价值怕是与传说中的9品金丹都相差无几了。这种东西也唯有远古六族这等有着诸多斗圣，还有着万年庞大底蕴的超级势力才敢去想象。炎帝大人，您炼制了这么多的丹药，可否有着出手的打算？是啊，炎帝大人，只要您愿意出手，我族当中积累的宝物可以任由您挑选。炎帝大人，您开个价吧。六族当中，除了古族的斗圣，其余人都是开口了。此等宝物，若是落在他们族长的手中，或许都是有着极大的价值，能够提升各族族长的潜力，令他们的修为更加精进。到了他们这等层次，限制他们实力的，除了能量、修为之外，资质、悟性同样是巨大的枷锁。诸位，这丹药我暂时不打算卖出手去了。然而，令众人有些失望的是，萧炎在听到之后，却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见到这一幕，众人在失望之余，也只能是无奈地叹了口气。炎帝大人何必如此？一口气炼制9枚玄丹，难不成能够全部用掉不成？大人如此实力，何不给我等一个机会呢？无奈之余，一道不大的声音却是从一个角落当中传来，令众人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那是一名雷族的斗尊巅峰强者，此刻看上去颇为的抱怨。不过他这话音仅仅说出片刻，便是被身边反应过来的一名雷族斗圣一巴掌抽飞了。混账，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跟炎帝这么说话？那名雷族斗圣脸色涨红，一掌之下直接将此人抽得吐血倒飞出去。其余2名雷族斗圣在听到之后，也是脸色愤怒之余，还忍不住流出了一抹冷汗。此人当真是不识好歹，敢跟萧炎这么说话。若是萧炎是个小心眼的人，那不光这个家伙要完蛋，就连雷族都要跟着遭罪。如今的萧炎可不是当初那个初出茅庐的古族女婿了，他已经是这片天地最强者。望着这一幕，萧炎也只能是无奈一笑。雷族10族因为修炼功法属性的缘故，性格大多粗暴鲁莽，虽然也不乏有着心细之辈，但出现莽夫的概率的确是比其他各族要多上不少。此事我这次就不计较了，你们带回雷族自行调教吧。萧炎只是微微一笑，便是没有再理会这些家伙，带着薰儿回到了星陨阁当中。9枚菩提炼心丹，早在他炼制之前，便是已经做好了打算。薰儿、小医仙、云云、雅菲还有彩铃各自1枚，然后便是父亲萧战、2个哥哥萧鼎、萧立以及老师药尘1人1枚，根本就没有一颗多余的名额。这9枚9品玄丹炼制起来，对于萧炎而言倒也不算什么太过困难的事情，但其原材料在如今的斗气大陆却是太过难找了。9枚菩提心，一道轮回本源，几乎掏空了菩提古树万年来的积累。除此之外，那大量的辅助药材虽然没有这般珍贵，却也都不是凡品。9枚玄丹的辅助药材，就算是对于古族，怕都不是一笔小数目。你们如今的实力还太过孱弱，根本没有能力直接吞掉这枚丹药，只需按照我传授的印诀，每天吸入1口丹气便是足矣。萧炎望着几人叮嘱道：“在座的各位当中，除了药老之外，其他人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炼化1枚9品玄丹。而药老虽然已经成圣，但菩提炼心丹依旧对他有着莫大的好处。毕竟其实成为斗圣的机缘，和在成为斗帝的潜力面前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哪怕薰儿、小医仙都是达到了斗尊巅峰，也不可能将之直接1口吞下。当然，修为越高，炼化这丹药的速度自然也是会越来越快。”听到萧炎的话，众人也是忍不住纷纷对视一眼，暗叹这传说中的9品玄丹的确是无比的可怕。毕竟萧炎炼制丹药的地方就是在星陨阁所在的范围当中，他们也是亲眼见到过9品玄丹出世那可怕的场景。在将9枚菩提炼心丹分配完毕之后，萧炎仅仅只是在星陨阁又停留了2天，便是带着薰儿再度离开了星陨阁，前往了古族之中。虽然彩铃还尚未出关，但他也早已将他的那一份留在了星陨阁。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那么接下来便是只剩下最后一件事要去做了，那便是成帝。说是成帝，其实也不是很恰当的一种说法，因为萧炎早已转修了大千世界的灵力体系，将来突破也早就没有了斗帝这个境界的概念，而是帝至尊乃至后面的天至尊才是。然而，真正衡量一名斗帝地位和权柄的，并不是所谓的境界，而是那属于这片天地当中独一无二的至高能量——天地元气，又被称为地之本源。地之本源乃是位面之胎崩溃之后所化的一种天地本源之力，那是一方下位面真正至高无上的力量，一丝一毫都有着压垮山岳的威能。这种能量虽然以萧炎如今的实力也可以通过混沌熔炉凝聚，可以他如今的实力想要转化出一缕地之本源所要消耗的时间却是十分的漫长。因此萧炎接下来的目标便是那位于古地洞府当中的地之本源了。不过在这之前，他则是需要率先拿到8块古地狱。早在萧炎出发之前，前往炎盟接回萧鼎的天火尊者便是已经带着萧炎的口谕到了西北大陆。此刻那位于黑角域当中的迦南学院已经开始了搬迁工作，而萧炎则是已经来到了古族当中。
好好修炼，我很快就会回来。将须儿放下之后，萧炎便是已经与古元离开了古界，来到了古界不远处的一处山峰之上。此刻，这古老的山峰之上，6族族长已经是彻底的聚齐。炎帝，你说的是真的吗？是啊，难道我族也能再度出现一位斗帝强者了吗？6族族长望着萧炎，目光则是变得更加炽热。对于驼舍谷地狱的事情，从当初魂族被灭开始，他们便是各自有了打算。知晓这驼舍谷地狱，萧炎其实是势在必得。不过，此物乃是各族的镇族之宝，虽然单一的一片并没有什么用处，可毕竟是关系到斗帝强者的事情，他们都是打算从萧炎那里得到些许的好处。因此，当萧炎将他们召集而来的时候，他们甚至都已经做好了用驼舍谷地狱换取菩提炼心丹的打算了。毕竟此丹的功效已经是令他们都无比的眼馋。然而，萧炎所给出的承诺却是令他们有些茫然，甚至是不可置信。因为萧炎的承诺就是自己成帝之后的100年之内，令他们各族都诞生出一位新的斗帝。当听到这一承诺的时候，除去古元之外，其余人甚至都感觉自己是不是耳朵出现了问题。如果不是因为面前这个人是萧炎，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不断打破人认知的家伙的话，他们甚至会觉得此人是个疯子或是骗子。对此，萧炎只是给出了他最简单的答案：承诺我已经做出了，信不信由你，但是不信的话，我可能会动手。当萧炎的意思表达出来的那一刻，各族族长的脸上便是只剩下了苦笑。只有跟萧炎接触久了之后，才能发现这个看似满面春风、笑容温和的年轻人，在随性的背后，骨子里其实有着一种无可置疑的霸道。只是这种霸道，在平时总是被他隐藏在那张温和的面孔之下，令人难以察觉。如今面对这个年轻人，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讨论商谈的必要了，因为萧炎给出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不给就抢。语气是客气的，意思是蛮横的。当然，在说出这般蛮横的话语之前，他的给出的回报也是相当的丰厚。各族一个成帝的名额，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让人拒绝的诱惑。至于萧炎为什么能够如此自信地说出这种令人听着不可思议的话，他们不知道，问了萧炎也不会说。反正话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已经没有了他们选择的余地。毕竟以萧炎如今的实力，若是打算强抢其中某个远古种族的古地狱，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强如魂族都是被萧炎硬生生干掉了，他们又能算得上什么？更何况如今古元这老家伙也是同样站在他这个女婿那边，这让其余5族对于萧炎更是一点脾气没有。所以在经过短暂的权衡利弊之后，大家便是痛快地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驼舍谷地狱。既然已经打算好人做到底了，那便干脆再多说点好话得了。所以在拿出古地狱之后，几人甚至还说了一些十分客套的好话。炎帝，我相信你。炎帝的人品没得说，既然说出这番话，那我们自然是要相信的。就算没有这样的承诺，这驼舍谷地狱也该是你炎帝的。莫大的斗气大陆，除了你这等绝代天骄、盖世英豪，还有谁配得到驼舍谷地的传承？看着几个老家伙那一脸的假笑，萧炎也是眼角微微抽搐，回了几句同样客套的话。萧族的古地狱早就已经在萧炎的手上了，而魂族的古地狱也在不久之前被萧炎抢了过来。古元早就做好了准备，将古地狱提前给了萧炎。如今其余5族的族长也是终于点头，将最后5枚古地狱乖乖献上。如今萧炎终于是集齐了8块驼舍古地狱，而聚集了这8块驼舍古地狱之后，他也是终于可以去开启驼舍古地洞府了。于是在集齐了8块古地狱之后，他也是没有停留，朝着西北大陆的方向一路返回。望着萧炎离去的方向，6族族长相互对视一眼，轻声低叹的同时，眼底也是同样不约而同地涌上了一丝火热。成为斗帝的机缘啊，虽然只是一场空头支票，但毕竟是从萧炎的嘴里说出来的，特别是连古元都同意的这么干脆利落，想必的确是有着这么一些可能的。那可是让萧玄、魂天帝都苦苦追寻了上千年的最终门槛，是可以让各族的斗帝血脉再度延续下去的力量，是让他们各族再度焕发新的光彩的基础。如此诱惑，他们又怎么可能不心动？至于萧炎为何能够说得如此轻松，他们自然是不知道。斗帝这个境界对于后来的萧炎而言也算不得什么稀有的境界了。100年之内，萧炎怕是连域外邪族都给灭完了，凑出几个晋升斗帝所需要的天地元气又有何难？恐怕就是弄上几个位面之胎，对于那时的萧炎也是轻松无比了。对于这些，他们自然不可能知道，萧炎也是不可能说出这些话。此刻的他早已跨越无尽路程，距离迦南学院的距离越来越近。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空间在他手中的运转已经简单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距离瞬移也是相差不远，每一步迈出便是数万里的遥远距离。在这般可怕的速度之下，
仅仅1个时辰的时间，萧炎便是已经再度来到了黑角域的一处城池之上，再度一步迈出，脚下的景象便是恢复到了那熟悉的学院风格当中。此时的内院当中，所有的学员早就已经被迁移干净。不过萧炎在来到此地之后，还是看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几年不见，苏谦都是已经半只脚踏入到斗尊境界了。至于其他人，也都是一些盘门的老成员，或是萧炎曾经认识的一些家伙。唯一不同的是，当初萧炎离开的时候，他们的实力还不算强大。可如今实力最弱的也是达到了斗王巅峰，如萧玉、萧宁等人，此刻甚至都是已经背部生出了一对美丽的斗气双翼。萧炎，你终于回来了，你这家伙倒是还舍得回来。当看到萧炎的那一刻，许多人都是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而萧炎的脸上也是同样露出一抹笑容。哼，不愧是我们迦南学院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啊！这才短短几年的时间，你的名字便是已经令斗气大陆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了啊！苏谦也是望着萧炎，嘴角带着些许的唏嘘之色。早在当年，他便是已经看出了萧炎的不凡之处，只是哪怕那时他对于萧炎的估计再高，也是根本想不到，这才短短几年的时间，面前的这个少年便是已经成为了斗气大陆的第1强者。这种可怕的进步速度，就算是用恐怖如斯这4个字来形容，也是显得有些不足了。不过哪怕再如何的惊艳，苏谦也是依旧忍不住有些抱怨，只是可惜一回来便是要将我这内院给拆了。听到苏谦的话，饶是萧炎此刻也只能是回应了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最后也只能是无奈的补上一句：大长老，等我成帝了，马上就给你改一个更好的内院，让迦南学院真正成为大陆无数天才心目中的圣地。闻言，苏谦老脸上这才露出一个宛如菊花般的笑容。拆吧拆吧，为了我们学院历史上最为优秀的学生，别说是把内院给拆了，就算是把外院也拆了，又算得上什么呢？我也是想不到，咱们迦南学院有朝一日竟然能够培养出一位斗帝级别的学生，那可是斗帝啊！当听到成帝2字的时候，众人脸上的嬉笑也终于是转化为了对于那个至高境界的憧憬与火热。而萧炎在与众人寒暄了一阵之后，也终于是不再迟疑，令众人纷纷退却到100里之外，这才将8枚古地狱纷纷取出。古帝前辈，我们这一世也终于是要再次见面了。萧炎呢喃一声，下一刻8道古域之上便是爆发出无比刺眼的光芒，然后便是无需萧炎的控制，开始自动合拢起来。而随着8道古域的合拢，一道宛如从未出现过裂缝的玉盘也是再度出现。望着那无瑕完美的玉盘，萧炎却是并未停手，磅礴力量激发而出，终于是令这玉盘爆发出了无比刺眼的光芒。伴随着这道璀璨光团，便是自其那界中飞腾而起，悬浮在其头顶上。隐隐间，光团之中有着光雾荡漾，最后化为一道虚幻的苍老身影。随着那一道苍老身影的出现，这片天地的能量都是因此而沸腾起来，一股宛如天地主宰般的威压从天而降。这便是传说中的驼舍古帝吗？望着那一道拥有着一头绚丽长发的老者，苏谦和一群早已成长起来的学员们脸上都是带着无比炽热的目光。如此威势，如此波动，也唯有那万年前的斗气大陆最后一位斗帝才能拥有吧。而萧炎马上就要成为万年之后最新的一位斗帝了。一想到那个至高无上的境界，所有人看向萧炎的目光都是变得更加的火热。而萧炎在祭出驼舍古地狱之后，也是并没有迟疑。虽然对于内院的建筑有些不舍，但也根本不能成为阻碍他的理由。开！萧炎手掌忽然一挥，下一刻，整个内院所在的大地之上便是开始隆隆作响，一条绵延无尽，几乎快要将内院之外的原始森林都给一分为二，甚至距离外院都是不远的巨大裂缝开始迅速在大地之上浮现。望着这一幕，众人的目光也是忍不住有些呆滞。虽然他们早就对萧炎如今的实力有所耳闻，可真正看到这般可怕的手段之时，依旧是忍不住会感到太过震撼。仅仅手掌一挥，一道万丈之长的巨大深渊便是从大地之上出现，甚至在萧炎的引动之下，那无尽的岩浆都仿佛活了过来一样，开始自动分开，似是在陈明迎接自己的君王。炽热的岩浆宛如赤红的浪潮一般，飞快地从地底之中涌出，然后浩浩荡荡地在黑角域之中扩散开。如果不是萧炎刻意控制，那很快整个迦南学院甚至黑角域都将被这无尽的岩浆所掩盖。而萧炎只是一个念头，便是令这岩浆很快平静下来。很快，在他的力量引动之下，一股冥冥之间的力量便是已经透过古地狱传来。而萧炎的脸上同样是没有任何的波动，只是感受着那熟悉的气息。而后，随着萧炎手中的印结再度变换，一道庞大无比的漩涡也是在这一刻缓缓浮现。在那漩涡的底部，一座古老、强大、神秘的气息正在渐渐的出现，而且越发的强横。望着那不断掀起惊涛骇浪，仅仅直径便是超过数千丈的庞大岩浆漩涡，迦南学院一方的人这一刻都是忍不住微微啧舌，
心想斗帝强者的排场果然是十足。轰轰轰！伴随着这漩涡的不断扩大，一道道足足1000丈庞大的岩浆火柱突然从岩浆海面之上爆发，仅仅是可怕的高温都是令人感到浑身冒汗。这一刻，众人才明白萧炎为何要让他们退得远一些了。而随着一道道火柱的喷射与回落，那庞大的岩浆漩涡在这一刻却是开始缓缓停止了转动。因为在岩浆海面停止转动的那一瞬间，一道古老的石门终于是在众人的目光当中从岩浆当中凸起，最后缓缓地出现在这片天地之间。石门之上，岩浆飞快地退去，古老苍茫的气息瞬间弥漫整个天地。在那种可怕气息之下，苏谦等人更是身体颤抖，有着一种跪伏下去的冲动。而萧炎的目光在扫过上方的古地洞府之时，脸上也是终于露出了一抹怀念之色。其实，纵观他整个人生漫长的历史，真正令他人生发生2次天翻地覆的转折点的事件，也不过只有2个罢了。第一个是遇到了药老，第二个便是得到了驼舍古地的传承。没有药老，他也不过是西北大陆一个普普通通的天才罢了，或许依旧有机会成长到很高的层次，可没有焚诀的出现，他的机遇也只会是与其他天才别无两样。第二点，那便是得到了驼舍古地的传承。没有这道传承，就算有了焚诀，他的终点或许也不过只是一个9星斗圣巅峰罢了。若是想要打破这片天地之间的桎梏，哪怕是他的悟性，也未必能够创造出奇迹。没有驼舍古地，就没有后面的斗帝萧炎，也不可能会出现大千世界的无尽火域之主。不过，萧炎此刻却是并没有急着打开那古地洞府的大门，反而将目光看向了那无尽岩浆海域的下方，因为在那无尽岩浆的下方，一道古老庞大的气息正在缓缓浮现。最后，随着这道气息的越发清晰，那平静的岩浆海面忽然一变，几乎是在刹那之间，万丈之高的岩浆海浪便是骤然掀起，紧接着一道惊天动地的龙吟之声便是在这天地之间浩浩荡荡的响起。当这古老神秘的龙吟响起的刹那，苏谦等人便是再也支撑不住那本就微微颤抖的身体，一个个都是纷纷落地，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的喘着粗气。古地洞府所散发的威压本就已经令他们感到无比的压抑了，不过好在这只是一道死物而已，些许斗帝强者的残余气息也不至于让他们直接就无法承受。可是那一道龙吟之声虽然不如斗帝气息那般独一无二，凌驾于天地之上，但却是真正的活物，是真正位于这片大陆巅峰的顶尖强者所释放出来。哈哈哈哈！本皇终于重见天日了！万丈岩浆冲天起，一道令得天地变色的凶悍气息也是自那岩浆海域之中暴涌而出。在这无尽岩浆掀起的可怕高温当中，迦南学院的强者们终于是看到了那岩浆之中所隐藏的庞然大物。只见那无尽岩浆海域当中，一颗巨大的头颅浮现，一道道巨大的紫金色鳞片在身上遍布，仅仅是一颗头颅都是宛如山岳，一双金色的瞳孔宛如2颗小太阳一般释放着金色的光芒，仅仅是对视一眼，便是令他们失去了任何的力气。龙，这是真正的龙！众人都是忍不住地咽了一口口水，被眼前的这一幕所震撼着。好在那紫金巨龙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到他们的身上，因为在这巨龙出现的那一刻，他那双硕大的金色瞳孔便是已经放在了萧炎的身上。在他来自本能的感知当中，面前这个看上去十分年轻的人类青年，竟然对他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危险之感。这种感觉甚至超过了他漫长生涯当中见到过的所有9星斗圣巅峰。于是，他庞大的身躯再度转动，很快，一道真正长达万丈、无比庞大的紫金巨龙终于是将身体彻底的浮现。仅仅只是那庞大的身躯，便是已经令无数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压迫感，更别说其身上那无比强横的气息了。不过，这庞大身躯仅仅出现了片刻，便是爆发出一阵紫金色的光芒。很快，那万丈巨龙的身躯便是随着紫金光芒缓缓消失，而一道中年男子的身影却是在这一刻缓缓的浮现。这是一名满头紫金头发的中年男子，一双金色的瞳孔带着浓浓的威压，看上去便是不怒自威。不过，他的目光看向萧炎之时，却是多了些许的客气之意。真是没有想到，这股地洞府在万年之后，竟然还有再度开启的那一天。若是没有你，我怕是很难再从这股地洞府当中走出了。朋友，这次当我欠你一个人情。竹坤目光灼灼地看着萧炎，眼中带着一些结交之意。因为萧炎带给他的感觉，应当是个无比的强大，至少比起自己都要强上一些。到了他们这一层次，对于危险的感知几乎不会出错。而萧炎带给他的那种危险之感，超过了他所见到过的所有9星斗圣巅峰。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下一刻，面前这个身穿黑衣的人类青年，便是直接念出了自己的名字。竹坤伯父不必客气，就算没有这古地洞府的原因，我也是早晚要救你出来的。闻言，竹坤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惊诧之色。你认识我？闻言，萧炎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我与你女儿算是义兄妹的关系了，与古龙一族也是有着不错的关系，自然是指小竹坤前辈这位老龙皇的存在。闻言，竹坤那原本好奇的脸上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紧接着那张不怒自威的脸庞在这一刻竟然是微微涨红了起来。你说我有一个女儿，那孩子现在在哪？这一刻，竹坤甚至激动的手掌都微微有些颤抖，一双黄金瞳死死地盯着萧炎，似乎生怕这是一场幻境。如果不是因为萧炎的实力比较强大，令他不能太过失态，他现在怕是恨不得直接晃着萧炎的肩膀询问之后的事情了。望着竹坤这般激动的神情，萧炎内心也只能是有些无奈的一叹，这才将紫妍的事情和太虚古龙一族这些年发生的事情说了个明白。而竹坤在听到这些消息之后，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越发的感激了起来。没想到本皇离开古龙岛这1000年的时间里，那3个杂碎竟然敢干出这样的事情。还有紫妍，我的孩子。竹坤忽然对着萧炎一拜，萧炎，你对我竹坤有大恩，今后若是有事直接找我，就算是赴汤蹈火我也要全力为之。这般迅速的动作，饶是以萧炎也是没有来得及阻止，竹坤便是已经朝他行礼。见此，萧炎也只能是无奈的摇头，轻笑道，都是我应该做的，竹坤伯父不必如此。一番交谈之后，竹坤这才将目光又看向了那高大的古地洞府，眼中恨意与敬畏同时浮现。倘若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他怎么可能会被困在其中数千年的时间，令他的孩子在外面受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罪，令古龙一族如今都衰落到这步田地。可是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知晓古地洞府的可怕，知晓那隐藏在其中的驼舍古地又是何等的可怕。在这种存在面前，9星斗圣巅峰也不过只是一个更大一点的虫子罢了。斗帝强者那是媲美帝至尊大圆满的存在，而9星斗圣却是连9品至尊都不如，二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过庞大。你要闯这古地洞府，可需要我来帮忙？见到萧炎手持古地狱，竹坤也是早就明白了萧炎来此的目的，笑着询问道：不必了，伯父若是急着赶回古龙一族，现在就早点回去吧。若是想要再进古地洞府一探究竟，也是可以随我一同前往。不过那地品除丹，我却是不能让与伯父了。萧炎笑着说道：呵呵，你对我如此恩情，我又怎么可能跟你抢夺这种机缘？更何况以你的实力，我怕是也未必能够抢得过你。竹坤笑着摇了摇头道：不过我也不用急着返回古龙一族，反正已经有了1000年的时间未曾回去了，倒不如在外界给你护个法，顺便等你出来之后，看看这古地洞府当中到底有着哪些宝贝。闻言，萧炎也是点了点头，旋即便是不再犹豫，手中的古地狱开始再度爆发出璀璨的光芒。伴随着古地狱被催动到了极致，一道璀璨的光柱终于从其中爆射而出，光柱自天空掠下，然后直直地射在了那古老的石门上。轰！随着光柱的射下，那沉寂了足足上万年的古老大门在这一刻终于是有了道道裂缝出现，裂缝越来越大，片刻后，古老石门终于是在一道嘎嘎的声音中缓慢地对着两侧移开。砰！伴随着古老石门的不断打开，越发强大的威压也是降临到了这片天地，到了后面甚至令竹坤都是感觉到了一丝压力。随着这道缝隙越来越大，终于在某一刻，石门被彻底的打开。与此同时，一道仿佛来自远古洪荒的波动也是彻底的爆发开来，令整片岩浆海域在这一刻都是掀起了惊涛骇浪。以古地洞府为中心，方圆100里之内的大地都仿佛要微微下沉。此刻的古地洞府终于真正的爆发出了一些属于斗帝强者的威压，仅仅这些威压便是足以令斗圣之下的所有强者连浮空都做不到，甚至连在大地上行走都十分困难。斗帝强者，恐怖如斯！而随着石门的开启，一道奇异的空间波动也是开始出现，紧接着那石门之上的空间一阵扭曲，在片刻之后也是凝聚出了一道仿佛透明一般的空间通道。望着这一幕，萧炎的脸上也终于多出了几分笑容，脚步一踏，几步之间便是已经钻进了那空间通道当中。望着萧炎进入其中的身影，竹坤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唏嘘之色，心中有着诸多感慨未曾说出。而在更远处，苏谦等人看着这一幕，更是心中生出无数感慨，心想等到萧炎再度从其中走出，那这斗气大陆就要真正的再诞生出一位斗的强者了。不过他们的心中还没有来得及过多思考，便是看到那巨龙化作的紫金发色的中年男子忽然朝着自己一群人的方向飞了过来。他这是要干什么？望着竹坤飞来的方向，苏谦等人都是微微有些紧张，这可是一位真正的巅峰强者。虽然他们不知晓竹坤的真正实力，但仅从那庞大的令人心颤的本体体型，便是能够判断出这是一位真正的绝世强者，最起码在斗圣当中也绝对是属于最前列的。这样一位强者竟然会主动来找他们，这又是因为什么？不过看刚刚的形势，
这位强者无疑与萧炎关系很好，应该不会对他们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吧。在众人的目光当中，竹坤径直来到了一群人的面前，最后才将目光放在了为首的苏谦身上。你就是苏谦？淡淡的声音带着些不容置疑的霸道，不过语气却是有着温和。回前辈，晚辈正是苏谦。见到竹坤直接找上自己，苏谦也是有些懵逼，心道不会是萧炎这小子给自己使坏了吧？若是对方看自己不顺眼，那恐怕是一个眼神都能干掉自己了。不至于，老夫对萧炎也算不错，他应该不会害老夫。苏谦心中默默想着，但依旧是有些紧张，毕竟面前这位可是真正的超级强者啊。不过竹坤的下一句话也是瞬间令他放松了下来。听萧炎说，你当年曾经将一个流浪的紫发女孩带回抚养，对她十分的照顾。实不相瞒，我就是那女孩的父亲，太虚古龙一族的上一任龙皇。当竹坤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苏谦等人先是微微愣住，旋即脸上便是露出了一抹狂喜的笑容。自从萧炎去了太虚古龙一趟之后，紫妍便是在古龙一族奠定了新龙皇的位置。而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回到过迦南学院，却也派人来到内院通知过众人，甚至还送回来了一些资源。这让众人也是知道，当年那个蛮横贪吃的小丫头，竟然是那传说中的太虚古龙一族的纯血王族，并且还成了新龙皇。而面前这位竟然是紫妍的父亲，那从今以后，内院除了萧炎之外，与紫妍之外，也是又多出了一个大靠山了。不等他们惊喜完，竹坤却是笑着缓缓地伸出了手掌，顷刻间，一排散发着古老强大气息的卷轴便是已经出现在了苏谦的面前。你对紫妍有着大恩，也就是对我竹坤有着大恩。若是没有你，我这孩儿在年幼之时，怕是不知道要遇到多少危险。这些天阶功法都是从当年一些不长眼的人类斗圣手里得到的，其中想必也有极为适合你的，你自己挑着看吧。若是没有，本皇便去其他地方给你弄一卷更加合适的。至于这些功法，对我古龙一族并不适用。你若是想要，便是全部拿走也没有问题。竹坤一开口，便是已经令苏谦直接僵硬在了原地，就连身后的内院众人也是忍不住有些呆滞。旋即，一些老家伙们便是将羡慕的目光投向了苏谦的身上。这可是传说中的天阶功法，随便丢出来一卷，都是足以令整个西北大陆都掀起巨大的动荡，令斗圣强者都为之心动。可如今摆在苏谦面前的，却是有着足足10几卷。这老家伙完全可以挑选自己最适合的。那老龙皇甚至说出了不合适可以为他量身寻找，甚至将这些功法都给他的程度。这老家伙这次可是真正的发达了。前辈，这可使不得，我当年只是看着这孩子太过可怜，这才将他带了回去。虽然张了张嘴，这么多年下来，他早就将紫妍当成了孙女一般看待，不过这话当着竹坤的面他是不敢说的。让你选你就选，如此大恩，这点东西算得上什么？竹坤笑着说道，语气却是不容置疑。闻言，苏谦等人也是又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能够将天阶功法说成这点东西的，怕是也只有眼前这等强者了吧？从他方才说话的口气来看，这每一卷天阶功法的身后，怕是都有着一位受过伤甚至陨落的斗圣啊！就这样，苏谦在百般客气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被迫收下了2道天阶功法。这些只是一点见面礼，本皇如今手头拮据，没啥库存。不过你放心，就算倾尽古龙一族的资源，本皇也要将你培养到斗圣层次。给出2道天阶功法之后，竹坤又笑着拍了拍苏谦的肩膀，而这一句话却是令众人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的精彩。至于苏谦，更是快要石化了。谁能想到，他当年的一个恻隐之心，在如今却是得到了这般通天的回报。当年紫妍在内院吃的那些东西，如今怕是要以1000倍万倍甚至更多的价值回报到内院了。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这一片奇异的空间，令得整个空间都是变得雾气蒙蒙。古老的空间寂静无声，仿佛安静了无数年一般。而在这无边无际的苍茫空间的中央，一道空中陆地就这般静静地悬浮在那里。是，忽然之间，原本平静的空间开始不断扭曲，上万年的孤寂在这一刻都是被打破。紧接着，一道身影便是从那空间通道当中走出，最后落在了这片古老的陆地之上。终于还是又来到这里了。望着这片熟悉的地方，萧炎脸上的回味之色都是更加的浓郁了几分。而后他也是没有丝毫的迟疑，直接按照记忆当中的模样，朝着那前方迅速前进。身为驼舍古地的传承人，他如今对于这古地洞府的了解，甚至比虚无吞炎更加清楚。很快，仅仅半炷香的时间，萧炎便是已经穿过遥远的距离，来到了一处古老的广场之上。这里，一座古老的石殿正静静地矗立在这片辽阔的平原之上，而在石殿的前方，则是一片巨大的广场，一道道高达数千丈的巨大石柱耸立在此，带着巍峨磅礴的气势，令人忍不住心生敬畏。在那石柱的顶端，一道道异火的标本正静静地悬浮在其上，释放着异火独有的气息。
此地正是当年的异火广场。对于这里，萧炎实在是太过熟悉了，以至于他在行走的过程中甚至没有丝毫的留恋，就这般一路向前，直到走到了异火广场的尽头之后，他才手掌一挥，浩瀚凌厉直接化作狂风，将广场尽头的大量雾气直接吹散。而在这大量雾气被吹散之后，一道高达万丈、释放着可怕威压的古老雕像，也是终于出现在了萧炎的视线当中，正是驼舍古地的雕像。而在这驼舍古地的雕像之旁，一道道闪烁着奇异光芒的光团也是在不断的飞舞着，其中每一道都是天阶层次的功法斗技，而且很多都是足以媲美天阶高级。驼舍古地身为斗帝当中都算得上极为强大的人物，收藏实在是太过丰厚。不过这些东西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却是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这些所谓的天阶功法斗技早就被他记在了脑海当中。萧炎从吹散那些浓雾的时候开始，便是已经将目光盯在了一个方向之上。这片空间好久都是没有如此的热闹了。在萧炎的注视之下，那处空间也是终于有了丝丝波动。很快，一道苍老的身影便是从空间当中走出，最后站在了石像的肩膀之处。苍老的声音在空间当中回荡，又仿佛专门说给萧炎听的。总而言之，那般负手而立的神秘形象，那宛如俯视蝼蚁一般的眼神，都是令这苍老身影显得越发的有着威严。尤其是此人的模样与那石像一模一样，更是容易令人联想到此人就是那传说中的驼舍古帝。不过萧炎仅仅一句话，便是令这老者的脸色骤然变化。地品除丹，别他妈装了！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站立在古帝雕像肩膀上的地品除丹便是已经脸色大变，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萧炎，愤怒之余也是带着几分忌惮之色。面前这个人类不但能一语道破自己的身份，并且身上的气息也是十分的强横，令他都是感到十分的棘手。狂妄的小子，竟敢无视本帝！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地品除丹冷哼一声，浩瀚威压直接降临，倒是真有几分属于斗帝强者的气势。他的体内同样拥有着一道颇为庞大的元气，自然是最能将斗帝强者的气势模仿的相似。然而萧炎对于他这副狐假虎威的模样却是丝毫的不在意。这一招对付其他人或许还有着一些机会，可若是对付自己，那可就一点用都没有了。仅仅模仿一些斗帝强者的气息，唬一唬别人还行，吓唬萧炎却是如同笑话。只见萧炎二话不说，便是将手中的驼舍古地玉给丢了出来，紧接着他的手掌便是翻出了一个个奇异的印结，而那印结的第一个起手式便是与那古帝雕像所摆出的手印近乎一模一样。伴随着萧炎的印结不断的变换，那面前的驼舍古地玉在这一刻却是开始微微颤抖起来。紧接着一道绚丽无比的光芒从中闪烁，古玉颤动之间，一道闪烁着绚丽色泽的光圈便是从他的掌心浮现。当这枚绚丽光圈出现的那一刻，那一直站在古帝石像肩膀上的地品除丹便是身体一颤，脸色大变。化丹环，你怎么可能会驼舍古帝的化丹神诀？地品除丹彻底慌了，望着那手中印结飞速变化的萧炎，他的身形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再度出现的时候已经出现在了萧炎的头顶。给我死！地品除丹一出手即是竭尽全力，因为他太知道这化丹环的威能了，一旦被萧炎催发出来，那他便是再也没有了反抗之力。不过在他手掌落下之后，却是诡异的发现萧炎的身体与面前的空间在这一刻都是如同泡沫一般瞬间湮灭，没有丝毫的反抗。望着这一幕，地品除丹的脸上并没有丝毫的庆幸，反倒是更加的惊慌，因为萧炎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万丈之外。幻象！地品除丹脸色无比的难看，甚至隐隐有些绝望。这等手段已经比残影高明了不知道多少，一些手段较为高级的幻象更是等同于使用者的一具能量分身，拥有使用者的些许战力。当然能够令地品除丹这种层次的强者都察觉不出这幻象的真假，萧炎的幻象手段绝对是无比的强大。可恶，给我死啊！地品除丹彻底疯狂了，因为萧炎手中的印结已经接近尾声，他浑身的能量彻底爆发，令方圆万丈的空间都在不停震颤，就是为了防止萧炎再度躲开自己的攻击。而后他几乎是发挥出了自己当下来得及使用的最强攻击，闪电一般的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死！地品除丹再度发出怒吼，超过9星斗圣巅峰的浩瀚威能从他手掌当中轰出，这一次却是没有落空，因为在这手掌轰出的瞬间，一道修长白皙的手掌便是同样从空间当中轰了出来。轰！两只手掌在一瞬间狠狠地轰击在了一起，哪怕是这斗帝所创的空间，在这一刻都是出现了大量裂缝。萧炎的身体微微一沉，脚掌瞬间踩碎了异火广场大量的地面。但地品除丹的表情在这一刻却是彻底的绝望，因为他绝望地发现自己近乎全力一击之下，除了令这萧炎略微处于下风之外，并没有对萧炎造成一丝一毫实际性的伤害。
也就是说，此人的力量其实是与自己相差无几的。在步入8品至尊之后，萧炎的灵力之精纯浩瀚所带来的基础力量，便是已经真正的超过了9星斗圣巅峰所能拥有的力量。虽然比起献祭整个魂族的魂天地和面前的地品除丹还有着一些差距，却也并不算大。以萧炎对于力量的玄奥把控，这一击他已经可以轻松抗下。所以在萧炎抗下这一掌的同时，他的另一只手上一道释放着绚丽色彩，宛如火焰花环一般的光环便是已经凝聚完成。束手就擒吧，能够助我成帝，你应该感到荣幸。在地品除丹绝望的眼神当中，萧炎缓缓露出雪白的牙齿，下一刻那道化丹环便是已经狠狠地拍在了地品除丹的脑袋之上。啊！伴随着这道绚丽光环的落下，顷刻间一道道绚丽的火焰光圈便是层层不断地出现在地品除丹的身体之上。伴随着这些光环的落下，一丝丝白烟在这一刻也是从地品除丹的身体当中溢出。顷刻间，地品除丹便是发出了凄厉无比的惨叫之声。随着这些火焰光圈越发的浓烈，他的身形在这一刻也是开始缓缓的缩小。饶命，饶我一命吧！地品除丹发出最后的求饶，萧炎却是面无表情。这世道向来残酷，一枚丹药最终的结局往往便是被人吞噬炼化，就算是地品丹药也不能例外。若是因为此物有灵性，便是不再炼化，那当初干脆不要炼制这枚丹药的好。很快，伴随着那火焰光环的不断收缩，地品除丹的身体在这一刻也是终于越来越小。良久之后，伴随着最后一声无力的哀嚎，整个异火广场也是终于再度安静了下来。而在萧炎的面前，一团人头大小的绚丽光团在这一刻也是微微浮动，隐隐间有着氤氲气流弥漫。地品除丹在这一刻也是被萧炎真正的收服了。望着这道绚丽氤氲的光团，萧炎也是终于露出一抹笑容，手掌一翻，便是将这枚地品除丹暂时收入到体内的至尊海当中。地品除丹一落入至尊海当中，萧炎便是已经感受到一种轻微的胀痛感传来，显然其中蕴含的能量实在是太过可怕，哪怕他未曾炼化，都是令至尊海当中的灵力海洋都微微下沉了一分。真是没有想到，这一世竟然轮到我来使用这地品除丹了。萧炎摇头轻笑一声，却是没有再度理会。地品除丹威能再大，以他如今的实力也是完全可以驾驭，所以萧炎也并不担心这一点。他的目光已然放在了那道高达万丈的巍峨石像之上。多久了？没想到这一次又要借助古帝前辈的力量了。萧炎略微唏嘘的感慨一声，便是不再多想，心念一动之间，整整10道颜色各异的火焰便是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背后。开！萧炎心念一动，10道火焰再度凝聚，已经与完整的地炎相差不大。毕竟他的地炎已经融合了10道异火，其中更是有最为强大的虚无吞炎和净莲妖火。是！伴随着一道绚丽无比的火焰光柱爆射而出，落在那石像的心脏位置之处。嗡嗡！当这火焰光束落在这石像表面之后，那古老的石像在这一刻也是开始泛起一道道奇异的波动，宛如水面被投入了一个石头，开始有着道道波纹扩散开来。伴随着这些空间波纹的扩散，石像开始剧烈颤抖起来。良久之后，那石像的胸口位置终于缓缓裂开了一个石洞，紧接着一道柔和的光芒便是从中射出，落在了萧炎的身上。望着这熟悉的一幕，萧炎脸上也是露出一抹怀念之色，最后心念一动，便是已经来到了石像的胸口位置，然后脚步迈出，便是直接钻入了那石像之上的道道空间涟漪。一瞬间，周围的环境已经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这石像空间的内部，近乎无边无际的绚丽火海正在此地不断的升腾，闪烁着五彩缤纷的色泽。萧炎漫步在无尽火海当中，周围的火焰却是没有对他造成任何的伤害，反倒是对他无比的亲近。他就这样一路前行，走了大概半炷香的时间之后，周围的火海终于开始不断的变化。只见前方的无尽火焰凝聚，最后化作一道巨大的火焰花苞。随着一道绚丽火莲的缓缓绽放，一道身穿深色衣袍的苍老身影也是终于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老人身着深色衣袍，面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若是将其那一头绚丽多彩的头发无视掉的话，他几乎与那些寻常老者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此刻的老人正盘坐在花苞之中，苍老的脸庞带着一点莫名笑意地盯着萧炎，而萧炎的脸上在这一刻也是终于再度露出一抹笑容。古帝前辈，我们终于是又见面了。是啊，又见面了。年轻人，你总是给我一种很不同寻常的感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便是从你身上察觉到了至尊法身的气息，而这一次见面，你能够在这般年纪达到这种程度，更是令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驼舍古帝看着萧炎，眼中都是带着些许的疑惑与好奇，实在是萧炎表现出的种种现象实在是有些太过神奇。闻言，萧炎也只能是无奈的一笑，沉吟片刻之后才笑着说道：因为些许机缘运气，带着记忆转世重生了一次，故而才有了如今的种种。
闻言，驼舍古帝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诧异之色，旋即才感到有些释然。难怪如此，到了他这一层次，甚至都是曾经与大千世界的一些强者有过交流的人，他也是对于萧炎所说的略微有些了解。毕竟这浩瀚宇宙，无数世界当中的神奇之事有着无数。萧炎所说的现象虽然无比罕见，但也未必不会发生。对于这般解释，驼舍古帝也是自认为能够接受。因此，在接受了萧炎的说法之后，他也是不再抓着这个问题不放，而是将目的放在了下一个方向之上。既然你同样是某位强者，带着记忆转世重修，更是有着大千世界的至尊法身，甚至能够提前转修灵力这种高等级的能量，那想必你应当也是知晓域外邪族的存在，甚至知晓斗气大陆的根本隐患吧？听到驼舍古帝的问话，萧炎也是微微一叹，这才轻轻点头道：“前辈放心，待我成帝之后，自然会解决那被封印的炎魔族魔帝。”听到萧炎的这番话之后，驼舍古帝的身体微微一颤，旋即脸上才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只见他大手一挥，头顶的空间一阵扭曲之间，便是化作了一道巨大的漩涡，漩涡微微旋转，最后构成了一道无比巨大的画面。画面当中是斗气大陆之外的无尽星空，而在萧炎所看到的这片星空当中，8道与那古帝雕像同样庞大的古老雕像正静静地屹立在虚空当中，彼此互为犄角，仿佛在组建一道无比强横古老的阵法。而在那8道巍峨雕像的中央，则是有着大量漆黑的火焰在疯狂地燃烧，这般浩瀚无尽的火焰面积，怕是丝毫不比这雕像世界之内的火海要少。而在那无数漆黑的火焰中央，一道隐隐约约的模糊身形正在不断的挣扎。若是透过那无尽火海去看，才能真正的看到这火海当中的身影，其体积要远远的超过任何一位斗帝雕像。这无尽黑色火海当中的身影，便是当年第2次入侵斗气大陆的一位炎魔族魔帝。而那8道巍峨高大的斗帝雕像，赫然便是当年远古8族的祖先，8位真正的斗帝强者。只不过当年的一战，为了封印着这头炎魔族的魔帝，他们硬是用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斗帝真身全部的生命力为代价，才将这头炎魔族的魔帝给镇压封印。这也正是斗气大陆的天地元气彻底灭绝消失的原因，因为那本就不多的天地本源，在那一场近乎毁天灭地的战斗当中，已经被8族的斗帝尽数抽离，用来封印着炎魔族的魔帝。斗帝虽然强，可也不过是相当于地至尊大圆满罢了。若是离开了斗气大陆，甚至在地至尊大圆满当中都算是极为一般。而一尊魔帝，那是可以与炼化了整个位面之胎的天至尊掰一掰手腕的可怕存在。当年为了对付这一头魔帝，斗气大陆实在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当年8族斗的联手封印了这炎魔族的魔帝之后，他们8人的生命力已经尽数流逝，而我则是炼化了大陆最后一道元气之后成帝，然后斩杀了斗气大陆所有残余的域外邪族，令斗气大陆从此彻底失去了域外邪族的信息。驼舍古帝有些唏嘘地说道：“之后，我在斗气大陆再度苦修很久，终于在推演出一个合适的时机之后，留下了这一道传承，离开了斗气大陆。域外邪族的魔帝虽然强大，但毕竟已经被封印了上万年，如今虽然看似强大，其实也不过是强弩之末。即便是没有人为干预，最多万年的时间，便是会被8位斗帝所凝聚的天地本源彻底磨灭。而随着这魔帝的灭亡，那8位斗帝身上的元气也会再度回归到斗气大陆，从此令斗气大陆再度诞生出新的斗帝，也有了新的机会前往大千世界。”驼舍古帝笑着解释，萧炎也是微微点头，这些他自然是知晓的。远古时期所谓的斗帝强者集体消失之谜，其实就是8族斗帝为了联手对抗炎魔族魔帝，用自身生命和体内的天地元气为代价，将这尊魔帝彻底封印，用一方位面剩余的近乎所有元气来不停地磨灭着这位魔帝的生机。不过这位魔帝虽然被8人联手镇压，可域外邪族的其他强者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当中连地至尊大圆满层次的魔族都有，对付斗气大陆上的寻常9星斗圣巅峰实在是太过容易。没有任何一位9星斗圣巅峰可以连跳3级斩杀一位地至尊大圆满层次的域外邪族，就算是前世的萧炎也做不到。所以这8位斗帝在牺牲之前，还是将最后一道元气留给了驼舍古帝，而驼舍古帝也不负众望，顺利成为了斗帝，而且还是一火成帝，战斗力比寻常斗帝更加强大。在他的出手之下，那些域外邪族终于尽数伏诛，斗气大陆这才再度恢复了平静。而为了表达对于8族斗帝的感谢与敬意，驼舍古帝在修炼许久，离开斗气大陆之际，还是选择了自己的传承和成帝的机缘留给了远古8族，这才是为何驼舍古帝域一分为8，落到了8族手中的根本原因。否则除了驼舍古帝，还有谁能够将这古地域一分为8，而且每一份都是那般的均匀整齐？那炎魔族的魔帝倒也不足为虑，待你成帝之后，实力足够强大了，自然是可以将之轻易铲除。放心吧，8地古阵自有玄妙，
等你修为足以能够真正确保击杀那炎魔族魔帝的时候，八地古阵自然会再度打开。到那时，不但八地体内的剩余元气会再度出现，就连通向大千世界的空间通道也是会再度修复。驼舍古帝看向萧炎的目光满是笑容，他如今留在此地的其实不过只是一道记忆体，真身早已离开了斗气大陆，只是为了将这最后一道成帝的机缘留下，这才留下了一道记忆体。如今看到有萧炎这般优秀强大的人传承这道元气，他的心情自然是十分不错的。你的出现比我想象期待的更加适合这道传承，既然如此，那我这道记忆体也便是没有什么多余的用处了。机缘留给你自己，剩下的也就看你自己了。越是与萧炎交谈，驼舍古帝便是越发现面前这个年轻人或许是比自己更加的强大。当下他的心中也是不再有所顾虑。驼舍古帝屈指轻弹，这无边无尽的绚丽火海突然蠕动而起，最后火龙涌动，在半空中凝聚成一枚拳头大小的绚丽莲子，莲子表面升腾着众多火苗。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斗气大陆的未来，甚至大千世界的未来，就要靠你们去解决了。驼舍古帝手掌一挥，那枚拳头大小的绚丽莲子便是朝着萧炎的方向缓缓飘去。而随着这道绚丽莲子离萧炎越来越近，他的身形却是开始变得越发的虚幻起来。望着这一幕，萧炎也是微微一怔，这才有些无奈的苦笑一声。自己前世能够得到驼舍古帝的传承，还真是有缘。除了都同样修炼了焚诀之外，他们甚至还都十分的喜欢当个甩手掌柜。不过苦笑归苦笑，望着那枚再度出现在自己掌心当中的绚丽莲子，萧炎的眼神却是微微跳动起来。这一世，接近7年的时间，我终于是要再度走到这一步了啊！说到这里，萧炎的目光也是抬头看向那随着驼舍古帝消散而同样开始渐渐消散的星空画面，望着那被封印在其中的巍峨身影，萧炎眼中也是微微跳动着一抹杀意。斗气大陆数万年来走到如今的状态，也是与那被封印在其中的魔帝有着极大的关系啊！诸位前辈，仙族请放心，这最后一道元气，我一定会好好利用。这炎魔族的魔帝，我会让他死得更快。为了封印这个家伙，远古8族的仙祖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最终阻止了这场浩劫。而当初萧炎在成帝多年之后，那8地古阵在感受到萧炎的实力足以击败这魔帝之后，才真正的释放出其中的气息，令萧炎感受到斗气大陆之外还有着元气存在。其实哪有什么多余的元气，不过是斗气大陆的先辈们留给他们的一点祖先余音罢了。而萧炎当年5地破空的时候，在冲出斗气大陆的第一面，便是见到了这尊虚弱的魔帝。饶是如此，这个炎魔族的魔帝也是依旧令他们大费手脚，甚至险些逃掉。此魔其实才是萧炎离开斗气大陆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不过如今他在萧炎的手中必然是走不出几步了。罢了，既然2道元气都已经到手，此地也是暂时没有停留的必要了。萧炎手中握着那绚丽的火焰莲子，身形在下一刻便是已经消失在了原地。眨眼间，他已经是出现在了异火广场当中，望着那尊巍峨高达万丈的巨大雕像，萧炎也是忍不住再度一拜，而后这才带着2道元气返回了中州。东西到手了。当萧炎的身影从那古地洞府当中走出的那一刻，一直留守在外界的竹坤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诧异之色。按照他的估算，即便是萧炎实力了得，可这毕竟是驼舍古地所留，为了取出其中的宝物，需要数天时间，甚至数年时间，都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才对。谁能想到，萧炎仅仅进去了不到1个时辰的时间，便是已经再度走了出来。东西已经到手，多谢竹坤前辈为我护法了。闻言，萧炎的脸上也是缓缓露出一抹笑容，这才轻笑道：“既然事情已经办妥，那前辈还是早点回到古龙一族看一看吧。毕竟古龙一族没有你的坐镇，这些年里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故。”闻言，竹坤的脸色也是变得凝重了些许，同时金色的双目当中也带着些许的期待之色。当年他被困在这古地洞府之时，紫妍还仅仅只是一枚小小的龙蛋，他哪里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是男是女。如今在得知自己有了一个女儿，并且在萧炎的帮助之下已经成为新龙皇之后，他也是十分的激动。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打扰你了，我便是先返回一趟古龙一族了。竹坤微微一笑，正欲离开，萧炎却是又说了一句话：“3日之后，我会在原本魂界所在的位置突破成帝。前辈到时候若是有意愿的话，可以带着紫妍和古龙一族的其他强者前来参观。”听到萧炎这句话，竹坤的身体微微一僵，目光看向萧炎，良久之后才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你的天赋和运气，真是令我都有些羡慕到极度了。”说罢，这才再度化作一条万丈紫金巨龙，身体摇摆之间，径直钻入空间裂缝当中，消失不见。等到竹坤消失之后，萧炎脚步一踏，与苏谦等人告别之后，这才再度离开迦南学院的地界，朝着中州的方向赶回。望着萧炎返回的方向，
苏谦等人相互对视一眼，也是不约而同的微微吐出一口气。良久之后，苏谦才最终吐出了最后这么一句话：我迦南学院怕是马上就要出现一位斗帝级别的学员了。返回中州之后，萧炎也是并没有过多的停留，仅仅只是与古元、药老等人相互交谈之后，两人便是很快行动起来。其实萧炎此时成帝已经没有了人和人可以成为阻碍，接下来3日的工作其实不过是清理一下魂族当年所管辖的那方天地，并且通知一下各方这个消息，不要让他们有太大的惊慌罢了。期间萧炎还再度去了一趟九幽地冥蟒一族看望彩灵，不过这位美杜莎女王显然还没有完全的炼化七彩一族留下的宝贵传承，如今还在沉睡当中，只是身上的气息已经是越发的庞大。对此萧炎也只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去干扰他。虽然萧炎本意是不要让这些家伙太过恐慌，但事实上当他要成帝的消息传到众人的耳中的时候，他们却还是有些忍不住的感到有些茫然了。毕竟萧炎这般年纪能够拥有如此成就，的确是令人瞩目，也令很多人都相信萧炎将来怕是能够成为传说中的斗帝强者。可是此时距离萧炎干掉魂天帝才多久啊？若是仔细算算时间，似乎满打满算也就不到1个月吧。您老人家才刚刚突破不久，干掉了魂天帝，如今便是又要再度突破，成为传说当中的斗帝强者了。一想到这里，这些强者已经不是震惊或是懵逼了，而是有些无语。习惯了萧炎带来的种种震撼，这一次他们已经不再惊讶，只是有些无语。不过无语归无语，一听到萧炎即将突破的消息之后，他们一个个也是十分的兴奋，一个个都是纷纷朝着当初魂族的地盘赶去参观萧炎成帝。毕竟斗气大陆可是已经足足上万年的时间未曾出现过传说中的斗帝强者了，那可是斗帝啊，这片天地之间真正的至尊，凌驾于所有强者之上的无敌存在。因此在这短短3天的时间里，当初魂族的地界之上便是已经汇聚了整个中州赶来的大量强者，甚至就连西北大陆都是有些强者问询而来，只为观摩斗帝强者再度出世。一时之间，远古6族、丹塔、焚炎谷、星陨阁、花宗的各方强者都是纷纷来临。不过他们在降临此地之后，却是一律被要老挡在了魂界所在的万里之外。如此遥远的距离，就算是很多斗圣强者都很难一眼看清那位于魂界附近的萧炎，更别说是那些斗圣之下的强者了。不过虽然无法看清，他们也是不敢有所反驳，只能是乖乖站在一旁等待。药老如今的实力，在服用了菩提炼心丹之后，也是顺利达到了4星斗圣的境界。这般实力虽然在斗气大陆已经算是巅峰，可在这强者云集的阵容当中不算顶尖。不过那些比他更强的斗圣却是不敢对他有着丝毫的反驳，因为谁都是知晓，这老头的弟子就是今天的主角，跟他狗叫，那就是跟萧炎狗叫，这不是找死吗？更何况药老的身边还有着古元这尊大佛，这是真正可以横扫在场所有人的存在。就在众人都十分期待地看着萧炎所在方位的时候，一道道仿佛来自远古的龙吟之声却是从远处传来，令众人都是微微一怔，忍不住抬头望去。不抬头不要紧，当他们看到那从远方疾驰而来的大量蜿蜒身影的时候，却是纷纷都是面露惊色。只见那远方的高空之上，一道巍峨绵延如同无尽山脉一般的紫金巨龙正腾空而来，在其身后，一条同样闪烁着尊贵的紫金色泽、长达数千丈的小号巨龙，以及其他几条身长数千丈、鳞片隐约呈现暗金色泽的巨龙紧随其后。而在这几条释放着强大气息的巨龙身后，还有着足足上百道体长超过100丈的巨龙跟随。这般景象着实是无比的壮观，尤其是那紫金巨龙身上所释放的可怕威压，更是令在场的众人纷纷色变，哪怕是古元都是略微感到了一丝压力。当然，比起他们，围观的天妖皇一族的强者们在这一刻更是脸色变得无比难看，甚至一个个脸上隐约露出一抹惊惧之意。太虚古龙，是太虚古龙一族，他们怎么还有着这等强者在世？这种可怕的气息，怕是已经达到9星斗圣了吧？该死，这不可能！在所有天妖皇族惊恐的目光当中，那一头头蜿蜒巨龙终于从天空之中落下，最后在一道道光芒当中化作了人形。竹坤前辈，你们也来了。见到竹坤之后，药老倒是自来熟的客套起来，就连古元都是主动上前搭话。而竹坤同样十分客气热情，似乎双方早就认识了一般。毕竟关于双方之间的消息，萧炎早就提过一嘴，特别是看到紫妍之后，大家更是极为熟悉。一位9星斗圣巅峰的存在，甚至肉身比古元还要可怕的存在，没有任何人敢得罪。其余人等虽然并不认识竹坤，但很快便是从双方的交谈当中得知了此人的身份，当下都是纷纷上前结交。不过对于他们，竹坤的笑容无疑便是变得敷衍了许多。而天妖皇族的强者在听到竹坤这个名字之后，都是微微一怔，而后脸上的惊惧便是越发的深刻。
他是太虚古龙一族的老龙皇竹坤，在数千年前便是已经无敌于当世的存在。天妖皇族族长黄天惊惧地看着竹坤，当年竹坤还在世的时候，古龙一族就是魔兽界至高无上的霸主，无论是天妖皇族还是九幽地冥蟒，在其面前都只有俯首称臣的结果。要知道，当年天妖皇族的族长可是一位8星斗圣级别的存在，就算是这样，天妖皇族面对古龙一族也只能低头，不敢有丝毫的得罪。如果不是竹坤消失了的话，以如今天妖皇族和九幽地冥蟒的地位，甚至都不敢与古龙一族并称3大族群。而如今，这个消失了数千年的老龙皇竟然还活着，而且顺利返回了。几乎是在黄天盯着竹坤的那一刻，这位老龙皇也同样轻轻扭过头，然后一双金色的瞳孔盯住了黄天，脸上缓缓浮现出一抹笑容。顷刻间，黄天只感觉浑身汗毛根根竖起，一种无法言喻的危机感从体内传来，令他肝胆欲裂。薰儿姐、亚菲姐、云云姐、小医仙姐姐。比起竹坤出场所引起的震动，紫妍则是一落地便是笑着朝众女的方向掠去，显然是对几人颇为的想念。见他飞来，众女也是纷纷露出笑容，而在感受到紫妍身上那强大的威压之后，更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才多久没见，你这丫头竟然先我们一步突破斗圣了。对于万里之外的热闹景象，萧炎也是通过地境灵魂略有感知，望着这一幕，他的脸上也是缓缓露出一抹笑容，旋即便是不再迟疑。既然人都到得差不多了，那我也就不用再等了，就从现在开始突破吧。萧炎微微一笑，顷刻间炎神法身在他身后出现，然后迅速化作千丈、万丈，最后没入云端，不知几何之高。他的脚步对着脚下大地狠狠一踏，可怕的力量夹杂着火之大道，令魂族曾经的大地裂开了一道道绵延千里的巨大裂缝。在这无数裂缝的下方，一道道赤红的岩浆化作洪流，很快便是弥漫了整个大地，令方圆万里在顷刻间化作一片岩浆海洋。望着这一幕，远处围观的众多强者们纷纷眼皮一跳。只见萧炎手掌伸出，一团绚丽无比的火焰也是从他的手中出现。陪伴了我这么久的时间，也该让这世人见识见识你们真正的威力了。萧炎话音落下，绚丽的火焰开始迅速膨胀，几乎是瞬间便是蔓延了，覆盖了整个岩浆海洋。天地为炉锡，造化为弓，无边无际的火焰海洋疯狂扩张，顷刻间便是引动了整个中州的能量。而后，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当中，无穷无尽的绚丽火焰开始收缩凝聚，最后化作一道似乎比天还要高的巨大熔炉。火焰熔炉释放着无可匹敌的高温，超越了斗气大陆已知的任何一种火焰。顷刻间，便是令直径万里之内的万物瞬间被那可怕的高温焚烧成了灰烬。这一刻，围观的众多强者们都是纷纷咽了一口唾沫，终于知道萧炎突破为何不让他们靠近万里之内了。仅仅是这火焰熔炉释放的余温，便是足以令斗圣之下的任何强者都撑不过太久。至于那熔炉中央的温度，恐怕就算是斗圣进入其中也撑不了片刻吧。几乎是在这火焰熔炉出现的瞬间，魂族曾经统治的所有疆域当中的能量便是开始纷纷朝着这火焰熔炉当中疯狂融入。不但是此地的能量被引动，就连整个中州的能量在这一刻都是开始缓缓地波动起来。阴阳为叹息，万物为同。整座火焰巨顶高度近乎达到了10万丈的恐怖程度，一根根顶足更是宛如通天之柱一般高大。至于巨顶的最上方，已然是超越了斗气大陆的云层，隐约快要触碰到了星空。伴随着那火焰熔炉之上的恐怖高温散发，周围的空间都是被焚烧成了一片漆黑。以萧炎为中心，万里范围内的空间在这一刻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温度，水分在这一刻被瞬间蒸发干净，就连大地上的无数沙石都是在飞速的融化，很快便是化作了与那溢出地表的岩浆完全相同的模样。这样一尊火焰熔炉的凭空出现，就仿佛一轮闪烁着绚丽色泽的太阳从天降落，令整个中州都是被这无尽的光和热所笼罩。这一幕几乎是震惊了整个中州所有的生灵，甚至就算是中州之外大陆的其他地方，很多修为达到斗尊以上的强者也是能够模糊地感应到中州所发生的可怕变化。这样的一幕令所有中州的生灵都感到有些惊骇，因为他们几乎是平生都极少遇到过。唯一上次引起整个中州无数强者瞩目的，还是萧炎炼化净莲妖火的时候。不过这一次，萧炎所引发的动静显然是更大了。尤其是那些距离火焰熔炉最近的各方强者，在看到这一幕之后，更是感到有些惊骇。要知道，萧炎如今只是在准备突破斗帝，还并未真正的达到这一层次啊。相比于众多强者的震撼，此刻的萧炎却是静静地盘坐在混沌熔炉当中，在他的手中，一枚闪烁着氤氲绚丽光泽的光团正静静地悬浮其中。此物正是地品除丹，元气不愧是属于部分位面之胎力量的天地本源，哪怕只是一丝一毫，都是足以堪比一位9星斗圣的全部修为了。萧炎轻轻握着地品除丹，
这其中的力量，若是寻常的九星斗圣吞下，怕是也会被瞬间撑爆。之所以前世的魂天帝没有被撑爆，并不是他体质特殊，只是因为这其中的威能有着大半被化丹环的力量给封锁起来了。不过，既然这地品除丹如今连魂天帝都是不能撑爆，那对于萧炎而言便是更没有任何问题了。只见萧炎没有丝毫的犹豫，心念一动之间，嘴巴张开，便是直接将那枚绚丽光团直接吞入口中。轰隆！当地品除丹落入腹中的那一刻，饶是以萧炎如今的实力，灵魂都是被那可怕的能量震得有了一瞬间的恍惚。好在他意志实在太过强大，仅仅一瞬便是已经清醒了过来。地品丹药虽然强大，但他前世已经炼制了不知道多少。虽然那次的地品除丹是被魂天帝给吞了，但萧炎也是能粗略知道其中的可怕威能。果然，仅仅片刻的时间过去，萧炎的体内便是被这种至高无上的能量所充斥。开始，给我练！萧炎心念一动，地炎便是已经自动出击，主动将一小部分地品除丹的能量给剥离炼化，而这其中也蕴含了那么一丝元气。而就是这么一小部分夹杂着元气的能量，在失去了化丹环的束缚，在离开地品除丹之后，便是瞬间化作了海量无比磅礴的精纯能量，疯狂的释放。那般浩瀚的能量，几乎是完全媲美一位九星斗圣巅峰的毕生修为了。也就是说，萧炎几乎是在片刻间，便是吞噬了一道堪比古元魂天帝毕生修为的能量。如此浩瀚的能量释放，哪怕以萧炎如今的修为，都是忍不住身体一震，经脉和血肉在这一刻都是裂开了一道道口子，滚滚鲜血流出，看上去十分的狼狈。呵呵，这点小伤算得上什么？感受着那被大量能量冲击所造成的伤势，萧炎的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痛楚，反倒是无比的平静。在前世的无数磨砺之下，他的意志早就达到了一个令其他神灵都要敬畏的程度，肉身的痛楚对他的影响早已微乎其微，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念及此处，萧炎淡然一笑，他的双目非但没有丝毫的痛苦，反倒是闪闪发光，熠熠生辉。于是下一刻，地炎便是带着整个混沌熔炉的至高威能，开始再度源源不断地将这无数磅礴的能量转化为精纯的灵力。在这般疯狂的炼化之下，他的修为开始以一个坐火箭一般的速度飞快提升，仅仅不到3天的时间，他的修为便是已经突破了9品至尊，并且继续朝着更高的境界飞速前进。7天之后，萧炎的修为便是已经达到了9品巅峰。到了此刻，萧炎才算是真正遇到了重生之后的第一个瓶颈——地至尊的瓶颈。是的，在他重生之后，无论是斗尊斗圣，对他而言都是没有丝毫的难度可言。这2个境界对他而言，也不过是需要在能量的积累上稍微耗费一些功夫罢了。从理论上说，地至尊境界对于萧炎也同样只是能量积累上需要进行一些突破而已。当然，这次突破所需要的能量却是无比的浩瀚，庞大到了一个足以令别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因为萧炎的灵力之精纯要远远的超过其他同级强者，甚至已经接近对方的10倍，所以同样的，他突破所需要的能量也是同级强者的10倍。这般浩瀚的能量，若是单纯的靠着吞噬天地力量，怕是不知道多久才能达到这一层次。不过好在这地品除丹当中的能量无比的丰盛，毕竟这可是蕴含了天地元气的丹药，完全可以当做一枚灵品神丹。这等宝物便是放在大千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足以令天至尊们都重视，地至尊们眼红。吃，绚丽火焰将地品除丹包裹，不断地剥离着其中的一道道庞大能量，令这些能量宛如滔滔不绝的河水一般冲入萧炎的至尊海当中。而在这般海量能量甚至一丝丝元气的冲击之下，萧炎的身躯、骨骼、经脉都是在不断的碎裂，然后又被那强大的力量给修复，循环往复之下，他的肉身都是在这一刻开始再度提升起来。此刻的他虽然仅仅只是9品巅峰，但对于斗气大陆上的其他9星斗圣而言，已经是绝对碾压的存在了。甚至就算是当初献祭魂族的魂天帝出现，萧炎也绝对用不到任何技能，单纯凭借自身的力量就能将他活生生的打死。不过这些灵力看似磅礴，但比起地至尊所需要却是太过浅薄。继续，萧炎面容平静，没有丝毫的在意。突破地至尊的套路他实在是太过熟悉了，眼下地品除丹当中的能量不过才被他炼化了2%-3%，而他从9品至尊迈入到地至尊境界，也不过是刚刚开始罢了。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转眼之间便是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而随着这1个月的转换，萧炎体内的至尊海却是如同真正浩瀚无边的汪洋一般，不断的吞吸着被混沌熔炉转化出来的灵力。而随着1个月时间的疯狂炼化，那一直无边无际的至尊海在这一刻也是终于被缓缓的填满。可怕的压力传来，甚至令萧炎的丹田都是感到了丝丝痛楚。不过对于这些变化，萧炎却是习以为常，依旧面无表情的继续炼化着这地品除丹当中的力量。随着时间流逝，眨眼便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而在半个月后，
萧炎体内的至尊海在这一刻已经是彻底的饱和，甚至开始朝着一个临界点疯狂的涌动。在他的至尊海当中，无数磅礴的灵力海水夹杂着丝丝绚丽火焰，在其中疯狂地滚动着，隐隐约约之间，令他的至尊海感到一种无比胀痛的感觉。如此持续炼化下去，他的至尊海必然会被最终撑爆。不过，对于这般变故，萧炎却是没有丝毫意外。成为地至尊，本就是要将自己的至尊海彻底撑爆，甚至连同肉身一同爆开，然后让肉身与至尊海彻底的融合。当肉身再度重组之后，身体当中的每一寸血肉、每一个细胞，才都能成为一个新的小型的至尊海。正是因为这样，地至尊才能容纳远超普通至尊的灵力，才能靠着这般浩瀚的灵力将至尊法身进而施展成至尊法相。轰隆隆，伴随着那无尽灵力的疯狂涌入，萧炎的至尊海空间在这一刻终于是出现了一道道裂纹。望着这一幕，萧炎的脸上不但没有出现一丝慌张，反倒是露出一抹笑容。来吧，既然如此，那就将这至尊海再度撑爆一次吧。萧炎话音落下，伴随着他的心念一动，海量灵力再度暴涌而出，终于在某一个瞬间，令他的至尊海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轰隆！他的至尊海在这浩瀚灵力的挤压之下，终于是承受不住，轰然爆裂开来。紧接着，海量的灵力便是从萧炎的胸口位置绽放，然后迅速地冲过他的整个肉身。在这般可怕的冲击力之下，他的肉身也是再也承受不住这种爆炸，随着至尊海的爆炸，一同瞬间碎裂。这一刻，他的血肉、经脉、骨骼都是寸寸爆碎，直接化作了大量的血雾。不过，虽然肉身已经爆裂成了一团血雾，萧炎的意识却是已经平静，他的灵魂直接忽略了那可怕的剧痛，心念一动之间，地炎已经化作10道异火，盘旋在其中。10道异火还不够，所有异火都给我过来！萧炎的地境灵魂已经淡然地站立在火焰的中央，在他的召唤之下，万里之外的众人都是惊骇地发现，自身的异火开始不受控制地从自己体内自动飞出。从炎帝法身炼就的那一刻开始，萧炎便已经是斗气大陆所有火焰共同的君王、神灵。在那时，整个大陆便是只剩下了虚无吞炎和净莲妖火能够勉强抵抗住他的斥力。而如今，虽然大量元气被他炼化，他也是真正的掌控了这片天地的火焰权柄。到了此刻，天地万火已经无人可以抗拒他的号令。若是再遇到当初的魂天帝，萧炎一句话便是可以将虚无吞炎从他体内剥离出来。呼呼！围观众人当中，所有人都是惊骇地看着自己体内的火焰不受控制地飞出，然后纷纷落入到萧炎所在那道与天齐高的火焰熔炉当中。金地焚天炎、生灵之焰、八荒破灭焰、红莲业火、九龙雷罡火、归灵地火。除了这些有主的火焰，还有一些无主的火焰，在这一刻都是从天地的某一处骤然迸出，然后冲着那火焰熔炉的方向直冲而去。此刻，萧炎的话对他们而言便是神灵的法旨，甚至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很快，足足22道异火便是在萧炎的周围疯狂旋转，最后纷纷将一缕异火本源投射而出，融入到萧炎那爆开的一团血雾当中。吃吃，地品除丹不断释放着恐怖的能量，然后被混沌熔炉转化为精纯的灵力，与萧炎的血肉相融，连同那一丝丝的异火本源也是在不断的融入其中。一次融合之后，萧炎的肉身便是被地炎和元气的力量再度凝聚，然后再度被浩瀚灵力撑爆，然后再度凝聚。整整9次之后，萧炎的身躯终于再度恢复了平静。他的身躯赤裸，精壮的身体仿佛上天雕刻出的最完美的战士身躯，每一寸肌肉都仿佛天地雕琢而成。坚韧的皮肤之上，宛如玉质的光泽流露，而在那玉质光泽的表面之下，却又是有着无数绚丽的光华闪烁。他的肉身已经与至尊海彻底的融为一体，同时也将22种异火的本源彻底融入其中。可以说，这一刻他的肉身已经初步开始了异火化，由为一化为无处不在，这就是地至尊。萧炎缓缓睁开双目，一道绚丽的光柱从双目当中爆射而出，直刺天穹。这一刻，无比浩瀚的力量从他体内传来，令他感觉颇为的舒畅。现在的他，若是再遇到当初的魂天帝，甚至是突破之前的自己，都是完全可以一拳打爆，毫无压力。这就是地至尊境界所带来的强大实力。恢复到地至尊境界，也终于算是恢复了一点实力了啊！萧炎微微一笑，感受着体内那已经被炼化了过半的地品除丹，没有丝毫犹豫，绚丽火焰席卷上，再度迅速炼化。绚丽火焰包裹着地品除丹，哪怕是已经突破到了地至尊，可地品除丹当中的海量能量却是依旧仅仅消耗了一半而已，其中的能量依旧是无比的浩瀚。不过，随着萧炎踏入到地至尊之后，地炎在彻底融合了其他异火的部分本源之后，显然是变得更加强悍，炼化地品除丹的速度再度暴涨。
海量的能量被转化为灵力，再度涌入到萧炎的体内。不过这一次，萧炎的身体却是没有了任何的不适，只是平静地接受着地品除丹当中无比庞大的能量。不过，在萧炎炼化地品除丹的同时，斗气大陆那原本平静无比的天空，在这一刻却是微微一颤，似是隐隐有着一片漆黑的雷云滚动。那般声势和偶尔泄露出的一丝气息，都是令斗气大陆的许多强者们感到隐隐有些喘不过气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难道突破斗帝还会遭遇到天劫不成？众多强者纷纷脸色大变，望着这一幕，萧炎却是无所谓的笑了笑。因为那可怕的雷云在盘旋半天之后，却是始终无法真正的凝聚，片刻之后，最终还是无奈的散去了。在大千世界当中，寻常至尊强者若是突破到了地至尊境界，那大千世界独有的世界规则便是会降下至尊灵劫。唯有扛过了至尊灵劫，修炼者才算是真正的踏入到了地至尊的境界，并且至尊灵劫虽然危险无比，但对于修炼者的好处也是大有裨益，可以帮助修炼者的至尊法相变得无比凝聚。换句话说，扛过至尊灵劫之后，至尊法相才算是真正的洗炼成功了。不过，斗气大陆虽然属于大千世界附属的下位面，但二者之间毕竟距离遥远，而且世界规则也不完全相同，因此那大千世界的规则之力虽然可以隐约影响到斗气大陆，却是无法真正的催发出真正的至尊灵劫。再者便是以斗气大陆如今虚弱的位面之力，想要凝聚出一道可以威胁到萧炎的灵劫，已经是非常的吃力了。毕竟萧炎如今的实力已然勉强算是斗帝的层次了，因此这至尊灵劫算是完全威胁不到萧炎了。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萧炎躲在斗气大陆的确是可以避开灵劫，但将来到了大千世界，依旧是无法躲避，这灵劫早晚会落在他的身上。不过对于这所谓的灵劫，萧炎倒也并不在乎，若是连一道小小的灵劫都抗不过去，那他前世万年的积累岂不是修炼到狗身上去了？在灵劫的波动消失之后，萧炎并没有丝毫的停留，地炎的力量不断炼化，再度不断汲取着地品除丹的力量。如此又是1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后，他体内的灵力也是再度如同蓄满的水池一般，再度开始了下一轮的冲刺。上位地至尊比起下位地至尊虽然更加强大，却是不如9品至尊跨入到地至尊时有着那般本质性的变化。至尊、地至尊、天至尊这3个大境界的每一次跃升都是生命本质的跃升，这种大境界的跃升所带来的可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蜕变，而是修炼者对于天地之力、大道规则的进一步掌控。因此大境界之间往往很难越级而战，而小境界之间的跃升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一些的，只是单纯的灵力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便是有着希望进行突破了。当然这也只是比大境界相对好突破一些而已，到了更高的层次，就算是小境界的突破都会比大境界突破更加艰难。而萧炎从下位的至尊突破到上位的至尊，所需要的无非便是灵力的积累，将体内那本就宛如汪洋一般的灵力再度凝实，让其变得更加厚重强大，这便是上位的至尊。这一次萧炎在混沌熔炉当中再度盘坐了1个月，而且已经不仅仅只是炼化地品除丹当中的能量了，而是已经催动混沌熔炉，将整个中州的浩瀚能量都给不断的吞吸过来。这些能量虽然远没有地品除丹当中的能量精纯，但如今的地炎也是同样无比强大，几乎是在几个轮转之间，便是已经将那些能量炼化提纯，然后转化为一道小些的灵力河流，朝着萧炎的体内涌入。这般疯狂的灌注在持续了不知道多久之后，萧炎的眼睛也是终于再度睁开，而随着他的眼睛睁开，一道无比庞大的绚丽火柱也是终于从他的体内爆发而出。这是一道仅仅直径便是已经超过万丈的庞大火柱，火柱冲天起，所过之处，无论是空间、物质还是能量，在这一刻都是彻底的化作了虚无。这火柱就这般直冲天际，一路冲入云层，然后方圆万里的云层便是彻底的消失不见。这火柱一路冲出了斗气大陆的世界屏障，直到喷涌到了宇宙虚空当中，才没有人继续发现。而这一幕已经是令斗气大陆当中的无数强者感到有些目瞪口呆。这是什么威力？围观的人群最前方，古元和竹坤相互对视一眼，都是轻轻咽了一口唾沫。这2个月以来，他们和所有人都见证了那整个中州的无尽能量被那巍峨的火焰熔炉所引动，一道道能量宛如河流一般的不要命的涌入到这其中，最后为萧炎所用。这般浩瀚的能量，哪怕是1/10都是足以将他们撑爆，可萧炎却是来者不拒，将其尽数吞噬。而在吞噬了这般可怕的能量，甚至还有那传说中的地品除丹之后，萧炎所爆发出的波动更是令他们感到心颤。那直冲天际，连苍穹都焚烧出一个窟窿的可怕火柱，威能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强大。在他们的直觉当中，仅仅只是这一道绚丽的火焰光柱，若是落在他们的身上，恐怕都是能够令他们直接陨落。这般实力
实在是太过可怕。以萧炎如今所表现出的实力，已经完全不比古籍当中记载的一些斗帝强者出世的时候弱了，甚至在威势上还要更强一分。看这个样子，萧炎似乎已经冲击到斗帝境界了。两人对视一眼，说出的话却是令身后的众人听得有些心惊和激动。无数年来，斗气大陆终于诞生了一位新的斗帝了吗？不过，在看到这无数观看者当中的几名萧族族人并没有什么血脉上的突破之后，两人的眼中又是再度露出一抹疑惑之色。按照规律，当萧炎突破到斗帝的时候，他在斗气大陆上所有着血脉关系的族人也应该在这一刻同时有着实力上的巨大提升才对。这一点甚至根本不能算是什么秘密，因为这本就是这些远古帝族们崛起兴盛的原因。可是看肖战等人如今的状态，似乎还没有被那斗帝血脉所影响到。难道萧炎还没有成殿？就在众人疑惑之际，那原本便已经顶天立地的巨大火焰熔炉却是开始再度扩大起来，其中无尽的高温早已令整个魂界所在方圆万里的土地彻底的化作了岩浆。而随着这火焰熔炉的再度扩大，这般可怕的高温还在继续扩散。到了后面，古元和药老甚至只能是无奈的指挥众人再度退却，因为那火焰熔炉仅仅溢散出来的可怕高温，便是已经令一些弱小的斗尊强者都是感到有些受不住了。至于其他实力更弱的，已经需要斗圣强者用斗气庇护才能继续留在原地。只是望着那弱小的只有斗皇境界的肖战，众人相互对视一眼，又怎么可能把这位给真正的赶走？于是无奈之下，众人也只能是再度后退，然后面带震撼地看着那再度膨胀扩大的火焰熔炉。因为随着那火焰熔炉的再度扩大，那被引动而来的一道道能量河流也是再度扩大，那可怕的能量令古元和竹坤都是感到有些胆寒。而这道萧炎所释放的火焰熔炉却是如同一个无底洞一般的不断地吞噬着这些能量。仅仅一枚地品除丹，果然还是远远不够啊！火焰熔炉当中，萧炎感受着体内无比浩瀚的能量，却是忍不住轻轻摇了摇头。地品除丹放在大千世界的确也算是无比珍贵的丹药了，因为夹杂着一道元气的缘故，其中所蕴含的磅礴能量，甚至足以令寻常的九品至尊巅峰一路修炼到地至尊大圆满。可惜对于萧炎而言，一枚地品除丹所拥有的能量，却是仅仅只够他突破到上位的至尊，然后便是已经被彻底炼化了。不过，虽然他如今的实力仅仅只有上位地至尊，可萧炎已经自信，天至尊之下几乎没有人可能是他的对手了。以他的灵力之精纯，手段之高超，无论是地至尊大圆满，还是斗帝，甚至是那些个准天至尊，一旦生死搏杀起来，赢的必然是他。就算是真正的天至尊，他也能够周旋片刻。不过，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萧炎又怎么可能仅仅满足于此？想到这里，他也是再度掏出一枚拳头大小的绚丽莲子，莲子跳动之间，仿佛有着一个个火焰世界从中生灭。既然一道地品除丹无法让我达到地至尊大圆满的层次，那便是再来一道元气吧。话音落下，萧炎心念一动，那道绚丽莲子便是缓缓融入到他的胸膛当中。下一刻，这道更加纯粹的天地元气便是化作比地品除丹更加浩瀚如海的能量，缓缓地融入到萧炎的体内。而随着这道元气的缓缓融入，数万里之外的围观人群当中，萧战、萧鼎、萧厉，甚至还有几名萧家族人的身高，在这一刻却是骤然拔高了一寸。下一刻，在所有人瞠目结舌的目光当中，萧战的气息开始以一个坐火箭一般的速度飞速提升着。斗皇、斗宗、斗尊、斗圣，几乎是在不到一炷香的时间里，众人便是亲眼目睹了萧战连跳3个大境界，直到修为一路飙升到6星斗圣的层次，才缓缓停止。同样的，萧鼎、萧厉也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达到了斗圣层次，甚至就连萧炎的几个远房亲戚，这一刻都是一跃跳到了斗尊巅峰。众多萧族族人的最前方，萧晨感受着体内那再度澎湃、更加强大的血脉之力，一张沧桑的脸上却是流下了泪水。他先是露出微笑，然后是大笑，最后是令天地震颤的狂笑。姐，我萧族终于再度诞生出一位斗帝了！伴随着萧晨的声音在整片天地回荡，却是无人对他此刻的狂笑有所不满。在众人眼中，有的只是对于那远处顶天立地的巨大熔炉的敬畏，又或者说是对那熔炉当中的人有所敬畏。因为此刻那位于其中的萧炎已经真正的成为了斗气大陆万古以来的第一位斗帝强者。斗气大陆从此即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炎帝时代。人群当中，萧战感受着体内那浩瀚到无法言语的可怕伟力，一张脸庞之上也是带着一抹茫然之色。我这是一口气跳了几颗星？萧战有些懵逼地摸了摸后脑勺，方才那么不到一炷香的时间里，他只感觉自己的修为忽然宛如坐火箭一般蹭蹭直窜，每一瞬间便是突破了1星的修为。到了这一刻，
他的修为似乎已经达到了斗圣中都十分强大的层次。这种比天上掉馅饼还要馅饼的事情，令他有种身处梦幻当中的感觉。不过在迷茫了片刻，在听到萧晨的狂笑之声后，他的脸上也是终于忍不住的露出了一抹笑容。我儿萧炎果然是斗帝之姿啊！这一刻，萧战的嘴角都快要咧到了耳后根。比起自己修为连续不断的突破，还是他的儿子突破到了斗帝层次，更加的令他高兴欣喜。那个还尚存在火焰熔炉当中的青年，是他此生最大的骄傲。与萧战同样无比欢喜的，还有着萧鼎、萧丽、药老以及众女等跟萧炎关系极深之人。看着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们的内心如何的不欣喜，如何的不高兴。除了他们，其余各族虽然无比的羡慕，却也同样无比的庆幸。庆幸自己当年站好了队，没有与萧炎为敌，否则今日的他们怕是要如同那魂族一般灰飞烟灭了。不过在经过了如此巨大的动静之后，众人却是并未看到萧炎从那混沌熔炉当中走出，反而是那混沌熔炉吞吸天地能量的速度更加快了一分。这萧炎已经成帝了，为何还未出关？望着这一幕，众人的脸上都是带着一抹疑惑之色，却也不敢主动靠近打扰。一来闭关打扰本就是大忌，是极为得罪人的事情；二来便是以那混沌熔炉如今释放的可怕高温，就算是一些普通斗圣都是不敢直接进入，那般温度简直是可以焚天灭地，无比的可怕。因此尽管已经确认萧炎成帝，可也没有人敢前往打扰，只能静静地看着那混沌熔炉继续不断地吞噬着可怕的天地能量。这般一看便是整整半年的时间。混沌熔炉内部，萧炎感受着体内那已经初步完整的第一道元气，嘴角微微挂着一抹笑容，却是没有丝毫停止修炼的意思。天地元气是斗气大陆的本源之力，一丝一缕都是可以化作山川河流，可以化作一个人一路修炼到斗圣的可怕能量。而元气只有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圆满的程度。只有达到了这一程度之后，才算是掌控了斗气大陆的部分权柄，从而可以拥有部分炼化了位面之胎的实力。这便是斗帝强者为何在斗气大陆，即便是遇到帝至尊大圆满，也丝毫不惧的原因，也是一个人突破斗帝之后，与他有着血脉关系的族人可以骤然提升大量的实力，激发斗帝血脉的真正原因。而地品除丹虽然其中的能量无比庞大，也蕴含了不少元气，但终究只是一枚除丹，其中的元气并不圆满。正是因此，无论是前世的魂天帝，还是这一世的萧炎，在炼化了地品除丹之后，还需要想方设法让这道元气再度变得圆满起来。不同的是，魂天帝选择了剥夺大量生灵的生命，抽取其中的血气，以无数生灵的性命化作那一丝本源。萧炎却是完全不需要，因为驼舍古帝留给他的那份元气本就是圆满的，他只需抽取出一小部分，便是已经彻底的圆满。故而当元气化作单独圆满的一份的那一刻，萧炎便是真正的得到了天帝的认可，获得了帝这一身份。斗帝不但是修为上有所突破，更重要的还是得到了天帝的承认，成为了斗气大陆真正的一部分主人。而元气达到帝这一层次之后，萧炎的修为却还是停留在上位帝至尊的程度，因此萧炎还要将驼舍古帝留下来的那一份元气炼化，从而再度突破，达到更高的层次。地品除丹，古帝传承，这超过1道半，却距离2道有些残缺的元气，却是有些尴尬的数量。萧炎感受着那绚丽莲子当中的一丝丝元气化作无比浩瀚的能量进入体内，却是微微叹了一口气。斗气大陆的天地元气虽然数量众多，但却是不能造就出一份真正的位面之胎。没有完整的位面之胎，想要突破天至尊所需要耗费的能量也是多到了一个无比可怕的数字，因此萧炎一时半会儿之间也是无法突破到天至尊的层次了。不过以萧炎的种种手段，只需他修为达到地至尊大圆满，便是足以真正的匹敌任何灵品天至尊，除非对方躲在自己炼化的位面之胎所在的位面当中，否则萧炎还真的不会再忌惮他们。继续修炼吧，一举突破到地至尊大圆满，便是可以先拿那炎魔族的魔帝练手了。萧炎握着绚丽莲子，微微抬头，目光穿过混沌熔炉，穿过浩瀚星空，看到了那被8道古帝雕像封印的漆黑火焰。而似是察觉到了他的注视，那漆黑火焰当中，一只足有万丈巨大的脸庞也是从中探出，在那一双狰狞脸庞之中，一双宛如鲜血一般的猩红火焰在跳动，这是他的双目。该死，斗气大陆竟然又诞生了一位斗帝！巨大生物发出怒吼，2只燃烧着漆黑火焰的利爪疯狂地轰击着8地古阵，却是无法将这古阵轰碎。足8位斗帝联手布置的封印，即便是他巅峰时期都是被封印在了其中，更别说是被封印万年之后已经变得十分虚弱的他。望着那不断挣扎的炎魔族魔帝，萧炎嘴角却是泛起一抹冷笑，然后便是不再理会，继续炼化着古帝传承当中的元气。3个月后，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地盘之上爆发出一道磅礴气息，这等气息
若是放在平时，怕是足以惊动周围的众多强者；但若是放在现在，却也仅仅引起了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强者们有所注意。相比于萧炎突破斗帝那相隔了数十万里，依旧可以清晰观看到的场景，这道斗圣的气息也就没有那般的妖艳了。不过，当那九彩光华褪去，露出其中那倾城绝世的妖娆美人之后，一些属于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强者才被后者那惊人的容貌所震撼。这种震撼在片刻之后更是令人无比的惊异，因为在这位绝色妖姬出世之后不久，九幽地冥蟒一族的现任族长妖明便是已经前来拜见，甚至声称其为主母。望着这一幕，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强者先是微微一怔，旋即便是有些年纪大者脸上露出了不满的神色。族长这是干什么？你可是我九幽地冥蟒一族的族长，这女人虽然实力强大，也是漂亮的惊心动魄，但总不至于就如此对其下跪吧？闻言，其余强者也是纷纷点头。见到众人围攻自己，妖明的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不悦，反倒只是平淡的笑着回了一句话：“这位便是炎帝大人那位一直闭关的夫人。”话音落下，他便是看到这些老家伙们脸上的表情发生了一个极为精彩的反转，然后这些老家伙们便是齐齐单膝跪地，表现出了比妖明还要明显的热情。参见主母。望着这些人热情洋溢的脸庞，彩铃的脸上也是出现了片刻的恍惚，不过也是终于露出一抹客气的笑容，回应了众人。而后他便是与身边的那位古族女斗圣一番交谈，在得知了萧炎如今的消息之后，那张绝美的妖冶脸蛋上也是忍不住露出了一抹惊愕。你是说萧炎已经成帝了？那远处的彩色太阳便是萧炎所引动了。彩铃怔怔地看着那远处宛如彩色大日一般的混沌熔炉，他这次闭关貌似也就不到2年的时间，等到再度出关的时候，自己男人便是已经成为斗帝了。是的，夫人，炎帝大人此刻虽然还在闭关状态，但萧族的族人们都已经觉醒了斗帝血脉，大家都推测炎帝大人确实达到斗帝境界了。那位古族女斗圣看向彩铃的目光也是带着几分羡慕，面前这个女人不但得到了极为顶尖的传承，她的男人也是这个大陆未来的主人。闻言，彩铃也是微微一怔，再度交谈几句之后，才离开了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地盘。一路之上，她都是朝着那宛如太阳一般的绚丽火炉飞速前进，越是前进，他越是能够感受到周围那宛如流水一般的能量波动。在他斗圣修为的感知当中，整个中州的天地能量都是仿佛化作了一个无比庞大的漩涡，而那漩涡的中央能量最为湍急的地方，也正是萧炎所在的方位。彩铃姐，你出关了。当他落在围观的众人当中时，不少人都是认出了他的模样，一个个面露惊喜之色。而后众人才纷纷将目光看向了那巨大的熔炉当中。3个月的时间过去，那巨大熔炉所吞吸的能量早就到了一个恐怖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在这些斗圣强者的感知当中，似乎整个中州的能量都隐隐下降了些许。虽然只是些许，可却已经足以令人震撼了。而这种震撼却并未停止，而是继续持续了足足3个月，并且那可怕的吸力越来越庞大，到了最后，仅仅是那能量漩涡的波动，便是足以绞杀普通斗圣。如此持续了足足半年的时间，直到连一些斗尊都是能够模糊地感受到中州的能量开始下降的时候，那可怕的能量漩涡终于缓缓停止了旋转。而当那能量漩涡彻底停止，并且开始慢慢消散的时候，一道强横到无法言喻的气息终于是从那混沌熔炉当中爆发开来。而当那气息扫过的瞬间，即便是古元竹坤在这一刻都感觉自己仿佛蚂蚁一般弱小。这是萧炎。两人的目光当中此刻都是带着些许惊恐的神色。虽然早就知道随着萧炎成帝，两人与萧炎之间的实力差距会变得十分巨大，可当他们察觉到这可怕的气息之后，才知道萧炎的实力到底强到了怎样的程度。就连9星斗圣在其面前都是蝼蚁的话，那寻常强者在萧炎的面前又算得上什么？好在这威压虽然无比的可怕，但或许是萧炎有所控制，这威压并未对这些强者产生什么威胁，只是随着萧炎的再度突破，这威压在蔓延了方圆万里之后，却是没有丝毫的停止，而是很快席卷了整个中州，进而席卷了整个斗气大陆。斗帝强者以威能已经足以覆盖一域，波动可以隐约影响到整个大陆。而萧炎如今踏入到了地至尊大圆满，实力更是比寻常斗帝要强了数倍，甚至更多，故而威能也是远比寻常斗帝要可怕的多。可以说，现在的萧炎实力比起真正的天至尊也是相差无几，除非是在对方专属的位面当中，否则萧炎还真不会惧怕任何的灵品天至尊。当然，这是在施展了各种手段的前提之下，论起基础力量，萧炎比起真正的天至尊还是差了不少的，但相差不少也是与天至尊相比的。现在的他若是遇到寻常斗帝，怕是最多3回合便是可以将对方击败，这般实力即便是放在大千世界都已然可以算得上超级强者了。所以
当那浩瀚气息降临到整个斗气大陆的时候，无数生灵都是惶恐和憧憬地盯着天空降临而下的那种神秘气息，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崇拜憧憬之色。神。虽然萧炎并未刻意领威压对其他人造成影响，但很多认知浅薄的强者在感受到这一幕之后，还是忍不住身躯一颤，当场便是跪了下去。这种气息带给他们的感受，那就是真正的神灵。除了神灵，这天地间还有什么人能够拥有这般可怕的威势？这般可怕的气势来得很快，不过去的同样很快，在随着萧炎突破之后不久，便是闪电一般的迅速收回。而后，那令整个中州都化作能量漩涡的混沌熔炉，在这一刻也是终于迅速收缩，最后缓缓消失在一道黑衣人影的身体当中。至此，天地算是彻底恢复了平静。而在这万里岩浆海域的外围，无数强者此刻却都是纷纷眼神炽热地看着那位于天地中央的黑衣青年。这一刻，他已经彻底地成为了这片大陆的至强者，无可争议，也无人争议。炎帝萧炎，万古以来第一位打破了斗帝天地桎梏，成功晋升为斗帝的强者。而且在很多巅峰强者的感知当中，萧炎的实力怕是要比寻常斗帝都要强大得多。虽然不知晓这其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但不妨碍他们将炽热崇拜的目光共同投向那个站立在天地中央的黑衣青年身上。20岁不到的年纪，便是已经成就了斗帝之身，这般天赋，这般际遇，唯有用神话2字方可形容。帝至尊大圆满的感觉果然是不错。萧炎屹立在虚空之上，感受着体内那逐渐恢复的伟岸力量，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而后他缓缓伸出手掌，心念一动之间，下方的万里岩浆海洋中央便是有着大量的火属性能量被抽离。伴随着这些火属性能量被抽离，大量的岩浆海洋开始再度冷却凝聚，最后化作大量漆黑坚硬的岩石。这些岩石的色泽看似漆黑，可其中却是夹杂着丝丝绚丽的火焰。当初竟连妖火出世之地的岩浆冷却之后，都会诞生出蕴含一丝妖火之力的岩石，更别说是萧炎突破所在之处了。这些黑色岩石每一块都是对寻常火属性修炼者有着不小的好处。无尽岩浆在眨眼之间凝聚成一道直径超过1000里的岩石平原，而后再缓缓停止，而外界的岩浆也在依旧不停地缓缓冷却。紧接着，萧炎心念一动，异火广场便是凭空出现，最后降临在这岩石平原的中央位置。在异火广场落地的瞬间，那原本不怎么契合的2个庞然大物的接壤处，便是开始再度化作岩浆，在融为一体之后又再度凝固。而在异火广场降临之后，萧炎也是再度心念一动，这方岩浆海洋晋升的诸多岩浆开始骤然升空，最后在天地之间化作一道完全由岩浆形成的火焰宫殿。而后在众人震撼的目光当中，那些岩浆之上忽然燃烧起了绚丽的火焰，将其中的杂质不断的炼化剔除。燃烧岩浆这种景象实在是太过罕见，尤其是令那般庞大数量的岩浆直接燃烧，就算是对于9星斗圣巅峰都是有着不小的负担，可在萧炎的手中却是没有任何的费力，众人甚至感觉不到萧炎身上有着丝毫的能量波动。在这般燃烧了许久之后，那岩浆当中的大量杂质已经被彻底的焚烧殆尽，紧接着一抹带着森白色泽的火焰便是凭空出现，然后迅速令整个宫殿都是冷却下来。古灵冷火，这么多的古灵冷火，要老目瞪口呆的看着那近乎铺天盖地的古灵冷火。在这般众多的古灵冷火包裹之下，当那庞大的岩浆宫殿落地的那一刻，那通体赤红的岩浆已经是彻底的变了一副模样。顷刻之间，一座高达1000丈、巍峨绵延数十里的庞大宫殿群便是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高大巍峨的宫殿群通体由金属铸就，赤红的金属在阳光的照射下有着令人心颤的金红光芒，其中又隐隐夹杂着一丝绚丽色彩，似乎隐藏着巨大的威能。在那宫殿群的主殿之上，刻着龙飞凤舞的3个大字：炎神殿。以萧炎如今的实力，这座宫殿虽然仅仅只是随手炼制，却是足以媲美大千世界的圣物，就算是9星斗圣全力一击，都是无法撼动这炎神殿丝毫。这就是萧炎在炼化了2道元气，并且跨入到帝至尊大圆满之后所拥有的可怕实力。而他的实力表现还远远不止于此。想到这里，萧炎忍不住抬头望向天空，缓缓露出一抹笑容。下一刻，他的身形便是已经消失在原地，令众人一阵茫然。这萧炎去哪里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有些懵逼。怎么萧炎成帝之后随手立了一道宫殿，而后便是消失了呢？他们的犹豫仅仅持续了片刻，便是得到了答案。因为在萧炎消失了片刻之后，斗气大陆的天空在这一刻却是开始微微震颤起来。是的，在斗气大陆西南方位的某个天空之上，无数的云层被瞬间冲击成了虚无，可怕的冲击波甚至令整个大陆的云层都宛如海水一般荡漾。而后在所有人震撼无比的目光当中，2尊巍峨无比的庞然大物
就这般在斗气大陆的外层开始了厮杀。是的，两尊庞然大物，即便是隔着这般高空，依旧是能被大量强者观察到。那么，这两尊庞然大物的真实体积又该是何等巨大？10万丈，还是100万丈？众人无从知晓。但他们知晓的是，那其中一尊绚丽多彩的身影，正是萧炎所化。而就在片刻之前，萧炎便是瞬间穿过了遥远的距离，来到了那8地古镇的面前。冰冷的宇宙空间寂静无声，唯有无边无际的黑暗在其中弥漫。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当中，一片漂浮的大陆正静静悬浮在其中。这片悬浮的大陆正是斗气大陆。而在斗气大陆的上空，8道万丈之高的石像相互成犄角而立，其中隐隐有着极为古老的波动和威压传来。而在这8道雕像包围的中央位置，一片漆黑无尽的火海则是在其中静静的悬浮，直到伴随着萧炎的到来，那一道漆黑火海在这一刻终于是掀起了一道道万丈火焰。在那其中，一尊高达数十万丈的庞大生物缓缓站起身，一双赤红的双目正死死地盯着萧炎。狂妄的小子，你以为刚刚突破便是能够奈何得了本帝吗？炎魔族的魔帝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似是在警告萧炎一般。闻言，萧炎却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过多的理会此魔。一头被封印了数万年，实力不足巅峰时期30%的魔帝，在他的面前并没有什么威胁可言。若是一头巅峰时期的魔帝，他或许还要费些力气。至于面前的这头，念及此处，萧炎甚至懒得多说一句话，只是将目光看向了那8道高大巍峨的万丈石像之上。斗气大陆的前辈们，如今我已成帝，便是请诸位前辈解开封印，让天地元气再度回归斗气大陆吧。至于这头魔帝，我自然可以将之灭杀。萧炎的声音平静，却是令那8道高大石像微微颤动。紧接着，8道虚影便是已经从中钻出，一个个都是将目光放在了萧炎的身上。这8人正是当年远古8族的先祖，驼舍古帝之前最后的8位斗帝，也正是这8人以舍弃生命为代价，才能将这堪比天至尊的魔帝强者给封印。不过，这8人如今残留在这雕像当中的，也仅仅只是一道记忆投影了，其真正的灵魂早已融入雕像，真灵则是早已进入轮回。哼，诸位，看来这万古之后的第1位斗帝，果然是我萧族的后人啊！众人当中，一道身材高大雄伟的男子目光落在萧炎的身上，虽然只剩下了一道记忆投影，但终究是斗帝强者的记忆投影，论起智慧也是丝毫不弱。此人便是当年的萧帝。在萧帝的不远处，则是一名面容略带几分阴鸷的俊美男子，其面容甚至与魂天帝有着几分相似。你的身上似是有着魂族的血腥味道，看样子我那些不孝子孙似乎都被你屠戮了。此人赫然便是魂帝。闻言，萧炎的脸色却是没有丝毫的变化，反倒只是平淡的回道：魂族走了岔路，举族上下基本上都被吞灵族的力量给污染，既然如此，晚辈也只能是将他们尽数剿灭了。听到萧炎的话，那魂帝先是冷哼一声，随即才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既然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只能任他们自生自灭了。事实上，在当年吞灵族被消灭的时候，远古8族的先祖其实早就有所流言，声称魔族的力量实在太过邪异，族中未来哪怕再如何的衰败，也不可沾染魔族的力量。这里所谓的魔族，自然便是指的当初的域外邪族。而魂族在察觉到自家斗帝血脉开始出现枯竭现象之后，便是打上了吞灵族，也就是吞魔族的心思。最终，他们的确是得到了吞魔族的力量，但魂族血脉其实早就已经被污浊。要知道，当初在剿灭吞灵族之前，魂族的手段虽然诡异，可也并不像如今这般残忍狠毒。萧炎当初也是想过要给魂帝留下一丝血脉，最起码魂族的底层异名还没有被污染得太过严重，也是可以尝试保留的。但魂天帝不愧是魂天帝，一动手便是把整个魂族直接献祭了。如此一来，即便是萧炎此刻也是彻底没有了办法。至于魂天帝保留下来的那些所谓的种子，不好意思，无论是因为双方的仇怨，还是因为那一丝魔气，萧炎都是没有办法放他们一条生路。故而，名义上的魂族已经灭亡了。对于这一点，魂帝虽然已经知晓，甚至是颇为的恼怒，但似乎也并没有彻底的疯狂。事实上，8族先祖个个都是人精，又怎么可能将全部的血脉都留在族中？他们早就将一部分族人的血脉之力给封印，然后令他们自行在民间繁衍。这种做法虽然看似冷酷无情，但却是真正的保留了族中的一丝血脉。更何况，他们族中也有着当初如驱赶药老那般的手段。以8族那庞大的人口基数，每年都会有些族人因为这样那样的错误或是争斗被赶出族中。因此，魂族的血脉自然也不可能完全断绝，只是主体上的魂族的确是彻底覆灭了，就如同当年的萧族一般。至于魂族将来会不会出现一个魂炎、魂秒，依照萧炎前世的记忆，应当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好了，后生，废话少说，想要让我们放开古镇，将这些元气归还到斗气大陆，你可要有足够的实力，让我们看到希望啊！倘若你没有足够的实力干掉里面这个家伙，那我们可不敢放他出来，否则，对于斗气大陆将是一场灭顶之灾。魂帝声音冷淡，但看着萧炎的目光还是有着丝丝的期待。虽然魂族被灭令他很难受，但魂族毕竟还是有些残余血脉留在斗气大陆的。而这炎魔族的魔帝若是一旦逃出，那不管是他的后人，还是斗气大陆的所有生灵，都将彻底完蛋。毕竟这里面关押的可不是一尊斗帝，而是一尊魔帝，一个完全恢复过来，可以媲美大千世界的天至尊，哪怕在斗气大陆的内部都可以压制甚至击杀斗帝的可怕存在。当年为了对付这个家伙，几乎是拼尽了斗气大陆所有的斗帝，才最终到了如此目的。因此，若是萧炎没有击败甚至击杀对方的把握，那他们是绝对不敢放开封印的。哼，诸位前辈的忧虑，萧炎自然明白。见到八人那期待而担忧的目光，萧炎也只是微微一笑。只见他缓缓张开双臂，下一刻，一道庞大无比的绚丽火焰光柱便是径直的朝着那八地古镇的魔壁轰击了过去。轰隆隆，火焰光柱仅仅直径都是超过万丈，威能自然是无比的可怕。在落在那魔壁之上后，很快便是令这魔壁泛起阵阵波澜，甚至隐约出现了一丝裂缝。望着那一丝裂缝，古镇内部的炎魔族魔帝倒是双眼放光，正欲从中逃遁，便是看到丝丝气流涌动之间，那魔壁也是再度恢复了原本的姿态。不过仅仅是这一幕，便是已经令远古八帝都是忍不住眼皮子微微一跳。好强的实力！八位斗帝残念相互对视一眼，眼底的心惊是隐藏不住的。仅仅随手一击，便是已经令这大阵魔壁出现了一丝裂缝。若是此子全力攻击之下，岂不是可以硬生生的撕裂这座大阵？虽然此刻的大阵并未被他们用意志加持，可寻常斗帝怕是倾尽全力都未必能够撕开一点口子。念及此处，八人先是有些震惊，旋即便是哈哈大笑起来。了不起的后生，你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考验。八人一边笑着，眼角却是隐约有着一抹湿润。多久了？他们八人的残念在这枯燥冰冷的星空当中，已经等待了不知道何等漫长的岁月。如今斗气大陆终于再度诞生出一位斗帝，而且实力还要远超寻常斗帝。炼天魔帝，你的死期到了。八人目光扫过那大阵中央缓缓浮现真身的火焰生物，嘴角却是缓缓泛起一抹冷笑。后生，你叫萧炎是吧？哈哈，萧炎，你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优秀。八人的目光一同落在了萧炎的身上，以萧帝的笑容最为灿烂，但饶是魂帝此刻都是带着一抹欣慰。这八方古地阵是我等在弥留之际用自己的肉身凝聚而成，一旦彻底爆发，就算是那大千世界的天至尊也要退避三舍，算是我们八人留给斗气大陆的最后一道守护，也算是对你这位新帝的贺礼吧。从今以后，斗气大陆的未来便是要交给你来守护了。话音落下，八人的笑声便是在冰冷的星空当中回荡，而他们的记忆体却是在这一刻化作了八道颜色各异的流光，最后齐齐融合在一起，化作一道拳头大小的珠子，最后缓缓落在萧炎的手中。萧炎仅仅只是心念一动，一丝灵力分出，那珠子便是被他瞬间炼化。顷刻间，他便是察觉到那八道石像宛如化作了八道傀儡一般，可以随他指挥。这八道雕像，每一道都是斗帝强者的肉身所化，即便是没有足够的能量灌注，战斗力都远超9星斗圣。若是有着足够的能量支撑，其战力足以媲美帝至尊大圆满。尤其是八道雕像相互结合，威能便是可以再度叠加。若是有着足够的元气作为支撑，的确是可以令天至尊都暂时束手无策。这便是远古八帝留给斗气大陆的最后一件礼物——八方古地阵。这件礼物是用他们的肉身所亲自炼制而成。念及于此，萧炎轻轻吐出一口气，而后对着这八位古帝消散的方向抱拳一拜：“诸位前辈尽可放心离去，今后的斗气大陆由我萧炎守护。”话音落下，当萧炎再度直起身子之时，那八道雕像也是在这一刻迅速缩小，最后化作八道巴掌大小的小人落在了萧炎手中。安静地将这八道小人收起之后，萧炎脸上的尊敬之色终于褪去，取而代之的则是无尽的杀机弥漫。因为伴随着八道雕像的消失，大量的天地元气开始从那古镇之上快速弥漫，而后以一个固定的方向朝着斗气大陆的方向回归。同时，随着那大量元气的流逝和雕像的消失，那古镇的魔壁正在迅速的削弱。仅仅不足半炷香的时间，整个古镇魔壁已经是变得无比脆弱透明。而在这般脆弱透明当中，一只燃烧着漆黑火焰的巨大手掌终于一拳打碎了魔壁，紧接着一道猖狂的大笑之声便是从中传来：“哈哈，我炼天魔帝终于脱困了！”这声音无比猖狂嚣张，
但在萧炎的眼中，却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其中隐藏极深的一种不安。萧炎方才的表现固然是得到了8位斗帝的承认，令他们认可了萧炎的实力，但也同时惊到了这位所谓的炼天魔帝。要知道，那8地古阵的封印可是连他巅峰时期都无法破开的。虽然从外面破开相对简单一些，但终究可以困住魔帝强者的大阵，而萧炎却是如此轻易地将此阵轰出裂缝。这等实力，若是炼天魔帝巅峰时期也就罢了，可他如今的状态却是仅仅只有巅峰时期的30%，哪怕是一个寻常斗帝，都是能够令他感到颇为的费力，更何况是面前的萧炎。此人给他的感觉，要比远古8帝当中的任何一位都要可怕得多。因此，在那一只火焰大手撕裂了封印之后，另外一只燃烧着漆黑火焰的手掌也是在这一刻同时伸出，顺势撕裂了这道越发虚幻的封印。而随着这道封印的撕裂，一道巍峨高达10万丈的高大身躯也是终于从中钻了出来。漫天的漆黑火焰滚滚燃烧，仿佛无尽的黑烟一般，令周围的宇宙空间都是在微微扭曲。他身高足足有着10万丈之高，浑身漆黑鳞片宛如墨水一般，隐隐有着一种吞噬万物的色泽，就如同那漆黑的火焰一般，隐约之间似乎有着吞噬炼化天地的效果。不过，比起虚无吞炎那可怕的吞噬属性，这种火焰的威力则是更加霸道，隐约之间似是可以炼化天地一般。除去那高大的身躯和漆黑的鳞甲之外，他的面容则是隐约有着几分人形，又隐约有着几分兽形，面容之上同样有着一些黑色的鳞甲覆盖，而在那鳞甲之外，还有着大量浓密的漆黑毛发。这是一尊类似于斗气大陆的狮人族，但又有着漆黑鳞甲，且头顶有着一根长长尖角的诡异生物。除了这些特征之外，它更是有着一条修长壮硕的龙尾。在它那10万丈之高的巍峨身躯面前，即便是一条龙尾，其长度甚至都要比竹坤的整个身体都要长了数倍不止。狮身龙尾，独角有鳞，这便是域外邪族当中仅次于32大顶尖族群的炎魔族族人所拥有的生命特征。炎魔族作为域外邪族当中仅次于32大顶尖族群的可怕族群，虽然没有一位天魔帝坐镇，却也有着足足3位玄魔帝以及更多的幽魔帝存在。面前这名自称为炼天魔帝的炎魔族强者，便是炎魔族当中一位颇为强大的幽魔帝。不过，这位炼天魔帝虽然名号无比的响亮，可做出的事情却是着实有些配不上他的名声了。因为在他破开封印之后，那双跳动着猩红火焰的双目仅仅只是看了萧炎一眼，而后那巍峨的身躯便是开始骤然转身，朝着远方掠去。斗气大陆的人，这封印万载的仇老子一定会报，你们给老子等着！炼天魔帝放下一句狠话，便是朝着斗气大陆远处开始飞快逃离。以他此刻的状态，自然不是萧炎的对手。万一萧炎真的有2下子，那可就真的在这里栽了。不过，他的身影刚刚冲出不远，便是被无尽的绚丽火焰给包裹了起来。想走，怕是没有这么容易吧？淡淡的冷笑从身后传来，炼天魔帝脸色微变，身形一转，海量黑色火焰瞬间凝聚成一把数万丈长的漆黑魔刀，朝着下方狠狠地轰击过去。顷刻间，大量黑色火焰与绚丽火焰轰击在一起，天地变色，宇宙星空都是被火焰的光芒和温度所席卷。而这一击之下，炼天魔帝便是倒退了数步不止，一脸惊骇地望着那面前缓缓浮现的黑衣青年。好强的实力！炼天魔帝脸色微变，转身再度逃离。他之所以忌惮萧炎，除了因为对方实力比一般斗帝要强上许多之外，更是因为萧炎还得到了8方古地阵的传承，一旦施展开来，便是能够将他再度困住。然而，萧炎在未曾动用8方古地阵的情况下，竟然已经可以单纯的用力量来压制他，这一幕令他实在是有些吃惊。念及于此，炼天魔帝疯狂催动手中的漆黑火焰，朝着四面八方的绚丽火焰劈了过去。然而，那绚丽火焰却是宛如枯骨之躯一般缠绕住了他的漆黑火焰，甚至开始缓缓地吞噬起了他的本命之火。这一幕令炼天魔帝浑身毛发都快要竖起，当下便是更加疯狂地想要挣脱这些火焰的包围。炎魔族那是域外邪族当中最为擅长操纵火焰的族群，同境界当中其他各族的强者基本上是极为罕有人能够在玩火上压制他们。毕竟他们的族人生下来便是诞生在一个个位面的岩浆当中，天生便是有着操纵火焰的能力。每一位炎魔族族人在成年之后都会得到族中赐予的一道魔焰本源，而后的漫长岁月当中，他们的魔焰本源会随着实力的增长和各种机遇而变得更加强大。因此对于自身的火焰，他们向来是无比的自信。如这炼天魔帝之所以自称为炼天魔帝，是因为他在成就魔帝之时，曾经靠手中火焰那可怕的炼化之力，硬生生地炼化了一片残缺位面，以那一位面地无尽能量和生灵来助自己成就魔帝之位。因此他才会骄傲地自称炼天魔帝。自此之后，
他更是将自己的本源魔焰改名为了炼天魔焰，看上去无比的霸道。然而这一次，他引以为豪的炼天魔焰却是被一个土著位面的斗帝给压制了。还未等他脱离困境，身后一道浩瀚的灵力波动传来，令炼天魔帝的脸色再度一变。只见萧炎的身后，一尊千丈法身缓缓站立，而后在炼天魔帝的目光当中，那千丈法身开始迅速膨胀，眨眼之间便是化作了万丈、10万丈。望着那瞬间变化的与自己一般大小的巍峨法相，炼天魔帝的脸上震撼之色已经难以言喻。你是地至尊大圆满，你已经修炼出了至尊法相？怎么可能？斗气大陆这种地方，怎么能有人主修灵力？炼天魔帝只感觉一阵懵逼。这数万年来，他虽然一直被封印，却并非是看不到外界发生的情况。知晓斗气大陆数万年来一直没有人飞升到大千世界，而将斗气转化为灵力，那可是连斗帝强者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却是不知道，萧炎的混沌熔炉那是真正的神灵法，是他突破圣品之时所创的绝世神通，经过无数年的磨砺，最终成就的在神灵当中都极为可怕的招数。因此，当萧炎施展出灵力，召唤出至尊法相的时候，他却是再也绷不住了。此刻只想疯狂地向外逃离。不过，他的身躯仅仅逃离出了数万里的距离，便是有着一只绚丽的火焰拳头狠狠地砸了过来。滚开！炼天魔帝大吼一声，双臂合力抗住了这一拳，身形却是再度朝着下方坠落。而在他坠落的过程当中，另一只火焰大手已经握住了他头顶的尖角。想走？你问过我斗气大陆无数死去的前任吗？淡漠的声音响起，炼天魔帝竭力反抗，却是发现自己无法摆脱这恐怖的力道。这一刻，他甚至连逃跑都做不到。等他反应过来，萧炎的至尊法相已经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轰隆！可怕的轰鸣当中，炼天魔帝的半张脸庞在这一刻瞬间塌陷，大量的漆黑血肉横飞，就连其上的黑色火焰都是被打散。小辈辱我！炼天魔帝彻底怒了，被一个数万年后的后辈如此欺辱，他实在是不甘，当下便是竭力反击。然而，萧炎化拳为掌，炎帝印直接在其掌上凝聚，然后狠狠地拍在了炼天魔帝的胸口位置。噗嗤！一掌之下，炼天魔帝再度喷出鲜血，脸上悲愤与惊慌之色更加浓郁。我跟你拼了！轰！杀了我！我炎魔族是不会放过你的！轰！地面之上，整个斗气大陆的强者都是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天空之上的一幕。只见那斗气大陆的天空之上，两道即便是相隔如此遥远距离都能隐约看得清楚的巨大身影正在发生惨烈的厮杀。无尽的黑色火焰和无尽的绚丽火焰在天空之上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鲜明色泽，宛如两道不同颜色的水墨在争斗。不过，无论是从那颜色的交锋当中，还是在那人影的交锋当中，都是很明显的能够看出那彩色人影明显占据了上风。之所以说很惨烈，是因为那宛如兽人一般的黑色人影被打得很惨烈。这萧炎到底在跟什么强者交手？众人面面相窥，都是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萧炎此刻的动静简直是比击杀魂天帝时凶残了太多。不过虽然有些吃惊，但在看到萧炎占据上风之后，他们明显是松了一口气。毕竟那黑色身影的模样虽然看不清楚，但他们都是能够从生命本质上察觉到对方的威胁。饶我一命！星空当中仅仅片刻，那炼天魔帝在这一刻已经是被萧炎打得浑身血肉模糊，就连头顶的独角都是被萧炎硬生生的用掌刀劈断。饶你一命！你可曾饶过我斗气大陆的生灵们一命？听到炼天魔帝的求饶，萧炎巍峨法相之上却是露出一抹森冷笑容。炼天魔帝，如此霸道的名字，你这种废物也配用？既然如此，你这身份便是暂时先借我用一下吧。话音落下，萧炎右手之上绚丽火焰骤然凝聚，宛如一柄锋利的长剑瞬间刺入炼天魔帝的胸膛，然后一把抓住那属于魔帝强者的魔帝之心，瞬间捏爆。你炼天魔帝眼中的赤红火焰骤然跳动到最大，一双眼眸惊恐地盯着萧炎至尊法相那漠然的脸庞。怎么可能？这个斗气大陆的土著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找到自己的魔帝之心？要知道，魔帝之心乃是一个魔帝的核心所在。正是因此，当域外邪族跨入到魔帝境界之后，往往会将自身的魔帝之心隐藏得无比神秘。别说是这些外族生灵，就算是域外邪族本族的那些魔帝，也很难一击就找到他的魔帝之心。然而萧炎偏偏就做到了，而且还无比迅速地摧毁了他的魔帝之心。魔帝之心当中蕴含了一位魔帝9×9的魔魂和魔元，对他而言是何等的重要。然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萧炎仅仅一把便是将他的魔帝之心捏碎了。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炼天魔帝忽然发出狰狞的咆哮，
一双锋利的利爪疯狂地朝着萧炎的至尊法相撕裂过去，却仅仅只是令他的至尊法相出现了些许浅浅的划痕。他那碎裂的魔帝之心当中，大量魔元正在溢散，而他的魔魂则是从中逃离而出，想要朝着外界疯狂逃窜。魔帝强者实力可谓是无比的强横，尤其是域外邪族，生命力更是无比强韧。哪怕是魔帝之心被粉碎，也只是境界上跌落了魔帝而已。只要一丝魔魂尚存，那便是还有着一丝生还的可能。然而，这道魔魂刚刚离开他的身体，背后便是已经有着无尽的绚丽火焰围剿而来。有什么不甘心的？来都来了，难不成真的想走吗？萧炎巍峨法相之上露出一抹笑容，任由那利爪疯狂地抓着自己的法相，因为他已经感觉到那双利爪已经越来越无力了。是，萧炎一个回手掏，便是将一块已经碎裂的宛如心脏一般的东西给掏了出来。此物便是炼天魔帝的魔帝之心。魔帝之心是魔帝强者的大量魔元以及魔魂融合而成，它并不代表着一尊魔帝全部的性命，却是其身上最为重要的东西，是一个魔帝强者的力量源泉。此刻，这道魔帝之心已经被萧炎直接捏碎，在那魔帝之心的中央，一道略带虚幻的黑影正在不安地挣扎。这道黑影正是炼天魔帝的魔魂。魔魂虽然不代表域外邪族灵魂的全部，却是最为重要的主体。失去了魔魂，域外邪族的意识虽然不等于彻底的死去，却也已经相当于行尸走肉。或许魔帝强者能够勉强维持最后一丝清醒，但也并不会好到哪里去。一旦魔魂被灭，就算剩余的残魂能够侥幸逃跑，也很难完全恢复过来了。而且就算恢复过来，也有可能诞生新的意识，成为另一个新的域外邪族，而且几乎是终生都不可能再达到魔帝境界了。萧炎巍峨身影立在虚空之上，望着那不安挣扎着的炼天魔帝，嘴角却是缓缓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只见他随手抛开了那几乎没有了多少动静的炼天魔帝的身躯，而后绚丽火焰席卷而上，便是令手中的魔魂再度发出惨叫。因为方才他已经将炼天魔帝身躯当中的残魂给彻底的焚烧干净，也就是说，一旦他再将魔魂主体给湮灭了，那这炼天魔帝便是彻底死去了，再无复活的可能。不过在这之前，萧炎打算先给炼天魔帝看点不一样的东西。只见他掌心当中绚丽火焰开始迅速凝聚，最后在其掌心当中凝聚出一道万丈大小的火焰熔炉，正是混沌熔炉。与萧炎如今高达10万丈的至尊法相相比，那混沌熔炉虽然同样庞大，但似乎也不过比巴掌略大一点。而萧炎在凝聚出混沌熔炉之后，便是将那魔魂和破碎的魔帝之心一同丢进了混沌熔炉当中。顷刻间，无尽的绚丽火焰一同包裹而上，将那破碎的魔帝之心层层包裹。这一刻，炼天魔帝的魔魂并未受到灼烧，但他心底却是有着一种更加不安的情绪在涌现。这个人类到底在搞什么鬼？炼天魔帝魔魂跳动，很快便是发现了那不安的所在。只见他那破碎的魔帝之心当中，一团漆黑当中带着几分凌厉霸道的火焰本源缓缓浮现，而后便是被那无尽的绚丽火焰包裹吞噬。他竟然要炼化我的炼天魔焰！炼天魔帝瞪大了双眼，他的炼天魔焰便是放在域外邪族大千世界都算是极为强大的一种火焰了。虽然在方才与萧炎的交锋当中隐约被压制，但事实上这道火焰即便是在天至尊层次的交战当中，都是能够给他带来优势。然而此刻，任由那炼天魔焰如何的挣扎，都是逃离不了那绚丽火焰的压制撕咬。望着这一幕，炼天魔帝只感觉内心崩溃，一种无力的绝望感涌上心头。只是这绝望似乎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在那炼天魔焰被撕裂吞噬的同时，他那魔帝之心当中所蕴含的大量魔元也在被那绚丽火焰给包裹了起来。而后令炼天魔帝的魔魂感到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他的魔帝本源在被那绚丽火焰焚烧之后，竟然开始缓缓地分解为大量的低级能量，先是转化为了魔力，而后又分解为了魔能，最后化解为了最为常见最为基础的宇宙能量。当这一丝魔元被降解为最基本的宇宙能量之后，其中那属于魔的属性早已经彻底的消失不见，只剩下能量最为原始的属性。魔元是与地之本源相同等级的能量，换句话说，那便是被魔化属性之后的天地本源。一丝魔元被完全降解之后，所化作的能量已经是无比海量，不过这海量的能量却是在那火焰熔炉诡异的波动之下开始再度转化。紧接着炼天魔帝便是看到这些基本的能量单位开始迅速凝聚，最后化作了大量的灵力，而大量灵力再度凝聚汇聚，最后竟然化作了一缕纯净的天地本源。这怎么可能？当看到自己的一缕魔元被降解成基本能量，再重新凝聚成纯净的天地本源的那一刻，炼天魔帝彻底的震撼了。震撼之后，便是一道彻骨的寒意从内心袭来。对此，萧炎却是不加理会。他的混沌熔炉在经过这些年的不断演变之后，
早已达到一个无比玄奥的程度，是其他神灵见到之后都要惊叹的手段，怎么可能是一个小小魔帝能够理解的？他只知道，一尊魔帝的魔帝之心当中所蕴含的本源之力是何等的庞大。纵然这炼天魔帝经过数万年的消耗储备，已经不足巅峰时期的2/3，但依旧是一笔不菲的资源。若是全部转化为元气，怕是也足以令一名9星斗圣巅峰走到斗帝了。当然，萧炎之所以这么做，还是有着他自己的想法。就这样，萧炎的至尊法相屹立在星空当中，巍峨壮观，在其掌心，万丈大小的混沌熔炉正在不断地吞噬着炼天魔焰。随着炼天魔焰被吞噬，他的帝炎也是得到了再度的壮大。毕竟这可是一位魔帝的本命火焰，威力即便是比不上帝炎，也是比虚无吞炎都要霸道许多。吞噬之后，对于萧炎都是有着不小的好处。而随着帝炎的再度壮大，那魔帝魔元被转化为天地元气的速度也是开始再度增加，令那炼天魔帝越发的惶恐。如此足足过去了1个月的时间，斗气大陆的众人都是崇拜地看着那天空之上的巍峨绚丽的巨人，甚至有些凡夫俗子已经习惯性地开始每天祭拜了起来。毕竟萧炎如今的行为，对于斗气大陆的普通人来说，的确是与神灵无异了。至于那躺在地上静静悬浮的漆黑躯体，则是被人们非常顺理成章地默认为了邪神的尸体。如此过去了足足1个月的时间之后，当那最后一缕魔元被转化为天地本源之后，萧炎却是缓缓收起了至尊法相，露出了原本的模样。伴随着至尊法相的消散，斗气大陆的生灵都是发现那天空之上的火焰神灵缓缓消失了。但这1个月来，萧炎留给他们的深刻印象却是并未消失。同时，星空当中，萧炎在收起了那巍峨至尊法相之后，一旁的炼天魔帝却是依旧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他的魔元都已经被萧炎彻底转化，此刻仅仅只是一道魔魂，面对萧炎的确没有什么力量。而在这一刻，萧炎却是已经做出了下个动作，他缓缓地抬手，然后结出了一道散发着古老韵味的印法。嗡！当其印法结出时，星空当中似乎是有着一道奇妙的音波响起，进而扩散。一气化三清，斩我剑真，斩我之刀，宛如呢喃的声音带着玄奥的意味，缓缓地从萧炎口中吐出。而后无尽灵光自萧炎的天灵盖升起，最后翻滚不休，隐隐化作了一道虚幻的刀刃。望着这一幕，炼天魔帝先是微微一怔，旋即内心的寒意便是令他再也无法忍受的打了个冷战。这是一气化三清。在那惊恐的声音当中，星空当中的虚幻刀刃终于骤然落下。嗡！虚幻之刀径直落下，刀刃对着萧炎的天灵盖，没有丝毫的犹豫，很快便是狠狠地斩落，仿佛要将萧炎一分为二一般。面对这一刀，萧炎的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波动，只是依旧平静。是，虚幻之刀宛如幻影一般，径直劈落在萧炎的头顶，而后便是直接穿透萧炎的身躯，径直从中出现。而当那刀身从萧炎的体内离开之时，萧炎的气息显然在这一刻衰落了些许。他隐隐感觉到自己的一部分灵魂，包括血气，都是被从中分离了出来。这种手段，若不是一气化三清，是大千世界最为顶尖的36大绝世神通之一，有着众多玄奥，可以帮助使用者安然度过劫难，恐怕就算是一些圣品天至尊都是不敢轻易尝试。用自身的部分灵魂和血肉化作分身，这是许多神灵才能使用的手段，而且就算是神灵，也很难塑造出一道与自己本体战力相差无几的分身。故而，即便是萧炎，也是忍不住想要由衷的赞叹天帝的手段之强大，天赋之高强。此人若是当年没有陨落在与域外邪族征战的战斗当中，怕是也有那么一丝机会走到主宰境界，即便是再不济，怕是也能达到半步主宰。再斩！萧炎心中对于天地的感叹过后，便是不再犹豫，再度低喝一声，那道虚幻刀芒瞬间回到他的头顶，然后再度斩落，最后再次带出一团血红色的光芒。伴随着这2刀的落下，那柄虚幻之刀也是在这一刻悄然崩碎，萧炎的气息在这一刻跌落了些许，不过好在影响不大，其脸上并未露出太多的虚弱，而他的目光也是忍不住将目光盯在了那2团血光之上。只见那2团血光微微蠕动，而后便是在炼天魔帝惊骇的目光当中，缓缓地化作了2道同样修长的身影。与此同时，萧炎也是大手一挥，那被他从魔帝之心当中提炼出来的大量本源，在这一刻也是被一分为二，而后相继灌注到了那2道修长身影当中，得到了这2道本源之力当中的磅礴能量灌注，那2道身躯也是越发的凝实，最后化作2道与萧炎一般模样的身影。这2人除了修为比起萧炎略差一些之外，无论是灵力属性还是气息，都是与萧炎一模一样。而他们的修为虽然比起萧炎要弱上一些，但在炼化了部分的本源之力之后，却也同样的达到了地至尊的层次。望着这2道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身影，
萧炎的脸上也是终于缓缓地露出了一抹笑容。一气化三清，果然玄妙。感受着这2道分身的强大实力，萧炎嘴角也是缓缓地露出一抹笑容。前世的时候，他并未收下天地的传承，而是将这份机缘留给了牧尘。不过在大战之后，伴随着3人都达到了主宰的境界，彼此交流之时，也是都将各自的一些绝学相互传授印证。所以萧炎也是有着一气化三清的修炼之法。不过虽然有着这一方法，可他当时修为已至神灵，到了这种层次，想要分出战力相同的分身，却是需要更加玄奥的修炼手段。故而萧炎前世虽然对一气化三清有着修炼之法，却是未曾有机会再度施展，反倒是这一世重生之后，他可以施展一下这招绝世神通了。不过此处星空并没有多么强大的灵力支撑，因而萧炎也是不可能真正的分化出2道同等战力的化身。不过虽然如此，有这么2道化身对他而言也已经够用了。比起萧炎，一旁的炼天魔帝在这一刻却是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对于萧炎这些时日的表现，他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更恰当了。那可是一气化三清啊，大千世界最为顶尖的绝世神通，就算是放在那所谓的36道绝世神通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当年的那场大战，因为这一招，域外邪族不知道有多少魔帝都陨落在了这一招当中，就连90天魔帝都是被天帝用这一招给彻底封印。要知道，那90天魔帝虽然战力只能算是中等，可保命能力却是足以排到域外邪族前5。然而，这等绝世神通竟然会出现在斗气大陆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不过，在想到萧炎所施展的那招可以将魔元转化为天地本源的绝招之后，他也不是不能接受这一点。只是，无论萧炎到底有着怎样的手段，似乎都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今日怕是注定要陨落在此了。想到这里，炼天魔帝也是忍不住摇头一叹，正要开口，其双目便是再度微微一缩。只见远处萧炎手掌一挥，他的其中一道分身竟然是骤然化作一道绚丽的火焰，然后骤然窜入到了炼天魔帝的尸体当中。你这是要干什么？炼天魔帝微微一怔，旋即便是脸色大变，因为伴随着那火焰的融入，他那本已经没有了丝毫生命气息的身体，在这一刻竟然是再度有了一丝生机，一丝丝绚丽的火苗不知何时开始从他的体表出现。这些火苗和生命气息都是十分的渺小虚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是正在缓缓的壮大。干什么？萧炎似笑非笑地望着炼天魔帝。我早就说过，炼天魔帝这般嚣张狂妄的称号，实在是轮不到你一个小小的幽魔帝来使用。既然你已经到了该死的时候，那便让我来替你掌握这个名号吧。话音落下，萧炎望着那脸色越发难看的炼天魔帝，嘴角笑容却是缓缓放大。放心吧，我会让这个名字响彻整个域外邪族的。话音落下，只见他修长的手掌缓缓地伸出，而后用力一握。混蛋，我死了也不会放过你的！在炼天魔帝最后的狰狞怒吼当中，绚丽的火焰牢笼骤然收缩爆炸，最后将对方的整个魔魂碾压爆炸。至此，真正的炼天魔帝已经彻底的陨落，而躺在那里的则是一尊新的炼天魔帝，又或者说是萧炎的炎魔族分身。这一点是萧炎重生之后便是已有的一种打算，不过那时他还太过弱小，所以论起这些事情也是有些太早。而如今伴随着萧炎的实力越发的强大，这些计划也算是可以真正的实施了。毕竟如今的斗气大陆已经彻底的没有了萧炎施展手脚的地方，他的目光的确是应当朝着大千世界域外邪族的方向看去了。不过对于萧炎而言，当下提升实力最需要的不是像其他强者那样的需要无数时间，而是仅仅只需要无数的能量资源。换句话说，只要有足够的天地元气，位面之胎，萧炎的实力便是能一路狂飙，直到恢复到主宰的境界。只是大千世界当中虽然也有着这样那样的手段，但大千世界的资源早已根深蒂固，各方势力都有自己所需要的资源。虽然也有些邪修，但终究是少数，就算萧炎将他们杀光了，也未必能够凑出多少资源。而那些正道修士或者是正常修行的人家，萧炎总不可能强取豪夺吧。所以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萧炎也最终将目光放在了域外邪族的身上。域外邪族不但拥有着大量的强者和资源，而且还有着这些年来从大量下位面掳掠而来的天地本源。这些资源在被魔气污染之后，对于寻常强者来说的确是难以利用，但对于拥有混沌熔炉的萧炎来说却也不是什么问题。一尊魔帝分身潜入域外邪族掠夺资源，一尊灵力分身到天玄大陆相助五祖，然后顺便飞升大千世界。至于本尊，则是留在斗气大陆镇守，顺便令斗气大陆恢复往日的强悍，这便是萧炎将来的计划。不过在离开斗气大陆之前，萧炎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去做，那便是复活萧玄。
将心中的想法打算好之后，萧炎也是不再犹豫，带着一道灵力分身，朝着下方的斗气大陆再度返回。只剩下那10万丈庞大的巨大身躯，静静地躺在星空当中。随着萧炎的返回，原本还无比动荡的星空，也是开始缓缓地恢复到了往日的平静。只有那巍峨身躯之上，一丝丝绚丽的火苗在缓缓升起。特别是在那双巨大空洞的眼眶当中，一双彩色的火苗正在缓缓跳动。随着萧炎的回归，此刻的斗气大陆则是变得无比的热闹。无数强者在看到萧炎回归之后，各自的脸上都是露出一抹激动之色，纷纷单膝跪地来表示对于萧炎的尊敬。对此，萧炎只是微微一笑，便是吩咐众人可以暂时遣散了。至于那星空当中所发生的可怕战斗到底是什么原因，萧炎不主动说，其他强者自然是不敢多问。直到大部分强者散去之后，萧炎这才将目光看向了竹坤和古元的身上。岳父，竹坤前辈，这段时日，想必你们都是已经感受到那种触摸到瓶颈桎梏的感觉了吧？听到萧炎的话，古元和竹坤相互对视一眼，这才纷纷深吸了一口气，看向萧炎的目光都是带着些许的激动之色。听你的意思，我们如今也是时候突破到斗帝层次了吧？说到这里，两人的双目都是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的炽热。伴随着萧炎破开了8地古阵，那维持在古阵当中大量元气也是开始缓缓垂落到了斗气大陆。当那天地元气回归斗气大陆的那一刻，无数生灵都是明显感觉到这片天地之间隐约多出了几分生机，甚至就连能量都活跃了些许。当然，这些都只是普通生灵的感受，相比于他们，古元和竹坤这2位早早达到9星斗圣巅峰，在这一境界停留了数千年之久的强者的感受却是更加不同。因为当那大量元气垂落之后，他们都是明显的感觉到这片天地之间再度多出了一种神秘玄奥的力量。而随着这种力量的出现，他们那停滞已久的境界也是开始松动。他们在这个境界停留了太久的岁月，因而当他们感受到这种气息之后，内心都是无比的激动。只不过他们本身对于突破到斗帝并没有经验，加上萧炎还在外界大战，因而也是令他们不敢直接突破。而如今萧炎归来，这个问题似乎也是要有个结果了。见到两人这副激动无比的模样，萧炎也是颇为理解，微微一笑之间，掌心绚丽火焰疯狂旋转，下一刻大量散落在各地的天地元气开始迅速凝聚，最后化作了3到8掌大小的氤氲光团。萧炎指尖轻点，丝丝地炎化作一道道绚丽锁链，将这3道元气光团给封锁凝聚，而后取出其中2道递给了两人。2位只需按照族中先祖传承的修炼方法，将这2团元气缓慢炼化，融入自身之后，便是可以突破到斗帝境界了。闻言，两人的呼吸在这一刻也是变得更加沉重了几分，望着萧炎手中的2团氤氲光团，心头无比的激动。突破斗帝的方式对于各大古族而言并不是什么秘密，过去他们之所以无法突破，还是因为缺乏这最为关键的元气。而如今他们的机会已经到了，只需炼化了这1道光团，两人便是可以顺利突破到梦寐以求的斗帝境界了。这一天他们已经等待了太久，我古元能有你这样的女婿，实在是上天眷顾啊。古元缓缓接过光团，手掌都是在微微颤抖，而竹坤更是忍不住搓了搓手，一张老脸看着萧炎，都是不知道说什么好。萧炎，你这不必多说，我斗气大陆如今人才凋敝，正是最需要强者的时候，两位如今也不过只是领先一步，成为斗帝而已。萧炎轻轻笑着摇头道，将来斗气大陆还会诞生出越来越多的斗帝强者，岳父和竹坤前辈就算突破了斗帝境界，也是不可松懈，将来可别被后辈给超越了。闻言，两人也只能是连连点头，在得到2道本源之后，便是不再多言，而是纷纷与萧炎告别，赶忙回到各自的族中，准备突破斗帝的事宜。两人走后，在场的众人也只剩下了萧战、萧鼎、萧丽和药老，然后便是彩铃、轩儿、亚飞、云韵、小医仙5女，然后便是一旁满脸吃瓜之色的紫妍。父亲，我打算先前往一趟天幕，复活萧玄先祖。萧炎望着众人，沉吟片刻之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后又忍不住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5女身上。等到萧玄先祖复活之后，我们便是开始完成大婚。当萧炎这句话落下的那一刻，5女的身体都是微微一颤，一双双美眸在这一刻都是微微泛红起来。对于这一天，他们同样等待了很久。在将大婚的事情定下之后，萧炎这才不再多言，将众人都送回到星陨阁之后，这才再度身影一动，带着轩儿和小医仙来到了天幕当中。对于这一幕，古族的众人除了表示热烈的欢迎之外，也是没有丝毫的意见可以多说。萧炎就这么带着两人进入到天幕当中，而后一路疾驰到了天幕深处。此地时间流速几乎接近外界的6倍，你们在此地服用菩提炼心丹，或许数月的时间便是可以突破到斗圣境界了。萧炎望着2女，嘴角缓缓露出笑容。彩铃经过9彩一族的传承，
实力早已达到了斗圣境界。炼化菩提炼心丹，除了能够增加1星左右的实力之外，更多的还是帮助他提升天赋。而亚飞和云云如今的修为都是尚未达到斗尊巅峰，距离突破斗圣还需要一段时间。唯有虚儿与小医仙，如今已经到了该突破的时候。此刻在天幕当中服用菩提炼心丹，正是最好的时机。闻言，两女也只是微微点头，眼神看着萧炎，都是带着些许情意。见此，萧炎却是忍不住哈哈大笑一声，在两人的脸上狠狠亲了一口之后，才布下一座屏蔽气息的阵法。告别两女之后，萧炎再度向前一路疾驰，很快便是感觉到了一道极为强大的灵魂气息。他的心念一动，面前的古老石碑之上已经有着庞大的气息弥漫。下一刻，地境灵魂的气息便是从其中传来，紧接着一道身穿青衫的身影也是从中缓缓走了出来。望着这道熟悉的身影，萧炎的脸上也是缓缓地露出了一抹笑容，而后才对着这道身影抱拳一拜：“萧炎，拜见先祖。”相比于萧炎脸上的笑容，萧玄却是微微一怔。当感受到萧炎身上那无比浩瀚的气息之时，他的眼神在这一刻终于是忍不住的有些震撼了起来。你已经达到斗帝境界了。也难怪萧玄对于这般变化感到吃惊。要知道，从萧炎当初成就地境灵魂离开到如今，整个天幕的时间才过去了不过10几年的时间。寻常强者能够在这10几年的时间里达到斗帝境界，已经是无比的不可思议。可要知道，天幕的时间流速可是外界的6倍，也就是说，短短3年的时间，当萧炎再度回到天幕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斗帝强者了，而且似乎还不是寻常层次的斗帝。见到萧玄这般模样，萧炎也是忍不住摇头一笑，这才缓缓解释起自己这几年在外界所做的一切。听着萧炎的解释，萧玄的眼中仍然是带着不可思议之色，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走到这一步，自己这个后人的天赋似乎是强的有些超出他的认知了，以至于哪怕是萧玄听着也是如同做梦一般梦幻。不过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而是真实发生的一切之后，他也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比起当初的萧晨丝毫不差，令整个天幕都在微微震荡。我萧族能有如此杰出的后辈，当真是上天垂青。萧玄内心的激动同样是无法言喻，当年因为他的错误决定，导致整个萧族都是因此覆灭，甚至就连血脉之力都是完全断绝。他在这天幕当中枯守了如此漫长的岁月，等待的不过是想要有一个杰出的萧族后辈，将萧族剩余的血脉之力传承下去。谁能想到，萧族在上千年的岁月之后，竟然诞生了一位如此妖孽的人物，不到20岁成为斗帝，这般传奇，便是放眼斗气大陆漫长的历史，都是无人能及，甚至无人能触及其丝毫。一想到萧族的斗帝血脉已经再度觉醒，他的脸上更是带着无比开心的神色。不过，这种开心的神色很快便是再度被一抹惊愕给打断。只见萧炎微微一挥手，下一刻，一道赤裸上身、披散着长发的冰冷尸体，便是被他随手丢出。望着这具尸体无比熟悉的面庞，萧玄先是忍不住微微一怔，旋即一张脸庞之上都是瞬间变得无比精彩了起来。这是魂天帝，你把他给杀了！望着萧玄那张无比精彩的脸庞，萧炎却是忍不住微微一笑。复活先祖总需要一具足够强大的尸体，而这家伙的尸体倒是刚刚合适。魂天帝、萧玄那都是同一层次的强者，也唯有这种层次的肉身，才能令萧玄复活的效果最为良好。当然，若是有着地至尊乃至天至尊的尸体，那复活萧玄之后，对于萧玄的好处自然更大。只可惜，如今的斗气大陆可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魂天帝的尸体的确是当下能够找到复活最好的材料了。听到萧炎如此说法，萧玄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最后脸上才露出一抹沧桑与轻叹。他与魂天帝可谓是真正的仇敌与冤家，从年少之时便是成为了两族的顶尖天骄，而后少族长、族长一路争锋之下，都是最为势均力敌的2个对手。在萧炎未曾出现，竹坤被关押在古地洞府的漫长岁月当中，两人便是斗气大陆最为杰出的2大枭雄。他们是彼此为生死大敌，恨不得立刻置对方于死地，却也不得不承认，彼此对于对方倒是颇为的欣赏。本以为1000年之前是自己其诧异着被这家伙给阴死了，结果却是没有想到1000年之后，自己的后人却是将他的尸体给带了回来，而自己甚至要借助对方的尸体复活。所谓生死轮回，因缘际会，实在是有些妙不可言。对此，萧玄虽然无比的唏嘘，却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很快便是干脆利落地配合起萧炎来。对于这位与自己争斗一生的对手，萧玄自然是要拿出自己最大的尊重，借助他的尸体复活，那便是对魂天帝的尊重。念及此处，两人都是没有废话。只见萧炎升起混沌熔炉，而后便是将魂天帝的尸体投入其中淬炼了起来。之后，萧炎又是投入了大量的材料，
甚至将那墓碑当中残余的萧族血脉都是再度替换到了这具尸体当中。如此淬炼了7日之后，萧玄便是已经极为配合地钻进了这具炼制好的躯体当中。对于如今已经达到地至尊大圆满的萧炎而言，这些手段实在是太过轻松。别说是复活一个小小的9星斗圣，就算是复活一尊天至尊，对于如今的他而言也是没有太大难度。当然，想要复活一位天至尊所需要的材料，在当下还是十分难以寻找的。随着混沌熔炉的缓缓转动，那火焰熔炉当中的躯体容貌略带几分痛苦之色，但其上的生机却是开始越发的强大。一道影响着整个天幕的庞大气息开始从中缓缓的酝酿。眨眼之间，2个月的时间便是从天幕当中迅速流逝。而在2个月之后，一抹比起之前的古元竹坤丝毫不弱的强大气息，终于是从整个天幕当中浩荡传来。真是没有想到，1000年之后，我竟然还有着复活的一天。火焰熔炉缓缓消散，爽朗的大笑却是在整个天幕回荡。一道青山身影终于是出现在了天幕的中央位置。一袭青衫，双目如同无尽星空一般深邃。此人的模样，除了萧玄，还能有何人？望着那缓缓走出其中的萧玄，萧炎的嘴角也是终于缓缓地泛起一抹笑容，脚下光芒微微闪动，而后便是出现在了萧玄的面前。萧炎，我能复活，真是多亏了你了。不等萧炎开口，萧玄的声音也是同样的传来。见此，萧炎也只能是无奈的一笑。他对于萧玄算是颇为的熟悉，知晓此刻萧玄必然是抱着答谢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对此他也只能是有些无可奈何的托起了萧玄，而后这才将一团被绚丽火焰锁链包裹的氤氲光团取出。先祖，既然你已经复活，那我也是时候将这道元气赠予您了。萧炎笑着将那一道元气递到了萧玄的面前。元气？什么元气？看到萧炎的动作，萧玄先是微微一愣，不过当他看到萧炎手中的那道氤氲光团之时，他那刚刚再度修炼出来的肉身便是已经感受到了一丝悸动。因为在那光团出现的那一刻，他那曾经一直停留的境界便是已经有所波动，似是隐隐约约开始触摸到了突破的门槛。这是什么东西？感受着体内那缕缕的变化，萧玄忍不住微微睁大了眼睛，一种猜测从他的心头升起，最后令他看向那一道光团的目光都是变得炽热了许多。而当他的目光看向萧炎之后，后者则是十分肯定地冲他点了点头。不错，此物正是成为斗帝的关键之物——天地元气。先祖只要将这一团元气给炼化，那便是可以突破9星斗圣的瓶颈，一举达到传说中的斗帝之境。听到萧炎的说法，萧玄更是忍不住呼吸一簇，最后忍不住手掌颤抖地伸出手，缓缓握住了那团氤氲光芒。炼化此物，便是可以突破9星斗圣的瓶颈，顺利达到斗帝境界吗？要知道，当年他为了突破斗帝，究竟是付出了何等的代价？饶是如此，也最终未曾真正的突破到斗帝境界。而随着自己这个后人的出现，短短数年的时间里，他不但剿灭了自己昔日最大的敌人魂天帝，更是以如此年轻的年纪，便是达到了传说中的斗帝境界。非但如此，他在突破成为斗帝之后，竟然也给自己带来了突破斗帝的机会。想到这里，饶是以萧玄的心境，也只能是有些无奈的唏嘘。谁能想到，曾经让自己和同层次对手都想方设法，几乎疯狂的成帝机缘，如今却是就这样无比轻松地摆在了自己的面前。不过无论如何，在得知这一道元气对于萧炎的影响并不会太大之后，萧玄这才最终接过了萧炎所赠予的这道元气。先祖如今再度复活，恢复了9星斗圣巅峰的修为，但终究还未彻底的与这道肉身完美契合。若是想要成帝，还是先好好巩固一段时间吧。见到萧玄收下了这道元气，萧炎却是再度随手一抓，然后便是抓出了一把翠绿色的菩提子。每一枚菩提子体积都是有着龙眼大小，这一把看过去也是有着足足10多颗之数。这是菩提子？望着被萧炎随手抓出的大把翠绿色珠子，萧玄忍不住微微一怔，眼中再度露出了一抹不可思议的神色。什么时候斗气大陆的菩提子变得这般泛滥了？要知道，此物在整个斗气大陆也是只有那株菩提古树有着诞生菩提子的条件啊。此物对于当年的萧玄而言，虽然不是无比珍贵的宝物，却也并不算常见。毕竟当年整个萧族的储备，怕是也不够10枚菩提子的数量。而如今，萧炎却是随手一抓，便是掏出了比萧族整个族群万年积累都要多的菩提子，实在是令人感到有些震撼。对此，萧炎倒是没有太过在意。菩提子这种东西，对于如今的他而言，已经算不上什么珍惜的东西。若是想要，尽管去菩提古树那里摇一摇，便是会有。不过，此物对于萧玄这种层次的强者，虽然已经没有了提升修为的作用，但其神奇的力量却依旧是有着一些修复顽疾、驱逐隐患的作用。此物对于如今与新肉身还隐隐契合不够完美的萧玄而言，的确是颇为有用。在复活完了萧玄，而后又赠予了如此众多的宝物之后，萧炎也是终于不再过多的停留。
而是与萧玄告别之后，留下了另一道灵力分身在天幕当中加速修炼，顺便防止有什么意外发生。而他的本尊在这一刻却是已经离开了天幕，再度朝着菩提古树的方向疾驰而去。刷刷，似是察觉到了萧炎的到来，莽荒古域当中传来一道神异的空间波动，而后一株带着郁郁葱葱青翠之色的万丈古树在这一刻也是缓缓浮现。而在感受到萧炎的出现之后，菩提古树那高大的树冠也是缓缓浮动，而后更是有着丝丝波动传来，似是在表达对于萧炎的热情。见到菩提古树这副模样，萧炎也是忍不住微微一笑，旋即也是终于带来了那个令菩提古树如此激动的消息。准备好了吗？如果你愿意成为斗气大陆的位面之灵，那我也自然是可以助你更进一步，成为那传说中的菩提神树。萧炎目光看向菩提古树，目光当中同样带着期待之色。如今的斗气大陆所真正缺少的究竟是什么？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天地元气，而是在大量天地元气凝聚之后，经过岁月无数年的沉淀所凝聚出的一道位面之胎。只有拥有完整位面之胎的大陆，才能算是真正的一方世界。没有完整的位面之胎，那这片大陆的规格和潜力注定不会太高。而且拥有了位面之胎之后，整个大陆的运转才会变得更加完整，甚至一道足够强大的位面之胎已经可以自行吸收宇宙当中的混沌能量，经过岁月的沉淀打磨，最后自行诞生出元气。这种速度虽然不可能像萧炎这般凝聚的如此之快，可千年万年下来，也是能够真正的积累出足以再度诞生一位斗帝的元气。也就是说，拥有了完整的位面之胎后，斗气大陆便是可以细水长流的再度诞生一位斗帝。尽管这个名额或许千年万年才能诞生一个，可却依旧要比现在要强得多。而且一旦菩提古树与位面之胎融为一体，那便是可以化作一道真正的位面之灵，而且还是无数位面之灵当中最为灵动强大的种类之一。到了那时候，只要有着足够的能量或是天地元气补充，斗气大陆便是可以再度演变壮大，直至如同当年的焚天界那般强大，甚至有可能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便是可以化为大千世界那般的大世界，可以孕育出更加可怕的存在。当然，这种难度实在是太过巨大，即便是前世的萧炎都是未曾真正的做到这一步。不过无论如何，总而言之，若是菩提古树愿意以树身化作位面之胎，以树灵化作位面之灵，那斗气大陆很快便是会再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将来很快便是会变得更加的强大。而菩提古树也将借此机会进化为传说中的菩提神树。菩提神树那可以轻易匹敌天至尊的可怕生命，是在混沌灵根当中都足以名列前茅的存在。所以萧炎相信菩提古树不可能拒绝这种双赢的好事，因为他前世的时候便是已经答应过自己。果不其然，对于萧炎的提议，菩提古树甚至没有丝毫的犹豫，很快便是快速摇晃着树枝，似是在点头同意。见此，萧炎也是忍不住摇头一笑，而后神色才缓缓地变得严肃起来。既然如此，那接下来或许也将有些痛苦，你可要忍受一下。听到萧炎的话，菩提古树的树冠再度微微一颤，而后便是分出一根树杈缠绕萧炎的手指，那其中所传递出来的意思，自然是令萧炎快点动手。见到菩提古树如此，萧炎也终于是不再犹豫，只见他双臂微微张开，下一刻整片斗气大陆的天地气息都是微微颤动，然后一丝丝天地元气便是从最初的散落状态开始朝着莽荒古域的方向疾驰而去。八地古阵当中，萧炎所释放出的天地元气足以令8位强者修炼到斗帝的层次。然而有些尴尬的事实是，如今的斗气大陆不算萧炎这个已经成为斗帝的，其他人满打满算加起来也仅仅只有3人有着冲击斗帝的资格。至于其他人，无论是雷银、严禁，距离这一步都是还有着极为遥远的距离。9星斗圣巅峰只是成为斗帝之前最基础的一道门槛而已，除了这些，对于天地的感悟，对于心境的变化等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以斗气大陆现在这些强者的进步速度，即便是有着萧炎提供一些资源帮助，他们要达到9星斗圣巅峰，怕是都要10年左右。至于达到满足突破斗帝的完美条件，那怕是需要更久了。因此，萧炎思虑再三之后，还是选择了先凝聚位面之胎更为划算。一旦位面之胎凝聚，整个斗气大陆的能量都会开始缓缓增加，所有人的修炼速度都会随着位面之胎的越发强大而有所增加。这是造福整个大陆的事情。在萧炎的控制之下，那离散在天地之间的所有天地元气再度被萧炎的浩瀚灵魂力量给笼罩，最后在萧炎的胸口位置缓缓凝聚出了一道比人头还要略大一些的氤氲光团。这道光团当中便是斗气大陆最后剩余的一些元气了，也同样是足以造就出5位斗帝强者的可怕天地元气。如此磅礴的元气，在经过萧炎的手段凝聚之后，便是被萧炎送到了菩提古树的树冠之上。下一刻，
萧炎手掌一推，便是将这足以造就5位斗帝强者的磅礴元气齐齐融入了菩提古树的体内。而伴随着如此磅礴元气的灌注，菩提古树那原本平静的树干在这一刻也是微微一颤，而后无数碧绿色宛如树枝又仿佛血管一般的纹路便是在菩提古树的身上疯狂蔓延。这血管先是微微跳动，紧接着便是越发的膨胀。当这无数的纹路膨胀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饶是以菩提古树那充满生机的身躯，在这一刻竟然也是开始疯狂的抖动，出现了无数的裂缝。刷刷，菩提古树的树冠都在疯狂颤抖，就仿佛人疼的四处摇头一般。面对这一幕，萧炎的脸上却是并没有太多的表情，反倒是平静的用体内灵力凝聚出了一道道古老的符文。而随着那一道道符文的出现，那融入菩提古树的一道道元气，在这一刻竟然都是被引动着，化作一道道符文，出现在了菩提古树的树干之上。只不过这一道道符文却是一道道元气与菩提古树的生命本源不断融合所凝聚而成。而随着这一道道符文在菩提古树的躯干之上出现，菩提古树身上的裂缝却是更加众多，那般程度就仿佛萧炎刚刚突破的至尊境界时所发生的不断撕裂修复一般。虽然最终的结果会令他更加的强大，但其中的过程却是更加的痛苦。对于菩提古树的这般痛苦，萧炎只能是静静的看着。任何一个强者生命的蜕变都是需要无数的痛苦为代价的，这般变化在眨眼之间便是整整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而在这2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后，菩提古树身上的一道道古老符文已经彻底的凝聚，而随着这些符文的不断完善，它的生命气息在这一刻都是变得更加的玄奥起来。过去的菩提古树虽然强大玄奥，有着种种轮回智慧的气息，但归根结底也仅仅只是一种极为强大的植物生命而已。而随着这无数元气的融入，其身上的一道道古老符文竟然开始自我生长演变，每一道符文都仿佛是独属于斗气大陆这片天地的某种规则某种玄奥一般。而它的气息则是在这2个月的时间里越发的与整个天地融为一体，甚至有些时候它自身仿佛就是一片世界，给人一种仿佛在面对整个斗气大陆一般的感觉。哪怕是萧炎的气息，比起现在的菩提古树而言都是有所不如，毕竟萧炎所炼化的元气数量其实并不如菩提古树那般庞大。快要成功了！望着那越发玄奥隐约仿佛要化作天地的菩提古树，萧炎正欲泛起一抹笑容。那位于天幕当中的灵力分身在这一刻却是骤然睁开了双眼。只见这一刻2道斗圣的气息开始在天幕的某一个角落骤然爆发。薰儿和小医仙突破了。感受到这2道属于斗圣强者的气息，萧炎的灵力分身嘴角泛起一抹笑容。片刻之后，他的本尊便是从菩提古树所在的方位赶了回来。以萧炎如今的实力，这般距离的确是仅仅片刻便是能够赶回。至于菩提古树那边，在连续融入了5道元气之后，菩提古树距离成为真正的位面之胎也是相差无几了，剩下的只是需要一个他与这片天地越发的共鸣，最终彻底的融为一体，以其身躯融入位面，造就位面之胎，以其树灵作为核心，成为位面之灵。这个过程就算是萧炎也并没有办法令其加快，所以萧炎也是不再过多的灌注菩提古树，而是将目光放在了薰儿和小医仙的身上。外界虽然过去了仅仅2个月，可在这天幕当中却是已经过去了足足1年多的时间。这1年多的时间也是令2女真正的炼化了菩提炼心丹，而后突破到了斗圣的境界。此刻天幕的一角当中，璀璨的碧绿光华大放异彩，几乎将整个天幕空间都给映照得无比明亮。而在那璀璨的光华散去之后，2道身材曼妙的身影也是缓缓从那碧绿光华当中走了出来。这2人自然是闭关突破的小医仙和薰儿。你们终于突破了。感受着2女体内那隐隐令天幕空间都在微微颤动的气息，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脚步一踏便是出现在了2人的面前。而看着那道熟悉的身影，2女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令人心神目眩的美丽笑容。若是没有萧炎哥哥的丹药，薰儿距离这一天怕是还要花费数年不止呢。薰儿连步微移，很快就是抱着萧炎的胳膊笑了起来。小医仙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同样抱住了萧炎的胳膊，嘴角泛着温柔的笑意。见此，萧炎也是忍不住温和一笑，心中也是带着些许的满足之意。而后他左右各自揽住一道纤细的腰肢，最后带着2女离开了天幕。3日后，古族的一处山峰当中，萧炎的身形凭空出现，而后便是看到了2名侍女带着恭敬的笑容迎来。姑爷，2名侍女目光灼灼地看着萧炎，眼中的崇拜之色几乎没有丝毫的掩饰可言。面前这个男人或许还不至于到了令整个斗气大陆的女人都疯狂爱慕的程度，但相信没有哪个女人会对他没有丝毫的崇拜之情，因为他是萧炎，炎帝萧炎，斗气大陆现在唯一的斗帝，也是斗气大陆历史上最为年轻的斗帝。当然，
对于这等人物，他们也只是敢去想想罢了。他们的内心还是明白，这等人物也只有自家小姐才能配得上。下去吧。萧炎轻轻挥手，随手打发了面前的2个侍女。闻言，两人也是不敢有着丝毫的犹豫，很快便是点头退去。萧炎虽然仅仅只是古族的女婿，可他这个女婿的身份和实力实在太过不一般，就连族长古元，他的岳父都不敢对他多说什么。他们2个小小的侍女自然是要言听计从的。于是，在2名侍女相继离开之后，萧炎也是嘴角带着笑容，推开了这座山上唯一的一处宫殿的大门。整个古族能够在此地居住的，除了如今已经被列为古族圣女的古轩之外，还能有谁？吱呀！伴随着大门开启的声音，萧炎漫步走入其中，穿过那清静的大殿之后，便是已经来到了一处散发着淡淡优雅清香的闺阁当中。在那闺阁的一席绣床之上，一名身穿青衣的绝美女子正静静地盘膝而坐，3000青丝随意散落，肌肤晶莹剔透，宛如美玉。仅仅只是坐在那里，便是如同一道绽放的青莲一般，令人陶醉。如此美人，除了轩儿，还能有谁？似是察觉到了萧炎的到来，轩儿那修长的睫毛微微一颤，缓缓睁开了那双清澈的美眸，望着萧炎的目光也是带着一抹柔美笑容。萧炎哥哥，你来了。望着少女那故作镇定的姿态，萧炎也是忍不住摇头一笑。这妮子如今已经突破斗圣，自己来此虽然没有刻意释放威压，但也没有刻意收敛气息。以他如今的实力，怎么可能不知道萧炎的到来？不过，以他过去对于萧炎的亲密，若是知晓了萧炎的到来，怕是早就已经迎了过来，怎么可能还故作镇定的在这里修炼？之所以如此，还不是因为这丫头有些紧张了。至于为什么紧张，自然是跟萧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关系。只见在少女微微波澜的眼神当中，萧炎已经是缓缓地坐在了轩儿的床榻之上。对此，两人早在很久以前便是已经如此，按理说是不会有着太大的波动的。然而，随着萧炎缓缓地握住了一只玉手，少女的身体也是略微有些紧绷了起来。这紧张的妮子，萧炎轻轻摇头，忍不住感到有些好笑。不过他也知晓这种事情对于一个女孩子的重要性，于是当下他便是轻轻将少女揽在怀里，让她脑袋靠着自己的肩膀。轩儿，你还记得8年前我在萧家说过的话吗？萧炎语气温和，说出的话却是令少女缓缓抬起了脑袋，一双晶莹的美眸在这一刻已经升起了几分雾气。8年前，在那个萧家的小小家族聚会当中，那个年仅12岁的少年便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了令整个萧家族人都无比震撼的话。丫头，吃菜啊，你紧张什么？你放心，这一次我要让所有的荆棘都乖乖匍匐在我的脚下，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成为我们的阻碍。我会踏着七彩祥云来接你，让整个古族都承认我们的关系。那一刻，少年突如其来的告白打破了少女懵懂的感情，却并未造成不好的影响，反倒是令这种感情在那一刻彻底的发芽壮大。薰儿从来不曾怀疑过萧炎的潜力，也一直相信自己的萧炎哥哥会走到那一天。只是在他当初的设想当中，即便是萧炎天赋异禀，即便是萧炎心性非常，可在这漫长的强者路之上，他怕是依旧要走上很漫长的一段时间。然而无论是他还是所有人，都是不曾想到，短短几年的时间，萧炎便是已经走到了一个令所有人都要仰望的程度了。3年斗皇，5年斗尊，7年成帝，他的成就令整个大陆都震惊，也令他感到骄傲。事实上，他的承诺早在2年多前就已经兑现了，之所以两人还没有走到这最后的一步，主要还是因为他自身的修为还没有跟上而已。萧炎哥哥，薰儿一双眸子在这一刻都是有些亮晶晶地盯着萧炎，其上隐隐有着一层淡淡的雾气弥漫。薰儿，萧炎同样凝视着怀中的女孩，前世今生，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面前的女孩始终都站在他的身边，不离不弃。从年幼的懵懵懂懂到经历一路波折，最终走到一起，而后在今后的数千年、上万年都执手偕老。即便是相处的再久，萧炎也不会有着丝毫的厌倦。他对彩铃、小医仙等人有着浓郁的感情，但对面前的女孩却有着在其他众女身上没有的一种独有的感情。等岳父成帝出关之后，我们就举行婚礼。萧炎轻轻挑起少女雪白的下巴，轻轻地低下了脑袋。一夜无眠，只剩下一抹春色在这清静优雅的闺阁里绽放。对于这一次，即便是萧炎的内心也是略微的多出了一丝嫉妒。毕竟前世他的2次人生重要时刻都是被一火干扰，体验感极差，所以这一世他也是需要好好的弥补一下那种人生关键时刻的感受。这一夜过后，萧炎的生活，或是整个斗气大陆的生活，都是终于开始缓缓地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轨道当中。此后长达半年的时光当中，萧炎的本尊都是颇为自在地带着众女回到了乌坦城当中，享受着惬意的生活，而他的分身则是暂时坐镇在了炎神殿当中。如今他已经成为斗帝，而且更是斗气大陆的第一强者，自然是要开始建立起独属于自己
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可以覆盖整个斗气大陆的势力了。这个势力就是炎盟。从这一刻开始，炎盟便是未来斗气大陆实力最为强大，也是权力最大的势力了。萧炎想要整合整个斗气大陆，让斗气大陆进入到更好的发展，让这些人成为未来无尽火域的骨干力量，自然是要提前做好打算。所以在他成帝之后，他便是已经用炎盟的名义，再度将整个斗气大陆的众多势力都给拉拢到了炎盟当中。比起过去，如今的炎盟规模却是比过去要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因为远古八族，包括丹塔花宗、焚炎谷等等所有的势力，在这一刻已经成为了炎盟的成员。萧炎虽然从来未曾动用强迫的手段，可众人都不是傻子，知晓加入者炎盟的好处，也知道萧炎对于通知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萧炎之所以如此做，不过是想要让斗气大陆更加团结一些，凝聚一些罢了。所以在萧炎提出这个建议之后，几乎是所有人都没有丝毫的意见，而是纷纷选择了加入炎盟。萧炎的炎盟从根本上讲，几乎是对于斗圣之下的所有强者都不曾给予太大的约束力，除了立下了几条根本性的原则之后，便是对于所有人都是不再多加管理。当然，联盟一旦建立，那便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利益集体，这一点无论是偏向了哪个方向都是不好。故而萧炎这才在炎盟的中央建立了炎神殿。炎神殿是整个炎盟的权力核心，由药老和古元担任副殿主，负责整个联盟真正的大小利益纠纷。除此之外，炎神殿除了设立了一些弟子名额之外，所有长老均由各族各势力的斗圣强者担任，即便是一些散修宗门，也是会联手推举出来一位散修斗圣作为他们这个利益集体的代表。有了炎神殿这个最高权力机构和监管机构，炎盟也算是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不过在众多势力加入到炎盟之后，众人很快便是体会到了加入炎盟的好处。因为在他们加入炎盟之后不久，萧炎的灵力分身便是在炎神殿当中再度疯狂地吞吸着天地能量，开始突破。毕竟这道分身如今的实力仅仅只有下位帝至尊而已，虽说这般实力已经十分不弱，但若是想要外出闯荡，最好还是修炼到帝至尊大圆满为好。所以当这道分身再度炼化天地能量的时候，整个中州的能量，甚至斗气大陆的能量，都是开始化作一道道河流，朝着炎神殿所在的方向汇聚而来。而后炎神殿所在的范围之内便是下起了雨，那不是寻常的雨水，而是完全由磅礴能量所化作的雨水。尤其是那雨水在落下的时候，被萧炎的地炎无形的淬炼了一下之后，更是变得十分的精纯。这些能量雨水对于斗圣强者而言，作用或许不算很大，但也算是有胜于无的好处。而对于斗尊，那便是一场天大的机缘了。而且萧炎早在修炼之前便是说过，但凡炎盟成员都是可以进入到这能量雨当中修炼。之所以来此的大多都是斗尊，是因为斗皇斗宗能够吸收的能量有限，很多人仅仅10天半个月便是不敢再继续吸收下去。而斗王以下进入此地更是无比的危险，怕是一片能量雨砸落，便是会被砸死在此地。当然以炎盟如今的体量，别说是斗王以下，就算是斗皇斗宗，没有一些门路也是很难进入其中的。而这些还仅仅只是萧炎带给炎盟的第一个好处。这半年的时间，萧炎虽然灵力分身在疯狂的炼化能量突破，可是却也不耽搁这道分身去炼制一些九品丹药。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连修炼的同时分出一些心思炼制一些九品丹药，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压力。于是乎，炎盟的成员在修炼之余，也是看到了那令人更加震撼的一幕。在那炎神殿所在的疆域范围内，几乎每隔3-5天便是会有一道道黑魔雷从天而降，每一次黑魔雷的降世都意味着一枚九品丹药的出世，甚至有些时候他们甚至能够看到九玄惊雷的影子。这般盛况一转便是持续了足足半年的时间。之所以仅仅持续了半年，并不是萧炎坐不住了，而是在半年以后，古族所在位置的一方天地当中，另一道无比强横的气息横空出世，令中州的所有强者都是为之色变。这是又有斗帝强者出世了。这一刻，整个中州的强者都无比哗然，因为这道气息不但是独属于斗帝强者的强大霸道，更是令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感到闻所未闻，似是从来未曾知晓过有着这样一尊强者。于是众人都是纷纷赶到了炎神殿，请教萧炎，询问这尊强大的存在到底是何方神圣。面对众人的疑惑，萧炎却是微微一笑，目光看向身边刚刚赶来不久，面色激动到涨红的萧晨。而后两人都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他是我们萧族的单院族长啊，你们应该叫他玄帝萧玄。玄帝萧玄。当这几个字落在众人耳畔的时候，一些年轻之辈都是面露几分疑惑之色，然而一些年龄较大，甚至足以在各族当中称之为老古董一般的角色们，在这一刻却是忍不住神色大变，脸上充斥着震撼之色。是他，
是当年的萧族族长萧玄。各大古族的古圣们脸上都是纷纷露出震撼之色，而后他们也是纷纷看到了萧炎和萧晨脸上默认的神秘笑容。这一刻，他们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震撼，因为在他们看到萧晨的那一刻，便是已经敏锐地发觉到了萧晨的气息已经再度暴涨，直到了8星斗圣的程度。是的，当初萧炎突破斗帝之时，萧晨的实力虽然有所增加，却也仅仅只是从4星斗圣增加到了6星斗圣而已。毕竟他与萧炎虽然同为萧族血脉，可却是已经相隔1000年，不知道偏差了多少代。虽为同族，但血脉共性其实不算太多，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修为本身就高，恐怕实力增长的会更少。但萧玄突破斗帝对于萧晨的帮助可就太大了，这2人早在当年可就是一对堂兄弟一般的关系，换句话说，便是同一个祖父或是曾祖父，即便是相隔再远，也大致是萧炎与萧宁之间的这般。如此血脉关系虽然并非至亲，却也有着莫大的帮助。因此在萧玄气息降临整个斗气大陆的时候，萧晨的气息也是在这一刻再度从6星斗圣暴涨到了8星斗圣巅峰的程度。除了萧晨之外，萧家原来的众多族人在这一刻实力也是有着再度的提升，不过这一次他们的提升幅度也是并不算大，毕竟一来他们与萧玄的血脉关系其实已经颇为的疏远，二来便是萧炎已经给他们带来了一次血脉激活，这次激活对他们的帮助终究是不会太大。但是饶是如此，也是令得如今的萧家哪怕只是一个刚出生的娃娃，都是有了斗宗级别的实力，甚至一些与萧炎关系较为亲近的孩童，如今也是有了斗尊级别的实力。如今就连萧玉、萧宁、萧妹都是借助着血脉之力踏入到了斗圣层次。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抵不过如此。当然，如今的萧族却是2人得道，其实力之强大，比起远古时代都要强了不知道多少。就在众人因为萧玄的再度出现而感到震撼的时候，古界当中却是再度爆发出了一道同样强横的气息。这一刻，整个炎神殿所在的这片广场之上，瞬间又有着许多人气息突兀地暴涨起来。许多斗宗巅峰的强者忽然一跃踏入到斗尊层次，也有少数几位半圣身体一颤，突破了那道瓶颈自己已久的门槛，成功跻身为斗圣阶层。众人惊骇地回过头去，便是发现这些人竟然都是来自于古族，而一道气息所爆发的方向也赫然仍是古界。望着这一幕，这些强者甚至都不用多想，便是已经猜到了这道强横气息的主人。能够令整个古族都如此接连突破，除了当代古族族长古元之外，还能有何人能够做到？望着这一幕，众人的内心不禁有些五味杂陈，尤其是一些远古8族的强者，心中更是不禁忍不住有些酸酸的。当年的远古8族，如今已经有了2族再度恢复了当年的辉煌，甚至萧族已经比当年更加强大可怕，而他们则是距离这一天还不知道有多久。看看人家萧族原本的一群连斗宗都不是的家伙，如今已经是斗尊斗圣了。再看看人家古族，在古元突破的那一刻，几乎是每个古族族人都增加了至少1星的实力，更有人突破了大境界，进入到了一方崭新的天地。再看看自己，原来还在原地踏步。一想到这里，他们的脸上的羡慕之色便是变得更加浓郁了。回去得督促族长好好修炼啊。是啊，我也想跟着沾一次光。族长不努力，我们徒伤悲啊。望着那些叽叽喳喳的各族强者，甚至就连丹塔、焚烟谷等势力的弟子都是不约而同地看向了自家老祖。老祖，你要努力啊。你看看人家面对这群沙雕炼药师的眼神，丹塔老祖稚嫩的小脸却是一脸淡漠。滚蛋，老子是丹药所化，就算成帝了又跟你们有个鸟关系。一边说着，他默默感受着体内那越发强大的力量，目光看向萧炎，却是带着一些感激之色。这半年的时光当中，萧炎曾经主动提出要让丹塔老祖回炉重造一下。等到丹塔老祖从萧炎的混沌熔炉当中走出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枚9品玄丹了，而是一枚正儿八经的9品金丹，而且他的战力也开始接近于8星斗圣的层次了。伴随着2道强大气息的出现，平静了半年的斗气大陆在这一刻都是变得再度疯狂起来。虽然很多底层生灵并不知道这2道强大的气息意味着什么，可他们也是能敏锐地发现这2道气息与炎帝有着一丝相似。虽然不如炎帝强大，可其生命本质上却的确是走到那一步了。故而斗气大陆的很多强者在这一刻都是变得更加激动，而伴随着2位斗帝的接连突破，古族也是预谋着即将举办一场无比盛大的宴会。自远古之后，上万年来，古族终于是再度有了一位新的斗帝坐镇。当然，纵然是有了斗帝坐镇，他们也是不敢太过骄傲，因为在他们的身旁还有着一个更加强大的萧族。不过如今的萧族虽然强大，可人数却是比他们少了太多，因此古族如今倒也占据了一个大陆第1大族的头衔。此次大宴除了有着因为自家族长突破成了斗帝之外，还有一点
便是萧炎也开始准备自己的婚礼了。既然如此，那便是借助着这场大宴，在2位斗帝的成帝典礼结束之后，直接开始自己的大婚典礼吧。2位斗帝共同的成帝典礼，包括炎帝的大婚典礼，这般仪式已经算是斗气大陆最为重要的典礼了，没有之一。故而，整个古族在这一刻都是忙得不亦乐乎。这般一准备，没有个几天时间是根本准备不下来的。然而，在他们准备到了第3天的时候，一道浩瀚的龙威却是在这一刻再度席卷了整个斗气大陆。紧接着，一道高亢的龙吟便是震碎了斗气大陆的大片云层，然后传到所有生灵的耳中。这一刻，无数人类都是面带一丝惶恐，而无数魔兽则是直接匍匐在地，身体都在颤抖不止。在所有生灵惊骇的目光当中，中州那片聚集了无数魔兽家族的兽域东方，一抹绚丽耀眼的紫金色光芒绽放。紧接着，一头接近10万丈之长的巍峨巨龙从中骤然窜出，宛如一道巍峨绵延的紫金山脉一般，在天空当中回荡。此刻，位于古族和萧族中央的萧炎正在与古元、萧玄笑着交谈，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微微一怔，旋即才忍不住的摇头笑了笑。按照竹坤前辈的脾性，倒是真的是该忍不住要出来好好炫耀一番了。闻言，古元与萧玄也是相互对视一眼，忍不住微微一笑。在3人的笑容当中，那紫金巨龙在绕着整个中州盘旋了一圈之后，终于是化作紫金流光，消失在天际，而后化作一身穿紫金长袍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了3人的面前。此人除了竹坤，还能有谁？4人相互对视一眼，而后便是纷纷大笑出声。自远古之后，斗气大陆终于再度诞生出斗帝强者，而且是在这短短的数年之内，便是已然有了足足4位斗帝：炎帝、萧炎、玄帝、萧玄、元帝、古元、龙帝、竹坤。这4位斗帝将在未来的漫长岁月当中成为斗气大陆的先驱领导者。当然，作为真正令斗气大陆发生重大转折的萧炎，自然也是其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之人。伴随着竹坤突破成为斗帝之后，斗气大陆也是再度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过这一次，人类阵营倒是相对平静了一些，只是略微有些惊讶而已。经历了萧炎、萧玄和古元的接连突破，人类对于新的斗帝诞生已经开始逐渐接受。倒是魔兽界当中，无数魔兽在这一刻却是沸腾了起来。竹坤的出现对他们而言的重要性，则是更加难以言喻。这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今后就算是魔兽，也同样有着成为斗帝的可能。而随着竹坤的出现，古界虽然依旧是这场盛大典礼的举办者，却也不再是单纯的主角。这场成帝典礼最终由3位斗帝共同举办。这场宴会也是汇聚了整个斗气大陆的所有顶尖势力，看上去堪称是无比的热闹和盛大。不过，当持续3天的盛大典礼结束之后，众人却是并未急着离去，因为他们都是知晓，接下来还有一场他们更加需要停留参与的盛宴。果然，当第4天的黎明破晓，金色的阳光开始缓缓地洒落整片大地的时候，一阵龙凤齐鸣的声音开始响彻天地。只见远处的朝阳之下，9头太虚古龙和9头天妖皇并驾齐驱，在其之上，一道赤红轿子宛如岛屿一般悬浮，而在那轿子之上，5道容貌各异却都足以堪称人间绝色的美人，正面带一丝红晕，在众人的目光当中朝着那青年的方向飞去。望着那5道亮丽的身影，萧炎站在原地，嘴角也是缓缓地露出一抹笑容。重生以来，他等这一天也是等了太久。而后，在整个斗气大陆所有强者的注视和祝福之下，他带着5个女子来到了高台之上，完成了这场盛大的婚礼。从这一日开始，斗气大陆终于是再度陷入到了长久的平静当中，日子就这般一天一天的过去，仿佛陷入到了永久的平静当中一般。当然，真正的平静不会永远存在，萧炎的灵力分身始终都是在不停地吞吸着整个大陆的能量。这般情况足足持续了3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里，迦南学院在萧炎的授意之下，成为了斗气大陆第一学府。萧炎昔日的老友们在这些年里也是进步飞速，许多人都是达到了斗尊层次。而迦南学院也开始朝着整个斗气大陆招收顶尖天才。除此之外，在萧玄成帝之后，萧族也是再度在大陆立稳了脚跟，真正的成了完整的体系，一个超级大族正在冉冉升起。而萧炎在萧玄成帝之后，则是将天幕再度改造，令其中再度充斥了大量的能量体，令其中的时间流速都是再度加速，成为了斗气大陆的一大机缘宝地。但凡炎盟成员在达到斗尊之后，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都是有着进入其中获取一些机缘的机会。除此之外，菩提古树也是真正的完成了蜕变，彻底的化作了斗气大陆的位面之灵。而在它化作位面之灵的那一刻，整个斗气大陆所有的生灵都是感觉天地之间仿佛多出了一抹玄妙的清气。尤其是一些高阶强者，
更是感觉不但能量比起过去浓郁了几分，就连灵魂都仿佛莫名的舒畅了一些，对于天地的感悟都是更加的清晰。而这还仅仅只是刚刚开始而已。有着菩提古树作为位面之灵，斗气大陆将来晋升为超级位面，甚至大世界的潜力和好处都是难以言喻的。3年后，乌坦城宁静的后山山巅，黑衣青年静静地躺在一把竹椅之上，在其身旁5名美丽娇妻围绕身旁，身子过得好不惬意。不过众人此刻的目光却是并不在意这山水之间的显现，而是都将目光看着那妖艳到可以颠倒众生的女子的小腹位置。只见这位曾经的蛇人族女王平坦的小腹位置，此刻已经是缓缓的隆起，在那当中，一个幼小的生命正在静静的孕育。萧炎哥哥，我也想要个孩子了。是啊，萧炎哥哥。望着身边那一张张美丽的俏脸，萧炎也是忍不住露出一抹苦笑。这3年的时间，他也是颇为的努力耕耘，可即便是如此，也仅仅只是彩铃在该怀孕的年纪怀上了孩子。至于其他人，似乎就如同过去的命运安排那般，注定要让他们晚一些怀孕。就在萧炎有些无奈的时候，他的目光却是微微一怔，旋即看向了中州的方向。似是察觉到了萧炎的不对劲，众女也是微微一怔，最后同样将目光看向了中州所在的方向。只见那里一道磅礴光柱忽然冲天起，那可怕的威能更是直接令天地变色。望着这一幕，萧炎的嘴角却是缓缓泛起一抹笑容。看样子，这2大分身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伴随着萧炎的声音落下，浩瀚的灵力光柱已经将天穹都染成了一片彩色。在那彩色祥云之下，萧炎的灵力分身终于睁开了那一只紧闭的双目，而后一道浩瀚气息便是已经从灵力分身的身上散发出来。这一刻，灵力分身的修为也是终于达到了地至尊大圆满的层次。与此同时，那漆黑无垠的星空当中，一道漆黑庞大的身体也是开始缓缓抖动，一团绚丽的火焰从他空洞的眼眶当中跳动，紧接着这具庞大身影便是缓缓站起了身体。高大的鳞甲身躯之上，先是燃烧起了一抹绚丽多彩的火焰，而后那绚丽多彩的火焰忽然颜色变化，最后变成了以黑色为主体，其中夹杂着丝丝绚丽色泽的火焰。以萧炎对于火焰大道的把控，别说是改变一下地岩的颜色，就算是令地岩的属性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轻而易举。此刻，这具原本属于炼天魔帝的身体，已经彻底的被萧炎的另一道分身占据融合，成了萧炎的魔帝分身。仅仅如此，还是不能让域外邪族直接承认我啊！萧炎高大的魔躯之上，火焰升腾，嘴角勾起一抹笑容，露出其中的尖锐利齿。而后，他体内的地之本源和灵力都是开始急速变化，属性在这一刻都是彻底的变化。魔气同样是能量的一种，只是这种能量几乎完全属于负面能量。寻常生灵一旦炼化，其灵智必然会受到魔气的影响，从而走火入魔。就算是那些所谓的域外邪族，其实也不过是受魔气驱使的傀儡罢了。他们生下来便是被自身魔气属性所影响，被迫做着属于自己本能的事情。在域外邪族当中，唯有达到魔将、至尊境界之后，才能初步摆脱魔气当中负面能量对于理智的影响。换句话说，只有魔将、至尊以上层次的域外邪族才算是真正的生灵。当然，这也仅仅只是令他们多了些理智罢了。生命的本能依旧让他们热衷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比如杀戮、侵略。不过，这种程度的魔气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并没有什么影响，无论是自身的意志还是灵魂的强大，都是令这些魔气难以对萧炎造成什么影响。也就是说，他现在完全是域外邪族的身体，而灵魂和意志依旧是自己。这就是萧炎的魔帝分身。而几乎是在萧炎的魔帝分身站起的那一刻，他的灵力分身也是冲破天穹，出现在了浩瀚星空当中。2道身躯一大一小，如同一轮漆黑的大日和一缕渺小的萤火，但其身上释放的威压却都是无比的可怕。一气化三清之后，这2道分身不但修为独立出来了，就连灵魂都是独立出来了部分。也就是说，萧炎如今的3道身体都有着地至尊大圆满的实力，而且萧炎的各种手段，3道分身同样可以施展。唯一的区别便是真灵在本尊身上，一旦本尊陨落，真灵转世，其他2尊分身才会跟着陨落。是时候离开了。2道分身相互对视一眼，嘴角不约而同地露出一抹笑容。而后2道分身各自转身，身形开始化作一道流光，开始朝着远处疾驰而去。几乎是在2人离开之后，萧炎的本尊也是来到了此地，目送着2道分身的离开。在他的目光当中，斗气大陆那不知道多么遥远的距离之外，一道比太阳还要大了不知道多少的浩瀚世界正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在他的周围，无数的恒星宛如一道道萤火一般环绕旋转。除了这大量的恒星之外，更有着一道道矿物星球围绕着恒星，又或者是这个巨大的世界环绕。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着一道道神奇的大陆、位面、星球等各种奇特的天体在环绕旋转。而这位于无数星辰、位面中央的巨大世界，便是这周围浩瀚星空当中唯一的一方大世界——大千世界。不过，此刻的大千世界却并不是如同所有大世界那般，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璀璨美丽。在它的左侧，一道道漆黑雾气缠绕，令那近乎半壁的天地都仿佛被墨水浸染，化作漆黑一片。与那浩瀚世界的半壁江山同样被那宛如墨水一般的漆黑浸染的，则是那周围环绕的大量小型世界。自49000年前域外邪族入侵以来，无数生灵都在这场大劫当中遭遇了劫难。无数的下位面经常会有一整个位面都沦为域外邪族的血食。比起这些邪魔的手段，魂天帝的那些手段简直就是小儿科。当然，若是让此辽成长到了天至尊的程度，他应该也是能够干得出献祭一个位面成就自己的事情。最多20年，我会将域外邪族彻底斩灭，将天邪神彻底炼化，让他成为我成神路上的养料。萧炎望着那漆黑如墨的大量黑色，忍不住轻轻一叹。经过那一场大战，大千世界倒是得到了暂时的平静，可其麾下那无数小世界却是难逃厄难。无论是斗气大陆还是天玄大陆，都曾经遭受过域外邪族的入侵。一个没有天至尊守护的下位面，面对域外邪族，真的没有太大的抵抗之力。甚至在萧炎的视野当中，此刻的大千世界麾下，便是有着几座下位面在遭受到域外邪族的入侵，有些已经彻底沦陷，有些则是在接力抵抗。但无论如何，每一刻都有着大量的生灵因为域外邪族的入侵而死去。只可惜，以他如今的实力，还做不到以一己之力屠戮整个域外邪族。大千世界如此浩瀚，即便是以萧炎如今的实力，想要横穿整个大千世界，都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至于其周围空间当中的这大量位面，那更是需要以年纪的时间来穿梭。最好的方法还是尽快恢复到主宰境界，然后一举将域外邪族尽数灭杀。目送着2道分身离开之后，萧炎摇头一叹，也是回到了斗气大陆当中。萧炎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回到乌坦城之后，薰儿便是已经贴心的走了过来，而其余众女同样神情凝重的看着他。对于萧炎这种表情，他们已经是很久未曾见到过了。没事，我只是感觉快要突破了。萧炎咧嘴一笑，本尊这3年多的时间，虽然一直在乌坦城享受生活，却并不代表着停止了修炼。相反，他的实力已经越发的沉淀，距离天至尊只差那最后的一丝，又要突破了。闻言，众女都是微微一怔，旋即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喜色。对此，萧炎却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多说，只是盯着亚飞和云云笑道：“3天后，我便是要开始再度闭关了。这3天的时间，我们好好修行，到时候你们也该尝试突破斗圣了。”闻言，两人也是忍不住脸色绯红了起来，倒是薰儿等人却是忍不住掩嘴笑了起来。众女当中，以彩铃的修为最早踏入斗圣，她有着9彩一族的传承，早在当初便是4星斗圣的修为。而薰儿则是在古元突破之后，一跃跳到了5星斗圣的层次。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她的斗帝血脉早已提前激活的原因。而且，斗帝血脉看似强大，可随着族人的增多，所分摊的天地规则之力也是越发的稀薄。萧炎成帝，他的族人因为实力弱小，而且数量稀少，所以实力提升都是3、4个大境界的提升。而古族的强者却仅仅只能几星的提升，甚至就连古元的亲女儿也只能得到4星的修为提升。不过，因为3年双修的缘故，这3年下来，两女的修为还是纷纷先后达到了7星斗圣巅峰的层次。就连小医仙也是达到了6星斗圣，恶难毒体的天赋可是丝毫不弱于9彩吞天蟒和神品血脉。比起这3女，云云和亚飞却还未曾突破到斗圣层次，一个还是高级半圣，另一个则是达到了斗尊巅峰。之所以如此缓慢，主要还是萧炎不想太过拔苗助长，毕竟两女的资质先天就是要差上一些。云云倒是还好，亚飞却是的确需要好好沉淀。而如今经过3年的沉淀，两女其实也到了该突破斗圣的时候了。闻言，两人相互对视一眼，也是忍不住有些脸红的点了点头。见状，萧炎也是微微一笑，不再多言。3日之后，等到两女服下了菩提炼心丹之后，萧炎也是轻轻抚摸了一下彩铃的小腹，这才离开斗气大陆，来到了浩瀚星空之上。此刻，古元、萧玄、竹坤都是站立在斗气大陆的一方虚空，目光灼灼地看着那星空当中的萧炎。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又要突破了。我等才突破斗帝多久，他竟然已经要触摸到斗帝之上的更高一层次了。3人相互对视一眼，无奈的同时又有些兴奋。此刻，他们也是很想知道斗帝之后的境界到底是何等的强大。不过，他们很快便是开始感受到了，因为萧炎已经缓缓地张开了怀抱。下一刻，整个斗气大陆上方的浩瀚星空
能量都是在这一刻无边无际地朝着萧炎的方向涌了过来。混沌熔炉，吞噬，炼化。萧炎低喝一声，顷刻间，一道直径超过数万里的庞大能量漩涡便是出现在了斗气大陆市上方。突破天至尊所需要的灵力数量之恐怖，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寻常大千世界的强者需要炼化一道位面之胎才能达到这一步。这其中的天地元气若是彻底转化为能量，已经是足以令整个斗气大陆的能量都提升一小个层次。而这还是寻常天至尊突破时所需要的，萧炎所消耗的往往比他们更加可怕。若是在斗气大陆突破，所消耗的能量怕是足以令整个斗气大陆的能量都稀薄30%。好在他有着混沌熔炉这一手段，即便是更加难以炼化的宇宙能量，对他而言也是一样炼化。于是沉寂了3年的斗气大陆的天空，一片色彩斑斓，覆盖了小半个中州的能量漩涡，在这一刻再度出现在了世人的眼中。浩瀚宇宙，3000大世界，1万小世界，共分为5个位面等级。这5个等级分别是初等位面、中等位面、高等位面、超级位面和大世界。初等位面面积极小，能量稀薄，只能诞生出普通生灵。而这种位面当中，生灵修炼的极限甚至都做不到飞天遁地。而中等位面则是可以诞生出一些拥有排山倒海力量的强大生灵。不过这等位面看似强大，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能量会被强大的生灵给吸干的越发稀薄，最后沦落到与初等位面相差无几。高等位面，那便是可以酝酿出完整的位面之胎的大型位面了。这种位面可以诞生出无数的生灵，而且有了位面之胎之后，位面自身会形成一定的规则，天地维持一个缓慢扩张的良性平衡。这等位面同样可以孕育出一位位面之主，也就是天至尊级别的强大存在。这种存在在浩瀚宇宙当中的一个统一称呼，则是被称之为伪神或是半神。他们在自己所在的位面当中，的确是拥有了宛如神灵一般的手段。过去的斗气大陆，如今的天玄大陆，那都是高等位面的代表。可以说，也只有这种层次的位面，才有资格成为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双方阵营所争夺的香饽饽。而超级位面，则是已经达到了一个位面的极限，可以孕育出多位天至尊强者，甚至就连圣品天至尊都可以孕育。这种级别的位面，若是再度突破演变，那便是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大世界。当然，这种蜕变实在是太过困难，即便是放眼整个宇宙的历史，那也是寥寥无几。一如当年的焚天界，即便是最终破碎了，都是未能进化到那一层次。而大世界则是能够孕育出真正的神灵层次强者，这等强者挥手之间，便是可以令一方超级位面分崩离析，吐一口气，便是足以灭杀寻常圣品天至尊。大千世界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世界，不过他如今还始终未曾诞生过一个真正神灵层次的强者，也正是因此，他才被域外邪族侵略到了这副凄惨的境地。此刻，那宛如泾渭分明，一半邪意漆黑，一半生机勃勃的世界外围，2道身影正不约而同地朝着2个方向疾驰而去。漆黑身影身上魔焰滔天，但距离自己的目的地似乎还有着极为遥远的距离。而白衣身影则是已经经过半年的长途跋涉，途中穿过了一道道下位面，甚至顺手解决了几头强大的域外邪族之后，来到了一道面积丝毫不比斗气大陆要小的庞大位面面前。在这完全可以名列高等位面地位面魔壁之外，一头高达近10万丈的庞然大物正被封印在那世界魔壁之外，浑身上下的无数邪异眼睛都是在释放着贪婪邪恶的气息。此刻，他的无数眼睛微微颤动，似是察觉到了什么一般，回头看去，却又是发现似是没有任何东西出现。奇怪，方才我明明感受到了一道危险的气息。异魔皇核心位置的硕大斜眼微微跳动，仔细观察数次，确定是自己的错觉之后，这才再度将贪婪的目光看向了身下这片浩瀚的位面。为了这道位面之胎，本皇已经耗费了不知道多少岁月。父祖，你葬送性命部下的封印，距离破解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结！异魔皇发出瘆人的笑声，在星空当中回荡。他却是没有发现，在那世界魔壁的另一侧，身穿白袍的青年嘴角同样露出一抹笑容。林兄，先让我先看看年轻时候的你是何等模样，再顺手解决了这个废物吧。话音落下，萧炎的手掌便是已经轻轻覆盖在了那位面魔壁的上方。吃，似是察觉到了萧炎的到来，那位面魔壁之上隐隐发出一道抗拒的波动。仅仅那位面魔壁所带来的可怕防御，便是足以抵抗寻常的至尊大圆满的全力攻击。不到天至尊，想要强行破开这位面魔壁进入其中，似乎也是有些困难。不过，这位面魔壁连当年的辅祖和异魔皇都拦不住，又怎么可能真正的拦住萧炎？只见萧炎掌心绚丽火焰翻腾，而后随手一划，紧接着那位面魔壁之上也同样有着火焰开始翻腾，最后
那属于天玄大陆的火焰力量便是主动驱散其他属性的能量，而后流出一道丈许大小的裂缝。而后，萧炎的身形便是丝毫不受阻碍地从中钻了进去。随后，他手掌一挥，便是再度将这裂缝修补愈合，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过一般。这里就是天玄大陆了吗？萧炎天玄大陆的虚空之上，静静地俯瞰着脚下的大地。这是一片比起斗气大陆还要庞大些许的浩瀚位面。在他进入这其中的那一刻，一抹玄之又玄的波动便是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感知当中。那种波动，赫然便是独属于位面之胎的波动。对于这种波动，寻常强者，即便是天至尊，都是未必能够感受得到。但萧炎乃是火之大道登峰造极者，火之大道那是比位面本源更加高级的力量。以他的境界，在进入天玄大陆的那一刻，便是已经感受到了位面之胎的存在。甚至，倘若萧炎有意，他此刻便是可以前往炼化这位面之胎了。只不过，这道机缘对他而言也并非非取不可。念及于此，萧炎的目光也是再度投向了这片大陆最为辽阔的一片海洋。这里便是天玄大陆最为庞大的一片海洋——乱魔海。此刻，在那乱魔海的无尽岛屿当中，一道十分强大的波动正在疯狂凝聚。萧炎眼中绚丽火焰跳动，便是跨越无数遥远的距离，看到了一道足有10万丈之庞大的巨大光圈。在那光圈当中，一道美丽倩影正静静矗立，浑身上下被朦胧的冰晶覆盖，宛如一道美人冰雕一般。在它的周围，乱魔海的海洋正在疯狂结冰，一道直径10万丈的巨大冰帘正在缓缓凝聚而成。是冰主。望着那道美丽倩影，萧炎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他与吴族乃是至交好友，对于对方的妻子倒也有过几面之缘。此女正是后来大千世界的冰灵族族长吴祖灵动的妻子之一，冰主殷欢欢。没想到天玄大陆竟然已经被逼到了这种程度，不过看来我来的也正是时候啊。萧炎摇头一笑，当年冰主之事可是令他的好友痛苦了不知道多少年，如今自己来这么一趟，自然要帮忙顺手解决这个遗憾。目光抬头，萧炎便是看到那世界魔壁上的巨大封印已经有了一个极为微小的裂缝，在那里，一只巨大的邪异眼睛正在贪婪地盯着这方世界。异魔族在域外邪族当中算是一个中偏上的族群了，实力虽然比不上炎魔族，但也不止一位魔帝，其当代族长应当是一位玄魔帝的存在。而这异魔皇则是那尊玄魔帝的嫡子，正是因此，他才能够从异魔族的几位魔帝手中夺得攻打天玄大陆的权利。萧炎目光闪烁，脑海当中回忆着异魔族的信息。一个拥有位面之胎的下位面，无论是对于大千世界一方，还是域外邪族一方，都是颇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因为一旦炼化了位面之胎，不但多出了一个极为稳定的基地，而且还能够培养出一个极为不错的强者。炼化位面之胎，可不仅仅只是能令地至尊大圆满晋升到天至尊那般简单，否则当年的辅祖和异魔皇都是达到了天至尊、幽魔帝的程度，又怎么可能如此窥伺此物？此物真正的好处是可以令天至尊在此地几乎立于圣品之下无敌的程度，而且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在大千世界所在的规则影响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火速遁入到自己所在的位面当中。任何一位位面之主在自己的位面当中都是无敌的存在，除非是有着毁灭者一方位面的实力，否则一旦位面之主回归自己的位面，那便是无人可以对他产生威胁，跟他战斗，那便是在跟一整个位面战斗。而毁灭一个高等位面，的确是唯有圣品天至尊才能做到，而且一旦炼化此物之后，便是可以借助整个位面的力量修行参悟，修炼速度提升之快，同样不可言喻。在大千世界，一个炼化了位面之胎的天至尊，几乎在成为圣品之前，都是不可能再遇到太大的阻碍了。正是因此，位面之胎才成了无数天至尊、魔帝争夺的重要资源。异魔皇一旦炼化了这道位面之胎，便是可以成为异魔族的第2位玄魔帝了，而且保命能力在天魔帝之下，足以名列前茅。正是因此，他才会对天玄大陆如此贪婪，甚至于当初被辅祖封印之后，都是没有向异魔族发出请求支援的消息。他心里无比的清楚，若是让其他幽魔帝知道这个消息，这块蛋糕或许就会被别人给瓜分了。一个小小的幽魔帝罢了，即便是以我如今的实力，要斩杀对方也并不算困难，甚至有机会可以借助对方的力量跨越到天至尊的层次。萧炎目光扫过那巨大的斜眼，而后又看向了脚下渐渐凝聚的巨大冰帘。先去林兄那里看看，这家伙可别现在就已经闭关了。萧炎摇头一笑，转眼之间身形便是消失在了原地。大炎王朝青阳镇，古朴的小镇伫立在山林之间，看上去并没有何等繁华，唯有那偶尔熙熙攘攘的人群流动的大街之上，能够赋予这小镇几分热闹的气息。此刻，就在这人头攒动的大街之上，一男一女就这样平静地走在大街之上。不过虽然是这般的平静，
但路过之人在看到两人之后，却都是忍不住微微顿足一看。盖是因为那女子的容貌太过美丽，一颦一笑之间都是令整个小镇都在她的渲染之下多出了一份美丽。如此仙子，在这小小的青阳镇实在是难以遇到。不过，当众人看到其身边面容平静的黑山青年的时候，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更有些许人在认出了青年的模样之后，神情都是变得激动了起来。是灵动，他是灵动。一些曾经与这位黑山青年有过一面之缘的人，在此刻变得无比兴奋。而在他们的身边，更多未曾见到过黑山青年的人，在听到这个名字之后，都是纷纷露出了狂热的神色。这个名字不但是青阳镇的骄傲，更是整个大炎王朝的骄傲。没想到，你在这青阳镇竟然有着如此热度。青年身旁，宛如谪仙一般的美人嘴角露出一抹笑容，令周围的一些男子都是忍不住看得有些痴迷。年少时闯出的些许名声罢了，不值一提。灵动摇头一笑，走吧，我带你回林家。两人手牵着手，就这样平静地走在大街上。林青竹没有说话，但却能够感受到身边这个男人身上的巨大压力。就在他有些默默心疼身边这个家伙的时候，他却是敏锐地发现灵动已经突兀地停下了脚步。怎么了？林青竹微微一怔，顺着灵动的视线看去，最终在大街的尽头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袍的俊朗青年。不知为何，当两人各自停下脚步，相互对视的那一刻，林青竹忽然莫名地觉得整片天地都在缓缓淡化，仿佛这天地之间只剩下了这么两个人一般。王剑王。不知为何，一个突兀的荒诞念头从林青竹的心中传来，而后他便是看到两人在这一刻竟然已经是极为默契的相互拱了拱手。灵动，萧炎。而后他便是听到了那青年爽朗的笑声。林兄，可否与萧某对饮一番？这人怎地如此怪异？为何一见面便是要对饮一番？林青竹柳眉微蹙，正要说些什么，便是见到灵动竟然已经笑着点头。见此情况，他也是不再多言，只是与灵动一同返回林家。而在两人的身旁，那白衣青年却是笑谈自若，甚至仿佛对于灵动十分了解一般。回到了清冷的林家老宅之后，萧炎便是不再多言，只是任由灵动带着林青竹拜见家族的一些族人。唯有到了灵动介绍他这位新认识的朋友的时候，萧炎的脸上才露出一抹温和善意的笑容。紧接着，他便是随着灵动来到了林家的后山。这座后山看上去已经很久没有人去打理了，荒草丛生，随着迎面而来的清风肆意摇摆。而萧炎的目光则是落在了这后山之上的数间屋子之上。这里虽然看似简陋，却是极为的整洁。房屋之前静静地摆着一道道深深插入地面木桩，木桩之上隐隐可以看到一个个掌印留存。萧炎盯着这些木桩，虽然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的细节，但也隐隐猜测出了其中的一些故事。想来，在多年之前，这里曾经有着一个身形单薄的稚嫩少年，每天一遍遍坚持不懈，挥汗如雨地苦修着最基础的武学。他的内心或许也同样有着某个憋屈的故事，一如当年那个背着玄重尺，咬着牙忍着辱一步一步迈入魔兽山脉的少年一般。故事或许大不相同，但那时的少年们或许都只是单纯的为了一个小小的目标而奋斗，他们也不会想到自己在多年之后会成为这方宇宙的顶尖强者之一。灵动缓缓地闭上双眼，脸庞上满是倦色。比起萧炎，他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成就会何等强大，他只知道自己面前已经有了一个几乎不可能迈过去的坎。实力如此强大，又能如何呢？帮助不了自己心爱的人，也抵抗不了那个看上去几乎没有丝毫胜算的敌人。就在这时，一抹酒香却是莫名地传到了他的鼻尖。他缓缓睁开眼，便是看到那白衣青年已经将一只酒坛送到了自己的面前。喝完这一顿，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白衣青年挑了挑眉，灵动微微一怔，旋即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好。清风拂山岗，明月照大江。月色之下，林青竹整整地看着那一张酒桌之上还饮的几个男子。除去萧炎之外，灵动还将自己的2个生死兄弟也给叫了过来。而后4人便是肆无忌惮地喝了起来。男人总是这般莫名其妙，明明素未相识，明明只是初次见面，为何能够如此融洽，仿佛多年未见的兄弟一般。林青竹不太懂，他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棵大树之上，看着那个男人酩酊大醉。这般一饮便是到了第2日天亮。萧兄，看来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来此的目的难道会与当初的辅祖一样吗？丝丝金光照耀在脸上，灵动双眸微微眯起，带着些许的醉意看着萧炎。哼，我的确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不过你放心，我是你这边的人。萧炎坦然一笑，放心去做，我可以帮你一时，却不能帮你一世。想要守护好你想守护的东西，可不能总是依赖别人啊。唯有达到你们所说的祖境，你才能真正有力量守护好这个世界。至于这一次，便算是我帮你一次小忙吧。
你只管闭关去突破，剩下的交给我便是。闻言，林动脸上表情微微一怔，良久之后，终于还是忍不住对着萧炎一拜：“多谢。”萧炎不语，坦然接受。几天后，林动盘坐在了后山的山崖之边，周围云雾缭绕，一群亲友静静地伫立在身侧。他与林青竹相互对视一眼，而后便是默契地纷纷进入到了闭关的状态当中。后山山巅，萧炎独坐其上，静静地望着这一幕，没有出言。渡轮回劫是这个世界修炼体系当中极为危险的一种手段，当然，每渡过一次轮回劫，他们的实力都会得到巨大的提升。以萧炎的手段，想要帮助林动，其实有着很多的方法，但他却没有出手相助。他相信，这位能够与自己始终并肩而行的男人，不会被这一点点的困难所阻碍。若是这种事情都需要他帮忙，那便是拔苗助长，反而会葬送了一位英雄的冲天气焰。他只是静静地望着远处那逐渐被魔气所笼罩的位面裂缝，眼中没有丝毫的波澜，仿佛在看待一只想要钻入其中的老鼠。独坐山巅，光阴流逝，岁月如梭。萧炎在这山巅之上一坐便是10个月，在他的目光当中，那立于天玄大陆之外的一魔皇，在这一刻已经是整个身体都贴在了天玄大陆的世界魔壁之上，滔天的魔气正在疯狂地侵蚀着那位于魔壁中央的封印之上。那里是佛祖牺牲生命所凝聚出来的一道封印，不过在这般可怕的侵蚀之下，那封印已经是摇摇欲坠，一只邪异的巨大眼睛已经从外界探入，怕是用不了多久，那一魔皇就要破开这封印进入其中了。对此，萧炎倒是没有多少紧张，可对于天玄大陆的其他生灵而言，那可就是越发的绝望了。因为随着那巍峨毁灭身影的越来越近，无数人都是感觉到天地之间的压迫感都是浓郁了几分。面对着那种毁灭身影，无数人在这一刻都是人心惶惶。正是因为如此，此刻那天玄大陆当中超过90%的顶尖强者都是从四面八方赶往了乱魔海。在那里还残留着天玄大陆的最后一丝希望，冰主、殷欢欢，他们迫切地想要知晓冰主究竟能否在这之前踏入到左境。而乱魔海在此刻也是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起来，在那巨大冰帘周围的海域之上，几乎每一座岛屿之上都是人山人海，一道道紧张的目光都是在死死地盯着那道巨大的冰帘。只是任由周围的能量波动是何等的庞大，那道冰帘却是没有丝毫的变化。对此，这些天玄大陆的强者除了不安之外，也是别无他法，只能静静的等待。对此，萧炎也没有出手的意思，而是很快转过头来看向了那孤峰之上的身影。这天玄大陆的修炼体系倒是颇有意思，虽然比较粗糙，令人突破之时的风险会更大，但比起斗气大陆单纯的能量积累，却是潜力更加充足。萧炎微微一笑，10个月来，林动的身上已经被尘埃所沾满，他的身体在这10个月的时间当中已经完成了2次轮回，每一次轮回，其头发都是从黑到白，浑身都是被浓郁的死气所覆盖。不过，他每一次恢复过来，便是生机变得越发的强大，就连对于生死之间的掌握，都是变得如此的成熟。每一次轮回，他的体内都会发生翻天覆地一般的变化，的确是十分的神奇。而且，这天玄大陆的轮回境竟然可以媲美大千世界的地至尊，虽然因为能量纯度要比大千世界的地至尊要弱上些许，可也比斗气大陆的斗圣要强很多。萧炎摇头一叹，心道拥有完整位面之态的位面就是好，哪怕是当初献祭了整个魂族的魂天帝，在这天玄大陆之上，实力怕也不过仅仅只是度过1次到2次轮回劫的水平罢了。在萧炎那静静的观察当中，眨眼之间1个月的时间便是再度度过，这片天地之间的氛围却是变得越发的紧张起来。很多人在这般可怕的压力之下，甚至已经纷纷跪伏下，向着那冰雕一般的美人祈祷。因为在那遥远的天际，在那巨大的虚无当中，一道巨大的裂缝已经缓慢地撕裂开来。到了这一刻，已经不仅仅是萧炎，就算是天玄大陆的其他生灵，都已经能够模糊地看到那巨大的裂缝了。至于一些实力强大者，更是能够清晰地看到那巨大的裂缝，以及那裂缝之后的邪恶眼睛。轰隆！莫名其妙的，原本蔚蓝的天空忽然变得昏暗了许多。感受到天地的变化，那黑压压的人群也是心头一颤，纷纷抬起头看向了天空。只见天空之上，一道裂缝正在虚无当中渐渐地裂开。那是什么？带着几分绝望的尖叫骤然传来，无数人顺着声音紧张地抬起头，而后一抹惊骇欲绝的神色便是浮上脸庞。只见那苍穹之外，原本就已经渐渐裂开的封印裂缝，终于有些支撑不住，一道道漆黑魔气已经从其中渗透。在那无尽魔气的背后，一只没有丝毫感情的冷漠双眼正静静地注视着下方的无数生灵。仅仅只是被那巨大的眼睛扫过，所有人的身体在这一刻都是开始忍不住的微微颤抖，即便是那些轮回境的强者，此刻都感觉体内的元力仿佛变得僵硬。他们自然知晓这是一种虚幻的表象，
真实的原因其实是他们的内心隐约开始了恐惧。而后，他们便是敏锐地发现，那只巨大的邪恶眼睛在扫过整个天地之后，最后落在了那庞大的冰帘之上，准确地说，是在那冰帘中央的冰主身上。轰隆！几乎是在下一刻，无尽的魔气宛如翻滚的浪涛，在所有人头皮发麻的目光当中，强行穿过了那封印裂缝，开始疯狂地汇聚起来，最后化作一只苍白巨大的手掌。他要干什么？许多人忍不住惊呼起来，心中不好的预感越发的浓郁。只见那手掌足足有着数万丈巨大，其上虽然没有太多的魔气缠绕，可给人的毁灭之感却是比单独的魔气要更加的可怕。不必多想，众人便是已经明白了那巨大手掌的真正目的。他的目的便是在宾主突破之前将之提前灭杀。当年的一个辅祖便是已经令他头疼万分，被对方燃烧轮回封印了这么多年，如今若是再诞生出一尊祖境，那他想要攻下天玄大陆的难度也只能是再度增加了。只见那苍白巨大的手掌硬生生地从那位面封印裂缝当中凝聚，而后洞穿了整个虚空，最后朝着那位于乱魔海之上的大阵狠狠地拍了过去。拦住他！见到这一幕，天玄大陆的强者们也疯狂了。一旦被这家伙得逞，那天玄大陆的最后一丝希望也从此破灭了。在这种绝望之下，所有人反倒是暂时压抑住了内心的恐惧，双眼在这一刻都是变得无比赤红了起来。此刻无数人都是催动自身元力，几乎将自身的最强手段纷纷施展出来，大量的能量体链朝着天空轰击而去。然而任由成千上万的攻击轰击过来，那天空之上的苍白大手却是纹丝不动，无视周围所有人的攻击，继续朝着那大阵攻击过去。与此同时，天空之上，萧炎望着那从天而降的手掌，却是忍不住轻轻摇了摇头。让一群下位面的家伙联手对抗一尊魔帝，倒是真的有些难为这些家伙了。话音落下，萧炎双指并起，朝着那乱魔海的方向遥遥一指。乱魔海，那庞大阵法之下的浩瀚海域，在这一刻都是被那巨大手掌之上的可怕威压直接压迫的方圆数十万丈的海域，在这一刻都是迅速下沉。阵法中央，生死之主等诸多强者望着这一幕，彼此的脸上都是露出了一抹绝望之色。准备动用组织守护吧，仅凭我等的力量是不可能拦住这一招的。生死之主轻叹一声，以他们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跨越这道天堑对抗一魔皇，哪怕仅仅只是一掌，他们唯一能够依仗的便是八道祖符的力量，唯有借助八道祖符，再加上他们的竭力催动，才有那么一丝希望拦住。然而也仅仅只有那一丝而已。就在众人纷纷祭出祖符，准备开启最后的防御之时，那众多强者当中的炎神殿殿主摩罗却是忍不住微微一怔。下一刻，整片天地都仿佛静止了一般，在所有人的目光当中，原本阴暗晦涩的天地忽然多出了一抹橘红。这橘红出生，只是令周围的强者感到有些温暖，紧接着整片天地的温度在这一刻便是骤然升高。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当中，方圆万里、10万里内的火属性能量开始迅速汇聚，最后化作一道丝毫不比那苍白大手要小的赤红太阳。这太阳刚刚出现，四周的温度便是再度升高，令周围的海水都开始迅速蒸发。而后这太阳的颜色便是再度变换，眨眼之间便是已经化作了一轮炽热白色的大日。当这轮大日出现的那一刻，下方的无数强者都感觉自己仿佛就要脱水了一般，就连那位于大日附近的众多轮回境强者都是感到一种可以将他们焚烧为灰烬的灼热传来。好在这大日所针对的并非是他们，而是那从天而降的苍白大手。白日飞升，不知从何而来的淡淡呢喃从天地之间响起，而后在所有人的目光当中，那一轮白色大日仿佛从海中升起的金乌一般，朝着那巨大苍白的手掌撞击了过去。轰隆隆，白色大日与苍白手掌骤然轰击在了一起。而后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当中，无尽的火焰与无尽的漆黑魔气在虚空当中疯狂对撞湮灭，每一丝火焰与魔气的对撞都是令周围的大片空间崩裂湮灭，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碰撞都是足以堪比寻常轮回境强者的全力一击。在这般可怕的碰撞之下，那令所有生灵绝望的苍白大手竟然硬是没有办法落下一丝一毫。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白色大日最终似是有些不济，在僵持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之后，终于是坚持不住，化作漫天白色的火焰消散。不过当那白色大日消散之前的最后一刻，那无数白色火焰似是发出了最后的反击，骤然凝聚，然后轰然爆开。在这最后的反击之下，那苍白手掌也是微微一颤，最后化作魔气，被残余的白色火焰焚烧殆尽。望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所有人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旋即便是爆发出了排山倒海一般的欢呼。他们不知晓这白色大日究竟来自何方，但他们知道的是，这白色大日挡住了一魔皇的路，挡住了他的一招。虽然仅仅只是一招，
可却也是整个天玄大陆目前来看，唯一一个可以以一己之力抗住一魔皇一击的水平。这控火之术简直是出神入化，这难道是一位祖境强者不成？望着那凭空而来的一轮白色大日，摩罗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他身为火焰祖符的掌控者，天玄大陆当代强者当中数一数二的玩火强者，对于那一轮可怕的大日感触最为深刻。那般实力根本就不是轮回境可以施展出来的。这位神秘强者对于火焰的控制，简直是超出了他太多个层次。但在震惊之余，他便是同其他强者一样，脸上露出了一抹狂喜之色。倘若天玄大陆有着这样一尊强者的加入，那对抗一魔皇的把握绝对是大了不知道多少。这一刻，无数生灵的内心都是燃烧起了一抹新的希望。比起他们，那一只窥伺在封印之外的巨大邪异眼睛，在这一刻却是骤然一缩，旋即暴怒与杀机便是从中爆发而出。准天至尊，怎么可能？天玄大陆何时出现了一名准天至尊？你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你究竟是什么人？一魔皇的声音带着阴冷与暴怒的杀意在天玄大陆回荡。他实在是有些无法接受，自己耗费数千年的心血，眼看就要将这天玄大陆拿下，眼看就要炼化位面之胎，可这天玄大陆却是突然出现了一尊神秘强者。方才那一击虽然是他随意一击，虽然那一轮大日看似强大，实则应当是对方的竭力一击，可能够挡住他，即便是大千世界那些普通的地至尊大圆满都做不到。能够做到这一点，至少是最为顶尖的地至尊大圆满或是准天至尊。而若是真正的天至尊，那抵抗他这一手应当没有这般费力才对。但是真正令他忌惮心慌的，不是来了一名准天至尊抵挡自己，而是这座位面已经开始被大千世界的强者注意到了吗？在这之后，会不会再来几个天至尊助阵？到时候危险的可就是自己了。面对那阴冷暴怒的声音，天地之间却依旧是平静无比，只是在良久之后，才有着一个淡淡的笑声在天地之间回荡。而接下来的这个名字，也将烙印在天玄大陆无数强者的心中。无名，炎帝。淡淡的笑声在天地之间回荡，却是令这片天地的生灵在这一刻在眼中都燃起了一丝希望的火焰。虽然不知道这位炎帝到底是何方神圣，甚至在天玄大陆的历史当中都是未曾听说过这等人物，但是毫无疑问，面前的这位强者拥有着抵抗一魔皇的力量，而且他明显是站在天玄大陆这一方的，仅仅如此，这便是够了。这便是意味着天玄大陆有救了。念及于此，整个天玄大陆的生灵在这一刻脸上都是带着兴奋的神色，甚至有些浮躁之人已经耐不住欢呼了起来。反观那封印裂缝之外的巨大眼睛，此刻却是死死地盯着这片天地，眼中的惊怒之色已经难以言喻。为什么他费尽千年的计划，如今马上就要得逞了，却是被那该死的什么炎帝给阻碍了？一魔皇其实并不担心这个叫做什么炎帝的家伙，他真正担忧的其实是如今的天玄大陆已经被大千世界的那群天至尊给盯上了。若是如此，那他不但有可能争夺不到这座位面之胎，甚至有可能会被那群天至尊围攻。同等级当中，除非是一些极为擅长肉身和生命之术的强者，否则大千世界的天至尊往往在生命持久上要比这些魔帝要稍逊一筹。这才导致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这场漫长的斗争当中，许多天至尊需要燃烧自己生命将那些魔帝给封印起来。然而那只是1对1的情况下，若是遭到围攻或是高一个等级的强者镇压，若是逃跑的不够及时，那即便是生命力强大一些，也是会落入万劫不复的下场。所以当察觉到萧炎那一招当中隐约蕴含的灵力气息之后，一魔皇有些慌了，尤其是在发现自己竟然发现不了这个准天至尊的气息之后，他更是有些紧张。一个小小的准天至尊，怎么可能令他这个魔帝级别的强者一点都察觉不到？唯一的解释便是此人身上有着天至尊级别的宝物，或是身边还有着一位天至尊。白日飞升，我记得此招似乎是大千世界大日宗的一道顶尖术法。一魔皇站立在位面封印之外，浑身上下的无数双眼睛在这一刻都是疯狂闪烁。大日宗那虽然不是大千世界最为顶尖的势力，却也是普通的顶尖势力了。这宗门在远古时代可是有着数位仙品天至尊坐镇的，如今虽然没落了一些，但想来几名天至尊应该是能够凑得出来的。这个炎帝或许便是来自大日宗的一位准天至尊。一魔皇脑海当中疯狂嘶嚎，权衡利弊之后，终于还是看向了身后那浩浩荡荡的一魔族大军。当年一战，他从族中带来的大军有着许多都是被佛祖封印在了天玄大陆当中，而外界这些经过这上千年的繁衍壮大，却是已经再度接近当年。不管了，位面封印最多还有1个月就将被我彻底的冲破。一魔皇咬了咬牙，眼中露出一抹狠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准天至尊罢了，一旦破开封印，我便让他知晓我的厉害。
倘若他身后真的有众多大日宗的天至尊，或是有着击杀我的把握，怕是也不会等到这个时候。而若仅仅只是一个天至尊，那我无论付出何等的代价，这次也一定要将这天玄大陆给拿下。若是实在不敌，想必我也可以及时逃回族内。异魔皇内心几番挣扎之后，最终还是依旧选择了坚持进攻。只见他身上的滔天魔气再度爆发，开始更加用力地侵蚀着位面封印之上的裂缝。萧炎的突然出现，着实是令他内心多了几分紧张，生怕再拖延下去会出现什么变故。他必须赶在大千世界的强者发现这里之前将位面之胎给炼化，因为一旦炼化了位面之胎，那圣品之下的强者便是对他无可奈何。而圣品，大千世界其实一共也就这些，他们每一个都十分重要，不可能随意离开。在异魔皇疯狂攻击位面裂缝的那一刻，山巅之上的萧炎在这一刻却也是露出一抹笑容。傻瓜，这些都是骗你的啊！看似平和的笑容之下，却是有着无限的杀机。方才的那一招白日飞升，的确是大千世界大日宗才有的宗门绝技，在众多神通当中算是极为顶尖，是一位仙品天至尊闯出的手段。这一招对于寻常的至尊大圆满乃至于准天至尊都算得上是消耗极大的一招，正是因此才能抗住那异魔皇的随意一掌。只可惜施展这一招的却是萧炎，以他对于火之大道的感悟，催发此招消耗的力量却是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之所以如此做，便是不想打草惊蛇，令那异魔皇太过忌惮。毕竟萧炎如今的实力其实也仅仅只是地至尊大圆满，想要越级斩杀一位魔帝，对于大千世界的其他强者而言，简直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而对于萧炎来说，击败一名魔帝或许不难，可想要击杀对方，也的确是需要费上一些心思。不过费些心思就费些心思吧。萧炎的目光扫过这片天地，在那乱魔海的整片上空，亿万道被隐匿极深的灵印已经悄然融入到了空间当中。成为地至尊大圆满之后，萧炎的灵魂力量已经无声无息地恢复到了灵品天至尊的层次，也就是所谓的灵品大宗师。除了已经凝聚出来的至尊法相之外，这次他还要以整个乱魔海为阵，给异魔皇布下一个大网。而此刻鱼儿却还在外界疯狂地冲击着封印，似是想要疯狂地往网子里钻。接下来的半个月里，那异魔皇虽然竭力侵蚀着位面封印，却始终未能彻底的突破。不过看那封印的越发稀薄的模样，距离那彻底破开的一天看来也是不远了。不过这一刻，天玄大陆的生灵们却是不再彻底的绝望，因为他们的心中已经有了新的希望。那个希望便是那个虽然从未露面，却已经在大陆所有人心中出现的人——炎帝。大家不知道炎帝到底强到了怎样的程度，却是知晓这位存在至少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够应接异魔皇一击而毫发无损的强者了。不过今天除了这位炎帝，那道冰莲即将成为天玄大陆的第二道希望。就在这半个月之后，天地之间的气温忽然隐隐开始降低了几分一般，而后在众人的目光当中，方圆数十万丈的海面开始迅速冰封，而那一朵巨大的冰莲却是在这一刻缓缓碎裂，随后化作无数晶莹的光线四处漫天飞舞。伴随着那漫天冰屑的散去，一道庞大冰冷的气息便是在整个乱魔海蔓延开来，以至于到了后面一些强者甚至感到有些寒冷，体内的元力都是微微凝滞。这种凝滞可不是面对异魔皇的那种恐惧所产生的，而是在这可怕的低温之下真实发生的。冰主，是冰主，冰主突破了！在这般可怕的低温之下，周围的强者非但没有丝毫的慌张，反倒是一个个开始变得一脸激动起来，因为这道气息明显要比一般的三重轮回镜要强大了太多。显然这位冰主是突破成功了。师妹，你突破了！这一刻，生死之主等一群强者也是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冰主。倘若冰主突破到了祖境，再加上那位神秘的炎帝，那异魔皇怕是真的无法再拿天玄大陆怎样了。然而在所有人凝视的目光当中，冰主一头湛蓝色长发随风飘舞，一张美丽绝伦却仿佛万年冰霜一般的脸庞，却是淡漠地摇了摇头。还没有，如今的我应该只能算是半步祖境。半步祖境。闻言，众多强者脸色微变，旋即有些控制不住地皱了皱眉头。对此，冰主却是没有再过多的解释，而是微微转身，而后身形便是已经消失在了天地之间。冰主消失了，他去干什么了？一群人面面相觑，却是无可奈何。这位冰主的性子的确是太冷了一些，但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冷一点怎么了？比起即将面临的大劫，这些又算得上什么？另一边，随着冰主的苏醒，青阳镇林家后山的山崖之上，一道庞大的气息也是在这一刻骤然苏醒。只见那宛如石化了一般，浑身已经布满灰尘的人影，在这一刻终于是睁开了双眼。顷刻间，生死轮回的玄妙气息在他身上不断的轮转，那可怕的气息，另一旁守护的灵焰、灵雕等人都是忍不住微微色变。
不过色变之后，他们的脸上便是露出了狂喜的神色，因为当灵动睁开眼的那一刻，他的气息便是已经踏入到了3重轮回境的层次。这般修炼速度，放眼整个天玄大陆的历史，也是足以排到前3了。几乎是在灵动睁开双眼的那一刻，另一道庞大气息同样浮现，那是林青竹的气息。见状，众人都是再度一怔，旋即脸上的喜色便是越发的浓郁。两人连连突破到了轮回境3重，倘若不是面临异魔皇的大劫，此刻当真是一大喜事。不过，随着两人的接连突破，还未等两人的气息都纷纷平稳，天地间的温度便是隐隐降低了几分。在所有人的目光当中，一道仿佛冰雪凝聚的身影已经缓缓地浮现。而灵动在看到这道身影之后，脸上同样露出了喜色。你突破了。听到灵动的话，宾主漠然的脸上略微浮现了一抹温度，沉吟片刻之后，最终有些神色复杂的盯着那越发成熟强大的青年。如今的我只能算是半步祖境吧，即便是我拼尽全力，怕也仅仅只能抗住那一魔皇的一击而已。说完，他的眼底也是露出了一抹隐约的希冀。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那位叫做炎帝的前辈，倘若他愿意出手相助的话，那或许还有着一丝最后的机会。宾主说话之间，语气却是依然凝重，反倒是站在他对面的灵动，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却是微微一怔，而后嘴角缓缓浮现一抹笑容。他闭关期间，并非对这天地之间的气息感应不到一点，萧炎出手的事情，他其实是模糊的感应到了。同样，林青竹和殷欢欢同样应当是感受到了。跟我来吧。在宾主惊愕的目光当中，灵动一只手抓住他冰凉的玉手，另一只手却是抓住了林青竹的手。就这样，3人在众人的视线当中离开了这片山崖，而后朝着远处的山峰一路而去。片刻之后，一道身穿白袍的身影缓缓地出现在了宾主的视线当中，而似是察觉到了3人的到来，那白袍青年也是转过头来，笑着看向了那迎面而来的3人。林兄，倒是要恭喜你与2位夫人共同突破了。萧炎微微一笑，却是令宾主微微一怔，甚至来不及因为萧炎的调侃而脸红，只是盯着两人仔细看来看去，最后才忍不住看向灵动道：你与这位炎帝前辈认识？闻言，萧炎却是微微笑着摇头道：我与林兄一见面就颇对胃口，宾主叫我萧炎便是。对于萧炎知晓自己的名字，殷欢欢却是丝毫不意外，只是将目光看向了萧炎。一旁的灵动和林青竹似是察觉到了他的意思，目光也是一同看向了萧炎。萧兄，林某一生不曾求人，但这一次林某斗胆恳求萧兄救我天玄大陆所有生灵一次。灵动目光望着萧炎，眼神无比坚定，甚至可以说是铿锵有力。男子汉大丈夫，求就是求，没有什么弯弯绕绕。至于萧炎的恩情如何回报，只要他能够帮天玄大陆这一次，今后就算是让他死，他都不会眨一眨眼。随着灵动的话音落下，殷欢欢和林青竹的声音同样落下，而后3人便是被一道柔和的力量给扶了起来。林兄放心，此事对我而言只是顺手一帮罢了。萧炎的声音传来，令3人心头忽然莫名的一松。不过当听到这2个字的时候，灵动3人的心中却是轻叹一声，又踏实了许多。果然，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位萧兄虽然人很好，但总不可能无欲无求。不过，只要他能救得了天玄大陆，付出些代价，那都是太过划算了。就在3人都开始盘算起萧炎会提出怎样的报酬的时候，却是看到萧炎正促狭地看着灵动和两女。不过，林兄，你这家眷实在是有些不太听你的话。今日我若是不来，你身边的这位宾主，怕是就要献祭自己，来助你成就祖境了吧？此事过后，你可要好好教育一番。萧炎话音落下，殷欢欢的脸色便是微微一变。闻言，一旁的灵动也是微微一怔，旋即那原本笑容和和煦的脸庞便是多了几分阴沉。他缓缓扭过头去，双目当中的阴沉光芒已经阻挡不住的盯着那张宛如雪莲一般的绝美脸庞。你真的打算这么做？低沉的声音从他喉咙里传出，令殷欢欢的俏脸都是微微一变。良久之后，他才轻轻咬着红唇，一双美眸忍不住倔强地盯着灵动。是，对不起，我让你进祖宫却凝练神功，还逼你连渡3重轮回劫，我真的是一个很令你讨厌的人呢。可是我只想让你……殷欢欢话音未落，便是已经感到一股巨力将他揽入到了怀中，那般可怕的力道，就算是他如今这个半步祖境都感到有些难受。但看到那双略带赤红的双目之后，他还是停止了反抗。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灵动缓缓抬起头，四目相对，赤红消散，只剩下那宛如哀求一般的语气。因为我也同样不想失去你啊！啪啪啪，耳畔传来的拍手之声打破了这极为煽情的一幕。两人微微一怔，旋即脸色都是略带了几分红润，有些尴尬不好意思地看着萧炎。哼，林兄，你们之间的事情
今后还是回家自己慢慢家法处置吧。接下来，那异魔皇可是马上就要降临天玄大陆了，接下来还是干点接下来该干的事情吧。当听到萧炎的这句话之后，两人这才从方才的情绪当中迅速脱离出来，而后看向那天空当中越发稀薄的封印和那越发显眼的身影，眼中的神色再度变得无比凝重。当务之急，还是要先破除了异魔皇这个巨大的威胁啊！若是破不开这道威胁，那他们有没有今后，怕是都要另说。想到这里，三人都是情不自禁的将目光看向了身边的萧炎。萧兄对付这个家伙可有什么把握？可需要我等做些什么？灵动目光扫向萧炎，却是看到对方依旧一脸风轻云淡的笑了笑。无妨，对付一个小小的异魔皇，我一人足矣。这话音落下，虽然是十分的轻松平淡，但落在三人耳中之后，却是令人忍不住的露出一抹苦笑。一个小小的异魔皇，这话是怎么能够说得如此轻松的？要知道，这个该死的东西可是硬生生的耗死了佛祖，也令天玄大陆数千年来陨落了不知道多少强者啊！不过，虽然不知道萧炎究竟是否在吹牛，但以灵动对于此人的接触，应当是不会过度的吹嘘。而且，若是萧炎敌不过这所谓的异魔皇，那他的下场必然也会是无比的凄惨。灵动不相信会有人愿意拿自己的性命去开这种玩笑。当然，他们也不知道面前的这个白袍青年只是萧炎的2道分身之一，他的本体此刻还在斗气大陆的位面魔壁之外冲击着天至尊境界呢。走吧，我们去乱魔海。萧炎见状也不再多言，异魔皇对于这五祖灵动而言是一场大劫，却也是令他蜕变的巨大动力。而今自己人为的改变了这场命运线，或许便是会阻碍了这位好兄弟的强者路。倘若不是因为不想再看到有情人之间的分离，萧炎甚至不会主动出手相助。磨难的确会让人痛苦，但战胜磨难之后，同样会让人更加的强大。既然自己如今替他扛下了这道磨难，就必须给他在其他的方面增加一些压力，否则或许便是会葬送了一条英雄路。伴随着萧炎的话音落下，他的身形已经消失在了原地。而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三人相互对视一眼，也是纷纷消失在了天际。山崖之旁，林雕、灵燕，包括青檀等一群修炼有成的强者，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纷纷化作一道道残影，消失在了山崖之上。乱魔海，浩浩荡荡的海水一望无际，其直径怕是超过了100万里不止。而此刻，那乱魔海的中央位置，却是有着无数强者汇聚到此。此地便是宾主突破之时所选择的那处大阵中央。在那大阵的周围，无数岛屿之上都是人山人海，人们的脸上都是纷纷带着紧张不安的神情，因为他们都知道，此地或许便是不久之后决定整个天玄大陆命运的地方。就在这紧张焦虑的氛围当中，天空当中的空间却是微微泛起一阵波动，而后便是有着一道身穿白袍的身影缓缓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白袍身影身姿颀长，俊朗面孔却是极为的年轻。他出现的那一瞬间，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未曾察觉到他的出现，直到看见那一道白衣身影之后，所有人才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他是谁？此人似是从未见过。虽然未曾见过，但其出现的那一刻竟然没有惊动到任何人，足以证明此人的实力之强大。在场的人山人海当中，普通强者倒是还好，仅仅只是感到有些惊讶，但一些顶尖强者在看到那陌生的白衣身影，结合后者那强大的实力之后，很快便是瞳孔微微一缩，似是联想到了什么一般。而似是为了验证他们的猜想，仅仅过了片刻的时间，3道散发着强大气息的波动便是再度降临乱魔海。而当看到这3人的身形之后，众人都是再度一愣，旋即脸上都是浮现出了一抹狂喜之色。是灵动，他和林青竹都突破到轮回境3重了。天啊，如此天赋，放眼天玄大陆的历史，都是足以称得上拔尖。还有宾主如今的实力，甚至比寻常的3重轮回境要更加强大了不知道多少。众人纷纷对视，眼中露出一抹莫名轻松的同时，却又将疑惑的目光投向了3人。那种疑惑自然不是在询问灵动3人究竟是如何突破的，而是在询问那位神秘的白袍青年的身份。似是理解了众人的目光，殷欢欢与灵动相互对视一眼，最后在萧炎默许的目光当中，还是殷欢欢率先开了口。毕竟现如今来说，他才是天玄大陆的第一强者。诸位，这位便是当日帮助我等抵抗异魔皇攻击的那位神秘强者炎帝。这位炎帝先生今日前来乱魔海，为的便是要帮助我等抵抗异魔皇的进攻。炎帝先生将是我天玄大陆的大恩人。殷欢欢的声音依旧带着几分清冷，明明是没有太多的感情波动，此刻却是宛如一道清凉的清风一般，吹入到了各族强者的内心，令他们的身体都是一个激灵，旋即各自的脸上在这一刻都是纷纷忍不住的露出了一抹狂喜之色。他们当日都是亲眼见到过这位炎帝大人出手的，
那一轮宛如真正太阳一般的白色大日，是真真正正的抗住了一魔皇的一招。虽然仅仅只有一招，可却也是整个天玄大陆唯一可以以一己之力抗住这一招的。若是其他人，哪怕是生死之主这等存在，在那一掌面前，或许都唯有陨落一途。在这些顶尖强者的感知当中，如今的冰主或许也能够硬抗下这么一招，可却完全不可能毫发无伤。这一点便是准天至尊和半步祖境之间的巨大差距了。虽然都是距离天至尊只剩下了最后的半步，可准天至尊的灵力之精纯、神通之高强，都是比半步祖境要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当然，寻常准天至尊要接下这一招，即便是不受伤，怕是也要消耗大量的灵力。可萧炎却是又不一样，他与准天至尊之间的差距又要更大了不知道多少。炎帝，炎帝！不知道谁先带头喊了一句，无数强者都是发出了浪潮一般的呼声，甚至有人激动的当场跪下，痛哭流涕。自从位面封印裂开之后的这1年的时间来，他们每天都在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内心的压力和绝望可想而知。如今在得知有了这样一尊大救星之后，自然是无比的激动。此刻，甚至就连生死之主等顶尖强者都是忍不住眼眶微微泛红。在这种几乎等同于绝处逢生的环境当中，饶是以他们的心性都感到有些激动难耐。诸位，炎帝虽然愿意帮助我等，可一魔皇终究不是等闲之辈，我等切不可因为炎帝的出手相助就大意了。要对付一魔皇，接下来怕是还要有一场苦战。冰主的声音再度打破了众人的欢呼，直到听到这句话之后，众人才从方才的狂喜当中清醒过来。是的，炎帝虽然强，但现在还并未获胜，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就在众人彼此相互对视，准备与这位神秘强者一同对付那所谓的一魔皇之时，天空之上那道神秘的白袍身影却是终于笑着开口了：诸位，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你们还是赶快离开此地吧。当听到白袍青年的这句话之后，众人原本热切、激动、狂热的表情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而后才听到那白袍青年有些尴尬地解释道：我与一魔皇战斗之时，方圆100万里之内都将无比的危险，那种战斗的波动，3重轮回境之下，一旦触碰到，便是必死无疑。所以，为了各位的安全考虑，大家还是往后退一下吧。听到这句话，众人都是忍不住纷纷对视一眼，旋即脸上都是露出一抹无奈的苦笑之色。3重轮回境之下，一点战斗的余波就会被湮灭。这话虽然说的是实话，可为何总感觉这么打击人呢？好在这些人虽然有些郁闷，可在这种时刻，若是有人会表现出对这位炎帝的不满，怕是会在瞬间被周围的人给撕了。所以，在萧炎的话语落下之后，众人也是在诸多轮回境强者的安排下，纷纷退出了萧炎所亲自画出的那片浩瀚海域的范围之外。随着众人的纷纷离去，原本热闹的乱魔海在这一刻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只剩下那波涛汹涌的海面日复一日的翻滚着。如此这般，又是过去了足足10天的时间。轰隆！乱魔海周围100万里的众多岛屿之上，天玄大陆的所有强者都是将目光看向了遥远的虚无方向。在那里，一道道低沉当中带着魔性的雷声传来，在那雷鸣传荡之间，一道道邪恶的波动开始真正的入侵了这片天地。这一刻，尽管知晓已经有了一位炎帝来拯救天玄大陆，可当众人将目光看向那巨大的位面裂缝之后，他们的身体依旧是忍不住的开始微微颤抖。这位炎帝真的能够胜过一魔皇吗？距离最近的一座岛屿之上，殷欢欢盯着那巨大的封印，俏脸依旧是有些止不住的紧张。闻言，一旁的灵动却是轻轻握住了他和林青竹的玉手。我相信萧兄，灵动轻声说道，眼神却是无比的坚定与信任。他与萧炎满打满算其实才认识了几天之间而已，甚至可以说仅仅只是2回交道。第一次是2人喝酒，第2次便是已经请他出山。但不知为何，他对于萧炎却是有着一种谜一样的信心，而他相信自己的这种感觉是不会错的。很快，在所有人恐惧的目光当中，一道道黑色的火焰开始缠绕在了那位面封印之上，而后发出一道道刺耳的魔音。最后，在众人复杂的目光当中，这道位面封印，这道曾经的守护之门轰然碎裂。咔嚓！当那位面封印崩裂开来的那一刻，原本10万丈庞大的位面裂缝，此刻竟然隐隐有着再度扩张的倾向，而后仿佛有着一张恶魔的巨嘴在撕咬着这片天地。下一刻，滚滚魔气便是如同粘稠的墨水一般涌入到了这位面裂缝当中，令这片天地之间的日月都为之失色。痴痴，无尽的魔气在天空汇聚，最后化作一道覆盖了小半个乱魔海的巨大魔云。而在那魔云的最前方，一道巍峨高达10万丈的巨大身影缓缓地从魔云当中走了出来。仅仅只是现身，便是令天玄大陆的众多强者无比的恐惧，以至于身体快要没有了力气。这是一尊身高10万丈、脚踏天地的万臂魔影，在那一条条的狰狞手臂之上，
无数双眼睛一开一合之间，都是有着无比邪恶的毁灭气息传来。而这尊万丈身影在现身此地之后，几乎是在几步之间，便是已经带着那厚重的魔云来到了乱魔海的上空。紧接着，他那胸口位置最为硕大的狰狞魔眼，便是已经盯上了那身穿白袍的身影之上。一个小小的准天至尊，竟然敢阻碍本皇的道路，是你大千世界太过狂妄，还是我族这些年表现得太过温和，以至于被你如此轻视？异魔皇无数眼睛仿佛同时盯着萧炎，其中的杀机没有丝毫的遮掩，甚至下一刻，一道无比庞大的漆黑魔气光柱，便是已经朝着萧炎的方向狠狠地袭杀了过来。你当真以为能够抗住本皇随手一击，便是可以与一位魔帝叫板了不成？可怕的魔音在天地间回荡，魔气光柱直接崩碎了方圆万里的空间，令天玄一方的顶尖强者都是忍不住微微色变。这一招可比当初袭击宾主的那一招要更加可怕。就在众人无比担忧之际，一道巨大的火焰手掌却是凭空出现，最后在众人惊骇的目光当中，直接劈开了那巨大的魔气光柱。下一刻，天地之间的温度骤然升高，一道同样巍峨高达10万丈的巨大身影缓缓出现在了这片天地之间。紧接着，一道爽朗的大笑便是在这片天地间浩浩荡荡地传递开来。一个小小的异魔皇罢了，若不是要引诱你进入天玄大陆，我又何必等这般良久？林兄，今日我会好好教你如何对付这些魔帝。你看好了，我只示范一次。话音落下，异魔皇那巨大的斜眼便是骤然收缩。只见那天地之间10万丈之高的巍峨法相顶天立起，无数绚丽的火焰凝聚，宛如水晶一般绚丽。在那巍峨法相的身躯之上，一道道蕴含着大道气息的古老符文雕刻在精美的铠甲之上。这尊法相仅仅只是站立在那里，举手投足之间便是仿佛火焰大道的化身那般神奇。也正是这道法相，随手便是直接破开了异魔皇的攻击。这一幕令异魔皇不得不双眼微眯，眼中露出一抹震撼之色。这是什么法相？怎么会如此的强大？异魔皇浑身的无数双邪恶眼睛都是在疯狂的闪烁。他终于明白，一个小小的准天至尊为何有勇气跟自己这个魔帝叫板了。这道火焰法相的威力超过了他以往所认识的任何一种至尊法相，竟然能令人以准天至尊的实力叫板一尊魔帝。要知道，准天至尊和天至尊、魔帝虽然仅仅只差最后一步，可双方的差距却依旧是无比的巨大。他方才那一道魔气光柱已经足以令寻常的准天至尊重伤，也唯有那些大千世界当中最为顶尖的准天至尊才能勉强接下。可萧炎却是硬生生的直接破开了这一招，这也让他明白，面前的这个白袍青年，即便是放在大千世界，也绝对是最为优秀的那种天才。即便是那所谓的5大古族的继承人，他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想到这里，异魔皇无数眼睛当中的震撼开始转变，很快便是化作了贪婪。若是能够击杀一尊你这样的天骄，简直是比击杀一尊灵品天至尊功劳都要巨大。而且，你身上的那至尊法相的凝聚之法，本皇也要定了。他的声音无比的森寒，其中的贪婪也是令一些天玄大陆的生灵微微颤抖。至尊法相的凝聚之法，对于域外邪族而言，虽然没有使用价值，却也有着参考价值，能够令准天至尊拥有敢跟魔帝叫板的实力。这样的至尊法相是何等的可怕！若是让炎魔族那些家伙知道，他们怕是愿意花费重大代价来换取这至尊法相的凝聚之法。此法的价值绝对不逊色于一道位面之态。异魔皇无数斜眼露出贪婪之色，下一刻，那巍峨高大的庞大身躯便是直接踩踏的整个乱魔海的海水都开始剧烈震荡，上万条巨大的手臂在这一刻开始化作上万道拳脚，朝着萧炎的方向杀去。小子，交出你的至尊法相凝练之法，随我返回族中，我可以饶你一条性命。异魔皇笑声狰狞，上万条手臂，每一条都携带着巨大威能，每一拳每一掌都足以击杀一位轮回境强者。那般可怕的威势，令远处观战的众多强者们都是脸色苍白。直到异魔皇的真身降临，他们才知道这位存在的实力到底是强到了怎样的程度。这般可怕的攻势，哪怕是宾主在其面前，怕是也坚持不了一息的时间。这个境界与他们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们对于萧炎同样是无比的担心。毕竟从异魔皇方才泄露出来的只言片语当中，可以看出这位炎帝的实力似乎比异魔皇还是差了一些。不过他们的担忧很快便是被那火焰法相的下一个举动所打破。只见在那异魔皇出手的瞬间，萧炎那巍峨的炎帝法相身后，无数条火焰瞬间涌现，最后同样化作了上万道庞大的手臂，与那异魔皇展开了疯狂的轰击。咚咚咚，在无数生灵震撼的目光当中，上万道火焰手臂和上万道带着狰狞斜眼的手臂在天地之间疯狂的撞击，每一次撞击都是令无数空间直接崩裂湮灭。那可怕的余波
直接令乱魔海的海水倒灌，无数岛屿在那余波之下直接化作飞灰，甚至整个乱魔海都隐隐有着崩裂的趋势一般。望着这一幕，众人轻轻摸了一把额头之上的冷汗，终于明白了萧炎在几日之前所说过的话。的确，在这等宛如末日一般的对战当中，3重轮回境之下的强者，怕是真的连那些余波都足以将他们绞杀。轰隆隆，4对巨大无比的手掌相互对轰，可怕的波动直接将方圆万里的天地都撕裂，炎帝法相倒退了足足数十步，每一步都是令那脚下的乱魔海海域坍塌，大量海水不要钱了一般的蒸发。而一魔皇此刻却仅仅倒退了不到2步，他硕大的眼瞳死死地盯着萧炎，眼中的贪婪之色更加浓郁。虽然方才萧炎与他的战斗当中明明处于下风，可两人之间的力量差距到底是何等之大，他这个魔帝实在是太过清楚了。正是因此，他才更加认识到了这至尊法相的价值。借助着这道至尊法相，你的实力的确是无比强大，甚至已经足以媲美最弱的天至尊了。一魔皇无数眼睛盯着萧炎，发出怪异的声音。不过，你以为本皇是那些初入此境的废物吗？今日，你这至尊法相我要定了。一魔皇声音落下，便是再度朝着萧炎呼啸而来。然而，面对那扑面而来的一魔皇，萧炎的嘴角在这一刻却是泛起了一抹冷笑。你以为，若是仅仅只有这些手段，本帝又如何敢以身犯险？天地万火，听吾号令！萧炎话音落下，整个天玄大陆的火属性能量在这一刻都是疯狂躁动起来。在灵动等人惊骇的目光当中，那无穷无尽的火属性能量都是朝着那至尊法相的位置疯狂涌入，令萧炎的原本就可怕的实力再度暴涨。他之所以敢跟天至尊、魔帝层次的强者较量，自然不可能仅仅只是因为炎帝法身和自身的灵力等诸多手段。准天至尊与天至尊之间看似一步之遥，差距却是大的匪夷所思。若是没有一点底牌，即便是借助诸多手段，萧炎也最多在对方手里保命而已，又怎么可能敢说出可以击杀对方这种话语？他最大的底牌，除了那已经达到灵品大宗师的底牌之外，还有一个便是对于火之大道的掌握。火之大道，那是超越了位面之胎的更深层次的力量，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则之力。只要拥有火焰的地方，便是可以为萧炎提供一份助力，这才是萧炎真正的依仗。在这天玄大陆，他无法如同位面之主一般调动整个大陆的所有力量，但身为炎帝，他却是可以号令宇宙当中任何一处的火属性能量。能够调动多少，唯一的区别便是他自身的实力可以承载多少。最起码调动一个下位面近乎所有的火属性能量，对他而言都已经不算太过困难。轰隆隆，在一魔皇和众人惊骇的目光当中，四面八方的火属性能量疯狂地朝着萧炎汇聚。到了后面，甚至令一魔皇都隐隐有些心惊。将一个下位面的火属性能量尽数凝聚，此人现在的力量，怕是比自己都差不了多少了吧？我就不信你能驾驭得了如此庞大的力量。一魔皇浑身邪意，眼睛一开一合，身形一动，骤然撕裂了乱魔海的海水，留下一道万丈的真空海道，然后出现在了萧炎的至尊法相面前。真魔灭世拳，给本皇死！一魔皇低喝一声，浑身魔气在右臂之上汇聚，令他的右臂瞬间暴涨了数倍不止。可怕的威势在这一刻直接洞穿了虚空，令周围化作大片虚无。天玄大陆的众多强者看到这一幕，都是忍不住微微色变。这一拳的威力，比起当日袭杀宾主的那一掌要强了10倍不止。显然，到了这一步，那一魔皇也是终于被逼得开始动用底牌了。就在所有人都无比担忧萧炎的时候，那位于一魔皇下方的萧炎却是双臂一抬，至尊法相所演化出的2只巨大手掌之上古老，纹路弥漫，举手投足仿佛达到化身，而后无声无息地接住了这一拳。没有任何动静，但两人交手所在的空间却是正在不停地湮灭。而后，在众人震撼的目光当中，萧炎那巨大的至尊法相用力一扭，轰隆！一魔皇巨大的身躯在这一刻竟然开始不受控制地被牵引落下，重重地砸在了乱魔海的海面之上。顷刻间，海水炸裂，一道道万丈浪涛开始宛如海啸一般朝着周围的四面八方席卷而去。望着这一幕，众人忍不住再度咽了一口唾沫。对于萧炎所说之话，这才变得更加清晰了几分。如此毁天灭地、宛如末世一般的可怕景象，竟然仅仅只是两人交手的些许余波而已。好在围观众人实力比起萧炎一魔皇宛如蝼蚁，但其实彼此实力已经算是不错，大多都有着飞天遁地之能。当下各自便是自己或是跟随着一些强者升入到了高空之上继续观战。如此一战，若是错过了，怕是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当众人纷纷升到万丈高空，甚至站在远处的天空云层之上的时候，便是再度骇然地发现，萧炎的一只手掌已经按在了一魔皇的脑袋之上。而后，
在所有人的目光当中，萧炎背后上万条手臂开始疯狂轰击，无穷无尽的火属性斗技神通在这一刻仿佛不要钱一般的疯狂轰出，每一招都足以轻易灭杀一位3重轮回境。此刻汇聚了整个天玄大陆火属性能量的炎帝法相，足以将异魔皇按着地上打。他此刻的战力已经完全不逊色于灵品天至尊。混蛋！感受着那压在自己头顶的巨力，异魔皇发出狰狞的咆哮。他在天玄大陆的位面魔壁之外等了足足上千年，如今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却是忽然遇到了这么一尊凶神。而且这明明只是一个准天至尊，可实力却是比寻常灵品还要难对付，竟然令他都开始处于下风。种种遭遇令他无比痛苦的同时更加恼火。本皇跟你拼了！异魔皇抬起头，双臂挡住萧炎那落下的拳头，而后便是被另一只拳头再度砸到脸上。可怕的巨力直接将他那满是血眼的脑袋都给砸得变形，那可怕的力道令他的意识都是微微一沉。不等他反应过来，又是一拳砸在他的腹部，直接将他腹部的2颗血眼给生生打爆，漆黑的魔血落入乱魔海，将乱魔海都给染得漆黑。天魔玄遁，万手魔劫！异魔皇几乎动用了自身可以利用的诸多魔族手段，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被那巍峨法相给破解。甚至有一次，那巨大法相将一枚绚丽火莲直接按在了他的脸上。那火莲爆炸的一瞬间，异魔皇只感觉自己的魔魂都险些震散。回过神来的时候，自己的半张脸庞都已经被炸烂了。倘若不是因为域外邪族的生命力更加顽强，他甚至怀疑自己此刻已经重伤了。这些伤势，若是换作大千世界那些天至尊的话，已经不算轻伤了。再这么打下去，我或许会被他活活打死。异魔皇心中露出一个不安的念头，虽然无法接受，可却让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跟这个家伙打下去了。我要回去，我要回族中，请我父亲前来亲自镇杀这什么炎帝。异魔皇心中绝望，一旦返回族中，那便是自己失败了，不但会遭到族中其他魔帝的嘲讽，更会令他的父亲失望，甚至连位面之胎将来都未必会属于他。可他明白，只要萧炎还在这里，他就根本不可能得到那所谓的位面之胎。不但位面之胎得不到，甚至连性命都可能丢在这里。思绪之间，又是一记掌刀落下，削去了他的数条手臂。我跟你拼了！异魔皇浑身眼睛都快瞪得爆裂开来，低喝一声之下，连同那掉落的手臂，足足上百条手臂一同爆裂开来，化作无边魔气与萧炎的拳头轰击在一起。借此机会，他终于摆脱了萧炎的控制，退到远处，浑身无数眼睛都是怨毒地盯着萧炎。炎帝，我就不信，举我一族之力，还对付不了你！异魔皇发出怨毒的嘶吼。下一刻，那天空之上无边的魔云开始迅速蠕动，顷刻间，铺天盖地的魔影忽然如同下雨一般的疯狂地朝着异魔皇的方向汇聚。望着那近乎无穷无尽的魔影，天玄大陆的众多强者都是忍不住心头一颤。这般数量，比起远古之时还要多了不知道多少。拦住他们！林动忽然怒喝一声，众人也是纷纷反应过来，准备出手相助。他们或许对付不了异魔皇，但对付这些异魔族的大军，应当还是可以应付的。当然，在这般可怕的数量面前，今日怕是免不了要牺牲很多人了。可是，人家炎帝都亲自出手了，他们又怎么好意思躲在后面？就在这群强者准备动手的那一刻，一道炽热的火浪却是将100万里之外的所有强者都给驱散。只见萧炎巍峨法相站在原地，目光扫过那异魔皇身后近乎无穷无尽的魔族大军，脸上不但没有丝毫的紧张，反倒是露出一抹森然笑意。来得好，你们都到了，我就不担心会有什么大的漏网之鱼了。话音落下，萧炎掌心印结变化，下一刻，一道道赤红晶莹宛如玉印一般的印记突然从周围的空间缓缓浮现。赤红印记之上释放着明亮光芒，先是1枚，然后是2枚、3枚。眨眼之间，乱魔海上方的100万里空间便是被无数萤火虫一般的赤红印记所遍布。亿万灵印宛如满天繁星，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当中。望着那周围忽然闪烁出现的亿万道赤红色的灵印，异魔皇先是微微一怔，旋即浑身上下的血眼在这一刻都是骤然瞪大，一股莫名的寒意从他的内心升起，令他心中生出不妙之意。不好，是陷阱！快撤！几乎是在这一瞬间，异魔皇平生最为紧张的一声嘶吼：“撤！快撤！”他的话音落下，那刚刚来到他身边的无数异魔族大军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愣，脸上露出一抹茫然的神色。而后便是在异魔皇的指挥下，似是想要撤退。只可惜，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那无数灵印之上已经爆发出了一道道璀璨的光彩。现在才想到撤退吗？可惜已经有点晚了。淡淡的笑声传来，另一魔皇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冷战。很快，他便是看到那亿万道赤红的灵印之上爆发出了大量的赤色丝线，以无数灵印为节点，亿万丝线几乎是在瞬间连接。在无数异魔族大军
以及天玄大陆强者们的眼中，几乎是在顷刻之间覆盖了方圆100万里，近乎将大半个乱魔海都给笼罩的巨大阵法，便是缓缓凝聚。你还是灵阵大宗师？异魔皇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口中发出了不可置信的话语：灵阵大宗师可是比天至尊更为罕见。此人以一个准天至尊的实力，不但可以发挥出灵品巅峰的战力，甚至还可以催动出灵品巅峰的阵法。这一刻，他的内心已经隐约多出了一丝极为巨大的危机感。这等强敌，若是再这么消耗下去，那今日可就真的是他陨落的时候了。念及于此，异魔皇无数眼睛看向萧炎的目光，在这一刻也是变得越发的怨毒。在怨毒之后，便只剩下了最后的果断。灵阵师大多都是不擅长近战，可一旦凝聚出灵阵，那便是足以碾压同级当中的大多数强者，最起码一道灵品级别的灵阵也足以重创他。而且这萧炎的近战还同样可怕，异魔皇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是此人的对手了。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先逃出去再说。砰砰砰！伴随着他的念头落下，他身体之上那无数条巨大的狰狞魔壁都是在这一刻纷纷爆裂开来，大量的魔血开始铺天盖地地朝着四面八方爆射而来。吃吃！伴随着无数魔壁爆裂，那魔掌当中的一颗颗邪恶魔眼也是同时飞出，无数魔眼悬浮在异魔皇的面前一起眨动，那般景象就宛如地狱一般，令人看了忍不住头皮发麻。无始魔碑！异魔皇发出阴冷狠辣的声音，而后那无数魔眼也是宛如组成了一道阵法一般，开始缓缓的融合，最后在天空当中化作了一道足足100万丈庞大的巨大魔碑。在那魔碑之上，无数魔眼自然而然地镶嵌在其中，仿佛天地之间的能量在被这些眼睛注视之后都会被污染。而后异魔皇的最后几十道魔眼都是看向了身后的无数异魔族大军，冰冷的声音无比残酷，在天地之间回荡。祭碑！随着异魔皇的声音落下，那无数的异魔族大军在这一刻竟然是仿佛没有丝毫的理智一般，听到他的命令之后，没有丝毫的犹豫，便是开始朝着那巨大的魔碑狂奔而来。砰砰砰！无数异魔仰天长啸，而后便是一头狠狠地撞在那魔碑之上，轰然炸成了一团粘稠的黑色血肉。短短数十息的时间，那已经有着数不清的异魔族宛如飞蛾扑火一般的在那魔碑周围自爆，将大量漆黑的血肉都融合在了那魔碑的周围。随着这些血肉的融入，那巨大魔碑之上的气息也是开始越发的可怕恐怖，一种冰冷的令天地都微微颤抖的波动开始缓缓地从那巨大的魔碑之上散发出来。那般可怕的气息，即便是宾主殷欢欢都是忍不住脸色微变。望着这一幕，灵动等人同样是脸色微变。他们虽然不知道这魔碑的威力到底到了怎样的程度，可却知晓这是异魔皇的拼命绝招了。若是萧炎拦不下这一招，这异魔皇非但会逃出天玄大陆，甚至还有可能会再度威胁到萧炎。当下他们都是有些紧张担忧地看着那大阵中央的萧炎。炎帝能以准天至尊的修为将本皇逼成这副模样，你的确是本皇见过的大千世界阵营最为了不起的天才。不过本皇以燃烧真身为代价，倾尽我异魔族大军过半之数，就不信你还能奈我如何？只要本皇这次逃离，下次来的强者可就要比本皇更强了。异魔皇面容狰狞，几双魔瞳死死地盯着萧炎。这一战他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就算是休养千年的时间都未必能够彻底恢复。而他付出如此可怕的代价，竟然仅仅只是为了从一个准天至尊的手中逃离，说起来还真是有些可笑。等他返回到异魔族，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甚至拼着这位面之胎拱手让人，他也一定要让这个叫做炎帝的家伙付出巨大的代价。此人不死，将来必定会成为整个域外邪族的大患。无始魔碑，万魔之印。异魔皇发出低沉的咆哮，声音当中带着浓浓的不甘。为了这位面之胎，他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他熬死了佛祖，在外面等了足足上千年，如今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结果却是被人逼得需要献祭大军来逃离。伴随着他的低吼，那巨大魔碑也是终于成型，而后直接令方圆万里的空间崩塌，朝着那巨大的阵法狠狠地撞击了过去。此碑的威能已经到了灵品巅峰，我就不信如此还破不开你这大阵。异魔皇浑身沐浴着自己的魔血，魔眼狰狞地盯着天空之上的大阵，下方的100万里海域都是在这魔碑的威压之下再度掀起了惊涛骇浪。然而面对这般变化，萧炎的表情却是依旧平淡，甚至他的至尊法香都开始迅速消散，露出其中一袭白袍的俊朗青年。谁告诉你这是灵品大阵了？略带几分嘲弄的笑声传来，令异魔皇的身体都是忍不住微微一颤。只见下一刻，萧炎终于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的手掌。嗡！伴随着他的手掌缓缓抬起，那笼罩了整个乱魔海的巨大灵阵终于开始爆发出刺眼的红光，
顷刻间，天地间的火属性能量被彻底的调动，与萧炎至尊法相所化作的无数绚丽火焰疯狂凝聚在一起。借助着这道大阵的力量，萧炎已经将整个天玄大陆的火属性能量尽数调动，完完整整，再无一丝剩余。甚至随着这道大阵的凝聚，整个天玄大陆的气温都开始飞快的降低。若是拖上个10天半个月，怕是这座大陆上的普通生灵都会被生生的冻死。不过，萧炎要对付异魔皇，倒也用不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因为在那大阵的上方，无数火属性能量与那绚丽火焰疯狂相融，最后缓缓地化作了一道直径超过100万丈的巨大手掌。巨大手掌遮天蔽日，赤红的掌身之上还燃烧着无数绚丽的火焰，所在之处，空间直接被焚烧成了漆黑的虚无。而望着那一只巨大的火焰手掌，以及萧炎方才说出的话语，异魔皇的身躯在这一刻却是微微颤抖了起来。仙品大阵。这一刻，他无数魔童看向萧炎的目光都是多了一丝恐惧和不可置信。一个小小的准天至尊，怎么可能催发一道仙品层次的大阵？此阵一出，那便是他的父亲异魔族的那位玄魔帝想要将之破开，都要花费一些功夫了。而这道阵法，对于如今深陷天玄大陆的异魔皇而言，则是近乎毁灭的打击。杀！异魔皇发出最后的癫狂嘶吼，100万丈的巨大魔碑携带巨大的冲击力，朝着那具大手掌狠狠冲撞了过去。在献祭了大半的异魔族大军以及自身真身为代价之后，他的攻击也隐约达到了仙品的门槛，最起码要比寻常的灵品巅峰还要稍胜一筹。然而，萧炎只是微微一笑，手掌开始朝着下方狠狠一按。顷刻间，四面八方的海水掀起滔天巨浪，宛如有一只无比巨大的手掌按在了海水之上。然后，在所有生灵震撼的目光当中，巨大的火焰手掌从天而降，落在了那庞大的无始魔碑之上。此阵名为大荒焚天阵，此招名为大荒焚天手。萧炎站在远处，依旧笑容平淡地望着那脸色巨变的异魔皇。他的灵魂力量的确只能算是灵品大宗师的层次，可因为他在火焰一道上的造诣，他还是能够依仗着对于火焰的操纵，勉强地施展出这道仙品大阵的。大荒焚天阵本就是他与后来的灵动共同交流之时所创，不过那时两人早已成为主宰，推演这般阵法其实只是一时兴起，随意推演出来罢了。当时的两人都以为今后也用不到这一阵法了，倒是萧炎没想到自己在重生之后竟然会来到此地。既然来了，那便用这一招来了结了异魔皇吧。一道仙品大阵汇聚了整个位面无穷无尽的火属性能量所凝聚成的大手，即便是仙品天至尊都需要谨慎对待，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异魔皇。所以在那巨大手掌落下之后，异魔皇便是绝望地发现自己近乎倾尽举足之力所施展的无始魔碑，在被那大荒焚天手按住之后，便是再也无法进展。别说是撞破这大手，甚至再往前挪动分毫都做不到。捏！萧炎神色平淡，一直虚握着的右手用力一捏，咔嚓咔嚓，巨大魔碑发出不堪重负的声响。而后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当中，被那只遮天蔽日的火焰手掌直接硬生生捏爆。砰！魔碑发出最后一声哀鸣，而后彻底爆碎，化作无数漆黑的光点，朝着四面八方四散开来。噗嗤！底牌神通被生生捏爆，异魔皇浑身一颤，数枚魔瞳在这一刻轰然爆裂成了血雾，口吐鲜血，疯狂倒退。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异魔皇发出绝望的嘶吼，最后仅剩的10几颗魔瞳死死盯着萧炎。他自知生机无多，但他绞尽脑汁都想不明白，自己不但会败在一个准天至尊的手里，甚至连逃跑都做不到。一个准天至尊是怎么可能催动得了仙品大阵的？我懒得跟你说，你不配听。萧炎淡漠地扫了异魔皇一眼，一个小小的幽魔帝，要不是因为灵动的原因，那根本没有资格跟自己做对手啊。话音落下，他手掌一翻，便是朝着异魔皇的方向再度拍下。欺人太甚！异魔皇最后的诸多魔瞳都气得直接炸开，然后汇聚在一起，化作一道漆黑光柱，朝着那火焰手掌爆射而来。然而这般拼命的手段仅仅令那火焰巨手微微一顿，而后便是继续落下。火焰巨手再度落下，异魔皇举起最后的双臂抵抗，然后瞬间爆裂，火焰巨手落下，异魔皇脑袋碎裂，而后整个身体瞬间炸裂。异魔皇死！在异魔皇陨落之后的瞬间，萧炎双臂虚爆，火焰大手瞬间分解，大量的火属性能量随之消散，回归到了天地之间。天玄大陆的温度开始再度回归，而那大量的绚丽火焰则是开始再度汇聚，最后变成一道直径10万丈的巨大熔炉。吞！萧炎手指一指，混沌熔炉爆发出可怕的吸力，将那四散在乱魔海当中的海量魔气尽数吞噬。在那海量魔气的中央，一道邪异光芒疯狂逃窜。萧炎心念一动，无数火焰丝线疯狂缠绕，
便是将那邪异光芒给牢牢束缚，任由那邪异光芒如何挣扎，都是无法逃离，只能被那混沌熔炉给吞吸进去。望着这一幕，残余的异魔族大军也是脸色大变，疯狂地朝着四面八方逃窜。然而，在那可怕的吸力之下，他们都是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纷纷被吸入其中。一炷香的时间之后，混沌熔炉快速收缩，最后化作拳头大小，其中无数魔气跳动，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这种束缚。乱魔海的海面缓缓恢复平静，天空再度被阳光照耀的一片清明。无数天玄大陆的强者怔怔地望着这一幕，双目隐隐泛红。良久之后，一片排山倒海的欢呼开始在整片天地回响。赢了，我们赢了！排山倒海一般的欢呼震动天地，无数强者在这一刻喜极而泣，就连灵动、冰主、林清竹等人在这一刻都是眼眶微微泛红。至于生死之主等一群强者，此刻更是激动到了微微落泪。从1000年前的远古大战到今天，异魔族的存在就像噩梦一般缠绕在这些顶尖强者的心头。为了对付这个可怕的势力，无数强者在这些年前赴后继，不断地付出着自己的生命，甚至就连佛祖都是拼着燃烧生命为代价，但是封印了异魔皇。然而，无论是佛祖还是其他强者，都是始终未能真正的解决这个祸端。而今天，这个曾经缠绕在天玄大陆头顶足足上千年的噩梦，终于在这一天彻底的结束了。自此，天玄大陆再也不用担心这些家伙的威胁了，这片大陆的生灵将迎来一次新的生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站立在虚空之上的年轻身影，正是因为他的出现，才终结了这场天玄大陆1000年的祸患。他的名字叫做炎帝。炎帝，炎帝！无数人抬起头颅，望着那凌空而立的一袭白袍，发出了发自灵魂的吼叫。就是这个人，将那威胁了天玄大陆上千年的祸患给解决掉的，而且还是用那般强大、可怕的手段。曾经不可一世，连佛祖都要拼着燃烧轮回为代价才能重创的异魔皇，在这位存在的手中，却是被打狗一般活生生的打死。他引以为豪的底牌，却是被对方生生捏爆，这又是何等可怕的实力！因此，在感激这位伟大存在的同时，无数人看向萧炎的目光同样带着炽热的向往。如此伟力，方为大丈夫！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无数呼唤，萧炎目光在周围略微扫过，嘴角也是带着一抹笑容。前世他战胜魂天帝，拯救了斗气大陆的时候，周围传来的欢呼也是如此的振奋人心。萧炎虽然不是什么大善人，但能够得到别人如此的回馈，总归是一件令人心情颇为不错的事情。散了吧！萧炎望着那近乎覆盖了大半个乱魔海的巨大阵法，手掌一挥，无数灵印也是在这一刻顷刻化作无数能量散去。等到这大阵散去之后，天地间的能量也是终于缓缓的彻底的恢复了平衡，就宛如那乱魔海的海水一般，缓缓的再度平静了下来。不过，只有那海面之上消失的诸多岛屿，以及那海底多出的无数条深不见底的海沟，才能见证此地曾经发生了一场何等可怕的大战。大战结束，天玄大陆终于再度恢复了以往的生机，无数人都处在了这种欢呼雀跃当中。为了感谢萧炎，众人不但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席，更是在乱魔海将一座巨大山峰雕刻成了万丈石像。这尊石像赫然便是萧炎的样子。天玄大陆的生灵选择了以这种方式来感谢萧炎，自此萧炎的名字将会与佛祖一般，一同在天玄大陆流传。这两位来自异世界的来客，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挽救了天玄大陆。当然，未来的不久，天玄大陆终将会诞生出一位真正生于此、长于此的超级强者。而此刻，这位超级强者在宴席散去之后，正安静地听着萧炎的警告。异魔皇虽死，但天玄大陆并没有真正的安全下来。异魔族除了一尊魔帝之外，还有数位跟他实力相差无几的魔帝，以及一位实力比他更加强大的老祖。那是一尊玄魔帝级别的可怕存在，就算是现在的我，也不是他的对手。而且，我也不可能一直守护在天玄大陆，这里终究是你们的家乡，需要你们自己去守护。萧炎的话音落下，令面前的灵动、殷欢欢以及林青竹都是脸色苍白。他们本以为异魔皇陨落之后，天玄大陆的危机便算是彻底的解除了，却没有想到异魔皇之外还有着更加可怕的异魔族大军。按照萧炎的说法，一旦异魔族的全体大军杀过来，那天玄大陆将在无丝毫的抵抗之力，一个异魔皇便是已经将天玄大陆折腾成了这副模样。若是再来上数倍于此的敌人，以及一位更加强大的玄魔帝，那天玄大陆哪里还有一丝生机？小兄，你既然已经花费手段斩了异魔皇，想必自然也是对于那异魔族的大军有所把握，否则怕也不会在我天玄大陆白白浪费时间吧。灵动虽然脸色略微发白，但一双眸子却是紧紧地盯着萧炎。按照他对于萧炎的了解，萧炎若是说出这番话，
想必除了给他们增加压力之外，也应当有应对那一魔族的方法。就算是不敌，应当也有机会自保才对。否则，他又何必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去拯救天玄大陆，对付异魔皇？萧炎看似花费了极大的力气，但实际上应该也是有着其他的把握才是。听到林动的话语，萧炎不置可否的一笑，但神情却是依然带着些许的凝重。方法的确是有，不过这其中却是有些太过艰辛。说罢，他目光也是看向了林动，轻声道：“唯一的方法便是令天玄大陆再度诞生出一位祖境，而后由这一位祖境掌握你们这天玄大陆的第一神物位面之胎。唯有炼化了位面之胎，这位祖境强者便是可以成为所谓的位面之主，在自家位面当中实力堪称无敌。除非敌人强到能够直接将这一个位面毁灭，否则便是再无法威胁到天玄大陆。”萧炎的话音落下，林动等人的脸庞却是越发的沉默。这些时日的相处，他们自然已经知晓，天玄大陆所谓的第一神物，便是那传说当中的位面之胎。一旦炼化了位面之胎，那便是可以成为传说中的位面之主，在自家位面之内，实力将比祖境强者更加可怕，镇压异魔皇也轻而易举。可是，一位祖境强者又岂能是如此轻易的造就？天玄大陆无数年来，可是连一位半步祖境都未曾真正的诞生，无论是宾主还是辅祖，那都是从大千世界而来的强者。林动和林青竹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成为轮回境3重，天赋悟性都是足以排到天玄大陆的历史当中。可是，即便是如此，他们也没有信心达到祖境。就算有信心，可能够赶在异魔族的大军来到天玄大陆之前走到这一步吗？想到这里，他们心中的压力也是再度恢复到了那被异魔皇所笼罩的状态之下。望着这一幕，萧炎也是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心道：林兄，你可别怪我给你压力，实在是我不想浪费了你的天赋。没有异魔族的压力，就算灵动将来成了祖境，那圣品天至尊主宰境界呢？没了这个压力，他将来还有希望问鼎这一境界吗？所以萧炎也是直接祸水东移，用异魔族再度给灵动施加了一些压力。场面陷入到了短暂的沉默。片刻之后，那一直未曾发生的宾主在这一刻却是缓缓站起身。灵动，跟我来，我有话要跟你说。殷欢欢神色平静，似是要说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然而却是被萧炎瞬间打断。跟你去干什么？你又要打算献祭自己吗？略带几分不满的声音从萧炎口中发出，令殷欢欢的身体微微一僵。至于灵动，此刻的脸庞更是瞬间变得阴沉如水。你可知道，你这样做会让他陷入到何等的痛苦当中？萧炎神色也是略带几分冷漠。殷欢欢沉默不语，良久之后，才有些倔强地盯着面前的两个男人，一双在别人面前向来冰冷的眸子，在这一刻却是微微泛红。可是不这么做，所有人都要死。我不想让老师付出生命守护的地方消失，更不想让他死。望着那双倔强的眸子，林动张了张嘴，却是无力地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去凶他。他这般做或许很任性，可他也真的没有任何的办法。想到这里，他已经不知道再说什么，只能是霸道地站起身，将那宛如冰雪一般的倩影死死地抱住。不许这么做，殷欢欢，我不许你再任性了。林动紧紧地抱着他，手掌都在微微颤抖。闻言，殷欢欢原本僵硬的身躯在这一刻也是缓缓软了下来。他抬起头看着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庞，良久之后，带着些许轻颤的声音才从林动耳畔传来：可是我真的不想让你们死啊。望着这一幕，林青竹心中也是生不出多少的醋意，只是一双美眸同样泛红，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就在三人沉浸在这种压抑之下的哀伤当中之时，一个略带几分无奈的声音却是传到了三人的耳中：拜托，旁边还有人呢，而且我也没说仅仅只有这一种方法。听到这句话，三人都是微微一怔，旋即两女都是有些脸红的看着萧炎，唯有灵动一双眸子死死地盯住了萧炎。萧兄，你……望着三人这副模样，萧炎也是无奈地摇摇头，随手一抛，3道玉简便是落在了三人的手中。按照上面的方法修行，你们三人将来都是有希望达到祖境的。听到萧炎的话，三人再度一怔，旋即目光落在那玉简之上，都是露出一抹不可思议之色。不可思议之后，三人看向萧炎的目光自然已经不能用感激来形容了。萧兄，这般大恩。林动微微张了张嘴，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作为一个自幼倔强的男人，他并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但萧炎的表现已经令他不知道用怎样的情感去表达。望着他这副模样，萧炎只是微微笑道：你们还是先看一看这卷轴当中的修炼之法吧。从明天起，我会安排你进行特训，目标便是让你在3年之内尽快晋升到祖境，而后成为这天玄大陆的位面之主。萧兄若是有意，由你来炼化位面之胎，又有何不可？林动目光盯着萧炎，一旁的林青竹和殷欢欢同样没有反对。
萧炎对于天玄大陆的功德已经堪比当年的辅祖，人家如此尽心尽力地帮助自己一方，即便是炼化了位面之胎又如何？他庇护的依旧是天玄大陆的生灵。闻言，萧炎却只是笑着摇头，而后便是已经转身消失不见，只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3天之后来乱魔海找我吧。望着萧炎消失的方向，三人纷纷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感激与无奈。而后三人也是不再犹豫，而是将灵魂力量都融入到了那3枚玉简当中。片刻之后，三人都是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灵动眉头微微挑动，眼中尽是古怪之色。而林青竹则是脸颊微红，望着萧炎消失的方向，似是在思考这位看似正经的强者是否是真的正经。至于另一边，殷欢欢那宛如冰玉一般的白皙脸蛋之上，此刻已经红得宛如滴血。大地内经，原来我体内潜藏的力量竟然还可以这般传递吗？殷欢欢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灵动，而后便是瞬间将脑袋低下，几乎快要埋到了胸口的位置。嗨！3天后，乱魔海上空，灵动无比狼狈的在一道直径超过10万里的巨大阵法当中东逃西窜，在他身后，足足3道实力堪比轮回境巅峰的火焰战车正疯狂地追赶着他。吃！火焰战车行进之间，一道道堪比寻常轮回境全力一击的火箭喷发，灵动躲避不及之间，便是会被那足足数百道火焰击中一次。而一旦被击中，饶是以他如今的实力，都免不了身体表面本烧出些许的漆黑。这还仅仅只是火焰剑士的威力，若是被那火焰战车撞上，那便是以灵动如今的实力，全力防御都要被撞伤。而且为了真正的磨砺到他，萧炎甚至不允许他使用任何的祖符和神物，仅只能使用自身元力和精神力来对抗。萧兄，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再这样下去，我要死了！灵动浑身是血，眼神盯着那3道火焰战车，隐隐有些疯狂。一天下来，他浑身上下已经快要没有一丝好的地方了。萧炎下手极为有分寸，每一次快要把他撞死的时候，他便是会稍微留下一丝力道，饶去灵动一命。可这般特训的代价，便是灵动一天下来便是要重伤好几次。这般地狱一般的特训，饶是以灵动的心性，此刻都是有些绷不住了。然而那天空之上的白袍身影，此刻却是一脸的淡漠。这般战斗便是坚持不住了。你那表情算什么？你的眼神又算什么？你的眼泪能打败一魔族吗？能拯救天玄大陆吗？傍晚，灵动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了大阵周围的一处山峰。山峰之上，一道长宽数十丈的小院正静静地伫立在此地。这里是他在乱魔海这段苦修当中暂时住下的地方，也是他接下来的修行之地。白天的苦修只是为了打磨他的武道意志和体魄，相当于压榨，而夜晚才是他缓缓恢复实力、增强实力的时候。念及于此，他缓缓敲了敲其中一道房门。欢欢，我来了。灵动的声音当中带着些许的尴尬，而房屋当中的声音则是更加细若蚊蝇。进来吧，我准备好了。闻言，灵动也是缓缓深吸了一口气，而后不再犹豫，推门而入。翌日清晨，灵动整装待发，感受着体内已经尽数恢复的伤势，以及更加强大精纯了一丝的元力，忍不住啧啧称奇。这大地内经果然神奇，竟然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增加双方的修为，实在是了不起。言罢，他望着那悬浮在乱魔海上空的可怕大阵，似是有些痛苦地摇了摇头，而后便是不再犹豫，朝着那大阵当中狠狠地撞了进去。天空之上，萧炎望着这一幕，也是微微一笑。倘若连这点困难都熬不过去，巫族也就不是后来的巫族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之后，在确保灵动不会在这大阵当中直接死掉之后，萧炎便是不再多管，转身离开了这座大阵，来到了天玄大陆的世界魔壁之外。只见他翻手之间，一道巴掌大小的绚丽火球从他掌心浮现，火球旋转之间，眨眼便是化作了一道直径超过万丈的巨大绚丽熔炉。熔炉当中，无数浓郁的魔气浩浩荡荡，似是有着一个漆黑的世界在其中游荡。经过这些日的炼化，那些异魔族的大军早已灭亡，纷纷化作了浓郁的魔气。不过在那无数魔气的中央，一道宛如幽魂一般的身影依旧在挣扎着横冲直撞，那正是异魔皇的魔魂。魔魂是域外邪族的核心之物，也是域外邪族生命力强大的根本原因。即便是魔帝之心被毁，只要魔魂尚在，那些魔帝便是有着再度复活的希望。当然，哪怕是复活了，这般可怕的损耗也足以令他们元气大伤，但归根结底也见证了这些魔帝的生命力之顽强。不过无论他们的生命力如何的顽强，在萧炎如今这种绝对优势的碾压之下，也是根本没有一丝的生机可言。倒是多亏了你们提供如此丰厚的能量，可以让我这具分身的能量继续也达到天至尊的境界了。萧炎望着那熔炉当中最后疯狂挣扎的异魔皇，轻轻一笑。下一刻，
混沌熔炉当中的无尽绚丽火焰便是开始疯狂运转起来。在混沌熔炉那可怕的威能之下，无数的魔气开始被纷纷炼化分解，而后重构成了浓郁的灵力，汇聚到了萧炎的身躯当中。而萧炎的气息在这一刻也是缓缓的再度增长了起来。时光一转眼，便是整整半年的时间过去，天玄大陆依旧是如同往日那般平静，灵动日复一日的与那一辆辆战车搏杀，而萧炎的身躯则是依旧平静的停留在世界魔壁之外。同一时刻，斗气大陆的世界魔壁之外，萧炎的本尊盘坐在虚空之上，周围浩荡的宇宙能量已经汇聚成了一道直径100万里的巨大漩涡。在某个瞬间，周围的无尽能量忽然开始涣散，而在那漩涡的中央，萧炎的本尊却是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同一时刻，一道浩瀚气息骤然爆发，眨眼之间便是令整个能量漩涡瞬间消散。萧炎周身绚丽火焰骤然爆发，顷刻间宛如一轮绚丽的彩色大日。斗气大陆之上，无数生灵惊骇地抬起头，望着那天空之上凭空出现的2轮大日，似是意识到了什么一般，很快便是纷纷跪了下去。是炎帝，炎帝大人又突破了！无数人盯着那轮绚丽的太阳，心中都是无比的激动。自从萧炎成帝以后，伴随着他的不断强大，斗气大陆的强者也是开始日复一日的被带动着更加强大。先后出现了3位崭新的斗帝，而后又是被萧炎和3位新斗帝缔造了诸多适合修炼的风水宝地。而如今，若是萧炎突破到了更高的层次，那对于斗气大陆的众人而言，或许便是会有着更多的好处。绚丽多彩的大日爆发出令整个斗气大陆都微微震荡的波动，强势的席卷着每个人的心灵。良久之后，伴随着这般可怕的波动消失，萧炎的身影也是终于从那天空之上缓缓落下。天至尊的力量，萧炎感受着本尊体内再度变得无尽浩瀚的力量，也是缓缓地露出一抹笑容。伴随着本尊的实力达到天至尊，他的实力也是终于恢复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层次。虽然仅仅只是初入灵品，但萧炎的灵魂力量却已经恢复到了接近圣品大宗师的层次。以他如今的实力，只要不是天魔地级别的强者降临，便是再也不可能有人能够威胁到他，甚至寻常仙品遇到他，也只有死路一条。不过，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萧炎的本尊行走之间，身体却是在不断的碎裂，化作浩瀚灵力飘散在了整个斗气大陆。而他的身体在穿过了漫长距离之后，也是终于来到了菩提古树的身边。到了这一刻，他的身体甚至已经隐隐有些虚幻，显然是他的身体快要彻底的消散。然而，对于这一点，萧炎却是没有任何的理会，反倒是手掌一伸，便是落在了菩提古树之上。嗡，似是与萧炎有所感应一般，菩提古树高达数万丈的庞大身躯微微一颤，竟是开始与萧炎的最后一部分身躯开始了融合。这是萧炎当年离开大千世界之后，游历诸多大世界所得到的另一顶尖法门——无相世界体。借助这一法门，修行者可以直接将自身身躯与一方下位面彻底融合，从此这方下位面便是他自己的一部分。而随着下位面的不断成长，修炼者的实力也会不断的增强。这种融合之法，才是真正的将一方位面都彻底的融入自身。一旦爆发起来，威能要比一位位面之主更加强大。在萧炎的想法当中，他直接将本尊的天尊灵体与斗气大陆彻底融合，让斗气大陆都将缓缓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菩提古树则会成为这道位面的位面之心。随着那浩瀚灵力的无尽涌入，菩提古树的身躯也是微微震颤，而后便是化作更加高大。而斗气大陆的天地在这一刻也是变化的越加的神奇。如此数日过去之后，当萧炎的身躯彻底消散的下一刻，菩提古树忽然光芒大作，碧绿的光华几乎将整个斗气大陆都覆盖上了一层浓浓的青光。在这光华散落的瞬间，所有接触到这一抹光华的生灵都是感到身体一个激灵，仿佛灵魂被清水洗涤，瞬间清明无比，脑海运转的速度都是突兀的一块。很多闭关苦修之人在这一刻也是瞬间破关，达到了新的一层更高的境界。而随着无尽青光的降落，而后缩回，那散落在天地之间与整个斗气大陆都完全相融的无尽灵力也是再度回归，最后再度融入萧炎的灵魂，化作萧炎的天尊灵体。随着身体的再度凝聚，萧炎的身体虽然依旧是能量化，甚至连地岩都是未曾改变，但他的地岩和身体当中却是再度多出了一抹宛如翡翠一般的青光。他的本尊已经与菩提古树的一部分相互交融，更确切地说，是与菩提古树、斗气大陆都融为了一个整体。此刻，斗气大陆便是如同萧炎的分身，或者说是身体的一部分一般，菩提古树更是成了与他性命相交的一种半生灵根。这一刻，萧炎以一种更加高级的方式成了位面之主，他就是斗气大陆，斗气大陆就是他。而且随着他的实力不断增长，斗气大陆也会开始不断的增强，最后甚至可以演变成大千世界那样的大世界。斗气大陆吞噬，
萧炎心神一动，下一刻，整个斗气大陆都是开始微微颤动，仿佛活了过来一般。在那以往不曾有所变化的位面魔壁之上，一个个直径超过万丈的庞大漩涡出现，然后开始疯狂地吞噬着宇宙当中游离的大量能量。伴随着大量能量的融入，斗气大陆的生灵也是感到体内一阵舒服的感觉传来，而斗气大陆的直径也是在这种变化当中正在缓缓地扩张。这种扩张极为的缓慢，但的确是每分每秒都在有着极为细微的变化。另一边，萧炎的灵力分身盘坐在天玄大陆之上，面前的混沌熔炉当中，浩瀚的魔气中央，一道魔魂苦苦支撑，良久之后，在最后一道火焰的灼烧之下，化作了飞灰。一魔皇的魔魂在这一刻都是被彻底的崩解，散落为了虚无。炼化了这些魔气，我的灵力分身也应该可以达到天至尊境界了吧？萧炎目光扫过下方，灵动已经可以在那3道战车的围攻之下游刃有余，甚至已经可以轰碎其中一道战车。见此，他也是不再多想，闭上眼睛，开始不断地炼化着其中的庞大能量。而在萧炎彻底焚灭一魔皇魔魂的那一刻，距离天玄大陆无比遥远的大千世界另一侧，却是有着惊雷之声传来。这里是一片同样围绕着大千世界缓缓运转的高等位面，位面面积十分辽阔，比起斗气大陆和天玄大陆都是丝毫不小。不过，比起天玄大陆和斗气大陆的环境生机勃勃，此地却是终年都被那近乎无穷无尽的漆黑魔气所缠绕。在那漆黑魔气之下，一道道身上有着诸多邪异眼瞳的身影在其中窜动，每一道身影赫然便是一头异魔族。这里便是异魔族真正的大本营，一处曾经彻底沦陷之后的下位面。比起幸运的天玄大陆和斗气大陆，这里的生灵已经被彻底灭杀干净，即便是有着侥幸的少数幸存，也是被异魔族当成了猪狗一般的圈养起来，甚至就连这片位面的位面之胎，都是被那异魔族的老祖异魔祖地给彻底的炼化。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处下位面作为大本营，异魔族才能在域外邪族的无数大族当中站稳脚跟，从此不再受其他大族指使。不过这一天，这所谓的异魔大陆却是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无尽魔气在整个位面翻滚，令无数小魔身体都在瑟瑟发抖。是祖地，祖地发怒了！无数小魔惊恐地望着天空，就连这片位面周围的几颗星辰大陆都是有着波动传来，这些都是异魔族的其他几位幽魔帝。而能够被整个异魔族都称为祖地的强者，自然是那位炼化了位面之胎，成为异魔族唯一一位玄魔帝的异魔族老祖。此刻，那浩瀚位面的中央位置，一尊身高万丈，浑身同样布满邪异眼睛的巨大生灵正发出愤怒的咆哮：“梅尔拔，我的儿子，你这个没用的废物，竟然死在了一个下位面当中！”高大生灵一边咆哮着，一边站起身，庞大身躯行走之间，缓缓化作了10万丈、100万丈。不过你放心，我会帮你报仇的。他目光扫过这片大陆周围的几颗星辰，声音令虚空都在不停地震荡：“点兵，点兵！我要亲手捏碎那天玄大陆的位面之胎！”在异魔族陷入一场巨大的风暴当中的同时，这片已经被域外邪族所占领的疆域当中，一道浑身燃烧着漆黑火焰，其中夹杂着丝丝绚丽色泽的身影，也是缓缓地从虚空当中走出。终于到了！炼天魔帝望着远处巨大的分界线，从近处看，此地几乎是由一颗颗星辰和一道道巨大的位面构成的一条庞大战线，而从远处看，此地便是一条巨大的未经分明的分界线。在另一端，无尽的魔气缭绕近半个大千世界乃至星空，这里便是域外邪族所在的疆域。算算时间，异魔族也该出动了吧？萧炎布满黑色鳞片的脸上露出一抹狰狞笑容，而后将目光看向了远处。炎魔族，我炼天魔帝回来了。话音落下，萧炎的身形已经化作了一道燃烧着黑色火焰的流光，朝着域外邪族的疆域深处一路前行。在这片魔气森森、宛如无间地狱一般的辽阔疆域当中，同样有着一道道大陆，星辰在天空当中漂浮。只不过，比起另一边的大陆，这些大陆之上却都是被各种颜色的魔气所笼罩，其上的生灵与地形也是完全不同。有些大陆之上尸山血海，也有大陆之上刀剑成林，还有大陆之上诞生着一个个浑身鳞甲，彼此厮杀，宛如修罗一般的生灵。这些都是域外邪族当中诸多种族所占据的世界。域外邪族共分为32大顶尖大族和成百上千个普通大族，以及无数的小族共同组成。想要成为顶尖大族，其标志便是族中至少要拥有一位天魔帝级别的强者坐镇，也就是大千世界的圣品战力。唯有拥有这种层次的强者坐镇，才有资格名列顶尖大族。而且像圣魔族、暗魔族、星魔族等排名最前的几个大族，族中的天魔帝强者甚至不止一位。至于那无数的普通大族，其评判的标准则是相对简单，只要有一位魔帝天至尊坐镇，
那这一族便是已经有资格称为大族了。然而，这些普通大族之间的实力差距其实相当巨大。就比如这炼天魔地所在的炎魔族，族中足足有着3位玄魔帝和10多位幽魔帝，论起实力之强大，也仅仅次于32大顶尖族群而已。与之相比，那些仅仅只有1位魔帝的族群，则是根本不值一提，前者可以轻易的覆灭后者。什么人？站住！萧炎一路在域外邪族的星空当中横冲直闯，所过之处，诸多域外邪族的强者都是面色不善地盯着他，彼此眼中都是露出杀机。对于这些家伙的阻碍，萧炎只是冷哼一声，魔帝气息爆发之下，便是直接令这些小魔纷纷色变，连忙跪伏下来，恭敬行礼。在域外邪族，弱肉强食的观念要比大千世界那边更加可怕。在这样没有礼义、从小生活在杀戮掠夺环境下生长起来的生灵眼中，拳头大那便是胜过了一切。在这里，自相残杀是极为正常的事情，甚至经常出现某位魔帝为了追求突破，献祭了一整个小族的事情发生。那些在斗气大陆乃至大千世界都令人感到发指的手段，在这里实在是太过平常。只要你实力足够强，拳头足够大，你在这里便是无人敢招惹的存在，甚至可以让所有魔族都听命于你。当然，这种情况古往今来也仅仅只有创造了域外邪族的天邪神曾经做到过。就算是圣天魔帝，也仅仅只是能令其他各族表面臣服。他虽然很强，但其他天魔帝联手之下，也同样可以令他极为头疼。虽然一个幽魔帝在高手无数的域外邪族顶尖层次当中并不算什么，但终究是魔帝级别的强者。寻常小魔见到萧炎之后，都是极为忌惮而敬畏地看着他。萧炎一路横冲直撞，中间倒是也遇到过2尊同为幽魔帝层次的存在。不过这2尊幽魔帝在看到萧炎之后，也只是微微停顿，与他对视一眼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矛盾，甚至主动退让了些许。同为幽魔帝，大家基本上谁都奈何不了谁，更何况这还是一尊炎魔族的魔帝。在域外邪族当中，炎魔族的实力虽然不算顶尖，可也远超寻常大族，这些普通魔帝根本不愿过多招惹。就这样，在疾驰了足足1个月的时间之后，萧炎的魔帝分身穿过了无数的大陆，甚至已经进入到了大千世界，最终落在一片被无尽火焰所包裹的疆域当中。这里是大千世界疆域的最北方，极为遥远处，也是域外邪族的最南方。此地是一条极为绵长的战线，几乎覆盖了整个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的战场。星魔族、域魔族、暗魔族、战魔族等10多个顶尖大族驻守在此。当然，炎魔族、雷魔族等次一等的大族更是几乎全军驻扎。同样的，在大千世界一方，如那摩诃古族、浮屠古族，甚至大千宫等势力同样驻扎于此。即便是在未曾爆发全面大战的情况下，这里每天也同样会有着大千世界和域外邪族的强者陨落。对此，双方却都是心照不宣，因为这同样是对于那些小辈的磨砺。双方都是更加希望自家阵营诞生出真正强大的存在。而在这种层次的交锋当中，真正能够影响双方大战的存在，无疑是那些天魔帝和圣品强者，他们才是双方阵营的主导者和支柱。炎魔族所在的疆域，便是位于摩诃古族所对立的战魔族所在的疆域附近。在此地，3块丝毫不亚于斗气大陆面积的大陆互为犄角，在这3块大型大陆的周围，其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火焰燃烧，这是3尊玄魔帝的领地。在那3块大陆的周围，更是有着大大小小数百道岛屿林布，这些当中大者足以媲美一中等位面，其上都有一尊魔帝镇守；小者也有一道小型位面大小，能够以此地为领地的，也都是炎魔族，相当于地至尊大圆满的魔王。按照萧炎炼化而来的部分记忆可以得知，这炼天魔帝所在的疆域，便是那周围的一个大型岛屿，名为炼天岛。不过，这炼天魔帝已经被斗气大陆的强者封印了足足上万年，甚至更久。这炼天魔岛如今怕是也早已换了名字，改为了其他魔帝的地盘。毕竟以炎魔族的体量，上万年的时间诞生的魔帝强者，应当是不止1位才对。不过，萧炎的目光并没有在自己曾经的疆域上过多的停留，而是将目光看向了3道大陆中央的位置。在那里，3座大陆共同燃烧的大量能量，都是化作了一道极为巨大的阵法，将此地覆盖。在那巨大阵法的中央，一团仿佛有着无尽结束的火焰正在疯狂跳动，火焰每次跳动之间，都仿佛有着一个个世界在生灭一般。这种情况虽然看上去有些夸张，但其中的威能的确是不可小视。至少就算是普通的玄魔帝，都是不敢在这火海当中待上太久，否则也不至于需要足足3位玄魔帝联手布置大阵，将这可怕的火焰暂时封印在其中了。须知，这3位玄魔帝可本身就是无比擅长火焰的魔帝。这道每次跳动之间都仿佛世界破灭的可怕火焰，便是名列大千世界万火榜第5的虚空破灭焰。此火那是当年的一位圣品天至尊破灭大帝所持有的火焰，后来破灭大帝战死，就连虚空破灭焰都遗落，
最后被域外邪族所在的疆域给笼罩，而后被炎魔族的3位魔帝给禁锢。若是能够将此火的威能催发到极致，那便是足以令圣品天至尊、天魔帝都感到有些棘手。若是能够将此火吞噬，我的修为完全可以一步跳到仙品中期，到那时便是对战那些天魔帝，我也再无压力。萧炎一双猩红的眸子当中漆黑火焰跳动，但在漆黑当中却是有着一丝绚丽火光闪过。不过以我现在的实力，直接强攻必然是不成的，不过也无妨，等我先杀几个魔帝，提升一下修为再说。萧炎目光灼灼地望着下方的3座大陆以及周围的诸多大型岛屿。炎魔族简直就是域外邪族送给他的一个大礼包，每一个炎魔族的魔帝体内都有着他们自己孕育出的本命之火，这些火焰能够作为天至尊层次的魔帝所用，其威能即便是比起当初的帝炎都是差不了多少。除了这10多位普通的幽魔帝之外，还有3位玄魔帝，他们的本命之火可是要比过去的帝炎还要强大。毕竟炎魔族以火焰为攻击和生存的手段，他们毕生提升实力的方式，其中最为主要的一种就是淬炼火焰。若是将炎魔族的所有火焰都吞噬掉，我的实力怕是早已突破了仙品，然后再炼化了虚空破灭焰。萧炎双目泛起金光，既然如此，那就从第一个魔帝开始吧。话音落下，他的身影已经朝着下方曾经的炼天岛降落而下。不过曾经的炼天岛之上已经没有了炼天魔焰的存在，而是燃烧起了另一种火焰——阴石魔炎。萧炎高大身躯降落在地，将地面砸出一个深坑，可怕的气浪掀飞了周围无数至尊境的炎魔，而后1步千里，朝着岛屿中央一处高达数万丈的巨大宫殿走了过去。阴石魔炎曾经炼天魔帝的同族兄弟，食炎魔帝的本命之火。当这道火焰出现在这道岛屿之上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这位曾经的兄弟已经将他的领地给占领了。而且随着萧炎的身躯走进大殿，一道隐约的喘息也是缓缓从大殿当中传来。在那大殿的中央位置之上，2道身上带着些许鳞甲，但模样却是更加接近大千世界人类，只是头上带着些许弯角的身影正在不停地纠缠。在这2道身影的周围，还有着数位身材比人类女子还要火爆，头顶有着2道羊角一般的弯角的域外邪族女子。她们并非炎魔族的本族族人，而是来自顶尖大族域魔族的分支魅魔族。此族男女容貌比起大千世界的生灵更加妖媚动人，每一尊魅魔族的族人身上都散发着无尽的魅火。域魔族本就是欲望的代言词，2道高大身躯不断纠缠，那更为高大壮硕的身躯甚至还分出手在几头魅魔族的身躯上游走。而后脚步声缓缓传来，一道高达1000丈的魁梧身影缓缓地出现在大殿当中，令那一直坐着的身影缓缓停止了手上的动作。炼天，你竟然活着回来了！低沉的声音从另一高大身影的身上传来。2尊魔帝的体型区别不大，相貌或许有所区别，但总体特征还是相差无几的。唯一最大的区别便是2者身上所燃烧着的火焰。食炎魔帝身上燃烧着的是紫色的阴石魔炎，此火对于万物都有着强烈的腐蚀效果，天至尊之下一旦沾上，便是一场灾难，即便是天至尊沾上，都会有着不小的麻烦。炼天，听到食炎魔帝的声音，坐在他身上的另一身影身躯一颤，不敢置信地回过脑袋，一张魔族的脸庞之上竟然也缓缓露出挣扎羞耻的神情。别管他，我们继续。食炎魔帝手中动作竟然在缓缓恢复，目光隐隐有些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萧炎。看样子你去了那10老子斗气大陆并没有多大的收获，反倒是受了一些伤势，实力竟然不如当年了。炼天，你不该这个时候回来了，我的实力距离玄魔帝已经只差最后一步，便是当年的你都不是我的对手，更何况是现在的你。炼天岛我是不可能还给你了。对了，你老婆很不错，你养的这几个魅魔也很润，这万年以来可是将我伺候得相当舒服。食炎魔帝脸上露出肆无忌惮的笑容，域外邪族就是这般光明正大的弱肉强食，以他如今的实力，这炼天魔帝在这种状态下竟然还会来。既然回来了，那就将你身上最后的炼天魔焰也一并送上来吧，反正你的女人和地盘都已经是我的了。想到这里，食炎魔帝的脸上已经露出了残忍的笑容，然后他便是看到那炼天魔帝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而是平静地朝着他走了过来。不知死活的东西，你果然还是像过去那般狂妄。如果不是因为你起了炼天这般狂妄的名字，3位大人又怎么可能让你去攻打一个连位面之胎都没有的下位面？在外面吃了上万年的苦，你竟然还没有悟头！食炎魔帝冷笑一声，随手将身上的女炎魔推开，掌心紫色火焰疯狂凝聚，而后朝着那近在咫尺的炼天魔帝狠狠地拍了过去。既然你如此不知死活，那我今天就让你彻底死在这里吧！话音落下，燃烧着紫色火焰的手掌拍在了炼天魔帝的胸口，可怕的波动令经过特殊炼制的大殿都在震颤。而后
食盐魔帝便是感到一股可怕的吞噬之力从炼天魔帝的体内传来。找死！感受到那庞大的可怕吞噬之力，食盐魔帝的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惊慌，反倒是冷笑一声，体内阴石魔炎疯狂地朝着炼天魔帝的体内涌入。此人的炼天魔焰是一种以吞噬属性为主的火焰，而自己的阴石魔炎则是以侵蚀暗伤为主。两种火焰属性各自不同，但可以预料到的是，以炼天魔帝现在的状态，他的炼天魔焰绝对吃不下自己的阴石魔炎。相反，这炼天魔帝这副重伤的身躯反而会因为自己的阴石魔炎而被侵蚀，从而变得更加虚弱。意料当中的火焰侵蚀并未出现，反而是无数的阴石魔炎落入炼天魔帝的体内之后，这个家伙的身体竟是纹丝不动，而自己的阴石魔炎竟然如同石沉大海一般直接的消失不见。你怎么可能？食盐魔帝脸上露出一抹骇然。同级当中能够无视他阴石魔炎威力的魔帝极少，就算是能够无视阴石魔炎的威能，那也不该是这副模样才对。不等他反应过来，那炼天魔帝的脸上却是已经露出了一抹嘲讽的笑容。食盐魔帝见状脸色一变，慌乱的想要收回手掌。不过那庞大的吞噬之力不但令他的阴石魔炎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就连他的手掌收回的速度都是慢了几分。就是这么恍惚的瞬间当中，一只强壮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带着森寒杀机的声音已经从他耳畔传来：你当本帝是你这样的废物不成？话音落下，食盐魔帝庞大的身躯便是已经被一道巨力带飞，而后重重地砸在了这座宫殿之上。咚！两尊魔帝交手，直接令这座面积堪比中州的岛屿都是微微一颤。那座堪比大千世界圣物坚硬的宫殿开始出现无数的裂纹，庞大的气浪令周围的几个魅魔面露惊恐之色，而后纷纷吐血倒飞，就连那最为强大的女炎魔都是嘴角溢出鲜血。快跑！几头女魔对视一眼，极为慌张地朝着宫殿之外逃离。他们的实力最弱者其实都是相当于下位的至尊了，可是这种实力在两尊魔帝的交手当中一点余波都是足以令他们重伤，多挨上几下，那他们便是要被战斗余波给活活震死了。在几头女魔倒退的同时，萧炎已经一只膝盖重重地砸在了食盐魔帝的肩膀之上。混蛋！食盐魔帝闷哼一声，口中吐出一口紫色的魔血，一双瞳孔不可思议地盯着压在自己身上的强悍身影。你怎么可能这么强？要知道他的实力如今可是已经达到了幽魔帝的巅峰，玄魔帝之下，除了某些精彩艳艳或是有着奇招异宝的强者之外，他已经算是最强的一档幽魔帝了。可是方才萧炎所爆发的力量却是丝毫不弱于他。去死吧！对于食盐魔帝的话，萧炎脸上没有丝毫的波动，手掌一翻，无尽漆黑火焰迅速在拳头之上凝聚成了一道锋利的尖钻，对着食盐魔帝的脑门便是狠狠地刺了过去。尼玛的！食盐魔帝脸色微变，脖子直接扭过一个诡异的弧度，险些将自己的脖子扭断，如此才躲开了这般恐怖可怕的一刺。饶是如此，那火焰钻头也是直接撕裂了坚硬的地面，露出一个深不见底的深坑，锋锐的杀机令他的面部出现了丝丝血痕。给我滚开！食盐魔帝终于从方才的松懈当中反应了过来，体表之上紫色火焰爆发出可怕的侵蚀力量，似是想要逼退萧炎的身躯。面对这一击，萧炎的确是骤然倒退了2步。食盐魔帝起身，紫色火焰在手中瞬间凝聚成一道紫色的火焰长刀，所过之处直接将空间侵蚀出一抹阴森寒意。去死吧！他长刀一横，似是想要将萧炎撕裂成2半。然而萧炎脸上没有丝毫的慌乱，黑色火焰同样瞬间凝聚成一把巨大重尺，朝着食盐魔帝的脑门狠狠地砸了过去。你就只会照着头打是吗？食盐魔帝发出一声怒吼，长刀与重尺对抗，而后咔嚓一声碎裂。萧炎在炼化融合了炼天魔帝的魔躯之后，在这1年多的路程当中，又怎么可能没有提升实力？他的实力早已达到了真正的魔帝境界，而同级当中从来没有人能够是萧炎的对手。怎么可能？他双目微微一缩，望着那依旧残留了几分力道的重尺，露出一抹更加惊骇的神色。而后他双臂举起，似是想要直接拖住这把黑色巨尺。然而下一刻，萧炎却是直接松开了黑色的火焰巨尺，任由那漆黑火焰消散，身影已经骤然出现在了食盐魔帝的面前。你！食盐魔帝还没来得及再说一句话，一只燃烧着漆黑火焰的巨大拳头便是已经重重地落在了他的胸口。咚！沉闷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岛屿，高大宫殿骤然碎裂，一道千丈身影带着可怕的速度倒飞出了数百里，可怕的气浪直接瞬间撕裂了所过之处的无数小魔。他嘴角溢出鲜血，内脏散落在了这百里的路径之上，身上紫色的火焰疯狂跳动，竭力稳住自己的身形，准备反击或是直接逃跑。这混蛋比过去更强了，比我也更强。食盐魔帝眼中带着一抹惊恐之色，仅仅犹豫了片刻，
他便是打算暂时逃离此地。同为炎魔族的魔帝，那3位玄魔帝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杀的。在内耗当中损失1位魔帝，即便是对于炎魔族也是十分大的损失了。念及于此，他正要转身，便是看到一道身影再度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你的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食炎魔帝脸色在变，目光落在那一双淡漠的猩红双眸之上，心中莫名多出了几分恐惧。下一刻，无尽漆黑火焰凝聚成一把掌刀，而后狠狠刺入他已经变形的胸口当中。不好！当感受到自己胸口被撕裂的那一刻，食炎魔帝脸色巨变，因为他明显的感受到萧炎的手掌在插入自己胸口之后并没有贯穿，而是笔直的朝着某个方向钻了过去。那里是他隐匿魔帝之心所在的位置。你怎么可能知晓我的魔帝之心隐藏的位置？食炎魔帝彻底慌乱了。魔帝之心是每个魔帝的死穴，是他们的秘密所在。一旦魔帝之心碎裂，他们的实力将急速下降。可是魔帝之心是他们隐藏最关键的地方，如果自己不说，就算是天魔帝也要仔细观察才能找到。然而这炼天魔帝回来之后，便是直接拥有了这般可怕的手段吗？在他恐惧的同时，那只巨大的手掌已经骤然张开，黑色火焰席卷之下，一颗跳动着的紫色心脏便是被那火焰覆盖的大手给死死地握住。不，饶了我，我错了。当魔帝之心被对方抓住的那一刻，食炎魔帝终于是慌了。一旦魔帝之心被捏碎，那他即便是能够侥幸活下来，也会修为大跌。而看着炼天魔帝的架势，是真的想要将他击杀了。没了魔帝之心，他魔魂残余的那点力量也不会有多少的反抗之力。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淡漠的声音传来，猩红的双目依旧没有一丝情绪波动，唯有食炎魔帝感受到了魔帝之心上的撕裂痛苦。砰！萧炎手掌再度一握，食炎魔帝的魔帝之心当场爆裂，无数魔帝魔元和紫色的阴石魔炎开始四处流窜，还未流出多远，便是开始被周围的漆黑火焰尽数包裹吞噬。感受着体内的力量正在慢慢流逝，食炎魔帝终于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恐惧，用最后的力气发出了一道嘶吼：“始祖救我！”话音落下，那一直处于中央位置的3座大陆当中，终于有着一道爆发出了比萧炎和食炎魔帝更加可怕的气息。炼天，你的惩罚已经差不多了，还是留他一命吧。淡淡的声音从天际传来，却是响彻了整个炎魔族的疆域。当听到这道声音的时候，那一片大陆之上的诸多炎魔族族人便是已经纷纷跪伏下来，高呼始祖了。只见赤红色的冲天火焰腾空而起，无尽的威压已经降临，一尊高达100万丈、头生独角巨大虚影已经立于天空之上。炼狱魔帝在炎魔族当中也称炼狱始祖，是一尊玄魔帝级别的存在。他的本命火焰炼狱魔炎，那是可以将一片位面都化作炼狱的可怕火焰。在炎魔族，他的实力虽然不如最为强大的焚天魔帝，但是却令炎魔族的强者更加敬畏，因为他的脾气最为暴虐。当炼狱魔帝发话的那一刻，食炎魔帝的脸上终于是露出了一抹喜色。3位玄魔帝，那是炎魔族真正的顶尖强者，也是炎魔族的话事人。他们说的话，无论是普通族人还是那些个幽魔帝都必须遵守。有了炼狱魔帝发话，这个该死的炼天魔帝应该不敢再动手了吧？然而萧炎的下一句话却是令他浑身一个激灵，满脸的不可置信。这废物在老子不在的时候敢霸占老子的地盘，玩老子的女人，你今天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斩了。当萧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不但是食炎魔帝身体瞬间僵硬，就连那天空之上的100万丈虚影都是微微一怔。紧接着整个炎魔族疆域所有有头有脸的强者在听到这句话之后都是忍不住愣住了。这炼天魔帝去了一趟那个下位面之后，莫不是这上万年的时间把脑子给弄坏了不成？竟然敢跟始祖说出这种话，这般狂妄的话语，别说是脾气最为暴虐的炼狱始祖了，就算是其他2位始祖听到这话，怕是也恨不得生撕了这个家伙吧。对于陷入短暂寂静的炎魔族疆域，萧炎却是丝毫不在乎。只见他手掌之上漆黑火焰旋转，在众目睽睽之下，已经是狠狠地拍在了食炎魔帝的脑门之上。你！食炎魔帝脸上露出一抹惊恐之色，然后头颅直接如同西瓜一般爆裂开来。他的魔魂尚未逃离自己的肉身，便是被一团漆黑的火焰席卷而来，直接碾碎，彻底焚灭。食炎魔帝死！伴随着食炎魔帝的陨落，原本平静的炎魔族疆域开始瞬间动荡起来。炼狱魔帝的两侧，另外2座大陆之上，同样有了2尊庞大的虚影出现。不仅如此，其余诸多岛屿之上也有着10万丈虚影浮现，那是炎魔族的一尊幽魔帝们。魔帝强者在各自的本族重地当中是有着本命信物在的，只有魔魂被磨灭的那一刻，本命信物才会碎裂。显然，食炎魔帝的陨落让整个炎魔族的所有魔帝都知道了这个消息，而且
方才的动静明显说明，动手的人还是炎魔族本族之人，是那上万年前攻打下位面突兀消失的炼天魔帝。炼天，你好大的胆子，击杀本族魔帝，你可知该当何罪？一瞬间，另外2尊玄魔帝的脸色都是变得极为的阴沉，至于其他幽魔帝，则是远远的观望，似是在看一场好戏。食炎魔帝，那可是炎魔族当中仅次于3位始祖的强者了，在众多幽魔帝当中，绝对可以排得上前3。这炼天魔帝一回来，竟然就能将他斩杀，而且看样子，这炼天魔帝竟然占据了绝对的上风，真是令人有些出乎意料。炼天！沉默片刻之后，一声暴怒的声音，便是令炎魔族疆域的空间都开始震荡了起来。你竟敢如此不将本帝放在眼里！你既然杀了食炎，那就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炼狱魔帝暴怒了，他已经出声开口求情，甚至考虑到了炼天魔帝很愤怒，只是要求饶过食炎魔帝的魔魂。可炼天魔帝不但直接灭了食炎魔帝的魔魂，甚至扬言不许自己多管闲事。当着炎魔族这么多族人的面，这不是摆明了让他下不来台？念及于此，炼狱魔帝内心自然是无比的暴怒。敬酒不吃吃罚酒，今日就让你知道忤逆本帝的代价。话音落下，无尽岩浆火柱轰然爆发，轰隆隆，整个炼狱魔帝所在的大陆之上，直接爆发出了一道道粗达万丈的岩浆火柱。甚至就连其周围的海域都是疯狂涌动，一道道岩浆火柱冲天起，场面极为的壮观。狂妄的东西，待本座将你镇压，关到我的炼狱深渊当中，好好打磨一番，让你知道本帝的命令不是这么好得罪的。炼狱魔帝冷哼一声，无尽岩浆在天空汇聚，眨眼之间便是化作了一只长达万里的岩浆巨手，而后便是操纵着那岩浆巨手，朝着下方的萧炎狠狠地拍了过去。一掌之下，萧炎所在的炼天岛都是在微微震荡，似乎这一掌落下，足以将这片堪比中州大小的岛屿都给摧毁。事实上，一位玄魔帝先品天至尊，在权力之下，的确已经拥有了毁灭一些小型星辰或是小型位面的实力了。一掌出，万魔惊，无数魔王魔将乃至小魔们都是极为惊惧的望着天空之上的巨大手掌。这一掌落下，那他们岂不是要跟着遭殃？就在他们准备四散而逃，生怕被波及到的时候，那一直站在大地之上的炼天魔帝却是忽然冷笑一声。只见他本就高达1000丈的身影骤然晃动，眨眼之间便是化作了10万丈的巨型身高，魔帝之躯屹立天地，一双猩红眸子却是淡漠地望着那从天而降的手掌。这点手段便是想要对付本帝？你也太小看本帝了。萧炎话音落下，他的手指忽然一抬，对着那天空之上落下的巨大手掌便是遥遥一指。臭！下一刻，那完全由岩浆组成的巨大手掌之上，竟然有着无数赤红色的能量丝线被从中抽离了出来。伴随着那无数赤红色的火属性能量被抽离，那岩浆巨手也是开始缓缓地变得暗淡了许多，甚至在其表面已经有了一些岩浆开始凝固。这是什么手段？看到这一幕，不但是那无数的炎魔族普通族人面露惊骇之色，就连那天空之上的3大玄魔帝在这一刻都是为之色变。要知道，他们各自也都是火焰领域的极强者，对于火焰的掌控远超寻常生灵。放眼整个域外邪族和大千世界，能够在火焰之道上胜过他们3位玄魔帝的强者，都已经是极少数。然而，这个炼天魔帝从斗气大陆归来之后，竟然拥有了这般可怕的手段。萧炎没有理会众人，直接调动火焰大道和自身底蕴，心神转动之间，海量的火属性能量便是被他抽丝剥茧一般的从那只巨大的岩浆手掌当中剥离出来。而随着这大量能量的剥离，那岩浆手掌的颜色开始越发的暗淡，在快要落到这炼天岛上空的时候，已经凝固了大半，上面甚至开始散发出冰冷的温度。大量的火属性能量流失，令它的温度正在急剧下降。等到那巨大手掌到了萧炎头顶的时候，已经彻底的化作了一只由岩石所组成的雕塑。滚！萧炎冷哼一声，巨大拳头直接朝着那具大手掌砸了过去，然后轰然将这只100万丈巨大的石头手掌给轰碎。手掌碎裂，大量的碎石从天而降，宛如流星一般。许多实力连至尊境界都没有达到的小魔，一个来不及，便是被这些碎石给活生生的砸死。对此，萧炎脸上并没有任何的波动。连至尊境界都没有到的小魔，在域外邪族当中，甚至不能称之为族人，是没有资格被关注的。连他们这些域外邪族的魔帝们大战都不会在乎这些下属的死活，他一个外人又何必在意？只见萧炎一跃而起，脚步踏着虚空，手掌已经将那大量岩浆当中抽离出来的火属性能量抓在了手中。吃，漆黑火焰与那海量的火属性能量汇聚融合，而后在萧炎的手中疯狂的蠕动，最后化作一条长达数10万丈的巨大火焰长枪。什么档次，也敢对本帝吆五喝六？
萧炎目光盯着那微微色变的炼狱魔帝，冷笑一声，下一刻，数十万丈的巨大火焰长枪，便是带着近乎要将炎魔族疆域都一分为二的可怕气息，朝着炼狱魔帝的方向狠狠地爆射而去。好狗胆！见到萧炎如此挑衅自己，炼狱魔帝的面子也是再也挂不住，手中无尽岩浆再度翻腾，也是同样化作一道巨大的利剑，朝着萧炎的长矛爆射而去。萧炎能够迅速震杀食炎魔帝，能够将他的攻击轻松化解，这说明他的实力应当是远超寻常的幽魔帝，甚至达到了玄魔帝的门槛。但这并不是他在自己面前狂妄的资本。今日他炼狱魔帝就要让这个家伙知道玄魔帝和幽魔帝之间的巨大差距。轰隆！岩浆利剑和火焰长矛在天空当中碰撞，一道宛如灭世一般的毁灭波动从中传来，方圆数万里之内的大地直接塌陷，无数实力弱小的炎魔族都是在那可怕的余波之下化作烟粉。而后，在众多魔帝惊骇的目光当中，火焰长矛将岩浆利剑撞得粉碎，虽然气息暗淡了几分，但依旧带着极为可怕的威能，朝着炼狱魔帝的方向爆射而去。怎么可能？炼狱魔帝脸色一变，无数岩浆汇聚，瞬间在其体表凝聚成一副岩浆流动的巨大铠甲。炼狱魔甲！炼狱魔帝他双手合十，竟是直接狠狠地抓住了那黑色火焰长矛。手段可以，但想要伤到本帝，还是有些异想天开了。炼狱魔帝狞笑一声，轰然将那火焰长矛捏碎。望着这一幕，周围的魔帝们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倘若这炼天魔帝的一道长矛就能够将炼狱魔帝给伤到的话，那可就太过不可思议了。如同周围的魔帝所想的那般，炼狱魔帝和其他两位魔帝此刻都认为那炼天魔帝应该已经没有其他的手段了。不过即便是如此，他的实力也足以令人感到震撼了。虽然他的修为仅仅只是幽魔帝的层次，可战力却是绝对达到了玄魔帝的层次。就在众人都以为战斗应该暂时结束了的时候，异变却是骤然突起。只见那火焰长枪的碎片忽然在炼狱魔帝的周身悬浮蠕动，而后化作了一道道耀眼的黑色火莲。紧接着，这一道道黑色火莲便是在众魔帝惊骇的目光当中齐齐爆炸。轰隆隆！短短一瞬间，足足数十道巨大的火浪在炼狱魔帝所在的地盘疯狂席卷，所过之处天地变色，大量小魔都是吓得直接钻进岩浆当中，不敢多言。火浪过后，炼狱魔帝依旧站在原地，在炼狱魔甲的保护之下，他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势，只是模样稍显得有些狼狈。然而他一双赤红的眼睛当中却是如同火山爆发，竟敢戏耍本帝！炼狱魔帝彻底怒了，只见他周围无尽岩浆翻滚汇聚，眨眼之间，一道身披战甲，完全由岩浆组成的100万丈巨人便是出现在了天地之间。炼狱大炎魔，小子，本帝要撕了你！炼狱魔帝怒吼一声，脚步一踏，令整个大陆都在微微震颤。本帝说过，敢多管闲事，就算是你本帝也能将你斩了。萧炎冷笑一声，巍峨魔躯同样朝着炼狱魔的冲了过去，似是要跟他斗到底。就在这时，一道更加炽热，似是可以将天地焚烧的青色火焰，却是瞬间将天地分开，将两人的身形阻拦。够了！淡淡的声音传来，青色火焰直接化作火海，将两人霸道的推开。萧炎和炼狱魔帝同时倒退了数十步，停下了身形，望着那无尽青色火海当中走出的高大身影。焚天魔帝，炎魔族的族长，也是炎魔族的最强者，他的修为距离圣品也只差了最后的一步之遥。或许哪天一个突破，炎魔族都将成为域外邪族的第33个大族。哼，都是同族之人，何必闹得如此之僵硬？与此同时，另一道燃烧着红色火焰的身影也是从火海当中走来。炎黄魔帝实力与炼狱魔帝相差无几，不过资历却是更老一些。这两人的修为大概都是相当于玄魔帝中期的修为。当年炼天魔帝离开炎魔族的时候，两人才刚刚占领了下位面，出入玄魔帝境界。如今万年的时间过去，两人却是才踏足到玄魔帝中期，这修炼速度实在是慢得有点可怕。不过这种慢也是对于萧炎这等人物而言的。事实上，到了他们这种境界，修为每进一步都是难上加难。若不是当初焚天魔帝占据了3座相连且拥有位面之胎的位面，这两人或许到现在也未必能够成为玄魔帝。见到这两尊魔帝的出现，炼狱魔帝和萧炎这才彼此缓缓的收手，算是给了这两位玄魔帝的面子。当然，真正要给的还是那焚天魔帝的面子。这位玄魔帝巅峰，只差一步便可以踏入到天魔帝境界的强者，可是真正有过击杀仙品天至尊战绩的。他若是对哪一位魔帝不满了，是完全可以镇压对方的。就算是萧炎魔帝分身的真正实力，也没有把握能够将这家伙击杀。所以萧炎也是干脆将计就计，表现出一副给焚天魔帝面子的样子。见到两人缓缓收手，焚天魔帝脸上这才缓缓地露出一抹笑容，随后便是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萧炎，也就是炼天魔帝的身上。炼天，
没想到你如今竟然已经有了玄魔帝的战力了，看来我炎魔族又要出现一位始祖了。焚天魔帝话音落下，炼狱魔帝和炎黄魔帝便是脸色微微一变，至于其他魔帝更是脸色变化，看向萧炎的目光多了几分羡慕嫉妒。始祖代表着一个族群最高等级的称呼，在顶尖大族，始祖便是天魔帝强者；在炎魔族，始祖便是玄魔帝级别的强者；在那些小族，始祖便是最普通的魔帝。但无论怎么样，这算是承认了炼天这个家伙成为新的始祖，承认对方的实力了。对此，众人虽然心中想要反驳，可在想起方才萧炎与那炼狱魔帝战斗的场景之后，却都是默默地将到嘴的抗议咽了下去。虽然不知道这个家伙到底是怎样爆发出的这样的战斗力，但毫无疑问的是，此人的确有了玄魔帝的战力。有了玄魔帝的战力，又有了焚天魔帝的支持，哪怕炼狱魔帝反对，怕是也没有什么作用了。在拳头大为至理名言的域外邪族当中，只要你有着足够的实力，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哼，按照我族的规矩，一位玄魔帝级别的始祖应当是有着一座高等位面作为领地的。不过族中现在也没有现成的资源，我就先将炼天岛方圆千万里的疆域划给你吧。自此之后，此地所有强者都要听从你的号令，就算是魔帝强者，也要听你的话。焚天魔帝笑容温和，仿佛真是一个和蔼的长辈一般。而在炼天岛附近的两位魔帝，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却是脸色一变。如此一来，他们两人今后可就是那炼天魔帝的手下了。对于焚天魔帝的种种许诺，萧炎只是微微点头，眼神没有任何波动，只是故意将脸上的狂傲之气收敛了几分。他可不会相信这焚天魔帝对自己如此友好客气，仅仅只是因为他实力媲美玄魔帝的原因。此人对自己如此友善，绝对是心怀目的。不过，那焚天魔帝对自己有着其他目的，萧炎又何尝不是在算计着焚天魔帝？果然，在提高了萧炎的规格待遇之后，那焚天魔帝在与萧炎和颜悦色地聊了几句之后，也是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目的。炼天，可否跟我讲讲，你是如何做到能够以幽魔帝的修为与炼狱打得不相上下的？闻言，炼狱魔帝瞬间不服，刚要说话，却是被炎黄魔帝的眼神给制止了。焚天魔帝笑眯眯地看着萧炎，但是眼中的金光却是快要掩饰不住。一个小小的幽魔帝，哪怕是幽魔帝巅峰，也要借助诸多的宝物奇招，才有可能与初入玄魔帝的强者打得不相上下。可这炼天魔帝明明什么宝物都没用，却是可以与玄魔帝中期的炼狱魔帝一战，这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难不成这个家伙在那斗气大陆得到了什么了不起的机缘不成？望着焚天魔帝那和蔼的笑容，萧炎心中却是一阵冷笑。不过也好，既然这家伙主动送上门来，他萧炎也是不用再花费精力去哄骗焚天魔帝了。于是萧炎也是不再犹豫，直接将自己提前编好的故事说了出来。我在那斗气大陆发现了一处古老传承，从中领悟了一丝火焰大道。话音落下，三大玄魔帝的呼吸在这一刻都是瞬间急促了起来。火焰大道，三尊玄魔帝都是目光不可思议而无比炽热地看着萧炎。到了魔帝这一层次，也算是伪神级别的强者了。加上域外邪族本来就有天邪神这等神灵级别的存在，因此域外邪族其实有着更加清晰的对于成为神灵的修炼认知。想要成为神灵，也就是天邪神这种层次的强者，主要有3种方法。第一种，那便是天生神灵，他们是宇宙自我酝酿，可以说是先天诞生的可怕存在。不过这种方法是根本没法复制的，先天神灵唯有在一方世界诞生之初才会存在，而且一般位面根本无法孕育出先天神灵，唯有大千世界这种级别的大世界才能在诞生之初就孕育出先天神灵，而且数量也是极为的稀少。毕竟这种层次的存在是完全可以影响到一个大世界的发展的。第二种，那便是修为足够强大之后，尝试与世界意志相融合，从而得到一方大世界的加持和认可。这种修行方法几乎与成为位面之主的修行方式相差不大，唯一的区别便是修炼到这一步会更加的困难，同时想要得到世界意志的加持也是极为的困难。而且即便是得到了世界意志的加持，成为了第2种神灵级别的强者，那也仅仅只是最普通的神灵层次，在自己的大世界当中或许十分强大，但一旦离开之后便是最普通的神灵。而第3种则是被公认的自我修炼成神，而且不但能够成神，更是在成神之后可以再度前进，有机会成为神灵当中都极为了不起的存在。这种方法便是参悟大道，悟透一种大道即可得到大道加持，只要自身修为足够，冲击神灵境界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且在成为神灵之后，神灵之间的博弈除了自身神力的强横程度之外，大道便是他们战力的另一个关键。自创神术，增幅战力，甚至朝着更高的维度前进，都是看神灵对于大道的参悟程度。不过领悟大道虽然是最好的一条道路，却也是最为艰难的一条道路。别说是悟透一条大道，
哪怕是仅仅领悟一丝丝大道真意，成为天魔帝都是轻而易举。纵观域外邪族与大千世界几万年来的历史，无数天骄人物能够侥幸领悟到一丝丝的大道真意，便已经是其中最风华绝代的人物了。如圣天魔帝、暗天魔帝、新天魔帝等域外邪族最为顶尖的强者，又或者是大千世界的天帝、洛神、浮屠老祖等强者，都仅仅只是感悟到一点皮毛，便已经拥有如此成就。唯一一个真正入门，在大道感悟上有了些许成就的，那便是49000年前令天邪神都极为头疼的那位不朽大帝了。这一位是真的领悟到了一些时间大道，堪称已经入门的存在。仅仅只是时间大道入门，便是令他达到了半步神灵的境界，足以见得领悟大道究竟是何等的可怕，对于个人的好处是何等之高。可以说，当萧炎、炼天魔帝领悟了这一丝火焰大道，便是意味着他们炎魔族不久之后也要诞生出一位天魔帝级别的强者了。而且，这位天魔帝还极有可能成为那种顶尖天魔帝。只要有一位顶尖天魔帝坐镇，炎魔族将立刻成为域外邪族的顶尖大族，而且还是极为靠前的那种存在。除了知晓了炼天魔帝的如今的潜力之外，三尊魔帝更为关注的还有一点就是这炼天魔帝究竟是怎样领悟火焰大道的。他在斗气大陆被困了足足上万年的时间，难不成这个连位面之胎都不复存在的斗气大陆还有着什么极为神秘的秘密不成？那可是大道啊，若是能够得到这种领悟，可比炼化什么位面之胎要强大了太多了。那炼天魔帝也说了，斗气大陆当中有着一处传承，他能够有如此机遇，或许就是在那传承当中得到的。念及于此，三人的目光便是更加的火热。炎魔族能够诞生出一位新的天魔帝强者，固然令他们十分喜悦，可如果再多出一位天魔帝强者，而且那位天魔帝还是自己，那可就太完美了。当下，即便是最为老成的焚天魔帝也是忍不住轻轻搓了搓手，目光看向萧炎，多了几分殷勤之色。哼，炼天，不知道你所说的那处传承究竟是何等强者所留？你也知晓，若是我炎魔族能够再出现一位领悟大道者，那千百年之后，我炎魔族可就是仅次于圣魔族的超级大族了。你放心，只要你将这件事说出来，族中一定会记住你的好处的。如果你对族中的贡献足够巨大，那我完全可以让你成为我炎魔族的下一位族长。焚天魔帝的话语落下，炼狱魔帝和炎黄魔帝的脸色都是不太好看。对此，焚天魔帝却是心中冷笑一声，两个愚蠢的东西，就算自己不将这族长位置传承给炼天魔帝，等他强大了，难道这两个废物就能是炼天今后的对手不成？等他成了天魔帝，就算是自己也得乖乖退位。与其如此，倒不如用这族长的位置为引子，将那传承的消息给弄出来。到时候自己若是也能够得到一份传承，领悟一丝火焰大道，那才是真的完美。焚天魔帝甚至决定，等此事结束之后，就算这炼天魔帝不说，他也要去那所谓的斗气大陆看看。他停留在玄魔帝境界已经数万年的时间，这种机会对他而言，哪怕是有着巨大危险，也绝不可能放过。不过令他十分高兴的是，在听到族长位置将要落到自己头上之后，那炼天魔帝显然是瞬间变得无比兴奋了起来。哈哈，族长这是哪里话？将那机缘留给族中，是我这个未来的族长应该做的。炼天魔帝仿佛被冲昏了头脑，一股脑的就将斗气大陆的秘密全部说了出来。此地乃是当年一个超级位面的碎片，此位面当中曾经诞生过一尊媲美不朽大帝的超级强者，名为焚天大帝。我便是在那斗气大陆当中得到了焚天大帝的传承，不过也因此被那里的强者围攻，被封印了足足上万年的时间。萧炎高兴的手舞足蹈，似是已经成了炎魔族的族长。霸气外露，找死！炼狱魔帝和炎黄魔帝相互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杀意。尤其是炼狱魔帝对于这个狂妄的家伙更加嫉恨。焚天魔帝却是不然，只是笑盈盈的听着萧炎所说。不但如此，那斗气大陆之上甚至还有着一株菩提古树，那是极为了不得的灵根。可惜我离开的时候太过虚弱，根本无法掠夺。当萧炎说出菩提古树的时候，三大魔帝的眼睛又是微微一缩。菩提古树那可是极为罕见的混沌灵根，就算是大千世界当中都是没有这等稀罕之物。那斗气大陆竟然是一块超级位面的碎片，其上有着诸多秘密，简直就是一块宝藏之地。想到这里，焚天魔帝的眼神也是越加的火热。就在这时，萧炎却是抛出了一个令三人都微微一震话题。不过那斗气大陆之上虽然有着一位准神强者的传承，可这传承最多只能传承3次，如今已经被用了2次。一边说着，他还有些唏嘘地看了三人一眼。闻言，三人的脸色都是微变。只剩下1次传承机会了，还有1次被谁得到了？炼狱魔帝的声音瞬间愤怒了。领悟火焰大道的机会啊，谁不想得到啊？然而
萧炎只是颇为不爽地看了炼狱魔帝一眼，粗鄙的家伙，我不想跟你说话。你，炼狱魔帝正要发作，便是听到了焚天魔帝已经开口了。炼狱闭嘴，跟炼天道歉。炼狱魔帝瞬间憋得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但在焚天魔帝那近乎可以杀人的眼神当中，还是萎靡了下来。对不起，我承认刚才对你说话声音太大了。望着这一幕，萧炎心中越发好笑，脸上却是依旧演技在线。那另一次传承机会被一个名为萧炎的家伙得到了，此人的天资之强大，简直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他才修行短短不足100年的时间，便是已经领悟了火焰大道，而且实力也是与我极为接近。我当时身受重伤，甚至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倘若不是我领悟了一丝火焰大道，怕是已经陨落在这个家伙的手中了。族长，这萧炎不但夺了我族的传承机会，更是妖孽无比，将来必然会是我族，甚至是整个圣族的大敌啊！萧炎一顿自吹自擂，倒是令焚天魔帝和另外2位玄魔帝脸上都是露出惊色。什么？修炼不足100年便已经领悟了火焰大道，此人的天赋岂不是比当年的不朽大帝还要可怕？若是放任此人成长起来，那绝对会是我族未来的巨大威胁。当听到萧炎的天赋之时，即便是焚天魔帝脸上都是露出了一抹隐形的惊惧。他目光扫过3人，当下便是做出了决断。如此宝贵的传承，我族固然不能丢失，而且这萧炎如此天赋，我自然是不能放任其成长起来。此子若是将来到了大千世界，不出100年便会成为我族最大的敌人。这样吧，今日就给炼天开宴，接风洗尘，然后立刻调动族中大军。3天后，我便带着大军前往那斗气大陆，去干掉那个叫做萧炎的家伙。焚天魔帝的确是被萧炎的天赋给吓到了，却不知道萧炎其实就站在他的面前，一步一步地诱导着他掉进一个可怕的陷阱当中。对于焚天魔帝的话语，炼狱魔帝和炎黄魔帝却是微微陷入沉默。你去干掉萧炎，那固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你去了斗气大陆，那最后的一次传承不也就到了你手里了吗？领悟火焰大道的机会啊，就要这么落到焚天魔帝的手里了，而他们2个却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令2人是何等的难受。不过难受也好，愤怒也罢，他们也是不敢多说什么。强者享受最大的蛋糕，从来都是这个世界默认的法则，尤其是在弱肉强食的域外邪族更是如此。别看焚天魔帝身为族长，平时对他们2个颇为的器重，可一旦2人敢对着传承动心思，焚天魔帝的杀意就会直接以物理形式的方式显现出来。因此，即便是心中有着再多的不甘，他们也只能选择沉默。只不过在沉默的同时，2人看向萧炎的目光却是多了几分怨毒，尤其是炼狱魔帝，此刻更是有着杀意隐匿。萧炎将2人的目光默默看在眼里，心中却是泛起一抹冷笑。等着吧，等焚天魔帝被支走，就是你们2个陨落的时候了。炎魔族只不过是萧炎重回圣品的一个踏板罢了。当天，在族长焚天魔帝的召唤之下，炎魔族的所有魔帝强者都参与了炼天魔帝回归的盛宴。3位玄魔帝，11位幽魔帝，这便是炎魔族如今的实力，而且还没有算上回归的萧炎和已经被他斩杀的10炎魔帝，能够成为仅次于顶尖大族的大族群。炎魔族的实力的确十分强大。焚天魔帝亲自承认了萧炎第4始祖的身份，给予了萧炎玄魔帝的身份地位。在场的其他幽魔帝看向萧炎也是十分的客气敬畏，他们可是亲眼看着萧炎碾压一般的击杀了10炎魔帝，而后又与炼狱魔帝交手不落下风的。这等实力已经可以击杀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炎魔族的宴席也不同于其他种族，摆在他们面前的丰盛佳肴竟然是一道道火焰。在这种魔帝层次的盛宴当中，每一位魔帝面前的主菜竟然是一道足以媲美一火的火焰。望着这一幕，萧炎嘴角笑容也是越发的发自内心，看来是真来对地方了。入夜，萧炎拖着高大的魔躯缓缓地走回了自己的宫殿。白天被战斗毁坏的宫殿已经被一群魔王拾去的再度建起。他走进深宫当中，一道燃烧着黑色火焰的女性炎魔族和几个女魅魔正微微颤抖着跪在地上。当看到萧炎的那一刻，他们瞬间将脑袋重重地磕在了地上。陛下，女性炎魔族的实力其实足以堪比地至尊大圆满，就连身后的几个女魅魔修为最低的都是达到了下位地至尊的层次，可此刻他们却是浑身颤抖的如同筛糠一般。炼天魔帝不在家的这上万年里，炼天岛早就被10炎魔帝给占领，就连他们几个都是沦为了10炎魔帝的玩物。当然，这究竟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他们心中其实十分的清楚。但无论如何，10炎魔帝已经死了，而且还是被面前这个炼天魔帝活生生的打死的。不但如此，如今的炼天魔帝在族中的地位也是再度一跃千丈，成了始祖级别的人物，甚至论起地位，他在族中已经仅次于焚天魔帝，被焚天魔帝亲自定为了下一任的炎魔族族长。无论是哪一种结果，
只要面前的这个炼天魔帝起了杀心，他们都是死路一条。域外邪族当中，虽然对于贞操之类的观念很低，但在讲究上下尊卑的这里，背叛的代价往往很高。现在知道错了。萧炎望着那几个微微颤抖的身躯，脸上甚至没有丝毫的犹豫，屈指一弹，一缕夹杂着丝丝绚丽色彩的火焰便是化作一道尖锥，直接落入女性炎魔的眉心当中。陛下，我……女性炎魔仅仅只是发出一声惊呼，身躯便是已经轰然倒地，再也没有了声息。萧炎仅仅一招，便是将对方的魔魂都给直接摧毁。一个域外邪族的王妃，自己又不感兴趣，而且这女炎魔跟随炼天魔帝这么多年，知道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更何况他来此地的目的就是来搅乱整个域外邪族的，能多杀一个，萧炎又怎么可能心慈手软？陛下，见到帝后直接陨落，一动不动的样子，几名女魅魔都是瞬间吓破了胆子，一张张带着魅惑众生的魅力脸蛋上，竭力露出楚楚可怜的凄美之色。要怪，就怪你们知道的太多了。萧炎没有丝毫的怜悯，手掌一挥，几名女魅魔在惊恐的眼神的当中，直接化作了飞灰。魅魔族最擅长用自己的身体和容貌作为武器，那般楚楚可怜的模样，有时候甚至连一些同级别的大千世界强者都会知道。然而他们真实的内心却是充斥着贪婪与毒辣。这些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大千世界的强者被魅魔族的人吸干了精气，甚至连血肉都成了对方的滋补。所谓吃人不吐骨头，说的便是这一种族。随手抹掉炼天魔帝曾经最亲近的几个女人之后，萧炎这才在周围侍卫惊惧的目光当中走进了大殿深处。我闭关期间，任何人都不得闯入，就算是天魔帝来了也不行。萧炎的声音依旧霸道，但周围的护卫却是噤若寒蝉，纷纷点头恭敬地表示顺从。太残暴了！吩咐完这些之后，萧炎也是缓缓地走进了大殿中央的一处偏殿当中。此地没有任何装饰物，只有一个直径100丈左右的深洞。萧炎甚至没有多想，便是直接跳了进去，一路畅通，直到下降了足足上千里的距离之后，四周的温度开始急速升高，萧炎却是神色不变，继续疯狂的下降。如此下降了足足上万里的深度之后，四周的温度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按照萧炎的估算，此地的高温应当已经足以堪比近连妖火的温度了。这般可怕的高温，就算是那些堪比地至尊的魔王，也是不敢在此久留。能够在这个深度修行的，都是炎魔族的魔帝们。而在这万里之下，一道同样万丈高大的火焰宫殿正悬浮在海洋当中，这里便是炎魔族当中唯有魔帝级别的强者才有资格建造的宫殿——玄黄魔岩。萧炎望着那高达万丈的火焰宫殿，眼中忍不住露出一抹惊叹。虽然他的眼界要远远超过这些炎魔族所谓的始祖，但依旧觉得炎魔族强者在修炼上的用心。所谓的玄黄魔岩，其实就是将大量的玄黄岩给孕育出来，然后再用炎魔族的手段培养成适合炎魔族修炼的资源。由于大千世界的能量要远超斗气大陆，加上炎魔族有着足足3座相互依靠的位面，所以孕育玄黄魔岩对于他们而言真的没有什么难度。不过饶是如此，孕育累积如此庞大数量的玄黄魔岩，依旧是极为耗费精力的一件事情。所以就谢谢你们炎魔族的帮助了。萧炎脸上露出一抹笑容，脚步一踏，便是已经走进了火焰宫殿当中。随后他手掌一翻，海量拥有火属性的天材地宝、魔物，或是对于炎魔族修行有利的宝物，便是尽数出现。这些都是击杀食炎魔帝所得的宝物，是这家伙在无尽岁月当中所积累的宝贵财富。当然，除了这些，还有食炎魔帝本身的魔元，以及那一团悬浮在萧炎掌心的阴石魔岩。吞了这些，我的实力也差不多能够达到幽魔帝的巅峰了吧？萧炎望着面前宛如海洋一般的大量天材地宝，食炎魔帝作为炎魔族仅次于玄魔帝的顶尖幽魔帝，手中也有着极为庞大的地盘，在炼天魔帝消失之后，更是占据了炼天魔帝的地盘。也就是说，他手中的资源堪比2位魔帝的积累，这些资源怕是他积累下来，准备将来冲击玄魔帝境界所留。若是被寻常幽魔帝看到，怕是会眼红无比。只可惜如今都要为萧炎所用了。不要着急，用不了多久，整个炎魔族的魔帝都会去陪你的。萧炎盘坐在无尽火焰中央，张口一吸，那宛如海洋一般的种种火焰宝物，便是开始被他长鲸吸海一般源源不断的吞噬。而那阴石魔岩也同样落入了萧炎的体内，迅速被他体内的地岩吞噬融合。随着阴石魔岩被不断的吞噬融入，那漆黑火焰的色泽当中也是再度多出了一抹紫意。而随着阴石魔岩的融入，地岩的威能也是再度增长，炼化魔帝魔元和火属性宝物的速度再度提升。在这般越来越快的进度当中，萧炎的修为正在飞速的提升。3天后，焚天魔帝所在的大陆之上，密密麻麻宛如蝗虫一般的身影铺天盖地，宛如阴云一般遮蔽了天空。焚天魔帝站在天空之上，望着身后的浩荡大军，
一双平静了无数岁月的猩红双目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兴奋与贪婪。炼天呢？怎么没有看到他？他的目光扫过身边的炼狱魔帝和炎黄魔帝，听他的侍卫说是去闭关了。炎黄魔帝闷闷地说道：“没有眼力劲的东西，族长外出征战，他竟敢不来送族长。”炼狱魔帝语气则是更加冷漠，甚至隐隐蕴含杀意。闭关了？焚天魔帝微微一怔，旋即微微一笑：“无妨，让他闭关吧。看来我炎魔族快要出现一位天魔帝强者了，倒是你们两个还是要抓紧时间修炼啊，特别是你炼狱，你将那小子得罪得这么死，他将来若是突破，可是有你好受的。”焚天魔帝似笑非笑地看了炼狱魔帝一眼，令炼狱魔帝心中忽然一颤。是啊，若是炼天魔帝成了天魔帝，那自己可就倒霉了。见到炼狱魔帝脸上的表情变化，焚天魔帝的脸上却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继续叮嘱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炎魔族便是暂时交给你们两个打理了。以我族的实力，应该没有哪个不开眼的会对我族动手。若是真的出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便去战魔族寻求帮助。咱们炎魔族给战魔族朝贡了几万年，就算是让战天魔帝亲自出手一次也是正常的。”吩咐完后事之后，他这才满意地露出笑容，望着身后那黑压压的大军，赤红瞳孔当中隐藏了数万年的火焰终于再度爆发。出发，前往斗气大陆，斩了那个叫做萧炎的小家伙。焚天魔帝双目兴奋，那斗气大陆当中可是蕴含着一道可以令自己有机会领悟大道的机缘啊！只要领悟了大道，那他便是可以水到渠成的突破这道困了他数万年的瓶颈，甚至可以再进一步成为圣天魔帝那等顶尖存在，甚至超越圣天魔帝，成为仅次于天邪神的伟大存在。想到这里，他的内心比他体表燃烧的火焰更加灼热。在他的命令之下，浩浩荡荡的炎魔族大军终于朝着斗气大陆的方向进发而去。在焚天魔帝的身后，足3尊魔帝、300尊魔王以及浩浩荡荡数之不尽的媲美至尊的炎魔族倾巢而出。这般兵力已经占据了整个炎魔族接近1/3的实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有着一尊玄魔帝巅峰的存在亲自坐镇。如此阵容，别说是那些普通位面，就算是诞生了位面之主的高等位面，面对这般阵容，最多也只能苦苦支撑，能够不被攻破已经是万幸了。浩浩荡荡的大军离开了炎魔族的疆域，惊动了周围的无数小族，甚至连一些大族都有些震撼。炎魔族在搞什么鬼？竟然是焚天魔帝亲自出动，这可是仅次于天魔帝的存在啊！最近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前不久，异魔族也是如此浩浩荡荡的出发，族中如今只剩下几个幽魔帝坐镇了，不知道，想来是出了什么事情吧？围观的域外邪族议论纷纷，却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只记得不久之前，异魔族也是这般浩浩荡荡的出发了。伴随着焚天魔帝的离去，那一直在万里深处的岩浆当中修炼的萧炎也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一位玄魔帝，3位魔帝，还有这般庞大的大军，如此数量的炎魔族，若是进入被斗气大陆吞噬，怕是能够令斗气大陆直接进化到极为强大的层次了吧？还有异魔族，你们两个到的时间倒是极为的接近啊！啧，突然陨落2位玄魔帝，对你们域外邪族怕是也颇为肉痛吧？萧炎目光收回，再度炼化起面前浩瀚的大量能量。焚天魔帝一走，炎魔族剩下的2个玄魔帝对他根本没有威胁可言。等他实力达到幽魔帝巅峰，便要趁机快速斩了这2个家伙，然后将那虚空破灭焰给炼化了。到时候，他将借助整个炎魔族的无尽资源和虚空破灭焰的力量，真正拥有匹敌天魔帝的实力。与此同时，在这岩浆海洋相隔了足数百万里的另一座庞大火焰宫殿当中，炼狱魔帝一双眼睛正盯着炼天魔帝的宫殿方向，眼中露出一抹深邃的杀机。炼天，你真以为领悟了一丝火之大道之后，便是成了我炎魔族的宝贝了吗？你当真以为老族长真的是向着你的吗？炼狱魔帝嘴角露出一抹冰冷笑容。倘若焚天魔帝真的喜欢这个家伙，又怎么可能告诉自己炼天魔帝将来一定会对付自己？事实就是，就连焚天魔帝对于这个狂妄霸道而有着极大潜力的焚天魔帝也是极为的不放心。至于究竟是想置他于死地，还是有着别的想法，炼狱魔帝就不清楚了。他只知道，一旦炼天魔帝将来成了天魔帝，自己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而且以这家伙的霸道和狂妄，很可能会拿自己开刀立威。我可不会指望着自己将来的生死要取决于你的喜乐啊！炼狱魔帝脸上露出一抹残忍。既然如此，那便是让你这个所谓的天才提前陨落在这里吧。他手中缓缓浮现一柄赤红粗长的巨大战戟，目光森冷地盯着萧炎的方向，寻找刺杀的机会。真以为能跟本帝过一招就是本帝的对手了？很快你就会知道本帝炼狱大魔戟的威力了。
炼狱魔帝身形晃动，依然离开了自己的宫殿，而后很快出现在萧炎所在的炼天魔帝宫殿之外。在屏息凝神，气息缓缓降到了最低，但体内的力量却是在不断的积蓄。这种积蓄一积累，便是整整小半年的时间。而在近半年的时间之后，伴随着一道紊乱波动的出现，炼狱魔帝的眼中瞬间爆发出金芒。下一刻，毁天灭地，足以瞬间摧毁数座小型位面的浩瀚威能在粗长大戟之上爆发，瞬间化作一道流光，朝着那火焰宫殿中央的身影暴露而去。死！轰隆！庞大的力量直接令这万里之下的岩浆海洋都直接炸出了万丈真空，可怕的力量直接将面前的火焰宫殿瞬间撕开，露出其中一道高达1000丈的巍峨身躯，而后一击即中，直接将这具高大身躯给轰得粉碎。一切仿佛一击必中，看着是那般的顺利，可是炼狱魔帝此刻却是神色大变。不好！他浑身鳞甲在这一刻都是微微张开，仿佛遇到了极为了不得的危险一般。对于自己的压箱底的绝学，炼狱魔帝自然是十分的清楚，这一道足以爆发出玄魔帝巅峰的威力门槛。寻常幽魔帝一旦被轰中，就算是不四分五裂，也会直接被劈成2半。然而这炼天魔帝的状态实在太不对了，那可是可以与自己交过手的幽魔帝，被如此轻易的直接轰碎，化作无数碎片，这实在是太过不正常。唯一的解释便是，这只是一具最为简单的能量化身。那么他的真身是不是早就已经发现了自己呢？回应他想法的是身后的无尽岩浆翻滚之间，一只足有万丈巨大的岩浆拳头已经从天而降。果然，这混蛋果然早就发现我了。炼狱魔帝脸色微变，只是刚刚转身，那巨大拳头已经携带着不可思议的力道，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身上。你被这一拳砸在身上，炼狱魔帝的脸都瞬间扭曲，双眼瞪得溜圆，一口鲜血在这一刻都是直接喷了出来。怎么可能？你一个幽魔帝怎么可能爆发出这般可怕的力量？足足倒飞出了数十步，炼狱魔帝才缓缓在岩浆海洋当中稳住了身形，目光再度看向那岩浆海洋当中漂浮的身影，已经满是惊惧。这种惊惧就如同当初的食岩魔帝一般，萧炎的实力要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有什么不可能？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般废物吗？漆黑火焰宛如滴入水池的墨汁一般，令方圆百万里的岩浆都渲染成了漆黑之色。在那百万里岩浆的中央位置，一尊高达10万丈的巨大身躯正静静地站立，一双赤红的双眸正淡漠地盯着炼狱魔帝。炼天魔帝望着那屹立于漆黑岩浆海洋当中的高大巨人，炼狱魔帝内心微微一悸，旋即便是怒火中烧，双目带着可怕的杀意。究竟是谁给你的勇气，让你一个小小的幽魔帝竟然敢跟我叫板？炼狱魔帝彻底疯狂了，这个幽魔帝每次都让他无比的恼火，却又无可奈何。今日他一定要趁着焚天魔帝不再将其斩了。话音落下，他那本就高大的魔躯在这一刻也是骤然膨胀，眨眼之间竟然变得比炼天魔帝还要庞大，身高足足有着数十万丈巨大。无论是在域外邪族还是大千世界，魔帝真身或是天尊灵体的体积虽然不能代表绝对的战斗力，却是能够代表基础的力量。体型越大，容纳的能量也就越多，这几乎是一种公认的情况了。一尊玄魔帝的魔帝真身比幽魔帝要高大许多，实在是太过正常，其力量往往也是幽魔帝的数倍乃至数十倍。这也是为何寻常的幽魔帝基本不可能越级挑战一位玄魔帝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只是最为基本的原因之一，魔帝之间也同样有着种种手段，这种种手段才是胜负的关键。就好像如今的萧炎，他的种种手段加起来，又怎么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玄魔帝的对手？今日便让你知道何为真正的火之大道。萧炎只是冷笑一声，下一刻，周围漆黑的岩浆海洋便是迅速翻腾，无尽的漆黑岩浆在其体外凝固，仿佛至尊法身一般，给他的魔帝之身再度套上了一层高大的外壳。杀！萧炎脚步一踏，周围的岩浆瞬间剧烈波动，而他的身体已经出现在了炼狱魔帝的面前。炎帝印，他内心低语之间，漆黑火焰已经在他掌心凝聚成一道巨大的漆黑手印，而后重重地朝着炼狱魔帝的脑门位置砸了过去。狂妄！炼狱魔帝大吼一声，同样一掌狠狠地对轰了过去，两只手掌对碰，方圆百万里的岩浆海洋瞬间惊涛骇浪，可怕的能量波动甚至令周围的无数岛屿都开始微微震颤。而这般可怕的动静，也是终于令炎魔族的诸多强者们有了察觉。发生了什么？地底深处怎么会有如此强大能量波动？发生了什么？诸多炎魔族强者面露惊恐之色，两尊玄魔帝的交手，其实已经足以令一些中等位面都陷入毁灭了。即便是高等位面，在这种战斗当中都要满目疮痍。如此强大的能量波动，绝对是玄魔帝层次的交手。在众人的不安和动荡当中，一道气息再度升起，那正是炎黄魔帝的气息。
普通炎魔族还不能区分，但对于炎黄魔帝而言，地底之下战斗的两道气息究竟是何人，他又如何的不知道？想到这里，他也是脸色微变，迅速化作流光潜入地底的岩浆海域。此刻的地底当中，炼狱魔帝已经是右手微微颤抖地盯着萧炎，一双眼睛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不可能，你的实力怎么可能如此强大？他实在是不愿相信，即便是硬碰硬，这炼天魔帝的实力都要比他还要强上一筹。哼，火焰大道的力量又岂是你这种废物能够窥探的？萧炎冷笑一声，便是再度栖身而进。火焰大道那是可以借助宇宙当中任何一处拥有火焰的地方当中的能量的，具体的加持效果则是完全取决于使用者对于火焰大道的掌控程度和自身力量究竟能够撬动多少火焰的能量。而萧炎可不仅仅只是像他所说的那般，仅仅只是领悟了一丝火焰大道而已，他可是已经将整个火焰大道都给悟透了的人。随着他的实力越发的强大，圣品之下已经无人能够再对他造成威胁，就算是焚天魔帝，萧炎也只是没有绝对把握，直接击杀他而已，而并非不是他的对手。吞噬了炼天魔帝和食炎魔帝如此丰厚的资源和魔源，加上因石魔炎的融入，他的实力所能撬动的火焰力量自然是更加庞大，对付一个小小的玄魔帝并没有太大的压力。废物！听到这般淡漠的嘲讽，炼狱魔帝那一双眼睛在这一刻都是瞬间变得更加赤红了起来。他毕竟是炎魔族的3大玄魔帝之一，更是掌控了一个位面的位面之主，以往除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天魔帝，谁敢对他如此的无礼？而今被萧炎一口一个废物一般的叫着，实在是令他恼火。吃我大戟！他双眼赤红，手中大戟早已化作了近100万丈的巨型体积，而后携带着炼狱魔帝浑身的力量朝着萧炎砸了过来。这大戟倒是不错，不过跟了你这废物倒是有些可惜了。刚好本帝手中也缺少一件趁手的兵器，你倒是主动送上门来了。见到大戟落下，萧炎非但不逃，反倒是直接举起双手将那大戟抓住。可怕的力道落下，令他身体微微一颤，下方岩浆海洋则是激发起千层巨浪，而后那足以撕裂一座小型位面的大戟便是再也无法撼动分毫。断！萧炎冷笑一声，掌心无数火焰忽然疯狂旋转，仿佛化作了一道火焰圆盘一般。只见他化掌为刀，手起刀落，最后重重地劈在了那炼狱大魔戟之上。而后在炼狱魔帝惊恐的目光当中，炼狱大魔戟发出不堪的刺耳声响，最后轰然断成了2半。不可能！炼狱魔帝在那恐怖的力道之下，虎口都微微撕裂，可其脸上的不可思议之色却是更加浓郁。这炼狱大魔戟乃是他最为得意的魔帝兵器，耗费了他无尽资源打造，放在那大千世界绝对是接近绝世圣物级别的存在。这等兵器就算是焚天魔帝全力轰击，也只能在上面留下一些豁口而已。这炼天魔帝竟然仅仅一招就将这炼狱大魔戟给劈开了，这等力量岂不是已经逼近天魔帝的层次了？这等实力怎么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幽魔帝所能爆发出来的？回应他的是一条硕大几头、撕天裂地的一劈。接下来该轮到我了。萧炎的声音回荡之间，便是握着那半截大戟朝着炼狱魔的杀了过来。他的力量之强弱完全取决于周围火焰能量的增幅，而在这岩浆海洋的深处，正是他可以爆发出最强力量的地方。在这里，哪怕他现在仅仅只有幽魔帝巅峰的力量，可就算是普通天魔帝级别的强者，也无法真正奈何得了他。啊！炼狱魔帝使出浑身解数去抵挡，却依旧被萧炎攻破了防御，连炼狱魔甲都被萧炎生生的撕裂一个口子，露出其中的血肉。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他根本就不是萧炎的对手。撤！我撤到岩浆世界之外，我就不信他还能如此压制我。我撤到我自己的位面当中，就算他的攻击力接近天魔帝，也不可能伤到我。炼狱魔帝心神震颤，朝着自己所属的炼狱大陆疯狂逃窜。身为位面之主，他在其中便是近乎无敌的存在，天魔帝之下没有人能够伤到他，就算是萧炎也做不到在他所在的位面当中击杀他。不过萧炎又怎么可能让他逃离此地？杀！萧炎脚步再度踏出，身体与岩浆忽然融为了一体，眨眼之间便是出现在了炼狱魔帝的身后。炼狱大魔戟发出轰鸣的震颤，被萧炎宛如握着大斧子一般狠狠劈下，而后无数岩浆汇聚，重重落在他的身上。噗嗤！炼狱魔帝再度喋血，伤势再度加重，萧炎却是完全不理会，一路狂追。炎魔族的疆域不断的传来轻微的震颤，到了后面，这震颤的动静则是越来越大，令周围的无数强者都心惊胆战，因为他们明显感觉到，在这大地之下，正有着2尊庞然大物在进行着激烈的厮杀，而这种厮杀的波动正在距离地表越来越近。轰隆！伴随着一片山崩地裂的炸响，一座岛屿忽然直接塌陷，
令整个炎魔族的疆域都狠狠一颤。紧接着，一尊高达数十万丈的庞大身影便是逃命一般的朝着炼狱大陆逃窜。然而，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半只硕大的长戟便是顺着他的伤口瞬间捅穿了他的身体。不！炼狱魔帝艰难地回过头，一双眼睛不可置信地望着背后杀意凛然的身影。这一招竟然直接刺透了他的身躯，并且已经伤到了他的魔帝之心。这让炼狱魔帝再度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充满了恐惧。然而，恐惧是没有用的。硕大的戟头一个旋转，炼狱魔帝身体一颤，魔帝之心已然碎裂。望着这一幕，萧炎却并没有收手的意思。开玩笑，对付域外邪族，他怎么可能留手？只见他脚步踏出，眨眼之间便是来到了炼狱魔帝的面前，而后双手齐齐地插入到了炼狱魔帝的胸口位置。饶命！饶命！炼狱魔帝终于慌了，他望着距离自己仅仅只剩下数十万里的庞大大陆，眼中露出强烈的不甘之色。炼天，住手！这可是我族的玄魔帝，你若将他杀了，那些天魔帝们都是会惩罚你的。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再度从地底窜出，正是炎黄魔帝。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刚刚进入地底不久，便是看到炼狱魔帝极为狼狈地朝着上方逃窜。而等他跟随着冲出地表的时候，那炼天魔帝竟然已经击碎了对方的魔帝之心，并且已经在准备最后一击。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炼天魔帝的实力要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大。但是与此同时，若是炼狱魔帝死了，炎魔族可就真正少了一位支柱级别的强者了。住手！萧炎目光扫过炎黄魔帝，嘴角缓缓露出一抹冷笑。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炎魔族从今以后只能有一个天，那便是我炼天魔帝。别急，下一个就轮到你了。望着萧炎那森然的笑容，炎黄魔帝浑身打了一个冷战，惊叫道：你疯了不成？回应他的是萧炎没有丝毫停留的残忍手段。只见他双臂用力一撕，在炎黄魔帝和所有炎魔族强者惊惧的目光当中，炼狱魔帝庞大的魔帝之身骤然撕裂，被活生生的撕成了两半。魔帝之心碎裂，魔魂被大量漆黑火焰包裹吞噬，漫天宛如岩浆一般的魔血肆意挥散在整个炎魔族的疆域。众人寂静，望着那屹立在天空之上的巍峨魔躯，心神颤抖。这一刻，他们仿佛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魔。太残暴了！望着那漫天倾泻的赤红血雨，包括炎黄魔帝在内的所有炎魔族强者都是心神颤抖，望着天空之上那沐浴在魔血当中的身影而感到畏惧。这可是一尊真正的玄魔帝级别的存在啊！即便是焚天魔帝要斩杀他，都是十分的困难。然而，这炼狱魔帝今日就这么陨落在了炼天魔帝的手中，而且死的是这般的干脆凄惨。这也让众人明白，面前的炼天魔帝实力早已不是万年之前的模样，他可以正面碾压击杀一位玄魔帝，他的实力绝对不比离开此地的焚天魔帝要差，甚至还要更胜一筹。想到这里，众多炎魔族强者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带着浓浓的敬畏。然而，战斗并未彻底的结束，因为在炼狱魔帝陨落了之后，萧炎那双猩红冰冷的眸子已经盯上了那身体僵硬的炎黄魔帝。现在，给你两个选择，成为我的魔魂奴隶，或者死。萧炎淡漠地注视着炎黄魔帝，却是令后者忍不住脸色在变。倘若仅仅只是让他表面臣服的话，炎黄魔帝是不会有多大的反抗念头的。毕竟域外邪族强者为尊，当萧炎表现出比焚天魔帝还要可怕的战力的那一刻，便是意味着他已经拥有了令炎魔族所有人都臣服的资格。即便是高傲如炎黄魔帝，也不介意稍微降低自己的头颅。可是萧炎竟然要他做自己的魔魂奴隶，这是何等的羞辱，又是何等的虐待！要知道，一旦成了对方的魔魂奴隶，那从此生死便是由对方彻底掌控了。换句话说，他就变成了一具有思想的傀儡，萧炎说什么他就得做什么，唯一反抗对方的方式，那便是只有自杀。对于这种选择，就算是炎黄魔帝也完全不可能接受。不可能，炼天，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你要知道，即便是你再强大，我族上面可是还有着数十位天魔帝管辖的。你能杀得了炼狱，不代表你能够抗衡那些伟大存在。炎黄魔帝神色厉狠地盯着萧炎，试图用众多天魔帝的名字让这个家伙清醒一点。然而，回应他的却是萧炎高高举起的大戟。既然不愿意，那你就死吧。话音落下，大戟瞬间撕裂天地，仿佛要将炎魔族的疆域都撕裂成两半，带着无可匹敌的威势，朝着炎黄魔帝狠狠地砸了过去。炼天，这是你逼我的！见到萧炎动手，炎黄魔帝心神震颤，下一刻，他浑身忽然爆起无数血雾，而后身体之上燃烧出了极为可怕的火焰，而后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再度出现之时，便是已经出现在了千万里之外。他脸色十分难看，
望着萧炎，发出了最后的狰狞警告：“你给我等着，此事我一定会告到战魔族，我会告到战天魔帝那里，让你付出狂妄的代价。”炎黄魔帝发出痛苦的嘶吼：多少年了，他有多少年没有被人逼得这般狼狈了？他对萧炎产生了巨大的恨意，可却无力地发现自己根本不敢拿对方怎么样，甚至就连跟对方过招都不敢。炼狱魔帝的下场还历历在目，他怕了，生怕下一个被生死的就是自己。所以在萧炎出手的第一瞬间，他便是被吓得直接催动秘法逃离，生怕被萧炎缠住也给击杀了。可逃跑归逃跑，如此奇耻大辱，他又怎能不报？我要告到战魔族，我要告到战天魔帝那里！炎黄魔帝气急败坏地转过身，朝着战魔族的方向迅速疾驰而去。他甚至直接撕裂空间进行快速挪移，生怕一个不留神，萧炎又出现在他的身后了。即便是这样，在他刚刚再度逃出不远之时，一根漆黑的火焰长矛都是再度袭来，令他脸色一变，使出浑身解数才抵挡住。跑，快跑！炎黄魔帝吓得胆碎，再度燃烧精血来加快速度。而此刻依旧静静屹立在炎魔族疆域上空的萧炎，却是缓缓露出一抹冷笑：没用的废物。他冷漠地嘲讽了一句，身形缓缓下坠到了炼狱魔帝曾经所在的位面之上。失去了原有的主人，这处大陆开始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普通炎魔族而言几乎是察觉不到的，但在萧炎的眼中，这种变化却是太过明显。位面之胎已经重新化作了无主之物，只需自己心念一动，便是可以将其炼化为自己所有。不过以萧炎如今的实力，炼化一个位面之胎对他的实力增幅其实也并不是多么的明显。他的目光扫过3座大陆中央，那漆黑的宛如末世一般的天空露出一抹笑意，那里才是他魔帝分身所期待的东西。虚空破灭焰，大千世界万火榜排名第5的顶尖火焰，可以对圣品天至尊都产生一定威胁的可怕之物。炼化了这团火焰，自己的实力绝对可以跻身仙品，或者说是玄魔帝的层次。而到了那时，域外邪族当中能够威胁到萧炎的强者将屈指可数。不过在那之前，他还是要先解决一下炎魔族的内部问题。只见萧炎一手握着半截数10万丈长的大戟，高达10万丈的巍峨身躯静静地站立在大陆之上。而就是这般的站立在此地，四面八方整个炎魔族疆域的无数强者便是纷纷赶来，拜见始祖，拜见炼天魔帝。一尊尊魔帝、魔王、魔将纷纷来到曾经的炼狱大陆膜拜萧炎。他们都是明白，从今以后这炎魔族的天已经换了，面前的炼天魔帝有着比焚天魔帝更加可怕的力量。他生撕了炼狱魔帝，打跑了炎黄魔帝，他的实力强大的有些不可思议，他的手段令人更加的不寒而栗。萧炎依旧神色淡漠地扫过炎魔族剩余的众多强者。炎魔族曾经有着12位幽魔帝，如今除去自己，10炎魔帝已经被斩。而后焚天魔帝出征的时候带走了3位魔帝，如今还剩下了足足7位幽魔帝，其中2人是炼狱魔帝的手下，2人是炎黄魔帝的手下，还有2人是刚划分给自己的手下，剩下的最后1人是焚天魔帝的弟子，也是唯一一个焚天魔帝阵营留在炎魔族看家的。此人名为赤焰魔帝。焚天魔帝临走时将位面之胎的使用权留给了他，在焚天魔帝所在的焚天大陆当中，他倒是可以发挥出玄魔帝的力量。这个暂时不杀了。萧炎目光扫过足足7位魔帝，只感觉他们有些多余。下一刻，硕大的戟头已经撕裂天地，重重地落在了炼狱魔帝手下的一名魔帝身上。炼天魔帝，你！那名魔帝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身体刚刚做出反应，便是被那硕大戟头直接撕裂成了2半。望着这一幕，周围的几名魔帝吓得顿时四散而逃，而那魔帝残躯当中，一枚燃烧着火焰的心脏刚刚飞出逃遁，便是被一只漆黑利爪抓住。不，饶命！我愿意做你的魔魂奴隶，炼天魔帝，饶我一命！那魔帝发出最后的凄厉求饶，而后戛然而止，因为萧炎已经将他的魔帝之心连同魔魂一起捏碎。望着这一幕，周围的诸多炎魔族强者都是心神震颤，面带恐惧之色的纷纷倒退，看向萧炎的目光满是惊惧。炼天魔帝大人，我等已经臣服于你了，你为何还要如此凶残？望着那大开杀戒的萧炎，众多魔帝都是慌了，他们生怕萧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此人击杀一位幽魔帝，简直是如同杀鸡一般容易，实在是令人无比的胆寒。他的凶残程度更是早就超越了当初的炼狱魔帝，到了一种无人敢跟随、无人敢抗衡的程度。凶残！萧炎目光淡漠地扫过众人，嘴角泛起一抹残忍的笑容。炼狱魔帝屡次冒犯本帝，更是在本帝闭关之时偷袭，若不是本帝反应得够快，怕是早已成了他的几下亡魂。还有炎黄魔帝，非但不肯臣服于本帝，甚至要跑到战魔族那里告状，
简直是不把本地放在眼里。今日，你们炼狱一脉、炎黄一脉的高层都得死！萧炎话音落下，身影已经再度撕裂空间，朝着另外一名魔帝的方向厮杀了过去。炼天魔帝，我等愿意臣服于你。炼天魔帝，饶命！饶命啊！那名魔帝发出恐惧的尖叫，却是被萧炎生生的将脑袋拧了下来，然后捏爆，魔魂溃散，身死道消。炼天，你为何要如此赶尽杀绝？我等已经如此臣服于你，你还不肯放过我们？另一名魔帝发出绝望的嘶吼，然后被萧炎的大戟拦腰扫断，魔帝之心被可怕的杀气搅碎，魔魂被漆黑火焰炼化。炼天，我跟你拼了！最后一位炎黄魔帝阵营的幽魔帝发出绝望的嘶吼。当他们在发现求饶和服软都不能打动这位炼狱魔帝之后，他们便是被逼的只有最后一种方法：自爆！一尊魔帝的自爆威能是何等的可怕！顷刻间，整个炎魔族仿佛有着一颗太阳诞生，可怕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疆域，令炼狱大陆都裂开了无数条万里深渊。在这不分敌我的冲击波之下，许多魔王魔将还没来得及逃离，便是被那可怕的波动直接冲成了碎片。然而，无尽的风暴过后，萧炎那高大的魔躯却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体表之上黑色火焰凝聚成的铠甲甚至没有一点破碎的痕迹。哼，废物就是废物，就算是自爆也伤不了本地分毫。萧炎不屑地笑了笑，目光扫在最后身体都在微微颤抖的3位魔帝身上，虽然脸庞依旧夹杂着几分冷漠，不过似是已经在竭力让自己看着平和一些。你们3个放心，今后老老实实的为本地办事，本地是不会亏待自己人的。听到萧炎这句平淡的话语，3位魔帝却是宛如获大赦，甚至直接激动的当场跪拜了下去。多谢炼天魔帝。萧炎没有理会，只是目光平静地扫过脚下的3座大陆，淡淡的道：从今天开始，你们负责将整个炎魔族疆域的所有高阶火焰都给我献上来。除了炎魔族疆域的所在范围、大千世界、宇宙星空，无数下位面的火焰，只要你们能够得到的，统统给我献上来。听着萧炎这宛如饕餮一般的话语，3位魔帝都是内心微微一苦，心道这家伙果然是无比凶残暴虐而又贪婪。刚刚成为炎魔族的最高领袖，便是开始这般压榨自己的族群了。不过想到萧炎今日所表现出的种种残暴手段，他们也觉得这是无比合理的事情。只不过炎魔族如今摊上这么一个暴君，今后整个炎魔族的日子怕是都不好过了。望着3人无比恭敬的表情，萧炎内心却是在嗤笑，心道这3个家伙倒是挺能装的。不过这只是在死亡威胁之下的卖力罢了，仅仅如此，萧炎可不指望这些家伙能给自己弄来什么好东西。所以他目光扫过了脚下的炼狱大陆，如今炼狱已死，这炼狱大陆的位面之胎也已经成了无主之物。此物对于本地而言作用不大，100年之后或许便是可以有人再度炼化。他目光似笑非笑地扫过3位呼吸逐渐急促起来的魔帝，淡淡笑道：100年之内，你们谁给本地带来的帮助最大，这位面之胎的归属也便是属于谁了。当这句话落下的一瞬间，3尊魔帝的双目都开始微微泛起了红光。炼化了位面之胎，便是可以成为真正的位面之主。只要在自身位面之内，天魔地之下，极少有人能够威胁到自己。而且一旦成为了位面之主，成为玄魔帝将再无阻碍，只要积累足够，即可突破成为玄魔帝。因此，当萧炎画出这一大饼的瞬间，这3名原本对于炼天魔帝内心排斥的魔帝脸上，便是只剩下了狂热。炼天大人放心，我等必当竭尽全力为大人寻找火焰。3人齐齐应命。望着这一幕，萧炎脸上也是露出一抹满意的神色，而后不再理会3人，转身离去。不过当他回过身体的那一瞬间，其嘴角却是泛起一抹嘲讽的笑容。100年的时间，100年之后，你们域外邪族或许都已经不存在了。心中这般想着，他的身体已经穿过了3座大陆中央的那道巍峨庞大的阵法，来到了那团散发着可怕毁灭气息的火焰面前。那3尊魔帝的帮助对他而言也仅仅只是辅助作用罢了。想要在短时间之内变得更加强大，还是要将面前的这团火焰给炼化了才行啊。心中如此想着，萧炎也是不再犹豫，留下一道能量分身，然后便是转身冲进了那一团仿佛拥有着灭世之威的火焰当中。他这一道能量分身最多也不过能发挥出地至尊左右的力量，算是替他暂时控制着炎魔族这个算是不错的盘子。而他的魔帝分身则是直接冲入到了虚空破灭焰的深处。吃，仅仅只是冲入到虚空破灭焰当中，那一道道带着毁灭气息的火焰便是带着无比狂暴的力量重重地落在萧炎的身上。在这般可怕的毁灭性的力量面前，萧炎体表的火焰铠甲都是出现了一道道裂缝，他的身体甚至都是出现了丝丝裂缝，嘴角溢出了鲜血。作为足以在大千世界排名第5的超级火焰，
虚空破灭焰可是那些天魔帝们都无法收服的存在，否则也不可能会被炎魔族困住了数万年的时间，也没有一丝收服的可能。他的每一道火焰都有着可以媲美玄魔帝全力一击的可怕威能，若是有强者集中操纵，对付天魔帝和圣品天至尊同样能造成不小的威胁。不过即便是这火焰再如何的强大，面对萧炎其实也只能是内心微微生出几分恐惧。萧炎只是神色平静地盯着这近乎无穷无尽的毁灭火焰，身体依旧平稳地大步前行。每一道毁灭火焰轰击在他的魔躯之上，都会令他的身体微微一颤，出现一些不小的伤势。但他体内的火焰本源运转之间，却是将那些残余的毁灭火焰都给吞噬到了体内。而随着那些毁灭火焰被他的身体吞噬，他的气息也是在这一刻缓缓地增强着。不过当萧炎走到了一定的深度之后，感受到那无尽火海深处的可怕气息之后，也是终于缓缓地停下了脚步，没有再继续前行。以他现在的实力，想要强行炼化这虚空破灭焰也是稍微有些费力。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有着几道同样强大的火焰未曾炼化。念及此处，萧炎手掌抬起，巨大魔爪当中5团颜色各异的火焰都是缓缓地出现，跳动着。这5道火焰赫然便是他今日斩杀的5尊魔帝的本命之火。尤其是那其中的炼狱魔炎，此火乃是炼狱魔帝耗费数万年心血苦苦凝练培育而成，比起当初的地炎都还要强上一筹。此火若是放在大千世界的万火榜当中，也是足以排到前50的层次的。除此之外，另外4位魔帝的本命火焰虽然不及地炎，却也都是真正的魔帝层次的火焰，比起虚无吞炎净莲妖火也同样要强上许多。除去这5道火焰，这5位魔帝的魔帝之心都被萧炎捏爆，其中的本源力量也被抽取出来了89%，同样是一道极为庞大的能量。5道魔帝本源加上他们的本命之火，再加上整个炎魔族疆域的无数火焰和资源，换作其他灵品，怕是足以一口气修炼到仙品巅峰了。我虽然不可能进步得如此之快，但冲击玄魔帝也没有什么问题了。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5道魔帝本源和他们的本命之火便是悬浮在了他的身后。混沌熔炉，突破！萧炎心念一动，漆黑火焰从体内疯狂涌出，最后化作一道万丈大小的漆黑巨顶，将他的身躯包裹，也连同那5道魔帝本源和本命之火同时包裹。而后混沌熔炉缓缓旋转，5道魔帝本源当中的浩瀚能量开始被缓缓炼化，就连那些火焰也开始被缓缓的炼化。除此之外，当外界那无尽的毁灭性火焰降落之后，虽然令那漆黑巨顶微微震颤，却再也不能让萧炎受伤。相反，那一道道毁灭性的火焰落在漆黑大顶之上后，却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许多。天地再度回归了平静，只剩下一尊漆黑巨顶在无尽的毁灭火焰当中缓缓旋转。在那无尽毁灭火焰的深处，却是仿佛有着一双幽深的眼睛，在缓缓地注视着此地发生的一切。随着萧炎的魔帝分身进入到了虚空破灭焰当中，炎魔族似乎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不过这种平静比起过去而言，变化实在是太过巨大。曾经统领整个炎魔族的3位玄魔帝，一位焚天魔帝被萧炎忽悠去了斗气大陆，另一位炼狱魔帝则是被萧炎直接生撕，最后一位炎黄魔帝则是直接被萧炎吓破了胆子，朝着战魔族的方向逃窜。至于那些幽魔帝，同样被萧炎杀的只剩下了3个，所以萧炎也就是炼天魔帝成为了炎魔族的实际统治者。而那3尊曾经内心对他敬畏不满的幽魔帝，在一具位面之胎的鼓励之下，也是瞬间便是成为了炼天魔帝忠诚的鹰犬。爪牙，快点给我找去，把你们部落最强大的传承火焰乖乖交出来。大胆，这命令乃是炼天魔帝大人亲自下达，你竟敢违背！来人，把这个部落给我灭了！3座大陆之上，3尊幽魔帝发动麾下的诸多魔王，正在积极地帮助萧炎寻找一些强大的火焰。事实上，炎魔族最为强大的诸多火焰早就被萧炎给占领了，那就是虚空破灭焰和这些魔帝的本命之火。不过本着蚊子再小也是肉，炎魔族的资源不用白不用的原则，萧炎却是依旧不怎么客气，让手下的3大魔帝大肆搜刮炎魔族的资源。在这般搜刮之下，还真的被这3个家伙找出来了不少珍贵的火焰。这些火焰虽然没有足以媲美地炎，甚至是阴石魔炎的，可有些若是丢在斗气大陆，也是可以位列异火榜前5的。加上各种火属性的珍宝，短短几个月下来，搜刮出的宝物令萧炎的能量分身都有些吃惊。不过吃惊之余，他也是颇为的高兴，毕竟这些宝物和火焰越多，对他的帮助也就越大。在萧炎这般残暴的统治之下，炎魔族的子民们仿佛陷入到了黑暗动乱的末世时代，怨声载道的声音源源不断。对此，萧炎倒是难得的没有动怒。见到萧炎没有发怒，3位魔帝也就没有多管，只是一味的搜刮各种火焰和资源，然后源源不断的送到萧炎的那里。你们3人最近做的都还不错，我这里有着炼狱魔帝珍藏的一部绝学，
便是算作给你们3个的奖励了。几个月后，萧炎能量分身大马金刀的坐在一处王座之上，将一枚赤红石头丢给了下方的3个魔帝。多谢炼天始祖！见到那赤红石头，3尊魔帝都是脸上露出喜色，连忙朝着萧炎拜谢。那赤红石头当中蕴藏的便是炼狱魔帝生前的一招绝学，对于玄魔帝帮助都是不小。这几个月的进度当中，虽然你们2个做的也不错，不过还是赤炎的贡献最大，他一人贡献的资源都快要赶上你们2人加起来了。虽然本帝对你们都是一视同仁，但也不能寒了赤炎的心啊。如此下来，100年之后，那炼狱大陆的位面之胎，怕就要给了赤炎魔帝了。萧炎给了一个甜头之后，便是说出了令另外2名魔帝都一个机灵的话。2人都是颇为敌视的看了赤炎魔帝一眼，心中开始盘算回去之后怎样搜刮手下的炎魔族子民，从而给萧炎带来更大的贡献。至于赤炎魔帝，则是连忙谦虚道谢，眼睛却是颇为不屑的看了一眼身边的2尊幽魔帝。没见识的土包子，我可是焚天魔帝亲传，焚天魔帝在焚天大陆藏的诸多宝物和藏宝库我都知晓，单是这些宝物便是能够领先你们至少50年，你们拿什么跟我争？赤炎魔帝内心得意，要知道在炼天魔帝崛起之前，焚天魔帝才是炎魔族最古老强大的存在，他的宝物可谓是数不胜数，比起寻常玄魔帝要富有数倍甚至更多。阿嚏！无尽星空当中，浩浩荡荡的炎魔族大军正不停地朝着斗气大陆所在的方向疾驰而去，每一尊炎魔族战士强者身上都燃烧着颜色各异却十分强大的火焰，远远望去就好像燃烧着的恶魔军团一般巍峨壮观。就在这无数的大军最前方，焚天魔帝却是突兀地打了个喷嚏。奇怪，到了本地这种境界，竟然还会出现这种动作。焚天魔帝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当他的目光看向那无尽距离之外的一个细微光点之时，脸上却是缓缓地露出了一抹笑容。按照族中高层和炼天魔帝的情报，那个方向便是斗气大陆了吧？最多半年，我炎魔族大军便是能够抵达此地了，可以感悟火之大道的传承。我来了！焚天魔帝内心激动，望着身后露出些许疲惫之色的大军，声音当中却是多了几分冷酷。加速前进！与此同时，在那极为遥远的斗气大陆之上，近乎无边无际的宇宙能量依旧在疯狂地朝着斗气大陆灌注。从萧炎突破天至尊，天尊灵体与斗气大陆彻底融合之后，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斗气大陆的能量便是已经浓郁了数倍不止。斗气大陆所有生灵的修炼速度都是在缓缓增加，甚至就连面积都是已经扩大了30%左右。在萧炎的本尊身边，菩提古树的身体则是已经达到了数万丈之高，他不再隐匿自己的身形，高大身躯宛如碧绿翡翠一般屹立在天地之间，苍翠之叶宛如华盖一般遮天蔽日，覆盖了接近整个莽荒古域。在那古树之下，丝丝缕缕奇异的能量不断的凝聚，最后化作宛如开天辟地出生之时的气息。位面之胎已经彻底凝聚成功，菩提古树也已经进化成为了菩提神树，成为战力足以比肩天至尊级别的生灵。它已经可以源源不断地诞生出丝丝新的天地本源。这种本源的凝聚速度虽然很慢，但随着时间流逝，却是可以令斗气大陆再度源源不断地诞生出斗帝强者。在那亭亭华盖之下，无数斗气大陆的顶尖强者一一盘坐，静静参悟。在这菩提古树之下参悟，虽然不能如同当初的萧炎一般人人都得到百世轮回的机缘，却也可以灵光乍现，偶得顿悟。面对这种顿悟，即便是萧玄、古元、竹坤等斗帝强者都不愿意放过，而是静静地在此地参悟。古树之上，萧炎本尊缓缓睁开双眼，顷刻间强大气息爆发，令无数斗气大陆的强者们再度震撼。又突破了！萧玄等人都是一阵无语。虽然明知道萧炎是自己人，无论是从情感方面还是利益方面，他们都应该高兴才对，但对于萧炎这般频繁突破的速度，还是令他们有些无语。呵呵，侥幸罢了。萧炎只是咧嘴一笑，却是迎来了诸多的白眼。对此，他也只能是咧嘴一笑，有些无可奈何。如今他本尊已经与斗气大陆彻底的融合，所以吸收能量的速度也是足以按照一个位面来挂钩的。斗气大陆每天吞吸这般海量的宇宙能量，其中至少有着1成落在了萧炎的身上，另外1成则是给了菩提古树，剩下的8成才分到了斗气大陆的其他地方。借助一个位面来修炼，速度实在是快得可怕，吞吸能量的速度甚至不比圣品天至尊要差多少。正是因此，他的本尊也是先其他2个分身一步，提前迈入到了仙品层次。而本尊的提升也意味着斗气大陆变得更加的强大，如今已经算是极为强大的高等位面了。虽然距离超级位面还有着一段距离，但想必也不会太远了。心中如此思考着，萧炎的身形一动，便是消失在了原地当中。见他消失，众人也是颇为的好奇。不过很快，
他们便是看到大量岩浆从地底涌现，而后不断的燃烧着绚丽的火焰，精粹提纯。仅仅7日的时间之后，一尊高耸入云、通体绚丽多彩的9层宝塔便是出现在了中州之上。宝塔周围一道道宛如牌位一般的供台林立，从高到低，随着塔基的增大而越来越多。炎帝大人，你这是干什么？见此情况，许多强者有些不解地看着萧炎。呵呵，此塔名为异火塔，从今以后，我斗气大陆的天骄人物都是可以进入此塔当中进行磨砺，只要表现出足够的潜力，便是可以得到一种适合自己的火焰作为奖励，辅助修行，增强战力。萧炎笑意盈盈地介绍着这座宝塔，却是令众人有些疑惑。此话虽然听着颇为动人，可是斗气大陆哪有如此数量的异火？药老作为众人的代表，有些疑惑地看着萧炎。哼，大家不要急，再过段时间就会有人给咱们送火过来了。萧炎微微一笑，目光看向了天边。有人送火过来？闻言，众人都是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萧炎，却只是看到萧炎神秘的笑容。见到他笑而不语，他们也是不再多问，只是依旧有些好奇萧炎所说的到底是什么。萧炎不再多言，而是起身来到了天空之上，身形变化之间，便是已经消失在了斗气大陆。片刻之后，斗气大陆之外的无垠星空当中，萧炎的手中开始飞速地凝聚出一道道赤红的灵印。片刻之后，一道直径上万里的大阵便是凝聚完毕。大阵成型之后，萧炎仅仅休息了片刻，便是马不停蹄地来到另一处，留下一道巨大的大阵。如此凝聚出了足足9道直径超过上万里的超级大阵之后，萧炎这才缓缓松了一口气，嘴角缓缓地露出一抹笑容。只见他掌心印结微微变动，顷刻间，一道大阵忽然爆发出极为璀璨的光芒，无尽的火属性能量汇聚，令那大阵几乎是在瞬间化作了一道巨大的火球。火球爆发出无尽的光和热，几乎完全就是一枚缩小之后的太阳了。而一道直径超过万里的太阳，其中所能爆发的威能已经是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便是天至尊级别的强者燃烧自身，也仅仅只能勉强达到这一水平。仙品灵阵、烈阳神阵催发到极致，可以生生烧死灵品天至尊。而这样的大阵，萧炎却是一口气布下了足足9道。9道大阵在漆黑浩瀚的宇宙星空当中同时爆发，宛如9道金光灿灿的大日一般，释放着无尽的热量。萧炎手中印结变化，心神控制着9轮大日缓缓旋转，最后在星空当中划过奇异的轨迹。在这9道大日的旋转之下，被9道大日轨迹所包裹的无尽空间忽然诡异的崩溃，而后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是迅速湮灭了下去。那可怕的威能，即便是仙品天至尊一个不注意，恐怕也会瞬间重伤，甚至是陨落。9阳灭魔大阵成，萧炎手掌一挥，9轮大日忽然突兀的熄灭，9道大阵也是很快消失，隐匿在了空间当中。那可怕的光和热也是很快散去。如果不是那塌陷湮灭的空间正在缓缓的愈合，怕是没有人能够察觉到方才此地究竟发生了什么。9阳灭魔大阵，真正的圣品级别的超级灵阵，在远古时期，那是真正焚灭过天魔地存在的超级大阵，在大千世界当中属于是战略级别的大阵。放眼历代的大千世界诸多强者，每个时代当中能够有资格有实力布置出完整9阳灭魔大阵的强者都不会超过3人。此阵的极限可是用9颗真正的恒星作为阵眼，威能之强悍可以说是无法想象。也正是因此，此阵才能让那些天魔地强者都感到惊惧。但同样的，此阵也无比难以布置，即便是圣品大宗师，也不是人人都能将此阵布置出来的。不过，此阵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却是没有太大的难度。伴随着本尊的实力突破仙品，萧炎的灵魂力量也是再度暴涨，算是勉强达到了圣品大宗师的程度。虽然布置出完整的9阳灭魔大阵会十分费力，但是以他对于火之大道的领悟程度，布置一个简化版本的9阳灭魔大阵还是十分容易的。而作为可以灭杀天魔地的超级大阵，即便是经过简化削弱之后，想要对付一个焚天魔地也没有丝毫的难度。炎魔族的100万大军终将化作我斗气大陆的肥沃养料啊！萧炎将9道大阵隐匿好之后，甚至还将一处星辰碎片挪到了大阵中央，火焰焚烧之下，大量岩石融化成了炽热岩浆，而后缓缓凝聚，最后迅速冷却成一道隐隐释放着火焰大道气息的万丈石碑。石碑之上则是凝聚着4个大字：大地传承。望着这越发自然与完美的陷阱，萧炎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估算了一下炎魔族到来的具体时间之后，这才重新回到了斗气大陆。这一次他倒是没有赶往菩提古树那里去修行，于他而言，现在的修炼往往实际效果并不算大，毕竟有着整个斗气大陆帮他吞吸力量，实力在达到圣品天至尊之前都不会有着丝毫的阻碍，所以还是回家看看吧。萧炎心念一动，身形便是已经出现在了一处宫殿群当中。此地虽然距离菩提古树的树干颇为遥远，
但实际上也算是处于莽荒古域当中。毕竟，如今整个斗气大陆的所有强者都来到了菩提神树之下修行，众女也是同样不例外。所以，萧炎也就在此地随意起了一处宫殿，作为他临时的住处。爹爹，爹爹！萧炎一走进院落，便是听到一个清脆宛如银铃一般的稚嫩笑声。他低下头一看，只见一个仅仅1-2岁大小的小女娃娃正光着小脚朝着自己飞快跑来，在她的身后还有一个叼着奶嘴的婴儿飞快地爬着。乖女儿，萧炎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慈爱的笑容，快步蹲下将女娃抱起，看了一眼那飞快爬着的另一个孩子，他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把她也给捞了起来。大些的女儿自然便是他与彩铃所生的孩子潇潇，而小一点的孩子则是他与萱儿的孩子萧凌。这一世，萧炎并没有直接开启2个孩子的血脉之力，而是在娘胎里的时候便是将那血脉之力给封印了起来，让他们如同正常孩童一样降生，不会出现生下来就是斗尊斗圣的可怕情况。不过饶是如此，萧炎在2个孩子的身上同样是再度下了本钱。这2个孩子从娘胎里的时候就是用着9品丹药洗髓伐骨，含着菩提子出生，所以即便是萧炎将2人的血脉之力封印了，也依旧无法阻挡2人那无比可怕的天赋。潇潇，灵儿，亲爹爹一口。萧炎咧嘴看着2个孩子，前世的时候自己太过注重事业发展，倒是对于2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了疏忽。这一世他虽然依旧在提升实力，但他的实力提升得极快，而且有着2大分身处理一些事务，所以本尊的时间倒是颇为的充裕。所以萧炎自然是自信这一世能够让子女发展得更好。听到萧炎的话，潇潇倒是极为乖巧的在萧炎脸上甜甜的亲了一口，但是萧凌却是呆呆的看了萧炎一眼，然后张开小嘴便是要往萧炎脸上啃。这孩子，萧炎有些无奈的擦了擦脸上的口水，走进院落之后，便是看到3个小腹微微隆起的美妇人缓缓走出房间。望着3人那微微隆起的小腹，萧炎的嘴角却是笑容越发的明显。经过他日夜不停的辛苦努力，在萧潇、萧凌之后，亚飞、云韵、小医仙也相继有了动静，如今都是有了他的子嗣。而且随着萧炎的修为不断提高，在双修之时对于众女的好处也是大大加强。仅仅几年的不懈努力之下，彩铃萱儿的实力便是已经超过了很多老牌强者，距离冲击斗帝境界也是不远了。除了萧炎的几个女人，因为菩提古树、天地能量以及萧炎亲自出手帮助的种种变化，这些年来炎盟的实力也是在不断的增强。药老的实力已经与药丹、平齐、海波东、云山等人都是开始朝着斗圣这一层次冲锋了起来。而萧族在连续得到了2次血脉觉醒之后，虽然人数还是最少的，却是成了大陆最为强大的种族，由高到低平均下来，即便是不算萧炎、萧玄，那都是达到了人均半圣的层次。对于萧族的再度崛起，萧炎倒是没有多大的感受，只是准备了最好的资源留给族人，但萧玄、萧战等人却是无比的迫切。萧鼎、萧厉2兄弟在这短短数年的时间已经娶了10几个老婆，萧玄却是依旧不满足，恨不得让萧族的人口迅速提升上去。看得出来，他很想让萧族快点恢复全盛时期的荣光。对此，萧炎等人也是无可奈何，反倒是一些萧家小辈被这花花世界迷住了双眼。斗气大陆日复一日的强大，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另一边，天玄大陆却是同样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乱魔海上空，巨大的古阵已经停止了运转，五彩斑斓的能量正在疯狂地朝着乱魔海的中央汇聚。在那无数彩色能量交汇的地方，萧炎灵力分身负手而立，静静地望着这一幕。他的灵力分身已经早早地炼化了一魔皇，然而这点能量也只是堪堪帮助他突破到天至尊而已。论起来，他的灵力分身如今倒是3大分身当中最为弱小的一道分身。不过对此，萧炎倒也不是很着急，只是静静地注视着那五彩斑斓、宛如成茧了一般的能量光团。在那能量光团的中央，一道巍峨庞大的气息正在不停地酝酿，在那光团的中央位置，则是正在双修的灵动与殷欢欢。经过萧炎长达1年多的磨砺，灵动已经从被那3辆战车追着逃杀到了无惧3辆战车，到后来更是可以硬生生将3辆战车轰碎的程度。也就是在半年之前，整个天玄大陆除了宾主殷欢欢之外，已经再也无人是他的对手。即便是生死之主等远古顶尖强者，在他的手中也依旧走不出10个回合。到了这一步，他已经具备了冲击祖境的资格。而在萧炎的指点之下，他也最终开始与殷欢欢双修，朝着祖境的方向突破。与萧炎一同站在这里的，还有灵动的诸多朋友、兄弟和熟人，以及更多不认识的天玄大陆顶尖强者们。比起萧炎，他们对于这位新祖境的诞生，则是多了更多的期待和关注。天玄大陆终于要诞生出一位土生土长的祖境强者了。过去的天玄大陆有着辅祖萧炎的守护，才能2次避免一魔皇入侵的灾难，这令他们无比的感激辅祖与萧炎。但感激的同时，
他们却是更想有着一位属于天玄大陆土生土长的强者来共同守护他们的家园。如此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那斑斓光茧当中的能量已经是越发的强横，其中的能量更是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一种君临天下，令整个天玄大陆都开始隐隐动荡的气息传来，也令整个天玄大陆所有的强者都感到激动欢喜。我们天玄大陆要有自己的祖境了，有人轻声感叹，眼角却是微微湿润。就在这个众人都无比惊喜的时刻当中，萧炎却是缓缓地抬起了头，一双深邃的眸子看向天空，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终于来了吗？看样子你们是要比炎魔族更早上路了。几乎是在萧炎冷笑的瞬间，原本明朗无比、晴空万里的天玄大陆忽然莫名的一暗，众人都是纷纷一怔，缓缓地抬起了脑袋，而后便是看到了那原本平静的天空之上，似是缓缓地多出了无数道身影。这些身影虽然极为的模糊，但对于常年跟这些家伙们作战的天玄大陆强者们而言，却是再也熟悉不过。这是异魔族？怎么会有这么多异魔族？发生了什么？一群天玄大陆的强者们面面相觑，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那虚空当中的每一道身影，似乎都有着魔将级别的可怕实力，而在他们身后，那密密麻麻的小魔数量，则是多得恐怖，比当初异魔皇所带来的部下数量还要多得多。快看，那是什么？一声惊慌的尖叫响起，令众人都是微微一怔。然后便是看到了3道巍峨无比的身影，两侧的2道庞大躯体，即便是隔着极为遥远的距离，都是能够令人感到可怕的压迫感和畏惧。他们的体型比起当初的异魔皇都是丝毫不差，2尊异魔皇级别的魔头。有人轻轻咽了口唾沫，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萧炎，轻轻吸了一口气，正要平复一下心情，便是看到了那2道身影中间的身影开始缓缓向前走了几步。就是这么几步，他的身影便是比旁边2道身影高大了数倍不止。望着那带着无尽压迫感的阴冷影子，无数人的心底都是泛起了一阵寒意。这是一尊比异魔皇还要可怕很多的超级魔头。天玄大陆的生灵绝望了，刚刚击败了异魔皇不久，刚刚迎来了不久的太平日子，可这才多久，那域外邪族竟然再度降临了如此可怕的强者，一尊比异魔皇还要可怕的强者，以及2名和异魔皇相差无几的强者。这是天要亡我天玄吗？有人绝望的嘶吼。此刻即便是萧炎在他们的身边，他们都是依旧有些气馁。而似是察觉到了众人不安的情绪，那原本已经越发庞大的光茧，在这一刻终于狠狠一颤，爆发出了一道惊天动地的气息。轰隆隆，天玄大陆开始轻微震颤，七彩光芒照亮天地，令原本阴暗下来的天空都开始被这光芒照耀的再度有些明亮起来。同时，一道无比强大、可怕的气息从中爆发，令整个乱魔海都是掀起了万丈波涛。望着那突兀崛起的可怕气息，天玄大陆的强者们都是纷纷一怔，旋即脸上的绝望都是被冲淡了一些。倘若不是因为头顶的阴云太过厚重，他们此刻怕是已经要兴奋的快速起舞。不过饶是如此，他们很多人脸上在这一刻也是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突破了，灵动，突破了！生死之主等顶尖强者都是十分兴奋地望着远处的天际，因为伴随着七彩光芒的散去，一道挺拔修长的身影也是缓缓地出现在了天空之上。他身上所散发出的强大波动，更是与当年的辅祖没有了任何的区别。这一刻，天玄大陆终于诞生了一位土生土长祖境强者了。有了这种层次的强者守护，天玄大陆才算是真正的不用担心遭受到其他强者的窥探。他就是面前这位挺拔修长的青年，五祖灵动。不过，这种心情也只能是放在以往，若是放在现在，却并不能如同他们想象当中的那般。因为这次前来的异魔族要远远比之前更加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尤其是那巍峨无尽，仅仅只是一个阴影就足以令他们感到心神崩溃的可怕身影，更是令他们内心依旧没底。即便是突破到了祖境，也最多就是一尊异魔皇的战力罢了。可看那天空之上，却是有着足足3道这样的身影，其中1道甚至比异魔皇还要强大可怕。在他们的身后，那近乎无穷无尽的异魔族大军也同样十分可怕。似是感受到了众人的目光，灵动此刻也是缓缓抬起头，与身边的殷欢欢对视一眼之后，都是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异魔族竟然还有着这般可怕的底蕴，原来真的如同萧炎所说，异魔皇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先锋罢了。尤其是那最中央近乎巍峨无尽的身影，他的气息即便是如今已经突破到祖境的灵动，都是感到无比的心悸，似是与之搏杀也只有死路一条。一个刚刚突破连能量都未曾转化为灵力的天至尊祖境，在一尊玄魔帝的面前，的确是几乎没有丝毫的生机可言。面对这巨大的压迫感，灵动目光缓缓变得凝重，正欲开口，一道倩影却是从远处飞来。灵动，跟我来。林青竹俏脸微红，
看了一眼远处的萧炎，连忙快步回过头，再度拉着灵动的手。被他这么拉着手，灵动也是微微一怔，而后便是若有所思的没有拒绝。两人就这般直接消失在了乱魔海，留下一群面面相觑的众人。望着这一幕，殷欢欢修长睫毛微微颤动，而后才在众人的目光当中来到了萧炎那边，对着萧炎拱手行礼。若是没有萧兄，我天玄怕是早已陷落，多谢萧兄的鼎力相助。他身影尚未落下，便是被一股柔和的力量给拖了起来。弟妹不必客气，我只是顺手帮上一些小忙罢了。萧炎微微一笑，庞大的灵魂力量却是开始感受到这片天地的能量开始有了一种奇异的波动。同样的，已经跻身半步祖境的殷欢欢同样感受到了这一幕，所以一双美眸也是有了异彩。开始炼化位面之胎了吗？萧炎嘴角笑容更甚。不过即便是炼化了位面之胎，这修行的时间终究还是太过短暂了一些，不能将位面之胎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虽然可以勉强守护天玄大陆，但也难免会陷入疲惫作战。萧炎轻轻摇头，前世的时候，灵动可是在炼化位面之胎之后才击杀的异魔皇，因此在异魔族大军降临的时候，他已经将位面之胎完全的催发起来，即便是玄魔帝都是拿他没有办法。而以他如今的状态，即便是初步炼化了位面之胎，但是想要对付一尊玄魔帝依旧会十分的费力。不过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那异魔祖帝也就没有了什么历练的效果。萧炎双目微微闪烁，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既然如此，就让这异魔祖帝早点消失吧。只见他身形仅仅几个闪烁，便是已经冲出了天玄大陆的世界魔壁。刚刚穿过这天玄大陆的位面魔壁，那近乎无边无际的浓郁魔气便是已经将萧炎的身体弥漫。如果是寻常强者遭遇到这般可怕的魔气，此刻便是已经要不行了。好在对于萧炎而言，这也并算不上什么。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已经是与面前三尊巍峨高大的巨人对视，以及目光扫过了那浩浩荡荡近乎无边无际的异魔族大军。天至尊！几乎是在萧炎冲出来的瞬间，一道带着浓重威压的声音便是已经响起。那名异魔族的最强者异魔祖帝已经用无数只邪异的眼睛盯住了萧炎，目光当中带着一丝诧异和浓浓的杀机。同样的，身边的两名幽魔帝也是十分诧异地看着萧炎，不过在目光扫过萧炎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也是带着几分杀意。他们都是与大千世界进行过多次厮杀的强者，对于天至尊的灵力波动实在是太过熟悉。在萧炎出现的第一瞬间，他们便是从萧炎身上的灵力波动当中判断出萧炎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天至尊的程度。我说我那不成器的孩子为何会陨落在一个小小的下位面？原来此地早就已经被大千世界的强者发现，而且还拥有着如此实力。异魔祖帝浑身邪异，眼睛仿佛可以吞噬一切，森冷地盯着萧炎。哼，你们异魔族倒是大胆，竟然敢全军出击，来到我大千世界麾下的疆域。对于三人的森冷注视，萧炎却是纹丝不动，目光淡然地望着这一幕。大胆，狂妄！面对萧炎的冷嘲热讽，另外两尊幽魔帝怒目而视，看着萧炎满脸的不爽。一个小小的灵品天至尊罢了，最多也就是与他们二人实力相当的存在，竟敢在整个异魔族的面前大呼小叫，简直是有些不知死活。而面对萧炎的冷笑，那位于战场中央的异魔祖帝则是眼神更加森冷，道邪异眼睛当中已经开始有着无尽邪异的光芒凝聚。大千世界一方何时出了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竟敢如此猖狂？今日本帝就让你知道，一个小小的灵品天至尊还没有资格在一位玄魔帝的面前猖狂。话音落下，他浑身邪异黑气已经凝聚，顷刻间化作一道巨大的魔气光柱，朝着萧炎的方向爆射而去。这般可怕的威能，比起当初的异魔皇怕是要强大了10倍不止。倘若此刻的灵动还未炼化位面之胎，面对这一击，至少也是重伤的风险。普通灵品天至尊在玄魔帝的面前，差距的确是十分的巨大。不过很可惜的是，他面对的却是萧炎。望着那足以将位面魔壁轻易撕碎的可怕魔气，萧炎脸上没有丝毫的波动可言。相反，他的手中绚丽火焰凝聚，几乎是在眨眼之间，一道直径不过100丈的巨大火莲便是在他的头顶凝聚完毕。火莲凝聚之下，一种毁灭世界的波动开始在火莲之上浮现，这般可怕的气息足以轻易地撕碎一片小型位面。灭世火莲，去！萧炎双手一挥，100丈火莲直接冲着那巨大的魔气光柱冲了过去。他的灵力分身如今虽然只能算是3大分身当中最弱的一道，可身上却是同样有着23种异火的融合，更是有着炼天魔焰这等不亚于虚无吞炎的超级火焰。足足24种火焰融合，加上萧炎用火之大道调动的海量火属性能量，其中的波动同样无比的可怕。只见火莲直接冲击而来，旋转之间，任凭那魔气光柱无比的可怕，却是不能令其动摇分毫，反倒是不断的净化着那大量的魔气。望着这一幕，
一魔祖帝瞳孔微微一缩，旁边的2尊幽魔帝眼中更是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怎么可能？一个小小的灵品天至尊，怎么一出手就是如此恐怖的招式？3尊魔帝隐隐有些不安，却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错误。不过，在他们思考的过程当中，那朵绚丽的火莲已经是冲破了那可怕的魔气光柱，落在了3人的面前。轰隆！一道无声的巨响之下，方圆100万里的空间瞬间塌陷，宛如恒星爆炸一般的无尽火焰瞬间席卷了整个星空。在那无比可怕的冲击力面前，一魔祖帝忽然脸色一变，胸口微微一闷，不由得倒退了几步，嘴角隐隐有了一丝血迹。然而此刻，他却是顾不上自己的伤势，连忙催动无边魔气，疯狂地包裹住那无尽的火焰，同时冲着身边的异魔族大军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嘶吼：“都闪开，离远一点！”几乎是在他声音落下的瞬间，围绕着他周围数万里之内的异魔族大军，甚至连反应都没有来得及，便是已经被那火莲的冲击波给直接震碎。媲美恒星的温度燃烧之下，他们的身躯根本来不及恢复，便是已经被直接焚烧成了虚无。而更远处的异魔族大军，即便是有着那无尽魔气的保护，此刻也依旧瞬间崩溃。除了一些魔王级别的强者之外，其余异魔族已经尽数湮灭。2尊幽魔帝反应最快，身体急速倒退，同时施展重重防御秘法来抵抗着火莲的可怕波动。然而即便是如此，2人依旧闷哼一声，受了些许的伤势。难怪这大千世界的天至尊能够将梅尔巴打成重伤，果然有些底子。2名幽魔帝心中震撼，仅仅这一招，若是猝不及防之下，便是足以令他们瞬间重伤，陷入到极为虚弱的状态之下。一个小小的火莲爆发之下，竟然已经在瞬间摧毁了异魔族近1/3的大军。就在2名魔帝心中震撼疑惑之时，那一直站立在原地的萧炎却是咧嘴一笑，只见他手中印结飞速变化，3道巨大的阵法已经在虚空当中缓缓浮现。是灵阵，此人还是一名灵阵大宗师。2尊幽魔帝震惊，就连那异魔祖帝都是瞳孔微缩，心道这究竟是哪个古族培养出的天至尊，竟然能以灵品的实力发挥出如此可怕的威力。不等3人反应，其中2道灵阵便是已经落在了2尊幽魔帝的头顶。不好！2名幽魔帝神色微变，刚要转身逃离灵阵覆盖的范围，一道道赤红丝线便是已经垂落，将其重重包围。而后那无数丝线几乎是在瞬间凝聚成一道巨大的牢笼，将2人牢牢地包裹在了其中。在这灵阵之下，任由2人如何的撕扯，却始终是无法逃脱这灵阵的束缚。而在2尊幽魔帝挣扎的瞬间，距离最为遥远的灵阵却是已经化作一颗炙热的恒星，朝着异魔祖帝的方向冲杀而来。沿途所过之处，无数异魔族的强者连惨叫之声都是没能来得及发出，便是已经被焚烧成了一片虚无。烈阳神阵，异魔祖帝脸色在变，这可是仙品灵阵，即便是对他都是有着不小的威胁。这名人类天至尊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能够连续催动3道可怕的灵阵？在他思考的时间当中，那一轮大日已经落在了他的面前，炽热的高温焚烧，令异魔祖帝的魔气都隐隐有了溃散的迹象。这烈阳神阵虽强，可想要杀本帝还是不太现实。异魔祖帝低吼一声，浑身魔气凝聚，其中甚至有着丝丝魔焰焚烧。天魔大化，异魔神盾。顷刻间，无数魔气汇聚，一道与那炽热烈阳体积相差无几的巨大盾牌浮现，将那一轮可怕的大日阻挡。大日之下，盾牌发出不堪的声音，丝丝裂缝浮现，但终究是勉强抗住了这一轮大日的攻击。一个小小的灵品天至尊，竟然能够发挥出如此可怕的攻击，简直是恐怖如斯。见到这一轮大日被拦住，异魔族的心中刚刚松了一口气，身后的无数只邪异眼睛却是骤然一缩，因为在这些眼睛的视线当中，一尊高达10万丈的巨大火焰巨人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还没等他来得及转身，一只火焰大手已经带着可怕的力量穿透了他的身体。异魔祖帝无数眼睛瞪得溜圆，不可置信地看着萧炎。在一道清脆的响声当中，他的魔帝之心碎了。异魔祖帝浑身上下无数双邪异的眼睛疯狂地跳动，隐约之间甚至有着漆黑的血液流出，模样开始越发的骇人。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萧炎，心中无论如何都是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从这个人类出手之后，一直到战斗结束，他实际上其实仅仅用了3招，就是这么仅仅的3招，还没有让他反应过来，便是已经捏碎了他的魔帝之心。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灵品天至尊才能够做到的？寻常灵品天至尊见到自己，不是应该疯狂逃跑吗？不是应该被自己轻松击败吗？怎么面前这个家伙就这般轻易地捏碎了自己的魔帝之心？感受着体内那不断流失的魔帝本源力量，异魔祖帝终于从这种恍惚当中清醒了过来。旋即，那无数只邪异的眼睛当中便是露出了惊恐的神色。魔帝之心破碎，
他的力量正在疯狂的流逝，即便是他身为玄魔帝，时间一长，也绝对会被这个诡异的人类小子给干掉。不，异魔祖帝开始疯狂挣扎，却忘记了自己的面前还有着一轮媲美仙品战力的大日。伴随着他的力量流逝，那盾牌之上已经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响声，无数裂纹越来越多，令异魔祖帝更加焦急，甚至心中生出了几分绝望。不过萧炎显然是个仁慈的人，他看出了异魔祖帝的焦虑和不安，所以决定让他不再焦虑。于是他缓缓抬起手掌，那烈日神阵所化的大日便是冲破了盾牌，然后缓缓缩小到了万丈大小，最后落在了萧炎的掌心。灭了吧！萧炎手掌之上大日无比明亮，然后重重地砸在了异魔祖帝的脑袋之上。轰隆！方圆百万里的空间再度疯狂震颤，一轮媲美真正太阳的大日瞬间爆发，令这百万里的空间都是直接化作了烟粉，与之一同湮灭的，还有这百万里空间当中的无数异魔族大军。在这般可怕的爆炸和威能面前，他们甚至连惨叫都是没能来得及发出，便是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玄大陆当中，无数生灵震撼地抬头望着天空，因为原本还阴暗着的天空已经变得无比明亮。可怕的高温令一些弱小生灵都开始感到无比难受，因为天空之上出现了2个太阳，双日凌空。无数人震撼地看着这一幕，喉咙不停地吞咽着口水。好在这种现象并没有持续太久，那一轮宛如太阳，甚至比太阳更加耀眼的火球开始缓缓消散，大地的温度开始缓缓地恢复正常，天空也恢复了以往的万里晴空。因为在那位面魔壁之外，那原本遮天蔽日、密密麻麻的邪异身影已经消失了大半，除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残渣之外，便是只剩下了那2道无比庞大的身影。然而就是这样的2尊身影，此刻也已经十分的暗淡，再也没有了方才的邪异猖狂。即便是天玄大陆的强者们看不到他们真实的容貌，却也能够隐约察觉到这2道身影身上的恐惧与狼狈。当星空当中的大日散去，那2名依旧被灵阵所束缚的魔帝已经惊恐而绝望地望着那爆炸的中央。在那里，一尊身高10万丈的火焰巨人依旧纹丝不动，只是握着太阳的那只手掌似是与方才一样被炸裂。不过绚丽火焰旋转之间，那碎裂的手掌已经化作了一道巨鼎，不断地吞吸着四周的一些漆黑碎片。有些碎片之上还有着一道道碎裂的邪异眼睛，那每一只眼睛之上都残留着尚未消散的惊恐。这些碎片都是异魔祖帝的身体碎片，这位异魔族的老祖已经在这场爆炸当中被炸了个粉碎，和他一起湮灭的还有异魔族超过90%的大军。现在这些侥幸没有被那爆炸范围所波及到的一些异魔族强者，都是已经发了疯一般的朝着外界疯狂逃窜。然而那火焰巨人只是将手中的火焰巨鼎对准了这些残兵败将，他们的身体便是开始被不受控制的吞吸到了那火焰熔炉当中。半晌之后，星空重归寂静，空间已经修复完毕，天玄大陆的星空依旧一片祥和，仿佛从未发生过任何的事情。只剩下2名幽魔帝身体被困在了灵阵牢笼当中，然后不断的颤抖着。这2尊来自异魔族的幽魔帝彻底崩溃了，他们亲眼目睹了一切，也知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此刻除了对于自身的生死安全担心之外，也更不知道这一幕究竟是如何发生了。一个灵品天至尊3招就击杀了他们异魔族最伟大的存在异魔祖帝，这是什么天方夜谭？然而这一幕就是这般无比的清晰，无比真实的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疯了，这个世界已经疯了，整个异魔族近乎90%的力量浩浩荡荡而来，然后就这么不到半天的时间就诡异的消失了，或者说整个异魔族的大军都被面前这个火焰巨人给吞噬了。2人不用想都知道，他们接下来的下场也必然会跟自己的族人一样团团圆圆。不过令他们并没有想到的是，萧炎在击杀了异魔祖帝，顺手灭掉了异魔族大军之后，却是并没有再击杀2人，而是仅仅使用灵阵束缚住了2人。只是越是这样，2人却是越发的焦虑。身为魔，他们自然熟悉种种残忍的手段，在见到萧炎没有直接击杀自己之后，他们反而每天都活在焦虑当中。不过很快他们便是知晓了萧炎究竟要干什么，因为在3天之后，萧炎便是带着另外1名青年来到了这星空当中。那青年的身上同样散发着属于天至尊的波动，不过这种明显来自下位面，连灵力转换都没有完成的天至尊，实力往往都是弱小的很，属于无数天至尊魔帝当中垫底的存在。你们一个一个来，杀了他，我就放你们离去，否则便是跟你们老祖一样陨落在此地吧。萧炎神色淡漠地盯着2尊魔帝，随手一挥，其中1名魔帝身上的束缚便是被完全解开。杀了他，我就能活下来。那名幽魔帝也是有些愣住了，旋即看向灵动的眼神便是很快升起了浓郁的杀机。未曾完成灵力转化，最为初级的天至尊，也是天至尊，
他若是想要将对方击杀，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若是拼命之下，或许也是未尝不可。毕竟对方无论是神通还是灵力，都是要比自己相差一筹。而且这白衣青年显然是要拿自己给那新晋天至尊练手。想到这里，这名幽魔帝也是有着一种耻辱的感觉，生存的希望加上自身的耻辱，令他没有过多犹豫，很快便是朝着那青年厮杀了过去。而萧炎则是静静地立在一旁观战，望着灵动开始迅速利用祖境的力量与那幽魔帝厮杀。刚刚突破祖境的灵动，实力比起当年的辅祖还要稍逊一筹。虽然已经炼化了位面之胎，但此地却并不在位面之胎力量影响的范围之内。不过好在这名幽魔帝的实力也并不算太过强大，比起当年的异魔皇，甚至同样略弱一丝。因此萧炎也是静静地站在一旁，望着这头幽魔帝与灵动疯狂的厮杀。林兄，不要怪我心狠啊，咱都成天至尊了，总要斩杀一个幽魔帝助兴不是？我没留给你异魔族老祖，已经是很仗义了。萧炎站在虚空当中，静静地看着陷入苦战的灵动，心中无奈地笑道。另一边，炎魔族的疆域当中，无尽灭世火焰当中，一道恢宏的声音忽然传遍了整个炎魔的疆域：去把异魔族灭了吧！声音在整个炎魔族疆域传播，令无数炎魔族惊愕地抬起头望着被阵法笼罩的大阵，有些不明所以。不过很快，3道身影便是已经冲出了各自的位面，来到了萧炎的面前。炼天始祖，您是要我们去将异魔族铲除吗？3尊幽魔帝也有些错愕地盯着萧炎的能量分身。不错，异魔族主力已经离开异魔大陆良久，如今异魔大陆只剩下了1尊魔帝，你们去把它除掉吧。萧炎神色依旧淡漠，似是极为的高冷，但3大幽魔帝却是有些纠结。炼天始祖，异魔族大军虽然离开了，但或许还有着回来的一天。虽然我族并不惧怕异魔族，但如此的话，一名魔帝刚刚开口，便是被一道冰冷的目光扫过，可怕的杀机弥漫，令他浑身鳞甲竖起。这一刻，他忽然想起了萧炎击杀炼狱魔帝的场景，身体都隐隐颤抖了起来。既然你不想去，那就不用去了。萧炎收回目光，扫过面前同样噤若寒蝉的另外2位魔帝。异魔族灭亡之后，异魔大陆也将成为我族的疆域，你们带着大军把他给我带回来。如此一来，我族便是能够再度多出一道拥有位面之胎的高等位面。说到这里，另外2尊魔帝的眼睛已经微微亮起。谁能够将异魔族最后一位魔帝斩杀，谁就是异魔大陆将来新的主人。萧炎话音落下，另一尊幽魔帝已经呼吸急促，而那名开口反驳萧炎的魔帝则是面若死灰。唯有赤炎魔帝虽然同样呼吸急促，却没有表现得这般平静。他都快把焚天魔帝的家底都给贡献出来了，对于萧炎的贡献要远远超过另外2位魔帝，所以他对于另一座大陆虽然热切，却也没有这般的在意。至于那位被萧炎冷落的幽魔帝，则是几乎失去了希望，心灰意冷。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次的事情办砸了，你就不用回来了，否则你便是跟那几个废物一样，成为炼狱大陆的养料吧。萧炎再度看了那幽魔帝一眼，便是令那幽魔帝欣喜若狂，甚至直接跪下给萧炎磕了个头。多谢始祖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对于后者这般卑躬屈膝的样子，萧炎依旧冷着个脸，只是手掌一挥，一道黝黑的火莲便是从身后的阵法当中飞出，那是他本体凝聚出的一道火莲，威力可怕。本帝也知晓攻打一座大陆，围剿一个种族是不容易的事情，这道火莲一旦催动，可以爆发出一次媲美玄魔帝巅峰一击的威能，不过只能维持3个月的时间。3个月内，你们若是灭不掉异魔族，也就都不用回来了。至于异魔祖帝，那废物若是敢有意见，下场也是不会比炼狱强上多少。去吧，3个月内我要听到异魔族灭亡的消息，1年之内我要看到你们拉着异魔大陆回来。话音落下，萧炎已经是将那漆黑的火莲递交给了3尊幽魔帝。望着那蕴含着毁灭气息的漆黑火莲，3大幽魔帝只感觉心神激荡。如此堂堂正正的欺负一名玄魔帝，开口就是要将异魔族这种中上层次的族群给灭掉，这是何等的霸气！而赤炎魔帝之外的2名魔帝纷纷对视一眼，彼此的眼中却是有了敌意。现在2人的竞争关系更加恶劣了，他们没有足够的把握跟赤炎魔帝争夺炼狱大陆的位面之胎，那异魔大陆的位面之胎便是他们的最大的希望了。点兵，点兵！半天之后，炎魔族再度有着浩浩荡荡的无尽大军出发。2个月后，异魔族覆灭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域外邪族，令无数域外邪族强者震惊。一个拥有玄魔帝的族群，虽然算不上什么顶尖大族，可也并非寻常势力可以比拟。然而就是这样的势力，竟然被很快灭掉了。而灭掉这一族的，竟然是另一个族群——炎魔族。这一刻，域外邪族的强者们终于对炎魔族开始更加的重视起来。他们隐隐感觉到，炎魔族当中似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
与此同时，天玄大陆外的虚空当中，灵动浑身鲜血，伤口遍布，甚至胸口还有着一道深可见骨的贯穿伤口。他的手臂穿透了第二尊魔帝的身体，掌心当中8道祖符旋转凝聚，然后狠狠地握碎了对方的魔帝之心。经过2个月的疯狂厮杀战斗，他的实力再度有了一个不小的提升。此刻的他，即便是不借助位面之胎的力量，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也可以真正的击杀一位幽魔帝。若是借助位面之胎的力量，更是可以瞬间镇压对方。五祖灵动，出关！星空当中的另一端，萧炎望着那已经将2名异魔帝尽数击杀的灵动，嘴角也是带着一抹笑意。五祖的悟性果然是跟自己相差无几的存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便是有了如此进步。接下来也该真正的准备前往大千世界了。大千世界北域，摩诃古族还要往北的无尽疆域被滔天魔气覆盖，一尊尊高大健硕，身体仿佛是天生为了战斗而生的流畅线性的身影从其中游走。此地占据了一块曾经属于大千世界的超级大陆，在其周围更是有着无数大陆岛屿盘踞，其中强者气息密密麻麻，怕是足以令人胆寒。这般庞大的地盘与势力，则是又要超过了炎魔族数倍不止。此地便是战魔族所在的疆域，是域外邪族真正最顶尖的超级大族所在。战魔族在域外邪族所有族群当中，实力都是足以排在第5，仅次于圣魔族、暗魔族、星魔族和修罗魔族。也唯有这等可怕的族群，才需要令摩诃古族这个在大千世界当中底蕴名列前茅的超级大族来亲自镇守。甚至于，即便是强如摩诃古族，也只能依靠大千世界的各种资源和阵法，才能勉强阻拦住战魔族。在那中央超级大陆的深处，数十道无比可怕的气息正在其中缓缓地酝酿着。他们每一道身影都是战魔族真正的魔帝级别的强者，经过无数年的繁衍与壮大，战魔族当中的魔帝数量至少也要达到了50位之多，这是一个无比惊人的数字。而且战魔族的战士天生无比好战，是最好的战斗苗子，同级当中极少会遇到敌手，尤其是在较低的层次阶段，战魔族强者在生死搏杀当中越级击杀同族或是大千世界强者的事情屡见不鲜。到了天至尊、魔帝的层次之后，这种情况虽然会少上很多，但也是相对而言的。对于大部分属于大千世界的天至尊强者们来说，与同等级的战魔族战斗，那是他们极为头疼的事情。此刻，在大陆最深处的一座宫殿当中，炎黄魔帝浑身燃烧着黑色的火焰，一双眼眸当中似是无比的焦虑，可他却是无可奈何地看着面前的一名战魔族强者。兄弟，还是麻烦你禀报一下战天魔帝吧。我炎魔族为战天魔帝大人效力了这么多年，也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今族中生出这么大的乱子，战天魔帝大人总不能一顾不顾吧？面对那来回踱步的炎黄魔帝，那名宛如侍卫一般的幽魔帝却是从容站立，丝毫没有因为对方是一名玄魔帝就有所尊敬，反倒似乎是比炎黄魔帝地位更高一般。这是战魔族赋予他的骄傲和本钱。寻常足以成为一族始祖的普通玄魔帝们，因为战魔族和战天魔帝的原因，见了自己这个小小的幽魔帝，也唯有躬身客气。哼，炎黄魔帝，我早就说过，不是我不肯帮你，而是魔帝大人最近在闭关，实在是不能打扰。上一个敢打扰大人闭关的护卫长，可是早就陨落多年了。战魔族护卫笑呵呵地望着炎黄魔帝，闻言，炎黄魔帝眉头紧皱，良久之后，也只能是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就是小族的悲哀啊！没事，我可以在这里等。炎黄魔帝叹气之后，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战天魔帝不肯出关，他又怎敢打扰这位大人？这一位可是域外邪族真正的顶尖高手，不过他也不敢再返回炎魔族的疆域了，生怕炼天魔帝那个疯子再连自己也给击杀了。当初炼狱魔帝被撕成2半的一幕，至今还在他的脑海当中回荡，令他心神畏惧。见到炎黄魔帝这副模样，那护卫魔帝也是不再多言，不过其眼睛深处也是带着些许的鄙夷。小族就是小族，堂堂2尊玄魔帝，竟然一个被后辈杀死，另一个则是被吓破了胆子，真是没有出息。就像这个土包子战天魔帝闭关，他难道就不能再找其他魔帝不成？我战魔族玄魔帝巅峰的强者便是有着3位，其战力怕是比那焚天魔帝还要略胜一筹，随便出动一位，怕是都足以轻松摆平这件事情。只可惜这家伙就是这般的生意。高大护卫心中思虑，脸上的笑容却是还算客气，他也不愿意平白无故的得罪一位玄魔帝。不过在炎黄魔帝这种种的说法之下，他却是对于那个炼天魔帝隐隐有了几分好奇。而此刻，那位炼天魔帝的灵力分身却是静静地站在虚空当中，手中一团邪异的火焰正在缓缓地跳动，其中每一道火焰幻化之间，都仿佛有着一只邪异的眼睛在闪烁。邪瞳魔炎，异魔族独有的一种火焰，正面杀伤力或许不大，却更能震慑心神。不过，异魔族终究不是靠着火焰发家的种族，其体内孕育出的火焰终究是比起同级的炎魔族差了许多。
当然，即便是差上许多，到了异魔祖地这种层次的玄魔帝体内的火焰，比起炎魔族的幽魔帝也是差不了太多。经过萧炎的不停凝聚拼凑，将几位异魔族魔帝的本命火焰培养的还算不错。而后，这道火焰便是被萧炎所吞噬，成为了萧炎身体的一部分。炼化了这道火焰，加上混沌熔炉，几乎炼化了整个异魔族。萧炎的灵力分身战力也终于是缓缓的上来了一些，至少仅基本实力也是足以媲美灵品巅峰级别的天至尊。也正是因为到了这一步，他的灵力分身想要再度前进，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没有一方大陆成为自己的部分身体，下界已经很难供养他达到仙品，单纯依靠吞吸宇宙能量，怕是需要至少100年以上的时间。只见他几步回归到了天玄大陆的位面魔壁附近，便是已经看到了整装待发的灵动一行人。除去灵动这位五祖之外，轮回境以上的强者只要愿意，都是可以有机会前往大千世界的。萧炎微微一笑：“林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萧兄只管跟我走便是。”灵动也是微微一笑，组进磅礴力量浩瀚，顷刻间一道极为虚幻的路线光影便是出现在了天玄大陆的天空之上，令无数人都心神恍惚。这条路线便是当年辅祖来时的路，这条路线可以极大的缩短前往大千世界的时间。望着这条虚幻的光线，萧炎的嘴角也是终于微微扬起。出发，前往大千。闻言，灵动和其身后的众人也是纷纷面带一丝激动与期待之色。对于萧炎口中所说的大千世界，他们同样无比的期待。辅祖便是来自于这神秘的大千世界，那里应当是有着更加浩瀚的天地供他们尽情纵横，有着更强大的境界等着他们去追逐。因此众人的心中都是十分的期待。轰隆隆，伴随着两人缓缓的撕裂空间，一行人也是终于离开了天玄大陆，朝着大千世界的方向前进。当众人来到了宇宙虚空，望着那无数璀璨星辰、万千世界的时候，他们的震撼无疑是不言而喻的。而这些所谓的星辰世界，在面前那一座庞然大物的面前，此刻却是更加的显得无不足道。任何一个位面，不要说是可以诞生位面之胎的高级位面，哪怕是能够诞生圣品天至尊的超级位面，在这浩瀚世界的面前也是显得不值一提。毕竟整个浩瀚宇宙能够有如此面积的超级世界，也不过3000之数罢了。那里是什么？发生了什么？随着众人的距离越来越近，灵动等人都是有些惊愕地看着那半壁隐隐漆黑的大千世界。如此浩瀚的超级世界，此刻却是如同被污染了一般，有着一半隐隐漆黑。望着那隐约有些熟悉的气息，几人相互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彼此眼中的一丝震撼与惊恐。这些都是域外邪族吗？望着那半个被漆黑雾气弥漫的世界，以及其周围无数被魔气浸染的下位面，众人的心中不由得一阵胆寒。难怪先前萧炎说过，入侵天玄大陆的异魔皇只是域外邪族当中一个不起眼的存在。原来这域外邪族竟然连这大千世界的半壁江山都已经占领，这一族的实力实在是有些可怕。不错，望着那被占据的半壁江山，萧炎也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而灵动等人则是微微沉默地看着下方。从天玄大陆到大千世界，虽然距离同样十分遥远，但比起前往域外邪族还是近了不少。更何况天玄所在的一方星空当中，有着当年辅祖留下的无数节点，因此仅1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便是已经来到了大千世界的边缘。而在这接近大千世界边缘的一处空间节点之上，萧炎手中印结变换，很快便是激发出一道迷蒙的空间白光。而后众人一个闪烁，再度睁开双眼之时，面前已经化作了一片浩瀚无垠的广大世界。仅只是站立在天空之上，他们便是已经能够看到那一望无边的海洋，一座座大小不一的大陆在其中林立，一处处神异的地方在远处的空间不断的诞生。在这浩瀚的海洋面前，曾经令众人感到足够庞大的乱魔海，那便是如同一个小小的水洼一般。我的元力在流失，好难受。刚刚来到天空之上后不久，众人便是已经微微色变，脸上露出了一抹痛苦之色。即便是灵动，此刻也是微微皱眉，感受着体内的浩瀚元力正在不断的流失。不要紧张，这只是正常的反应而已。灵力的能量等级要比元力略高一些，而且这里是大千世界，世界规则也比寻常位面强大了不知道多少，所以你们一旦降临大千世界，便是会遭到大千世界规则的强行置换。萧炎神色平静，气息没有丝毫的波动。他早在下界的时候就已经将体内的斗气转化为了灵力，自然不会出现这种事情。赶紧找个偏僻隐秘的大陆，花点时间将体内的元力都转化为灵力。不用萧炎多说，灵动便是已经迅速开口做出决定。有他做出决定，天玄大陆一方的人自然是没有意见。他们趁着体内还残余着大量的元力，一个个纷纷朝着远处的一个小型大陆疾驰而去。等到飞到这座大陆的一处偏僻角落之后，
灵动顺手击杀了一尊堪比五品至尊级别的凶兽，而后一行人便是霸占了此地来休息。此刻除了灵动萧炎之外，其他人已经是脸色苍白，似是呼吸都有些困难。仅仅这么不到1个时辰的时间，他们体内的元力已经流失了80%，那种虚弱无力的感觉令他们难受而又心慌。对此，萧炎却是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留下了一些灵力转化的功法，以及几道临阵的图纸之后，便是与他们道别。他这灵力分身飞升到大千世界，可不是给灵动等人当保镖来了。他已经帮过对方2次，若是一直这么帮下去，那跟保姆又有什么区别？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想要成为名震大千世界的超级存在，还是要自己努力才对。算算时间，还有不到3个月，便是太眼天尊传承出世的时候了。这般机缘，对于我如今这道分身帮助，实在是不小。萧炎与灵动等人告别之后，便是一个转身，瞬间离开，朝着大西天界的方向疾驰而去。太眼天尊，那是远古大战之后最为顶尖的圣品天至尊之一，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最为强大的灵阵师，是曾经可以布置出九阳灭魔阵的超级存在。此人的地位足以与当年的摩诃老祖、浮屠老祖等人并肩，甚至因为可以操纵九阳灭魔阵，还要略胜一筹。当年是按天魔帝和新天魔帝联手设计，加上圣魔族的一道核心武器，才将他重伤，令他无法活下去。饶是如此，他在陨落之前也依旧重伤了一名天魔帝，还顺手带走了数十位普通魔帝。他的传承当中，除了有着海量的修炼资源之外，更是有着大千世界排名第7的火焰太眼真火。若是能够将这些东西得到，怕是以萧炎的实力也可以快速从灵品巅峰突破到仙品。还有火灵族、大千宫，萧炎的身影在大千世界当中不断的穿梭，几步之间便是已经来到了下一个位面。只要将他所知道的这些资源尽数炼化，他的实力很快就能达到仙品巅峰，甚至于突破圣品也并非是什么难事。10日之后，萧炎便是已经来到了大西天界的地盘当中，来到了西天大陆。